青云大陆，东域临江仙酒楼内人声鼎沸，一个脸色兴奋的粗犷汉子正脚踩板凳，说得唾沫横飞。话说东域8大美人，玄灵宗独占其5，而身为众美人之首，刘雨嫣不但美若天仙，气质清雅脱俗，修炼天赋更是碾压东域所有天骄。不对吧？若论天赋，他的弟子墨雨可远胜于他。有人轻笑打岔，汉子立刻瞪眼冷哼：墨雨如今根基破裂，哪里还有可比性？估计寿元都快耗尽了。而刘雨嫣只修炼了800年，就踏入化神期，并执掌玄灵宗，可谓万年难遇的天之娇女。此次我若能得其青睐，就凭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竟敢觊觎柳仙子，真是癞蛤蟆惦记白天鹅，好大的狗胆！那汉子话没说完，就再次被人愤怒打断。你放！汉子本想骂回去，待看清说话之人后，急忙把屁给咽了。马德，全是他惹不起的大佬。自从前不久，不知是谁传出消息，说刘雨嫣有意寻找道侣，每天前来提亲的天骄俊杰、宗门大佬便络绎不绝。虽然全都铩羽而归，并且玄灵宗还对外声明说宗主从未有寻找道侣之意，但依旧没能浇灭大家的热情。世人都觉得刘雨嫣无非是没有看上，再加上女子的羞涩，这才说出那些话。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既然那么多大佬、天骄、刘雨嫣都没看上，那有没有可能他就喜欢自己这一款？可惜想法美好的人很多，伤心失望的也一个都不少。上门提亲的人连刘雨嫣影子都没见着。没人知道，此时的刘雨嫣正带着他那位根基被毁的妖孽弟子赶往了上古禁区。小雨，你别过来，快转过身去。一个荒凉山洞中，忽然传来一道娇羞的女子惊呼声，语气急促而慌乱。师尊，这蛟龙单独必须驱除，你也不想自己走火入魔吧？年轻男子的声音充满担忧。只见山洞内，一个身材婀娜、气质清冷优雅的宫装长裙女子，正俏脸绯红地跌坐在地，美到令人窒息的精致脸颊上布满细密汗珠，丰润红唇被咬出一抹嫣红，空灵清澈的美眸仿佛蒙上了一层水雾，充满了娇羞和挣扎。最原始的冲动正在刘雨嫣内心疯狂滋长，就像2月的嫩枝条在渴求春风的轻抚。这是个无论身材、容貌还是气质都堪称风华绝代的倾国佳人，足以秒杀老中青3代。墨雨这个年轻后生自然也顶不住，看着师父霸道完美的曼妙娇躯，他只觉得身体仿佛被火烤一般，心跳如肋骨。他急忙狠狠一咬舌尖，这才打断内心的遐思，但眼神却反而更加焦虑忧愁。师尊，事急从权，不能再拖了。看着面前气质出尘、容貌俊美刚毅的徒弟，刘雨嫣的美眸难以克制地涌上一抹微妙情绪，她强忍着内心燥热，俏脸羞红地轻叹道：小雨，我们不可以的，你快出去，别被师父身上的丹毒侵袭了。墨雨坚定摇头：不，大不了日后我娶您。你真是瞎胡闹。刘雨嫣的绝美容颜腾的一下长得赤红如血，羞涩美眸却忍不住掠过一抹恍惚。小雨好像一眨眼就长大了呢，自己带她回宗门时还是个可爱小屁孩，如今都敢冲师了，哼，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他轻咬红唇，迷离美眸狠狠瞪向他，内心却生不起一丝气恼。墨雨安静看着师尊，往事悄然浮上心头。300年前，他还是个蓝心孤儿，为了救一位溺水儿童，不自量力地跳入湖中，然后小孩被救，他却永远沉入了湖底。可能是老天都觉得他不该这样死去，他竟诡异地带着前世记忆投胎到了这个修仙世界。所投胎的墨家还是个实力不俗的地方大族，不但父母双全，还有个比他小4岁的妹妹。打小就聪明的他，很快得到了全族长辈的喜爱和重视。墨雨3岁修炼，一天踏入炼气期，7岁已是炼气期后期修士。墨家妖孽之名传遍方圆数千里，所有人都说墨家将因他大兴。只可惜，他就像命犯孤星，注定得当孤儿。在他8岁生日前一天，一伙神秘人突然杀入墨家，全族被屠戮殆尽。他要不是提前出门去准备第2天生日送给母亲的礼物，同样难逃一劫。他永远都忘不了自己高兴回家时看到的场景，火焰冲天的祖宅以及满地的鲜血和尸体。当时那伙人还没走，他以为自己也要死了，但他没有一点害怕，有的只是愤怒和不甘。这8年给他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和回忆。疼爱他的父母叔伯总喜欢拿着心爱糕点追在他屁股后面喊哥哥快吃的妹妹，这是前世那个孤儿从未拥有过的。所以哪怕死，他也希望自己能为这个世界的亲人做些什么。只可惜，一个炼气期小孩在那伙人面前连蝼蚁都算不上，更别说逃跑或报仇了。就在他即将被一掌拍死时，
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忽然踏天而来，然后将那些人全部斩杀。他至今都记得师傅和他说的第一句话：小孩，你愿意跟我走吗？他没说话，只是仰着脑袋朝他坚定点头。从此玄灵宗多了一个震惊世人的绝世妖孽。墨雨成了宗主刘语嫣的第6位亲传弟子。他14岁踏入筑基期，打破玄灵宗历史记录。40岁入金丹，成为了东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金丹修士。120岁破丹成阴，光芒再次闪耀东域，前无古人。此后数十年，墨雨之名成了所有年轻修士心中的偶像。180岁，他已经是元婴中期修士了，乃是东域当之无愧的第一妖孽，追随者众多。而跟他同时代的天骄还大多在筑基期徘徊，就当所有人都说墨雨有仙人之姿时，他却在一次外出历练中遭遇神秘强者围杀，大道根基破裂，境界从元婴中期跌落到筑基初期。要不是为其护道的师叔祖以根基破碎为代价将他救回，他早就尸骨无存了。只可惜，即便宗门耗尽底蕴，墨雨闭关100年，依旧无法修补受损根基，修为毫无寸进，寿元更是所剩无几。因此刘语嫣才在他生命的最后1年，冒险带他来到这个上古禁区，寻找最后一线生机。却不想刚进来就遇到了一头化神中期蛟龙。虽然苦战逃脱，刘语嫣却不慎中了蛟龙内丹之毒。龙姓银，内丹之毒游猎，1个时辰内不驱除，必定走火入魔。而唯一的解毒方式就是男女交合。这些情况刘语嫣自然清楚，可是小雨是自己徒弟啊，怎能和他做那种羞耻之事？此时他那倾倒众生，能让东域所有男人都痴迷的绝美脸颊上正充满了娇羞和挣扎，一边是理性和羞耻，一边是渴望和生命，怎么选？此时他只觉得身体好像着了火，不禁美眸迷离，心跳加速，灵魂最深处传来的悸动正将他的理性焚烧殆尽。小雨，为师好热。刘语嫣美眸紧闭着梦呓一声，整个人已经瘫软在地，赤红如火的绝美脸颊上竟浮现一抹妖异紫色，表情迷离而难受。2条光滑修长的逆天美腿彻底暴露在空气中，那白皙小手还在不老实地扯着自己身上衣裙。不好，丹毒发作了。墨雨内心猛然一惊，果断朝师傅快步冲去。师尊，徒儿要放肆了。在墨雨处碰到刘语嫣身体的瞬间，后者苦苦压制的火苗终于被彻底点燃。轰！一道无形闷雷声在刘语嫣脑海轰然炸响，就仿佛开了闸门的泄洪口，汹涌澎湃，不可阻挡。哎，冤家！一声娇羞轻叹后，他最后一丝理性被彻底湮灭。山洞内顿时春意盎然，风光无限。2个时辰后，山洞终于恢复了宁静。浑身香汗淋漓，俏脸上羞涩春潮未散的刘语嫣已经穿戴整齐地盘膝而坐，最后一丝毒素还需蒸发干净才行。墨雨则眼神不舍地看着师傅，完全没了之前的霸道勇猛。把师傅变成自己女人，他内心虽然有点不适应，却没有丝毫后悔，甚至还有着莫名的窃喜和激动。他8岁来到玄灵宗，但灵魂却是个成年男子。对于师傅这样的绝世佳人，岂能没有一点幻想？只是随着时间相处，这个清冷优雅的天仙美人逐渐成了他心目中完美师尊的样子，敬重而在乎。现如今，这份感情就变得更加微妙了。师傅已经不只是师傅，还是自己女人，这关系无论对方认不认都更改不了。他内心不禁荡起一丝涟漪。刚才的美好是他上辈子都没享受过的，直到现在还觉得身体燥热，他怎么也没想到，平时清冷优雅的师傅也有如此狂野主动的一面。只可惜1年后自己即将寿元耗尽，再见不到师傅和师姐他们了。墨雨眼神黯然，内心不禁苦涩长叹，要是有个逆天改命的系统该有多好。不过他从1岁就开始呼叫系统，却屁用都没有，对此早就不再奢望。这辈子，叮咚，系统觉醒条件已达成，感受到宿主的诚心召唤，诸天气运系统正在开机中。一道机械娃娃音忽然在墨雨脑海中响起，让他瞬间陷入了呆滞。竟然真的有系统！墨雨发呆了好一会，才猛然回神，然后内心激动怒骂道：狗系统，是不是不到最后关头你他妈就不出现？请宿主不要冤枉我，本系统一直都在，只是你之前没资格觉醒而已。你是在怪我菜了？虽然这样不好听，但意思却完全正确。只有凭借自身实力，成功让气运之女产生依赖，才有资格唤醒本系统。墨雨被他傲娇的话对得没脾气了，不过他现在没空计较这些，急忙问道：那你都有什么功能？对于他的不满，系统没有丝毫情绪波动，娃娃音乃萌好听。本系统名为诸天气运系统，只要宿主得到气运之女全身心的喜爱与依赖，
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气运值。气运值可用来修复宿主体质，后期也能在商城内购买各种功法、丹药、法宝等等，可修复体质。墨雨顿时眼睛雪亮，心脏开始扑通乱跳，急忙追问道：“意思是我受损的根基也能修复吗？”“是的。”“那我现在有多少气运值？”“灵石宿主，墨雨，年龄299，境界筑基7处气，气运值0，体质混沌神魔体，报废状态，宇宙3大最顶级体质之一，威力无需介绍，目前已修复 2%。 提示：气运值暂时只能用来修复破损体质，系统会自动扣除，直到完全修复为止。重要提示：请务必在1年内获得一位气运之女 100% 的依赖，展露自身天赋，否则本系统将被迫和您解除绑定，请宿主严肃对待。一旦完成任务，系统将和您终身绑定，至死不渝，并彻底恢复宿主破裂的体质和境界，同时奖励混沌阴阳经。这个功法很厉害吗？墨雨疑惑问道。修炼1个时辰，修为增加10天。卧槽！墨雨瞬间眼眸圆睁，整个人都被震傻了。修炼1个时辰，修为增加10天，那要是每天修炼7、8个时辰，岂不是相当于修炼了70、80天？尼玛，他本就是绝世妖孽，要是再这样整，不敢想，根本就不敢想啊！他只觉得小心脏扑通乱跳，嘴角弧度越咧越大，不愧是系统出品，效果就是逆天。可是狂喜过后，他又猛然一愣。灵石宿主，1年内获得一位气运之女 100% 依赖，否则就解除系统绑定。尼玛，这是给自己整了个1年考核啊！系统，你这是几个意思？墨雨再次不爽了，原以为自己是天命主角，结果你说还不一定，这谁受得了？请宿主保持淡定，谨慎筛选是对双方的负责。本系统因果太大，如果您能力不足，最后只会害人害己害系统。另外，请相信系统的功能和门槛是成正比的，门槛越高，功能越强大哦。墨雨表示被安慰到了，关键是他没得选啊，哪怕他所谓的因果是要自己以后去日天道，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先答应。没有系统，他就只剩1年寿命，但只要完成任务，自己就可以满血复活。傻子都知道怎么选，他眼眶忍不住微微湿润。绝望100年的他，终于又看到了希望。没人知道他这100年来的压力和灰暗，如今终于要涅槃重生了。过了好一会，他才平复心情，然后看着体质那一栏若有所思。难怪自己以前修炼那么变态，原来竟是什么混沌神魔体。虽然系统没有详细介绍，但一句宇宙3大最顶级体质之一就足以说明一切。只可惜现在是报废状态，看来当务之急还是赶紧完成系统要求再说。墨雨眼神坚定，然后将目光看向了师傅。一个只有他能看见的透明面板悄然浮现。姓名：刘雨嫣，气运之女，年龄800，境界化神期初期，体质先天武灵圣体，天生亲和5行灵气，修炼速度恐怖，乃天地大道的宠儿。对宿主依赖度10%。看到师傅的体质，墨雨忍不住惊讶了一下，难怪师傅能在短短800年就修炼到化神期。可是看着依赖度，他又扎心了，才10%。不过想一下又能理解，师傅可是化神期大佬，对自己能有什么依赖？可如果是这样，想要100%谈何容易？影响对方依赖度的，除了感情，恐怕还有自身的实力、品格、魅力等等。想短时间内快速提升依赖度，后面那些暂时是不用想了，但感情的话却未必没有办法。他忍不住扭头看向师傅，内心蠢蠢欲动，但他又感觉无从开口，只好在内心无奈问道：系统，怎样才能让我师傅？请宿主自行摸索，别问我那么羞羞的问题。墨雨不禁满头黑线，这个狗系统怎么看都不正经，竟还有脸说这问题太羞羞。羞羞你妹啊！他差点直接爆粗口了。正经系统谁会让宿主干这种事？他气闷了好一会才适应。算了，虽说一户人家只能有一个女主人，但自己多安几个家应该也是一样的吧。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日子，一堆绝世美女围着他争风吃醋。唉，想想就辛苦啊，嘿嘿。墨雨差点就咧嘴笑了。回想刚才和师傅在一起的美妙滋味，他坚定认为年轻人就该多吃苦，不吃苦中苦，怎做人上人？他歪歪完，内心又开始苦恼起来。以他对师傅的了解，哪怕2人发生了这种事，回去后也不会再让他占便宜，还怎么做人上人？更别谈100%依赖了。他思忖半天无果，只好咬牙切齿道：系统，我就没什么新手大礼包吗？亲爱的宿主，
新手大礼包要依赖度达到 30% 才发放哦，您目前尚未达标。墨鱼只觉得满头黑线垂落，怒气值差点拉满。果然，他就知道这个狗系统不会那么容易让他得到好处。仿佛感受到了他的怨念，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大礼包里有一枚小补天丹，能让您的体质恢复 40%， 到时您就可以修炼了，加油哦！体质恢复到 40%。 听到这话，墨鱼不禁内心狂喜，之前的不满瞬间烟消云散。不就是依赖度 30% 吗？他就不信自己这点都办不到。如今两人已经实现了0合1的互动，只要继续单独相处，就一定有机会。天可怜见，他已经上百年实力，毫无寸进了。如今不但能恢复修炼，还能嗨嗨，这新手大礼包还是挺给力的。他没再抱怨，看向师傅的目光充满炙热，恨不得现在就开始做任务。此时的刘雨嫣虽然衣裙整齐，但看在他眼里就仿佛毫无遮掩一般。浮现在脑中的依旧是之前的诱人画面，身材霸道而曼妙，小蛮腰纤细柔韧，那一切都是如此的记忆犹新。尤其是那白皙圆润又匀称修长的逆天美腿，即便他刚才神智有点小迷糊，依旧印象深刻。真是美如羊脂白玉，细腻光滑胜丝绸啊！他只觉得现在的自己内心又冒起了一团火，就像刚才一样。卧槽！墨雨心头猛然一惊，顿时从这种不正经的状态中回过神来，急忙查看体内，只见一道绯红色的神秘气团正在他的经脉中霸道游走，激荡的兽血沸腾。尼玛，自己怎么也中了蛟龙丹毒？他看了眼闭目打坐的师傅，忍不住仰天悲叹，感情师傅排出的毒气又被他回收了。这二手毒那么厉害的吗？他现在只觉得气血翻涌，浑身燥热难耐，该有不该有的想法统统使劲往外冒。要惨了！他的眼睛狼一般盯在师傅性感娇躯上，然后再也挪不开，身体也迅速变得滚烫，某些想法越来越难以压制。高雅清冷如仙女的师傅，此刻在他眼里简直就是诱人犯错的性感小妖精。师尊，我也中毒了。墨鱼眼睛赤红，终于忍不住咬牙低喊一声。刚将余毒驱除干净的刘雨嫣急忙睁开美眸，然后俏脸惊慌地冲了过来。小雨，你怎么了？他双手扶住墨雨，神识急扫，瞬间就明白了其中原委，忍不住满脸自责。这是被自己蒸发的毒气污染了，大意了。之前看他那么勇猛，自己都忘了他只是筑基修士，这该怎么办？难道还要……他的脸颊疼得红了起来，本就不知该怎么面对墨雨的他，心情变得更加慌乱紧张。修炼800年，他也是今天第一次做女人啊！刚才他的理性几乎被蛟龙丹毒所掩盖，根本没空想其他。但现在自己可是清醒的呀，如果还那样，岂不得羞死人？他咬着红唇，唯美脸颊红得都快滴出血来，看向墨雨的眼神娇羞而慌乱。这要是被东域其他修士看见，恐怕都得闪瞎他们的钛合金狗眼。身为玄灵宗宗主，800年就修炼道化神器的刘雨嫣可谓精彩绝艳，那是真正的实力与美貌并存，优雅端庄与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冷气质同在。暗恋她的人说是多如过江之鲫，一点都不夸张。只可惜那些人连刘雨嫣的笑脸都没见到过，更别说现在这种娇羞如小媳妇的表情了。不过快陷入暴走状态的墨雨同样没看到，此时他的脑子正在人和禽兽间不断来回切换。刚才为了救师傅，他可以义无反顾，什么也不管，但现在他只会让师傅自己做决定。墨雨再次咬牙苦撑，可师傅扶着他的那双柔软小手，对现在的他来说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啊！但他又不好直接甩开，只能内心疯狂默念：红粉骷髅色即是空，空也好色，师傅真的好美啊！感受着宝贝徒弟身上的颤抖，刘雨嫣瞬间银牙一咬，内心已经做出了决定。反正小雨也不是外人，小雨别怕，师傅会救你的。刘雨嫣眼神坚定地低语一声，看着快陷入癫狂的墨雨，他忍不住羞红了脸。2个时辰后，墨雨神采飞扬地盘膝端坐，星眸瞥了眼不远处的婀娜身影，忍不住内心剧跳，真美，即便只是背影也是那么的唯美诱人。本来这次解毒是不用这么久的，只1个时辰他身上的毒就已驱除，只不过两人都默契的没有中断。墨雨没吭声，刘雨嫣也当作没发现，直到2个时辰后墨雨败下阵来才结束。他不禁微微懊恼，根基受损还是有影响啊。不过看着师傅头顶上的透明面板，他的心情又瞬间变成了惊喜。姓名：刘雨嫣，气运之女，年龄800，境界化神期初期，对宿主依赖度 20%， 体质先天武灵圣体。他的心开始激烈跳动起来，
看向师傅的眼神充满了狂热和期待。这一次又加了10%，那多来几次是不是很快就能达到100%了？他当然知道，这应该不是因为次数，而是跟师傅的心理转变有关。他又急忙调出自己的面板。宿主墨雨，年龄299，境界筑基期初期，属性点0，体质混沌神魔体，已破损，目前修复4%，恢复到40%可修炼。提示：目标依赖度提升到30%，宿主将领取新手大礼包，里面有恢复体质的丹药哦，加油！看到最后一句，墨雨不禁内心激动一跳，火热的眼神忍不住再次看向了师傅。背对着他的刘雨嫣当然发现了他偷窥自己的目光，不禁羞恼的娇哼一声，这小色狼刚才难道还没看够？他努力调整心态，装出一副平静模样后，这才转身看着他淡然道，今日之事出去后就忘掉，以后我依旧是你师傅，听见没？我忘不掉。墨雨眼神清澈，语气平静中带着坚定，你不是常说修道之人当念头通达，心之所向，即便火海也是坦途吗？世俗的眼光我不在乎，东域又不是没有师徒成道侣的，等我境界追上你，就是我娶你之时，你只能是我的女人。刘雨嫣顿时听得又羞又气，800年修道得来的宁静心境瞬间破防。这个臭小子之前都称您，现在直接说你了，还敢说娶自己？还你的女人，真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了。不过他却怎么也没法真的生气，尤其是想到他的身体状况，内心更是一片柔软。自己这个天赋冠绝东域的小弟子已经只剩下1年寿命了，这再随便闭个关就是180年的修仙界，简直就是眨眼间的事。尽管不想承认，但他内心很清楚，这次的禁区之行恐怕也只能求个心安而已。大道本源岂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东西？正因为这样，当听到墨雨说追上自己修为就娶她时，他才会感到更加的心疼。这在他看来，小雨纯粹就是在安慰他。哼，自己都要死了还考虑那么多，这个小傻瓜。他呆呆看着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脸上忽然露出一抹温柔灿烂的笑容，美得惊心动魄。好，那我就等你来娶我，只要你境界追得上，做你道侣又何妨？但在此之前，一切都和之前一样。刘雨嫣强忍着内心酸楚，忽然微笑伸手在墨雨英俊的脸上轻轻划过，动作轻柔的如同2月春风。小雨，你要记住今天的话，千万别放弃。墨雨顿时呆住了，他虽然那样说了，但却没奢望师傅会答应，最多也就是不生气而已。但他的性格就是我怎么想就怎么做，至于你会怎么想，那是你的事。反正师傅已经是自己女人，虽然现在实力差没办法，但等到实力上去了，那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让他跑了的。可师傅现在就答应，实在太让他喜出望外了。虽然有前置条件，但只要自己恢复体质，超越师傅的修为好像并不难。他急忙兴奋大吼，一言为定，你可不能反悔。说完抓起他的白皙小手狠狠亲了好几口。见他没有进一步的过分动作，刘雨嫣想了下，又故作平静地忍下了。自己只是不忍心看他失望，可不是男女之情。他内心给自己找着理由，但见他亲完还不舍得放下，终于忍不住羞恼道，小色狼，你还牵着我的手不放想干嘛？但这话刚说出口，刘雨嫣就后悔了，这语气怎么听都没有师傅的威严啊，倒有点像小两口打闹。他赶紧隐藏起自己眼中的羞意，俏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高贵清冷，浑身气质圣洁不可侵犯。墨雨古怪地瞥了师傅一眼，故作认真道，没想什么，只是刚才那个的时候，我竟然发现伤势好了一些。啊，真的吗？你确定没骗为师？原本还一脸高冷圣洁的刘雨嫣瞬间破功了，急忙飞身过来，脸色激动绯红的她下意识就抓住了他的手，清澈明亮的美眸中闪烁着巨大的惊喜和期待，整个身体都在轻微颤抖。师尊，我怎敢骗你？要不再试试？墨雨急忙点头，看着他那压不住的笑容，刘雨嫣总感觉自己被他算计了，不禁羞恼娇斥道，不行，这事多了对身体不好，过2天再说。啊，还过2天？别呀，师尊，我的实力您又不是不知道。墨雨一脸着急，想起某些细节，刘雨嫣顿时霞飞满天，赶紧松开他的手。这小色狼真是，哼！墨雨眼神着急，依赖度再提升10%就可以拿到新手大礼包了，还等什么？如今他只有1年寿命，唯一的希望就是利用系统重新修炼到金丹期，否则必定老死。可是对于这些，刘雨嫣却并不清楚，她只是纯粹的出于担心才想着延缓2天，毕竟就算是修仙者，连续3次好像也不太好吧。就在他纠结时，墨雨已经直接伸手拉住了他，
然后大步往远处水潭走去。师尊，你也不想看到我寿元耗尽吧？我必须尽快恢复根基，然后在1年内重塑金丹。刘雨嫣顿时内心一凛，再没有丝毫犹豫。是啊，小雨的时间可不多了，哪怕他真能恢复根基，要是不能在1年内重塑金丹，依旧得死。那好吧。说完这句话，气质清冷圣洁如仙女的刘雨嫣彻底化身为羞涩小鹌鹑，脸颊赤红如血，媚眼低垂，然后迈着逆天美腿，故作平静地朝水潭快步走去。师尊，你别说话。羞恼的清脆女声响起。扑通，墨雨直接被恼羞成怒的师傅踹进了水潭中，然后曼妙身影犹如凌波仙子般俏生生屹立在水波之上，身姿婀娜，容颜绝美，偏偏若9天仙女下凡尘。仙子素手微扬，一个青色结界悄然将水潭遮掩。3个时辰后，天已经黑了下来，皎洁的月光照耀大地。刘雨嫣则俏生生地站在水潭边，眼神娇羞，却故作平静圆润修长的逆天美腿，在月光下闪烁着白瓷般的晶莹光泽，宛若美玉。夸张优美的曲线在小蛮腰的衬托下勾勒出一道动人的弧形，这让刚缓过劲的墨雨又看得狂咽口水。不过此时他却没有再乱来，这倒不是他老实了，而是面前的透明面板让他变成了正人君子。混沌神魔体已修复 6%， 修复到 40% 可修炼。恭喜宿主成功让气运之女依赖度提升到 30%。 下阶段任务，请在1年内将依赖度提升到 100%。 新手大礼包已准备就绪，请问是否领取？立刻，马上给我打开。墨雨内心激动呐喊，很快就眼眸惊喜。小补天丹1枚，可修复受损根基和体质，效果根据受伤程度、体质强弱有所不同。2转回元丹1枚，可恢复部分因伤跌落的修为，对低阶修士有奇效。偷天换日符1张，使用后能完美隐藏自身气息，只展示自己想展示的境界，仙人之下无法看透。天仙庇护被动技能，当宿主遭受到致命攻击时，会自动出现并抵挡任意伤害1刻钟，冷却时间1个月。物品已存入系统空间内，其他人无法查看。看着大礼包的内容，墨雨真是激动万分，这可都是他最急需的。修复体质、恢复实力、隐藏境界，还有1刻钟的无敌护盾，这个新手大礼包实在太贴心了。他急忙使用尿遁大法，快速跑向远处大石头后，他想试试这些丹药到底有什么效果。身后的刘雨嫣不禁红着脸翻了个白眼，还躲？自己刚刚又不是没见过。当墨雨将丹药一股脑服下，又将偷天换日符和天仙庇护的技能全部使用后，只觉得身体里好像多了点什么，又感应不出来。而回元丹的药力则化为一股纯净的先天之气，在他经脉中快速游走，最后犹如恐怖江河般汇入丹田海内。他的境界蹭蹭地由筑基期初期一路攀升到筑基中期，再到后期。此时药力依旧没消化完，正在他丹田处急速旋转。墨雨神色激动欲狂，他有预感，只要将药力完全消化，必定能够重新凝聚金丹。到那时，寿元将会增加到800载左右，他就不用担心老死了。至于补天丹的药力，则在他经脉窍穴中游走，迅速修复着他的破碎根基。墨雨整个人神采飞扬，眼底深处的黯然彻底消失，然后看着系统面板里的体质一栏，身躯微颤。混沌神魔体已修复 46%， 可修炼。1枚2转回元丹整整提升了2个小境界不止，而小补天丹则直接将他的体质从 6% 恢复了 46%。 他对系统又有了重新认知，实在太逆天。哪怕现在没有完全恢复，可对比他100年前的修炼速度， 46% 已经不逊色东域顶级天骄。哈哈，老子又行了！操！墨雨忍不住激动怒吼，眼眶湿润。这100年的煎熬，没亲身经历过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其中的艰辛和绝望。从一个万年难觅的绝世天骄，东域第一天才，变成不能修炼的等死废物。但凡道心不够坚固，恐怕早就自暴自弃，甚至自我了断了。但墨雨却咬牙坚持了下来，这其中有他自己的坚持，也有宗门上下的关心和不放弃。如今梦想终于要成真，想必师叔祖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无比的高兴吧。想到那一幕，他不禁内心万分期待起来。哼，这个小色狼！听到他说粗话的刘雨嫣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忍不住脸色羞红的娇哼一声。片刻后，墨雨神采飞扬的返回原地，狠狠将师傅抱进怀里，力道大的仿佛要把他镶进体内。师尊，谢谢。不可以。刘雨嫣脸色羞恼万分，都3次了还想要？这小色狼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想，谢谢。
刘雨嫣脸色一愣，随即变得娇羞万分，自己好像想差了。师尊，什么不可以？墨雨更是一脸的懵逼。刘雨嫣急忙故作淡定地推开他，冷着脸教训道：“我是你师傅，注意点分寸，出去后记得把这坏毛病改了。”哦。墨雨无奈点头，然后又激动地看着他，颤声道：“师尊，我能修炼了。”什么？你能修炼了？你确定没骗我？原本还板着脸的刘雨嫣瞬间美眸雪亮，身躯忍不住轻微颤抖，整个人都陷入了懵逼中。但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猛地抓起他的手开始探查，随即美眸圆睁，小嘴震惊地张开成 O 形，让墨雨看得直咽口水。刘雨嫣不禁白了他一眼，但随即又忍不住嘴角上扬，根基竟然真的恢复了近半。一股巨大的惊喜骤然浮现他心头，绝美脸颊上更是充满震撼和狂喜。整整100年，这一幕他曾经幻想了无数遍，如今终于要实现了吗？怎么感觉跟做梦似的？墨雨内心感动的重重点头，我觉得有希望恢复部分修为，真是苍天有眼。刘雨嫣忍不住眼眶通红，然后又狠狠抱住了他。过了好一会，才脸色微红的轻轻推开，随即又眼神纠结起来。要那样才有用吗？自己肯定不行。不过想到100年未归的那几个美丽女弟子，他内心瞬间有了决定，也是时候让他们回来了。他果断的玉手一挥，回宗门。上古禁区外围，一伙正在御剑飞行的修士全都震撼的面面相觑。诸位，我没看错吧？刚才那人是墨雨和他师尊刘雨嫣。没错，就是墨雨。想不到他竟然出关了。他不是根基被毁了吗？难道已经恢复了？众人相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内心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然后全都掏出了传音玉符，紧急发送信息。在东域明月国境内，有一片占地千里的巍峨山脉，其间飓风林立，直插云霄，灵气弥漫若仙境，不时可以看到御剑飞行的修士在其中往来穿梭，热闹非凡。这千里山脉正是玄灵宗山门所在。此时在玄灵宗议事大殿上，3位神态威严的老者正满脸失望地端坐其中，堂下还站着6个气息强悍的中年男子，只不过却全都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出。现场气氛严肃而沉闷，身材精瘦的山羊胡老者正满脸烦躁地拍着桌子怒骂着：“小雨，只剩1年时间，你们出去那么久，现在却跟我说什么都没找到，我怎么会有你们这么废物的徒弟？你们还有脸回来干球啊？”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几人则满脸愧疚地低垂着脑袋，压根不敢辩解半句，就仿佛这真是他们的错一般。正当老者骂得起劲时，门外忽然一阵喧哗，期间还夹杂着许多弟子的高兴欢呼，这让本就心情烦躁的他脸色变得更加不好看。就连旁边神色和蔼的高大老者也忍下了想要劝阻的话，皱眉朝门外恼火低骂道：“这帮小兔崽子也不知道在发什么疯。”山羊胡老者狠狠瞪了几眼站在堂下的弟子，气骂道：“还杵在这干嘛？看看是谁在无故喧哗，都不用修炼了吗？”“是，师尊。”几人如蒙大赦，急忙往外奔去，仿佛临阵脱逃的士兵。“哎，老三，你也别怪他们，小雨的根基之伤岂是那么好治的？”身材高大的白发老者一脸不甘的叹息一声，眼神充满了绝望和落寞。身为玄灵宗内门长老，他周不语无论走到哪都能受到世人敬重，但现在他却感到一阵无力。作为徒弟，不就是给师父骂的吗？当年我们被师父骂的还少。刚骂完徒弟的雷烈不以为然的冷哼一声，枯瘦身躯上充满了暴躁，继续道：“何况他们外出数十年，连大道本源的影子都没听说过，难道还不该骂？”一直没说话的王三牛猛地站了起来，将近2米高的魁梧身躯充满了压迫力，粗声道：“要我说，当年那事肯定是几大宗门的人干的，甚至不排除他们联手的可能。小雨要是真的就此夭折，无论如何我也要杀他们一批天才陪葬。”周不语顿时一脸恼火的猛拍桌子，呵斥道：“胡闹！老五，你怎么比老三还鲁莽？亏你还是内门长老，你是想引起宗门大战吗？”王三牛脖子一梗，不服道：“战就战，我们玄灵宗啥时候怕他们了？”周不语气的脸皮抖动，伸手指着他冷笑道：“哼，王三牛，你有骨气就等小师妹回来了，再将这话跟他说一遍，那你才是真牛。”刚才还牛逼哄哄的魁梧老者顿时脖子一缩，不声不响地坐了下去。掌门小师妹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小师妹无论说什么，师父都会信。以前小师妹刚来的时候，师父甚至为了哄她开心笑一笑，将他们轮流揍了个遍。一遍不行，那就再来一遍，要是发现有效果，那就不是一遍的问题了，而是揍到小师妹烦腻了喊停才行。
用师傅的话说，谁叫你们只有一个师妹，以至于到了现在，小师妹反而成了他们最敬畏的人，师兄弟几个无人敢招惹。雷烈赶紧打岔：哎，大师兄，你说老祖这次去神起大陆会有收获吗？哎，难说，虽然神起大陆不是青云大陆能比，但也未必就有大道本源，根基受损何其难治，即便以三师叔的修为，如今也毫无恢复迹象，难啊。周不语眼神悲观地摇了摇头，三师叔正是当初墨雨的护道者，一位化神中期大佬，同样根基破裂，境界跌落到了元婴初期。这时，之前出去的一个中年男修士又飞快跑了回来，一脸兴奋地大喊道：师伯、师傅、师叔，是掌门师叔带着墨师弟回来了。我看到墨师弟，人呢？中年修士看着空荡荡的大殿，顿时满脸懵逼，随后反应过来，又急忙往外面跑去。大殿外，墨雨正被无数热情到近乎疯狂的男女修士围成了里3圈外3圈，许多人手中举着一看就品相不凡的宝扎玉盒，争先恐后的要送给他。墨师弟，这是师兄在天妖禁区找到的长青宝药，据说可以增加寿元，你快拿去试试。墨师弟，这是极品大还丹，据说对疗伤有奇效，你快服下看看吧。墨师叔，这雪域千年人参是师侄机缘巧合下偶然所得，或许对您有用。墨师兄，这是9味地黄丸，相传乃是一代医圣欧阳猛所制。墨雨内心温暖而感动，他抬了抬手，待现场安静下来后，这才感激道：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些东西目前对我已经无用，大家自己留着吧。这些人里面有不少熟悉面孔，但也有很多明显是最近100年晋升的核心弟子，能到这里来的最低都是宗门的核心弟子以及内外门执事、长老。虽然认不全，但大家身上的统一宗门服饰依旧让他看得格外亲切。听到墨雨的这句话，在场众人全都眼神一暗，心中涌上一股悲凉的情绪。这个东域第一天才，玄灵宗的骄傲，如今是准备放弃了吗？关于墨雨的情况，在玄灵宗早就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他已经寿元无多，所以众人外出时，除了打听那缥缈不可及的大道本源和疗伤仙丹，主要就是收集这种可以增加寿元的天才地宝，以求尽量延长墨雨的寿命，争取那一线生机。可现在墨师弟却说不再需要了，看来之前的那些宝药已经将他的生命潜能压榨到了极限，如今的寿元恐怕是增无可增了。有些年轻漂亮的女修士已经开始哭泣起来。墨雨并没有多做解释，在拥有自保能力之前，还是低调一些好。以前他就是低估了那些人的狠辣，才有此一劫，如今可不会再重蹈100年前的覆辙了。好了，大家都散去吧。站在一旁的刘雨嫣实在看不下去了，立刻威严挥手，再待下去，那些哭泣的漂亮女弟子都要挤到小雨怀里去了，真是不像话。小雨，随我进殿。恢复了师尊威严的刘雨嫣高冷地走在前面，墨雨则恭敬跟在屁股后头。所有宗门长老速到大殿议事，清冷威严的女子声音响彻玄灵宗主峰。宽敞宏伟的议事大殿内，刘雨嫣一脸威严地端坐在大殿上首，另外数十个空位上却只坐着寥寥6人，其中就包括墨雨。他虽然现在只有筑基实力，却依旧是玄灵宗内门长老。另外5位老年修士则是如今镇守玄灵宗的全部内门长老了，其中周不语3人和刘雨嫣乃是同一个师傅，另外2人则是他们二师叔的亲传弟子。至于宗门其他20多位内门长老，如今全都奔走在青云大陆和其他大陆之间，为的就是替墨雨寻找那万中无一的生机。也就是说，飘在外面的长老比镇守宗门的还要多许多，这放在任何一个宗门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山门乃是一个宗门的根基，这要是被人偷了家，可就乐子大了。但这种状态，玄灵宗已经维持了整整100年。小师妹，你不是带小雨去了上古禁区吗？怎么这就回来了？刚坐下，身材枯瘦却性格急躁的雷烈就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就连向来沉稳的周不语也忍不住皱眉道：小师妹，这次禁区之行莫非也无收获？其他人没有说话，只是眼巴巴盯着刘雨嫣和墨雨，神情忐忑而紧张。没有找到大道本源。刘雨嫣眼神微微闪躲，然后含糊其辞地回了句：收获当然有，但这种收获实在羞于启齿。看着还想开口追问的几位师兄，他急忙抬手打断了几人，急切道：好了，关于小雨的事，几位师兄就别再追问。即日起，小雨将在后山闭关，在此期间任何人不得前来打扰。另外，传讯几位太上长老，请他们秘密返回宗门坐镇，就说小雨出关了。至于其他弟子，暂时就这样吧。刘雨嫣想了想，还是没让所有人都回来，以免让有心人看出端倪。这话一出，众人顿时面面相觑，神色震惊诧异。他们原本就对小师妹和墨雨
突然返回宗门，感到诧异万分，如今就更加想不明白了。一回来就闭关，还把其他几位太上长老叫回来，当务之急不是应该全力在外面为小雨寻找最后的一线生机吗？几位长老忍不住面面相觑，全都傻眼了。可是对于这位小师妹，众人即便身为师兄，内心还是多少有点怵的，只好闷闷应是，然后关心地围着墨雨好言安慰起来。结果聊了没几句，又被刘雨嫣冷着脸出言打断。好了，时间紧迫，别将时间浪费在这，小雨随我去后山闭关。看着匆匆领着墨雨赶往后山的刘雨嫣，大家的眼神苦恼又无奈。这小师妹，让我们和小雨说几句话都不行吗？真是一如既往的霸道蛮横。看着人已走远，雷烈才不满地控诉起来。三师兄，你刚才怎么不敢当着小师妹的面说？王三牛忍不住揶揄道。老五，你不也一样吗？还有脸说我？好了，都安静点，现在马上联系几位师叔，把小师妹的话转告他们。周不语神色凝重的皱眉吩咐一声。小师妹虽然很多话都没说，但从突然召回太上长老这事来看，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彻底放弃了小雨，但现在小雨还有1年寿命，谁敢现在就说放弃？怕不是想被老祖一巴掌拍死吧？姑且不论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即便真是这样，现在也没必要去闭关啊，这就很不合理。那剩下的就是另一种可能了，小雨或许恢复有望，所以才去闭关，而小师妹在这时候突然召回几位长老，恐怕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她。周不语内心激动起来，脸上却不露声色。这件事实在太重大，怎么小心都不为过，万不能让100年前的一幕再重演。另外几人安静下来后，也都一脸的若有所思。雷烈更是忍不住兴奋道：大师兄，小雨她有没有可能？老三，不该问的别问，做好自己的事。周不语大声呵斥，神色前所未有的严厉。看着大师兄的严肃表情，雷烈顿时将到嘴的话生生憋了回去，小声辩解道：我就是高兴，随口猜一猜。三师兄，大师兄说的没错，这件事出了这个门，大家就当不知道，连猜都不要去猜。另外2位老者也是认真的点头赞同。又嘱咐了几句后，周不语这才严肃道：这段时间大家都盯紧点，尤其是后山，谁敢乱闯，门规处置。几人商议许久，确定没有遗漏后，才各自散去。所谓后山，乃是主峰后的一座独立山峰，同时也是刘雨嫣的修炼居住之地。山顶有座聚灵大阵，一旦开启，便可吸纳方圆千里的灵气于一隅，可谓是修炼圣地。不过对灵石的消耗同样恐怖非凡，即便是以前的刘雨嫣也舍不得经常开启。但之前100年，墨雨却都是在阵中修炼的，可谓是消耗巨大。此刻大阵再次开启，整座山峰瞬间灵气如潮水。墨雨赶紧盘膝坐下，继续炼化回元丹的药力。刘雨嫣布下结界后，也在不远处安静坐下，美眸呆呆地看着墨雨，很快就入了神。随着时间推移，他脸上的神色开始不断变换，最后化为了一声复杂轻叹。既然双修对小雨的根基恢复有帮助，那还是早点帮他找个双修道侣。不过自己4个女弟子虽然天赋绝伦，美貌无双，和小雨的感情更是深厚，但秋迪古灵精怪太跳脱，飞燕的性格又太直，这2个显然都不是最好人选。小柔倒是挺合适，性格温柔恬静，又会照顾人。不过身为大师姐的如玉同样做事沉稳，心灵无污无垢，纯净至极，这顿时让他犹豫不决起来。不如就让他们自己选吧。刘雨嫣主意打定，又深深地看了一眼墨雨，然后果断掏出通讯符，给2个弟子发了个信息：你们小师弟已出关，如果愿意做他道侣，就马上返回宗门。某处秘境，一位风华绝代的清冷女子不禁皱了皱眉头，然后掏出通讯符看了眼。只见她那纯净清澈的美眸中猛然爆发出一道疑惑惊喜的亮光，璀璨如星辰。小师弟出关了，回家。女子的嘴角温暖上扬，毫不犹豫地放弃即将到手的宝物，瞬间消失不见，只留下一群懵逼又遗憾的修士在那怅然若失。而在数千万里外，一位身材曼妙、容貌清丽脱俗的恬静女子，同样在急速飞往玄灵宗，美眸早已微微泛红。小师弟，二师姐救不了你，就为你留个后吧。此时的墨雨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师父卖了，而且还是一次卖了俩。这会的他正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此时在墨雨的丹田海内，一粒黄豆大小的金色珠子正在缓缓转动，不断吸取着其中的灵气液体，壮大自身。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10多天，最后珠子已经变成鸽子蛋大小，散发着纯净恐怖的威能，深邃神秘。这正是许多修士一辈子梦寐以求的金丹，只不过相比以前的淡金色，这次的金丹却是金中带紫，看起来神秘而高贵，实力更是比他以前达到金丹初期时还要强悍3分。墨雨神色激动，整整100年，
他终于再次回到了这个境界。他只觉得好像做梦一样，忍不住身躯颤抖，一股仰天大笑的冲动差点没忍住。金丹期，这个以前被他轻易踏足的境界，后来却变得遥不可及，如今终于又成了自己的新起点。他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让自己处于那种无力等死的糟糕境地了。他要努力到达大道之巅，彻底掌控自己的命运。虽然金丹初期没法和以前的元婴中期相比，但他却丝毫不在意，一切都还来得及。他不禁内心感激的轻声呢喃道：“谢谢你，系统。”“不客气，帮助宿主变强是我的本分。”墨雨嘴角一扬：“那能不能再来几颗回元丹？还有小补天丹也来几枚，就当是我借的。”“不能，系统不准借贷，我没有这个权限，请宿主不要刁难我。”娃娃音很好听，话语却很残酷。墨雨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果然只是说的好听而已。不过他却没有丝毫失望，现在这样他已经很知足了，剩下的就等自己征服了师傅。虽然这个难度会很大，但迟早都得拿下。不过就目前来看，恐怕得先换个人选才行。1年内想将师傅的依赖度提升到100%，几乎不可能。可气运之女，自己又该去哪里再找一个？他不禁一阵头疼。看见他醒来，正在闭目养神的刘雨嫣立刻睁开明亮眼眸，期待的起身问道：“小雨，怎样了？有起色吗？”墨雨赶紧微笑点头，已经恢复了部分根基，想必不用多久就能彻底恢复了。什么？真的恢复了一部分？刘雨嫣眼眸骤然放亮，身躯颤抖，话没说完，整个人已经飞了过来，双手紧紧抓住墨雨的胳膊，神识疯狂涌出，开始检查他的身体。墨雨微笑着放松身体，任由他检查，内心温暖。刘雨嫣检查半天后，忍不住眉头轻皱，身体破损的经脉窍穴确实神奇修复了大半，但最关键的气海丹田内却是混沌一片，仿佛笼罩了一层漆黑浓雾，即便以他的强悍神识也探查不了那里的情况。也是直到这时候，他才注意到自己竟然看不透墨雨的境界，这不禁让他内心震撼。可以隐藏境界的功法有不少，但能以筑基修为瞒过一位化神期修士的贴身探查，这就很不可思议了。但最让他不解的是，明明刚出关那会自己还能一眼看穿他境界啊，怎么现在就不行了？莫非真像小雨说的那样，是因为和自己发生了关系才引起的变化？想起某些场景，他不禁脸颊微微羞红，一时间也没好意思再追问了。毕竟每个修士身上都多少有些自己的小秘密。不过很快，他整个人就被激动和狂喜包围了，双眸忍不住涌上一抹湿润，眼眶泛红，最后还是没忍住，将墨雨狠狠搂进了他高耸温暖的怀抱，语气哽咽而喜悦：“这100年来，你知道全宗上下有多担心你吗？为师真怕你跟小四一样。”想到惨死的4徒弟，他没有再说下去。其实要说最关心墨雨的，无疑是他和墨雨的一众师姐了。直到如今，几女都还一直漂泊在外，就是在为墨雨寻找那最后的一线生机。危险禁区、秘境，是见一个闯一个，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师姐弟之间的感情，甚至比很多情侣都深厚。此外，宗门老祖、太上长老以及宗门弟子，同样为墨雨的伤势操碎了心老祖远赴神启大陆寻药。5位太上长老，除了1人疗伤，2人镇守宗门外，另外2人也一直奔波在外。金丹期以上弟子，有80数十年没有返回宗。老祖曾言，墨雨乃是玄灵宗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天才妖孽，培养好了，是能够带着宗门走出东域，迈向更高层次的存在。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全力挽救。再加上身为孤儿的墨雨，也一直把宗门当成自己的家来对待，对同门师兄弟更是热情而仗义，深得全宗上下的拥戴和尊敬。在他崛起之后，只要听说有同门被谁家天骄欺负了，那是不管有理没理，都会先把场子找回来再说。按他的说法，所谓道理，道永远在理之上。这个道是权道、剑道、法道、力道加霸道。宗门之间帮亲不帮理才是正理。而在青云大陆，各大宗门对于年轻人的争斗是有默认规矩的。为了避免宗门间爆发大战，只要是同辈天骄公平相争，长辈几乎不插手。因此墨雨成了 bug 一般的存在，不但碾压了东域年轻一代，就连很多比他高一辈的天骄都被他压得抬不起头。至此，墨雨的妖孽之名在东域如日中天，成了当之无愧的新生代第一人，追随者众多。在以团结护短出名的玄灵宗，墨雨更是所有年轻弟子心中的偶像。只可惜100年前的那场偷袭却差点引爆了整个玄灵宗。过了好一会，刘雨嫣才从思绪中回神，睁干眼角泪水后，又故作平静地将墨雨温柔推开，看着他认真叮嘱道：“这个情况暂时谁都不能说，知道吗？”“我明白。”墨雨认真点头，他自然知道师父在担心什么，
他同样不会让100年前的那一幕再次重演。刘雨嫣这才开心一笑，消除了多年担忧，让她的笑容无比轻松，美的惊心动魄。墨雨差点又看傻了，刘雨嫣赶紧板起俏脸，恢复了师尊的往日威严。可是当他将结界撤去，感应到山门外的情况后，整个人都变得不好了，美眸怒气隐现。只见玄灵宗山门外，数百人正驾驭着飞剑法宝，浩浩荡荡在玄灵宗山门前降落，然后谈笑风生的联袂上山。这些提亲的人是没完没了了吗？他内心愤怒，之前来的好歹还人模狗样，而且全是没道理的杰出天骄大佬，可现在来的这一批，不但很多都是有道理的，其中还有许多老头。这种人要是也敢开口，他绝对会将对方的老骨头都给打断。不过愤怒过后，他又开始怀疑起来，这些人怎么看也不像是来提亲的，莫非是因为其他事？他眼眸瞟向墨雨，忽然间若有所思。此时一个面容妩媚、眼神骄傲的妖娆美人正刁蛮地站在玄灵宗山门外，一身火红长裙将她的性感身材衬托得越加惹火止不过。此刻她的眼眸中却散发着生人勿近的疯狂杀意，周围站满了眼神兴奋的各宗宗主、长老和弟子，大约有数百人，但人数最多的还是玄灵宗弟子。此时他们正霸气地对峙着红裙女子以及她身后30来人，这些人包括红裙女子左秋蝉，全部来自玄灵宗的死对头幽冥宗。幽冥宗乃是和玄灵宗齐名的东域8大宗门之一，其山门所在之地就在玄灵宗北边10万里。对于双方这等大势力而言，10来万里距离，说是邻居也不算夸张。自古邻居多纠纷，两宗关系向来不好，100年前差点干起来的就是这个幽冥宗，如今只是没彻底闹翻而已。此行幽冥宗除了领头3个老者，全是年轻天骄，神色冷傲，气质卓尔不凡。除了左秋蝉，还有2个年轻人，即便在那帮天骄中，也给人一种大鸟立鸡群的感觉，境界最低都是金丹中期，这实力哪怕放在玄灵宗也可以担任执事一职了，要是在小宗门里，甚至当个长老都不过分。这2人正是幽冥宗10大天骄的另外2人，排名第5的陈清兜，第8的莫修，左秋蝉则排在第10。几人虽然排名不靠前，但在东域年轻一辈中同样声名鹊起。此时围观的其他宗门天才正纷纷热情上前见礼，能和他们说上几句的都会忍不住露出一副与有容焉的傲娇表情，其他人则是满脸羡慕。陈清兜等人的脸色却从始至终都很淡定，脸上挂着孤傲矜持的微笑。可是片刻后，玄灵宗山门外的气氛却忽然变得诡异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看向迎面走来的年轻公子，风神俊朗，玉树临风，就连他身边风华绝代的刘雨嫣都仿佛被他的光芒所掩盖。看到那人的出现，左秋蝉妩媚的眼眸中突然涌现滔天恨意。墨雨，一个直到如今依旧被他时刻咬牙想起的名字，多少个不眠夜他都恨不得吃他肉喝他血。好在这个曾经的绝世妖孽，如今却成了一位不能修炼、即将寿元耗尽的废人。可是看着被玄灵宗弟子兴奋围住的墨雨，他内心却怎么也痛快不起来。这样还不够，他要亲自将他踩在脚下，让对方开口求自己。想到那一幕，他内心忽然涌起一股病态的快感，脸色潮红。片刻后，左秋蝉才扭头看向身后，咬牙切齿道：陈师兄，莫师兄，墨雨是我的，谁都别跟我抢！100多年前的耻辱，我要在今天报了。既然左师妹吩咐了，做师兄的自然不会和你抢。陈清都语气平静，眼里却充满了无敌霸气。莫修同样点头答应了。在他们眼中，现在的墨雨就是砧板上的肥肉，想怎么割就怎么割，那就谢过2位师兄了。左秋蝉媚笑一声，脸刚扭回去，又变得冰冷一片，一双充满恨意的眼睛死死盯着墨雨。可惜对方压根就没有看他一眼。此时，玄灵宗大长老周不语正领着几位长老往这边大步走来。见过大长老。看到周不语等人，玄灵宗弟子急忙躬身行礼。何事再次喧哗？看到本应闭关的墨雨，竟然被这些人惊扰到了。周不语顿时满脸怒火。有弟子急忙回道：启禀大长老，幽冥宗弟子无故出言侮辱莫师叔，弟子没忍住，就好心叫了他一下，怎么说人话？谁知他身子弱，弟子一不小心就把他双腿打断了。周不语眼中的怒火不禁燃烧得越加旺盛。这些人100年不来，小雨刚出关就故意跑来挑衅，这意图简直不要太明显。他不禁朝那弟子怒斥道：下次再这样，就自己到乾隆渊关禁闭，既然腿都打断了，还留着他的手干嘛？啊！弟子谨遵大长老教诲，嘿嘿。原以为要挨骂的弟子顿时咧嘴傻笑，
声音洪亮。其他玄灵宗弟子也都听得激动不已，恨不能再将那人暴打一顿。果然，这才是我们玄灵宗的风格吗？竟然敢骂莫师叔，简直找死！这时，幽冥宗里的紫袍老者顿时一脸阴沉地走了出来，枯瘦的身躯，气息却恐怖如深渊，冷笑道：“周长老教得好啊，难怪玄灵宗弟子个个嚣张跋扈，冷某受教了。今天就让我幽冥宗弟子好好向玄灵宗天教讨教下吧。”说到后面，冷青山的语气变得冷厉如刀，身上散发着元婴后期修士的凌厉气势。他的话音刚落，一身红裙的左丘禅就冷着脸朝玄灵宗方向微一拱手，傲然道：“幽冥宗弟子左丘禅特来挑战玄灵宗天骄，不知可有人敢应战？”说完，一双充满恨意的眸子却直直瞪着墨雨。玄灵宗众人表面平静，内心早就开始骂娘了。这个狗日的幽冥宗真他妈卑鄙无耻，当众挑战玄灵宗天骄，不就是看中玄灵宗天骄都在外未归，然后想逼莫师兄出手？这些情况，围观之人自然也能看出一二。顿时爆发出一阵喧闹的议论声，显然都没想到幽冥宗竟会公开挑战玄灵宗，人家真正的天才都不在，还去挑战，这未免太不要脸了吧？这摆明了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墨雨身上啊，各宗围观者的眼中猛然掠过一股浓烈兴趣。墨雨会应战吗？你们说玄灵宗还有人是左丘禅对手吗？有年轻修士一脸好奇。我看很难，他们真正的天才都不在宗门内，而这个左丘禅可是幽冥宗10大天骄之一，天赋战力都是顶级的。不错，他如今不过400岁，已经是金丹中期修士，堪称天赋妖孽。据说在他跨入金丹期中期第2年，就越阶斩杀了一位金丹后期妖修，战力恐怖。旁边有人得意的大声补充，但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因为这些情况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在场的这些年轻人都是各派杰出弟子，对于当下的妖孽天才可谓是耳熟能详。平日里谈论最多的就是某位天才妖孽的光辉事迹，甚至连他们的喜好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其他大宗门的年轻人也都会给自家天才按照战力天赋划分排名，什么10大天才、8大妖孽的，可谓是修仙界追星一族。而整个东域最杰出的天才又有80%集中在8大宗门里，玄灵宗的妖孽自然也不少。但现在的玄灵宗弟子却全都眼神担忧，因为宗门这一代的10大妖孽，如今只有1人还在宗门内，那就是受伤的墨雨。可如今的莫师兄不但修为暴跌，而且寿元无多，怎可能让他出战？其他弟子倒不是不敢上，可要是上去不能赢，丢脸的可不只是自己，而是整个宗门。这可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因此没人敢乱来。哼，玄灵宗全是怕死之人吗？竟没人敢应战。左丘禅双手叉腰，牙齿紧咬，一双眼眸却恨意滔天地盯着墨雨，就差直接指名道姓了。直到这时，墨雨才淡淡的扭头瞥了他一眼，平静道：“都过了100多年，还是刁蛮泼妇一个。别说他现在要隐藏修为，即便不用，这等泼妇也不配他出手。”只是一句话就将左丘禅所有的骄傲击碎，脸色变得狰狞难看，性感妖娆的躯体都被气得微微颤抖。可是还不等他还嘴，玄灵宗弟子已经开始纷纷怒骂起来：“他妈的，就凭你这小娘们也敢小瞧我玄灵宗，老子来跟你过2招！”一个长相斯文的年轻修士大吼一声，快步走出。可是几乎在同时，又有无数玄灵宗弟子争先恐后站了出来：“杨师弟，我实力比你强一点，我先上。陈师兄，还是我上吧，今天非得让他大出血，都别跟我抢，这第一阵还得是我来。”现在他们想的已经不是赢不赢的问题，而是必须得应战。玄灵宗弟子可以输，但却绝不会懦弱怯战。周不语等人脸色平静，但眼神却是冷漠愤怒。这狗逼的幽冥宗竟然如此不要脸，明知宗门天骄外出，还邀请各宗门前来，然后公开挑战，这是想逼小雨应战，探他虚实吗？真他妈演的一出好戏。正在这时，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忽然从墨雨身后站了出来，看向左丘禅的眼神充满冷漠和鄙夷。“原来你就是当年给我家公子下药，然后想自荐枕席的左丘禅。哼，就你这样的货色也想觊觎我家公子，真他妈不要脸！”这话一出，刘雨嫣不禁好笑地瞥了墨雨一眼，眼神玩味。墨雨急忙低声解释道：“我天天对着师尊这等绝世美人，哪还看得上那种庸脂俗粉？我当年看都没有多看他一眼。”“哼，谁知道你？”刘雨嫣故作高冷地哼了声，嘴角却忍不住微微上扬，神情愉悦而得意。此时全场早就一片哗然，然后兴奋地议论纷纷：“卧槽，当年还有这么劲爆的事？这有什么？那可是墨雨，
当年倒追他的美丽女修多了去，倒是这个青年好像是墨雨的追随者吧？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记得他，这就是墨雨曾经的追随者之一，为人低调，好像叫什么言无忌。不错，正是他，想不到直到如今还没离去。这人倒是忠心。是啊，想当初墨雨可是有10大年轻妖孽追随，如今就剩一个言无忌了吗？就算不是，肯定也没剩几个了，毕竟谁愿跟着一个废人？左秋蝉的妩媚脸蛋瞬间变得阴森冰冷，羞愤的目光仿佛要吃人。当年给对方下药之后，他脱光衣服爬到墨雨床上，却依旧被对方拒绝，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耻辱。此事虽然已经过去100多年，但每次想起都会让他内心仿佛插着一把刀。只不过当年被墨雨拒绝过的女天骄实在太多了，他才觉得自己没那么可怜。每到深夜依旧会忍不住想起这件事，甚至会接着幻想那一次要是得逞又会如何，会不会从此成为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可是自从墨雨根基被毁，境界跌落到筑基期后，他就再也没有这样想过了。被墨雨拒绝成了他内心最大的耻辱。如今的左秋蝉甚至都以为没人会记得这件事，但现在伤疤被揭开，他只觉得自己就像没穿衣服，底细被人看得一清二楚。最关键的是，墨雨再也没有多看他一眼，那种赤裸裸的无视让他的怨恨瞬间达到了顶峰。最后终于忍不住咬牙切齿的怨毒厉吼，一个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人，老娘岂会喜欢他？我当年进入他房间只是想和他探讨道法而已。如此失态的左秋蝉，别说玄灵宗弟子，就连幽冥宗弟子都一阵惊讶。冷青山同样眉头紧皱，内心无奈叹息。左秋蝉虽是宗门难得的天才，但以他这种心性恐怕很难走得长远。相比之下，墨雨简直就是仙人下凡啊，各方面都碾压众生。好在如今已经残废了，否则现在的这帮年轻人谁有底气说自己是天骄？听到左秋蝉的无赖之语，言无忌忍不住轻蔑大笑，无耻荡妇，就你也想得到我家公子？做梦！来吧，让老子见识一下幽冥宗10大天骄有几分实力。言无忌说完，身上气势猛然一变，肃杀之气激荡四周，然后朝周不语恭敬行礼道：墨雨追随者言无忌，请战，望大长老批准。准了。周不语严肃点头，谢过大长老。言无忌说完，直接腾身飞入半空中，挺拔屹立，然后手指左秋蝉，眼眸冰冷而不屑：荡妇，上来受死！原本就脸色赤红的左秋蝉，这下整张脸都被气成了酱紫色。姓严的走狗，老娘非把你舌头割了不可！他厉吼一声就想冲上去拼命，却被一脸舔狗相的莫修焦急拉住了。左师妹，这种人哪值得你动手？师兄帮你出气。他追求左秋蝉可不是1天2天了，但左师妹对他却一直不冷不热。今天这个拍马屁的机会，他岂能错过？说完，整个人大笑着冲天而起，一道恐怖剑芒从他手中狂斩而出，威力恐怖绝伦。莫修这一剑就像一颗坠地流星，充斥着暴力狂躁的气息，将周遭空气搅动得天翻地覆。巍峨如山的气势席卷四周，笼罩了方圆数千米。许多观战的年轻修士无不看得内心感慨，但言无忌却丝毫不惧，同样抬手斩出一道青色剑芒，硬刚上去。论声势和威力，丝毫不比莫修弱上半分。轰！一声巨响，光芒四溅，两人的第一击竟然平分秋色。围观的众人忍不住面面相觑，满脸震惊诧异。墨雨手下一个默默无闻的追随者就有如此实力，那当初另外几个出名的又会是何等妖孽？看到这一幕，玄灵宗年轻弟子同样是满脸震撼。莫师叔的追随者就如此厉害，那他以前得有多妖孽，才能让这种天骄甘愿追随于他？所谓的追随者，说直白点就是小弟仆人。现在很多天才都号称自己有多少追随者，其实都是族中的奴仆家臣扮演的，要么就是些天赋一般的人跟着他们狐假虎威。真正的天骄有几个愿意当别人的追随者？就连陈清斗的追随者里也没几个能上台面的，更别说莫修了。他的追随者里全是一些滥竽充数的普通修士，但当初的墨雨却是个例外。他的追随者中当年可是人才济济，许多人都想跟着他，好在以后一起鸡犬升天，但想当他的追随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天赋不够，看不顺眼，一律不要，就是那么的任性。那时候能成为墨雨的追随者可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越看言无忌，莫修的内心就越妒忌。他原本以为可以一招将对方拿下，在左师妹面前好好出下风头，同时博取他的好感，可谁知道竟然打了个平手，这让他的怒火越烧越旺。
双方交战激烈。很多围观的宗门大佬虽然不认识颜无忌，但以他们的眼力，自然能看出这个年轻人也有金丹期中期修为。不过比之已经崭露头角的莫修，恐怕战力方面还是要差上一筹。可即便如此，也足以让他们震惊万分了。这种在他们宗内可以当作核心去培养的超级天才，却只是墨雨的追随者，真他妈奢侈啊！同样惊讶的还有莫修，他也没想到这人竟然也有金丹中期修为，但也仅仅只是惊讶而已。我承认你有点实力，但想成为我的对手，你还不够资格。莫修冷厉说完，再次寒怒并指斩出，光芒闪烁间，一道剑势猛烈如江河倒卷，绵绵不绝地朝颜无忌斩去。方圆2000米的范围都笼罩在这一剑之下，狂暴气浪吹的观战之人衣袂飘飞，剑芒中蕴含的法力竟勾连起一丝天地之威，让头顶那一片天空变得阴暗昏沉。许多观战的年轻修士不禁看得心往神驰，眼中露出浓烈的羡慕惊叹之色。就连玄灵宗弟子也不得不内心承认，这个莫修确实有几分天赋。这一剑的威力比之前可是强了1倍不止。就在许多人都觉得这场战斗会在这一击之下分出胜负时，颜无忌却是冷哼一声，魁梧高大的身躯猛然爆发出无穷战意，不屑大笑道：吹牛逼谁不会，打得过老子再说。说话的同时，一道青色气旋骤然在他身体四周急速转动，眨眼间凝聚成一柄巨大光剑，爆射而出，如同阳光洒过天地，让乌云遮蔽下的那一小方空间骤然放亮。这一剑同样气势刚烈霸道，一往无前，其中蕴含的威力丝毫不逊色于莫修。看到这一幕，就连周不语都忍不住惊奇嘀咕，想不到颜小子不但踏入了金丹中期，战力还如此强悍，很不错。只不过两人虽然境界相同，但真实战力恐怕还是有所差距。颜无忌毕竟才刚进入这个境界，而莫修却是在金丹中期待了20-30年，结果恐怕不容乐观。颜无忌要想有所胜算，就必须在剑诀道法的领悟上胜过对方，但在双方都是天才的情况下，想要依靠悟性碾压对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两道攻击轰然相撞，结果却大出众人意料，竟然还是平手。这个叫颜无忌的年轻人不简单。到了这时候，就连莫修的眼神都开始严肃起来，他只是狂，却不是傻。对手的战力和天赋绝对不在自己之下，他没有在大意轻敌，而是打起了12分精神，全力以赴。两人的战斗渐渐开始白热化。此时，在玄灵宗一座巍峨巨峰上，3个仙风道骨的老者正安静坐在大殿中，居中一人是位身穿灰袍的枯瘦老者，相貌慈祥如老农，眼神却深邃沧桑。浓密的白色长眉垂到了脸颊处，再加上那3撇长而密的银白胡须，气质脱俗如仙人。在他左边是位白发飘飘的青衣老妪，虽然红颜已迟暮，但身上气质依旧优雅端庄，五官柔和，眼眸明亮，从他此时的相貌中不难看出，年轻时绝对是位大美人。只可惜，即便是修仙者，岁月依旧在他脸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眼角的鱼尾纹深如刀刻。此时在他面前桌子上正摆满了众多举世难寻的珍贵宝药，另一边却是个身材高大的黑袍老头，面色冷酷，眼神威严凌厉，头发和衣服整理得一丝不苟，浑身上下透露着刻板严谨的味道。两男一女虽然气质不同，但身上的气息却都给人一种浩瀚深邃之感。此时的灰衣老者正一脸苦涩地摇头长叹，四师妹小雨的寿元只剩1年，即便将这些天才地宝给他服下，也很难延续寿命了。什么？我不信！天机老道明明算出他仙缘未尽的。白发老妪身躯一震，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整个人随即猛地站了起来，浑身散发着焦躁暴怒的气息。小雨这等绝世妖孽怎么可以就这样死去？难道贼老天就是这样对待玄灵宗的？过了好一会，白发老妪才悲凉坐下，脸上充满自责的述说道：在这100年间，我走遍了青云大陆各大禁区，别说什么大道本源、上古仙丹，连靠谱点的传说都没听过，徒费光阴。灰衣老者苦笑着挥手打断他的话，长叹道：四师妹无需自责，有些事冥冥中自有注定，非人力所能为，我等也只能尽力而为了。青衣老妪眼眸暗淡，瘦弱身躯微微颤抖了下，嗓音低沉而沙哑：我非执着，只是一想到那小家伙再有1年就要死了，心里就憋屈愧疚的慌。他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如今又要眼睁睁看着他走，我真的不甘心啊。现场一阵沉默，在场谁能甘心？可是不甘心又能怎样？过了许久，灰衣老者才叹息道：归根结底，还是我等没庇护好他。这话让白发老妪的内心瞬间更加难受愧疚。可是谁也没想到，当年那些人会如此狠辣啊！
原以为有三师兄为小雨护道，再加上玄灵宗的名头，整个东域也没人敢动手。可谁知道，竟然有人出手了，而且出手之人直到如今都没找到，奇耻大辱啊！出手就是4位化神期修士，可谓是天大的手笔，这股力量都足以剿灭很多大型宗门了，但却被用来刺杀一位元婴中期后辈。在那次事件中，玄灵不但损失了一位有机会踏入反虚之上的绝世妖孽，还被人废了一位化神期的太上长老。这种屈辱和仇恨简直比海还深。过了好一会，青衣老妪才撇开话题，眼神关切。小雨呢？让他来见我等一面吧。算起来我都整整100年没见他了，也不知道这小家伙现在变成了什么样。他眼神黯然，由不得他不担心啊。从一个绝世妖孽突然变成一个不能修炼的废人，有几人能够顶得住？但愿这小家伙心智够坚定，没有被压垮。之前雨嫣带他出去了趟，但半个月不到又匆匆返回，如今正在闭关呢。灰衣老者苦笑摇头，青衣老妪顿时诧异地看着大师兄。闭关？这时候还闭什么关？在他看来，这纯粹是刘雨嫣这个当师傅的还不甘心认命啊。可是再怎么不甘心，这个时候不是该吃吃该喝喝吗？闭关100年都没用，现在还剩1年去闭关。但对于这个决定，他也不好强行阻止，只好无奈长叹一声。一直没说话的黑袍老者最终还是没忍住，不禁皱眉道：100年之前我就不赞同举全宗之力为小雨寻找虚无缥缈的大道本源，如今不但资源耗费巨大，弟子陨落上百人，他的伤势依旧毫没有改善。关键是现在明知他命不久矣，雨嫣那丫头还打开聚灵大阵供其修炼，这对其他弟子来说是何等的不公平。黑袍老者越说越气，最后整个人都站了起来，眼中的不满之色毫不掩饰。这些年小雨消耗的资源都足以重新培养10位元婴修士出来，这还不包括死在各大禁区的弟子以及他们浪费的宝贵时间。他的一位亲传弟子就是这样死的，关键现在已经证明那些牺牲根本毫无价值，这才是最让他愤怒的地方。可正内心悲痛的白发老妪听到这话却炸毛了，立马愤怒地起身瞪着他，大喊道：二师兄，小雨对宗门的重要性你不会不知道吧？况且这决定师伯也是赞同的，你现在说的这些是到了如今才知道的结果，难道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给抛弃了？要按你这样说，三师兄当年拼命把他救回来，岂不是更加多此一举？灰衣老者满脸无奈，赶紧站出来打圆场。可惜火气上来的白发老妪压根不给大师兄面子，一巴掌将桌子拍得稀巴烂。还不解气的他又如同一头被人惹怒的母狮子，冲着黑袍老者大吼道：你是不是因为死的人里有你的徒子徒孙？难道这也能怪到小雨身上去？要是修仙怕死人，干脆回家种红薯，还修个屁的仙！黑袍老者也被他勾起了火气，顿时眼神恼火地瞪着他：四师妹，你说清楚，什么叫我怕死人？什么叫我的徒子徒孙？难道他们不是玄灵宗弟子吗？既然明知无用，为何还要继续？开启聚灵大阵需要消耗多少灵石，你难道不知道？好了，都少说两句，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灰袍老者狠狠一拍桌子，然后盯着黑袍老者大声训斥道：二师弟，四师妹刚回来，你作为师兄跟他吵什么？是因为最近太清闲了吗？小雨只要没死，我们就不能放弃，你有意见也只能憋着。黑袍老者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无奈坐下，然后闭着眼不再吭声。他始终不认为自己错了。小雨既然已经恢复无望，就不该在他身上浪费资源，而是应该用在其他天才身上。可是宗门上下呢？为了他不但损耗了海量资源，还耽误了一众天才修炼，更是为此死了不少人。这不是感情用事是什么？青衣老妪也冷哼一声坐了下去，然后气恼地闭上双眼，没再理两人。灰衣老者满脸苦笑，却也没在意。四师妹一直以来就是这脾气，他们早习惯了。大殿内很快陷入了安静，可这安静只维持了一瞬，三人就几乎同时睁开眼睛，然后满脸惊讶地对视一眼。不是说小雨闭关了吗？青衣老妪话都没说完，人已经消失不见了。师妹，先暗中看着，可别动手啊！灰衣老头急忙追了上去。黑衣老者犹豫了下，也冷着脸快速跟上。此时天上虽然还在剧烈战斗，其他门派大佬已经无心观看，正上前与刘雨嫣客气寒暄。就连幽冥宗的冷青山都皮笑肉不笑地朝他拱了拱手，脸上挂着虚伪笑容。柳宗主多年不见，依旧是清丽动人，风采更胜往昔啊！刘雨嫣淡淡地瞥了他一眼，冷哼道：诸位今日联袂前来，倒是好大的阵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找茬的呢。说完又冷冷扫了周围一眼，清冷美眸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恼火。众人急忙开口解释：柳宗主误会了，
我等今日只是凑巧到此。不错，我是听到传闻说柳宗主有意寻找道侣，这才前来看看。是啊，也不知哪位道友能入柳宗主法眼，真是令人艳羡呀。对于他们的鬼话，刘雨嫣自然不会信。这些宗门和幽冥宗向来就走动得比较近，今天同时到来，岂会是巧合？再加上之前那个姓左的骚女人还想挑战小雨，其中意味已经不言自明，不就是想打探小雨的恢复情况吗？但是他也懒得直接拆穿，冷着脸敷衍几句后便没再多理。看来小雨出关还是惊动了不少有心人，他的眼神越来越冷。直到这时，陈青都才找到机会，径直来到莫雨跟前，然后矜持的微笑拱手道：莫兄久违了，当年一败，至今依旧让我耿耿于怀，一直想和莫兄再次公平一战，只可惜莫兄避世100年，让陈某心愿难偿，如今再见，还望莫兄成全。莫雨淡淡看了他一眼，眼神平静。你会有兴趣和手下败将再斗一场吗？陈青都顿时脸色一僵，其他玄灵宗弟子却都大声哄笑起来。就是手下败将也想再次挑战莫师叔，真是不自量力。要我说，这就叫打着灯笼进茅房，找死。陈青都嘴角抽搐，眼底深处掠过无穷怒火，但却强忍着没敢发作。这里可是玄灵宗地盘，对于这个行事霸道的宗门，他可不敢太放肆，但冷嘲热讽却是可以的。何况此行的目的就是打探莫雨的真实情况，于是忍不住出言挑衅道：我知莫兄如今已被废大半，但你放心，我也会将境界压到筑基期，务求公平一战。当然，要是你为了保全名头不敢迎战，就当我没说过。莫雨平静地瞥了他一眼，轻蔑一笑，如此低级的激将法也好意思用，难怪过去100年只提升了一个小境界，真是废物。这一下陈青都是真被刺激到了，整个脸变得铁青难看，咬牙道：不敢迎战也被你说的那么清新脱俗，我自封境界到筑基期，你都不敢比吗？其他幽冥宗弟子也都纷纷开口嘲讽起来。陈师兄，这莫雨就是徒有虚名而已，他哪里还敢和你比试？就是胆小如鼠还巧言令色，真是丢人。有个神色狂傲的幽冥宗天才更是一脸鄙夷的狂妄大笑起来。要我说，莫雨就是个无用废物而已，余生也只能躲在别人屁股下面生活，毕竟他只要再龟缩3-2年，到时候两腿一蹬，说不定就保住了不败。找死！伴随着清脆悦耳的怒喝声，一道凄厉惨叫声也在同时骤然响起，全场死寂，所有人都震惊得面面相觑。只见那个骂得正欢的幽冥宗天才直接被刘雨嫣一巴掌拍成了英雄碎片，一位金丹期修士就这样彻底陨落。看着那具破碎不堪的尸体，刚才还在大声嘲讽的幽冥宗弟子瞬间成了哑巴，额头冷汗直冒，眼神惊恐。堂堂一宗之主，一言不发就杀人，关键杀的还是东域顶级宗门之一的幽冥宗弟子，他就不怕引发两宗大战吗？围观的各门派宗主长老全都眼角一抽，内心忍不住惊惧震撼。玄灵宗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彪悍霸道啊！同时疯狂告诫自己，今天就是来看热闹的，千万别去得罪这个霸道女人。对于这位外表美丽的玄灵宗之主，可没人敢不把他的话当回事。之前要不是有幽冥宗的一再保证和好处，加上又不需要他们做得罪人的事，众人还真不敢跟着来。这一刻全场鸦雀无声，唯有玄灵宗弟子看得热血沸腾，身心舒畅。莫雨微微错愕后，内心也是一片温暖，有这么个霸道护犊子的师傅挺好。刘雨嫣淡淡的扫了周围一眼，最后将目光落在了冷青山身上，霸气冷笑道：你幽冥宗的人跑到我玄灵宗山门外，当面无故辱骂本座弟子，你们是想开战吗？冷青山早就被他突然出手杀人的行为气得脸色发青，内心愤怒而憋屈。开战？尼玛，你确定想开战的不是你自己吗？那弟子的话虽然有点出格，可也不是你刘雨嫣杀人的理由吧？可这话他还真不敢说，对方人都杀了，自己看不惯又能怎样？人家可是化神期大能，自己打不过啊。但就这样忍着，他又心里难受的荒他铁青着脸，沉默权衡了好一会，才咬牙切齿的转身朝身后弟子怒吼道：想挑战就好好说话，辱骂别人做什么？我幽冥宗就是这样教你们为人处事的吗？丢人现眼，粗鲁不堪，简直蛮不讲理。蛮不讲理的人自然是指的刘雨嫣，但这话他实在没敢在那女疯子面前说，也只能指桑骂槐出下气了。好在他此行的目的只是打探莫雨恢复情况，而不是跟对方硬来。骂完自己人后，他便没有再吭声。刘雨嫣也没理他，又看向了一旁的周不语，眼神平静问道：大师兄，这是怎么回事？见惊动了小师妹和莫雨闭关，周不语等人不禁内心自责，急忙将事情原委大概讲了遍。听完后，刘雨嫣顿时柳眉一竖，再次眼神恼火的大声冷喝道：幽冥宗好大的气魄，
知道我宗天骄在外历练，就特意派幽冥宗天才过来挑战。既然如此，那玄灵宗1年后必定带众弟子登门拜访，到时两宗好好比一比。听到这话，围观者顿时赫然一惊。玄灵宗这是要把在外围墨雨寻找机缘的弟子全都叫回来吗？莫非真是放弃墨雨了？修仙之人是相信天道气运一说的，都认为天赋越好的弟子得到天道眷顾就越多，福缘也要比普通人更深厚。这也是玄灵宗不惜冒着天骄可能陨落的风险，也要将他们派出去的原因，就是希望借助他们的福缘，找到大道本源这种稀世灵宝，帮助墨雨恢复根基。这在整个东域早就不是什么秘密。最近100年来，相比将天才护在家里的其他宗门，玄灵宗天骄是几大宗门里陨落率最高的，不过战力也是最猛，个个彪悍不怕死。可如今为了出幽冥宗登门挑衅的这口气，都要放弃墨雨了吗？还是说墨雨寿元将尽，已经不可救药？看着只有筑基期初期修为的墨雨，周围的一众门派大佬全都若有所思。一个受了大道之伤的筑基期修士能活到300岁已经是奇迹，想必耗费了玄灵宗不少天才地宝。这样算的话，墨雨好像也差不多的死了。冷青山同样想到了这一点，内心顿时松了一口气，今天也算没白来。看来即便闭关100年，墨雨的伤势依旧没有好转。一个筑基期初期修士，就算他现在有大道本源，恢复了根基，也不够时间修炼到金丹期了。回不到金丹期，就注定的老死。他内心忍不住得意狂笑，现在找不到大道本源，对玄灵宗来说还不是最悲哀的。最悲哀的是找到并给墨雨服下了，却发现不够时间修炼了。嘿嘿嘿，那一定很有趣吧？柳宗主既有此意，那幽冥宗上下就静候玄灵宗天骄登门指教了。心情好转的冷青山顿时高兴嘲讽，对于1年后的挑战压根没在意，只要没有曾经墨雨那种级别的妖孽。现在的玄灵宗天才也就是和幽冥宗差不多，谁也别想占到太多便宜。挑战又如何？但今天这口气却不能这样憋着。他冷笑一声，悄然给陈青都传音吩咐道：待会你莫师弟比完，无论结果如何，你马上出面挑战墨雨，逼他出手，然后将他折辱一番。是，大长老。陈青都激动回应，眼神隐含期待。此时严无忌和莫修2人早就打出了真火，准确的说，他们从刚开始就没把这当作普通交流来看待，出手都是你死我活。尤其是严无忌下手更是狠辣无情，形同搏命。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绝不能让这人从他面前安然离去。赶上玄灵宗来挑衅，那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莫修同样脸色难看，眼里闪烁着无穷的羞怒。作为幽冥宗10大天骄之一，却连墨雨的追随者都久战不下，这简直是丢人丢到了家。此战过后，无论输赢，他都将颜面扫地。要是输了，那就更加无地自容。左师妹必然看不起他，我绝不能输。他内心愤怒呐喊，然后毫不犹豫地掏出一把暗红色古剑。这是他在某个秘境中得到的一件神兵，一直被他视若珍宝，乃是真正的下品灵器。所谓灵器，就是指的剑意通灵，和主人配合使用，能够增加使用者出招的威力。这既然是下品灵器，看到他拿出灵剑，周围瞬间一阵惊呼。下品灵剑对使用者威力增幅可达2成，这种等级的宝贝，很多宗门长老都拿不出，想不到幽冥宗一个弟子都有。许多人内心感慨羡慕，这对于严无忌来说，怎么看都显得有点不公平。但武器本就是实力的一部分，谁也不好说什么。果然，有了灵剑相助的莫修实力大增，只是一招就让严无忌吃了大亏，脸色苍白。严无忌眉头紧皱，内心开始担忧起来，他可没有这等好东西啊。正在这时，一道清朗的声音忽然从远处传来：无忌，接剑。话落，一柄灵气四溢的墨色长剑猛然从墨雨手中飞出，瞬息出现在严无忌身前半尺处。安静悬浮的墨色长剑中散发着古朴威严的气息，灵性非凡。卧槽，这是极品灵气！有识货之人顿时一阵惊呼，眼神炙热万分。无忌，谢公子借剑。有点呆愣的严无忌激动地握住身前长剑，内心顿时豪情万丈。姓莫的，老子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灵剑！哈哈哈！严无忌狂傲大笑一声，手中灵剑猛然斩下，一道前所未有的恐怖剑芒从剑中骤然掠出，直接将剑招威力提升了1半不止。恐怖，太尼玛恐怖了！严无忌差点激动地大喊起来。他和灵剑之间根本不用磨合适应，就在他握住长剑的瞬间，这柄剑就仿佛和他心意相通，知道彼此的所思所想。这就是极品灵剑的恐怖所在吗？严无忌忍不住喃喃自语着，眼神震撼。轰！
只见那道剑芒仿佛要将天空都给削下一角，霸道的将莫修一剑劈飞数百米。卧槽，那么猛吗？许多围观者都眼神惊骇，明显被吓了一大跳。颜无忌却是兴奋异常，公子的剑果然够猛，于是赶紧再次斩出一剑，朝倒飞的莫修急追而去，势必要斩尽杀绝。赶到玄灵宗装逼，就得有被砍死的觉悟。一旁观战的冷青山顿时气得脸色铁青，后槽牙都差点被咬碎了。他妈的玄灵宗之人，真要将士做绝吗？此时的他完全忘了他刚才的得意和算盘，他刚才就是希望莫修失手之下将那小子废掉。到目前为止，幽冥宗已经一死一残，要是这局还不能赢，那宗门颜面可就丢大了。可如今这局势，他也不敢插手。很快，原本势均力敌的局面就变成了一边倒，莫修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又过了一会，轰！伴随着一声惨叫，莫修再次被劈飞，人还在空中，鲜血就不要钱似的往外狂喷。扑通！这一次，他直接被劈下云端，掉进了山脚下的一个巨大湖泊中。不过也因此躲过一劫。颜无忌犹豫了会，终究没有下到湖里面去砍人。在胜负已分的情况下，那样做就不合规矩了。他回到莫羽身边，双手恭敬地把剑递了上去，一脸的懊恼自责：“公子，无计无用，未能斩杀对手。”莫羽微微一笑，却没有去接剑：“一个小人物而已，无妨。倒是你，想不到百年未见已踏了金丹中期，很不错。这柄剑就当是给你的贺礼吧，免得以后再有人拿把破剑在你面前秀优越。”这话顿时惹得玄灵宗弟子轰然大笑，同时内心既羡慕又震惊。这可是极品灵剑啊，威力之大，刚才大家可是见识过的。莫师叔却说送就送，果然跟传闻的一样，大气豪爽，财大气粗。许多年轻弟子忍不住眼神羡慕而炙热。卧槽，莫师叔真是太豪气了。是啊，极品灵剑这种级别的宝物，我师尊都没有呢。哎呀，我也要早点踏入金丹期，到时候说不定莫师叔也会送我一些好东西。哈哈哈。对啊对啊，我们得加油了。有不少新晋女弟子双手捧心，满脸憧憬。旁边听见他们说话的老弟子却没有嘲笑他们，反而一脸认真的点头道：“你们要是能踏入10大天骄之列，莫师叔道真可能送你们一些宝贝。”真的？周围弟子顿时眼睛发亮。当然，玄灵宗其他几位天骄都得到过这种待遇，这也被大家视为一种象征。只有得到莫师叔的认可，才算得上玄灵宗真正的天骄，否则是没人敢这样自称的。最近百年新进来的那些弟子显然都不太清楚这些传统，不禁好奇追问道：“师兄，那您的意思是说，只有得到了莫师叔赠礼的人才算得上真正天骄？”差不多吧，反正我们大家是这样认为的。哇塞，莫师叔怎会有那么多宝物呀？有个萌妹子一脸惊叹。这个倒有传闻，说是莫师叔曾得到过一位绝世大能的宝藏，不过是真是假就没人知道了。众弟子纷纷羡慕议论，颜无忌却是一脸的庄重。对于公子的珍贵赠礼，他并没有推辞，而是一脸肃穆的恭敬接下。在他看来，只有自己的实力上去了，才能更好的守护公子尊严。像今天这样的场景，要是换在100年前，怎么可能发生？哪个不开眼的敢冒犯一句？但是现在，却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出言不逊了，不就是觉得公子根基已毁，成了一个废人吗？也不怪外人那么想。就连公子当年的10大追随者都离开了7个，如今只剩他们3人，而他们将是公子最后的颜面担当，必将誓死捍卫公子的尊严。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对得起公子当年的知遇和救命之恩。要是实力太差，岂不是丢了公子的脸？颜无忌眼神坚定，他的实力在当初几人中并不算突出，但却是对墨羽最死忠的人之一。因为没有公子，他早就死了。此时的莫修已经一脸羞愤不甘地回来了，虽然身上水迹已经被蒸干，但肩膀上的深深剑痕以及惨白难看的脸色，一时半会却没法恢复。显然刚才和颜无忌一战，吃了大苦头。此时看着玄灵宗弟子那鄙夷不屑的眼神，他内心羞愤的都快滴出血来，却又无话可说。毕竟先拿出灵剑的是他，如今输了，总不能说墨羽给的灵剑品阶太超标吧？这种话，即便是他也不好意思说出口，只好愤怒不甘的朝颜无忌咬牙厉吼道：“姓颜的，今日之耻，莫某他日必报！”说完，低头返回队伍中，闭眼不再说话。刚才左师妹眼里的鄙夷，真的好伤他的心啊。对于他的话，颜无忌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刚毅的脸上充满自信：“我今日能败你，他日也一样。这辈子，你注定要被我压在脚下，永不翻身。”这话一出，顿时激起玄灵宗弟子的一片叫好声，气氛热烈。但幽冥宗这边却是集体冷脸。冷青山等人碍于身份，
不好去跟小辈斗嘴。可他身后的那帮年轻天才却都忍不住了，纷纷跳出来怒吼道：赢了一场就这样狂妄，真以为幽冥宗无人吗？不错，要不是看你已经战过一场，老子这就出手将你败于剑下。作为幽冥宗在场的最强天骄，宗门年轻一代第5人的陈清都终于不再沉默，他淡然地抬头看向颜无忌，眼神平静。就凭你，还没资格将我幽冥宗天骄压于身下。100年前的墨雨说这话还差不多，只可惜他如今连迎战的勇气都没了，否则我倒很有兴趣和他再战一场。至于你，赢你毫无意义。陈清都的话语狂妄而自信，眼眸中闪烁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和不屑，这顿时让玄灵宗弟子怒焰滔天。许多人刚想破口大骂，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已经从远处冷冷传来：就你这样的卑鄙小人，也配跟我小师弟交手？真是不知羞耻为何物。话落，一位清丽脱俗的绝色女子陡然从天而降，然后恬静地站在墨雨身旁，温柔笑看着他。乌黑秀发随意挽于脑后，一身粉色长裙越发衬托的她冰肌玉骨，身材婀娜曼妙，面容仿若20来岁的少女，弯月般的眼眸看着像是在笑。她只是静静站在那里，就仿佛世间最美的风景。所有人都看傻了，包括被骂的陈清都也忍不住低声呢喃：不愧是8大美人之一，真是国色天香，容貌倾城。在场数千人，年轻漂亮的女修士不胜枚举，但这么美的现场除了刘雨嫣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可刘雨嫣虽美，却没人敢盯着看。这美人就不一样了，只是看着就是一种享受啊。年纪大的还好，毕竟定力深厚，可许多年轻男修士早就看得眼睛发亮。小柔见过师尊，还有各位师伯、师叔和同门。那女子朝刘雨嫣等人盈盈一礼，笑容甜美。说完，一双白皙玉手已经揉在了墨雨的脑袋上，眼神宠溺而温柔。小师弟，这些年有没有想二师姐啊？看到这一幕，左秋蝉的牙齿都快咬碎了，但那女子的美却连他都感觉自愧不如。此时的墨雨眼睛早已经看直，倒不完全是因为二师姐太好看，而是在她头顶上有个只有她能看到的透明面板。姓名：苏小柔，气运之女，年龄380，境界金丹期后期，体质玲珑仙体，未完全觉醒。提示：拥有此体质者天生悟性超凡，能自动吸取天地灵气，修炼速度逆天，但想要完全觉醒，必须以玲珑仙经为引。他从小就知道二师姐身份不简单，乃是溧阳国的3公主，却怎么也没想到她还是气运之女。墨雨表示幸福来得太突然，只要让二师姐的依赖度达到100%，就可以彻底绑定系统，并且将自身体质完全恢复，那将是他重返巅峰之时。可是一想到这里，他又感到一阵心虚。师傅还没搞定，这边又要开始勾搭二师姐，这样做真的好吗？关键是这样一来，后期再想要征服师傅可就难上加难了。如今他都能感觉到师傅内心的别扭，一旦自己和二师姐确定关系，师傅怎么还好意思再插一腿？墨雨感觉有点头大了，看着目光呆滞的小师弟，苏小柔不禁一阵心疼，眼神变得更加柔情似水。他只以为是小师弟太久没见自己，再加上他自身的情况，因此才心情复杂。自己这次回来一定要让小师弟重新振作起来。苏小柔暗暗咬牙发誓，不过想到自己的猜测，他又忍不住以神识悄悄探查小师弟的情况，然后脸色越来越担忧，柳眉紧皱，竟然还是筑基初期。他不禁将疑惑的目光看向师傅，不过在这种场合下又不好多问，还是将眼前之事解决了再说吧。想到这，苏小柔猛然扭头盯着陈清都，恼怒道：你不是想挑战我师弟吗？现在就让我和你战一场，希望你能接得住。说完，他马上又换上一脸的温柔微笑，静静看着墨雨，轻声问道：小师弟，你想怎么处置这个人？二师姐，这种人不配你出手，1年后我们再到幽冥宗教训他吧。现在的墨雨只想着怎么尽早征服二师姐和师傅，哪有心思理这种小角色被人无视的陈清都。看着和墨雨巧笑嫣兮的苏小柔，只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就在他想不顾一切刺激墨雨和自己一战时，3道恐怖滔天的苍老身影忽然从虚空中一步踏出，然后居高临下的看着在场众人。看到这3位老者，所有的玄灵宗弟子都急忙恭敬的弯腰行礼。见过3位太上长老，见过师叔祖。3人中的白发老妪神情随意的微一摆手，然后又盯着各派大佬怒喝道：一个个跑到我玄灵宗闹事，是当我们死了，还是说你们想找死？霸气直接。面对着至少20家宗门的长老宗主，他是一点都不客气。在陆青霞看来，对方都跟着幽冥宗的人跑到自家门口闹事了，就算不是敌人也不可能是朋友。
既然如此，老娘为什么还要和你们客气？敢乱来，正好拉个宗门出来，杀鸡儆猴。陆老前辈误会了，我等就是来玄灵宗坐坐，可不敢有丝毫的乱来。对啊，不信您可以问周长老，我们可是带了礼物来拜山的。陆老前辈，我是听闻贵宗天才墨雨出关，所以特意带着重礼前来恭贺，可没有闹事啊。被他这样呵斥，在场的那些大佬没有一个人敢不爽，急忙纷纷开口解释。对于面前那3人来说，他们可都是后辈，而且这个后辈可不只是辈分上的，在实力上更是后辈的后辈。在很多一流宗门，元婴初期就可以当宗主了，元婴中期或者元婴后期已经是太上长老或老祖，而眼前这3人可都是化神期的老怪物，乃是东域妥妥的顶尖存在。在场的这些人有不少都是元婴期修士，放在很多地方都算是一方大佬，但在这3人面前真的什么都不是。陆青霞没有再搭理那些人，又扭头看着大长老周不语，一脸恼火道：周不语，是不是这么回事？还有刚才又是谁掉湖里了？周不语赶紧恭敬回道：启禀四师叔，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至于刚才掉湖里的，乃是幽冥宗弟子。冷青山说他们宗门弟子太垃圾，想向我宗天才请教下，然后就被一剑劈湖里了。听到这里，冷青山的脸色早已经难看至极，眼中怒火都快将他的头发点燃了。他身后的那一帮年轻天才同样脸色不好看，但在陆青霞几人面前，连冷青山都不敢造次，只好强压着怒火闷声道：周长老说的没错，这帮弟子确实良莠不齐，所以接下来还请玄灵宗继续赐教。陈青兜，下一场就由你。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陆青霞霸气打断了。年轻人不行，还不是因为你们长老不中用。所谓治标不如治本，与其让年轻人在这瞎比划，不如你们长老之间探讨下吧。周不语，你去陪他练一练。周不语急忙哈哈大笑地走了出来。师叔说的没错，小孩子打架有什么好看的？冷青山，还是我们2个比划下吧。说完，他压根不给对方机会，直接飞身虚空之中，同时大吼道：要是怕输了丢人，就带着你的人滚回幽冥宗，否则就上来跟老子打一场。他早就憋着一肚子火气，但之前年轻人之间约斗，他又不好插手，现在找到了借口，哪里会放过？到了这个地步，冷青山想不打都不行了。人家已经贴脸开大，他岂能不回应？现在他代表的可是幽冥宗，那就让我见识下你周不语的实力在最近100年有没有进步。说完，愤怒地飞身而上。冷青山和周不语不但境界身份相当，而且还是同时期的天骄，可谓是明争暗斗了一辈子。但在之前的争斗中，他总是隐约被周不语压了一头，今天非得复仇不可。2位元婴期大佬的对决瞬间引起了在场众人的强烈期待，尤其是那些年轻人更是眼神兴奋，这可是观摩强者战斗的难得机会。但陆青霞却是看都懒得看一眼，只是朝不远处的刘雨嫣3师徒招手道：这没什么好看的，你们几个跟我来。说完一挥手，带着师徒3个直接消失在原地。同时消失的还有另外2位太上长老。陆青霞带着3人又回到了清泉峰，这是他们几个太上长老平时闭关的地方。另外2个老头也一脸凝重地跟了过来。刚落地，墨雨和苏小柔2个就急忙恭敬行礼，见过师祖，2位师叔祖。刘雨嫣也微笑见礼，模样乖巧的如同邻家小女孩，哪有丝毫刚才的霸气。灰衣白眉的老者正是玄灵宗上代宗主，同时也是刘雨嫣的师父古剑南。旁边一脸刻板冷脸的黑衣老头则是刘雨嫣的2师叔钱百川，再加上排行老4的陆青霞，这就是玄灵宗的5位太上长老之3。几位老人顾不上询问苏小柔这些年的情况，全都神色复杂地看向了墨雨。就连不赞同全力救治墨雨的钱百川，一时之间也是感慨万千。这个年轻人曾经可是玄灵宗的骄傲，可惜如今却成了废人。墨雨高兴上前，率先打破了平静。4师叔祖终于回来了，算起来都有100年没见您老，可想死小雨了。青衣白发的陆青霞顿时眼眸湿润，端庄慈祥的老脸上充满了宠溺和愧疚。他忍不住伸出手，一如墨雨小时候那样，轻轻揉了揉他的脑袋，悲叹道：哎，师叔祖也想你啊，可惜师叔祖实在没用，在外100年都没找到办法。小雨，你还有什么愿望吗？告诉4师叔祖，无论多艰难，我都帮你办到。陆青霞语气坚定，说出这话也代表他对墨雨恢复根基已经完全死了心。这都过去100年，小雨依旧只有筑基初期修为，就算其他人找回了大道本源也没用了。以他仅剩的寿命，如何在短期内踏入金丹期？要知道，即便是墨雨没受伤之前，从筑基到金丹也花了好几10年，如今只剩短短1年时间，能做的也只是帮他完成一些未了心愿了。古剑南也是一脸不甘，内心悲苦。原本有望成仙的好苗子，如今人生才刚起步，就要走到终点了。
如何能不让人神伤？一直乖巧站在旁边的苏小柔顿时脸色煞白，眼神充满了凄凉和绝望。难道小师弟不是有所起色，而是彻底走到生命尽头了吗？之前刚见到小师弟时，发现他只有筑基实力，他就开始内心不安。只是想到师父召自己回来给小师弟当道侣这事，他又保留着最后一丝侥幸。可如今听到几位师叔祖这样说，他的心终于彻底慌了，强烈的绝望情绪陡然掠上心头。他美眸通红湿润，最后再也不管不顾地抱住墨雨，语气哽咽：小师弟，你快跟二师姐说，这不是真的，你天赋一直是最好的，怎么可能？我不信，我们不准你死。苏小柔的眼泪珠子再也控制不住地啪啪往下掉，神情悲伤而无助。陆青霞的老泪也悄然滑落，瞬间又被她隐蔽蒸干，但枯瘦身躯却忍不住轻微颤抖。哪怕修道数千年，心性坚固如磐石的她，终究做不到断绝七情六欲。钱百川面色复杂的呆立一旁，没说话，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站他旁边的古剑南已经是一脸的悲苦不甘。如果可以，他真的愿意拿出自己这条老命去换取墨雨的心声。可惜这种假设注定毫无意义。正在思考着怎么说出自己情况，又不让几位师叔祖怀疑的墨雨，这下再也来不及多想了，急忙安慰道：师祖、师叔祖、二师姐，大家别伤心，其实我已经恢复了部分体质，可以修炼了。这次出关就是想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结果又遇到……什么？你说什么？小雨，你真的恢复了？正沉浸在悲伤中的古剑南猛然抬头，明亮的眼眸璀璨如耀日，一股巨大而忐忑的惊喜骤然浮现他的心头。陆青霞和钱百川也都震惊地看着墨雨，一时间竟然都呆住了。恢复了？这怎么可能？不过很快陆青霞就反应过来，飞快分开还被苏小柔抱住的墨雨，急切大喊道：小柔，你待会再抱，先让小雨说清楚，真的恢复了吗？真的吗？苏小柔虽然脸颊赤血，但却顾不上羞涩，同样双眸灼灼地盯着小师弟，只觉得心脏扑通乱跳，一股空前的紧张让他身躯开始剧烈颤抖。他是真害怕这些话只是小师弟安慰大家的谎言，那样他真的要承受不住了，是真的。墨雨严肃点头，听到他的回答，众人仿佛忽然被定住了，眼中全是不敢置信和错愕。现场诡异的安静了一刹，面面相觑中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震惊和懵逼。真的？怎么就那么不敢信呢？师父、师叔，这确实是真的。一旁的刘雨嫣急忙站出来作证，然后按照和墨雨商量好的剧本继续道：当初我和小雨进入上古禁区，曾意外得到一枚神秘灵果，小雨吃了后突然发现对他伤势有帮助，我们这才着急赶回闭关，没想到最后竟然恢复了大半。墨雨急忙点头接话道：这不，恢复后马上就来告诉几位师叔祖，谁知又遇到幽冥宗闹事，都没来得及说。墨雨也只能说到这了。如果没有师父那回事，借着灵果一说，他完全可以将实力恢复到金丹期的事也一并告知，但自己和师父说的却是和他双修之后根基才恢复的。如果现在又说实力恢复到了金丹期，那就真的夸张到解释不清了。系统的秘密他这辈子都不会跟人说，否则师父会怎么想？以后其他女人会怎么想？会不会觉得自己千方百计得到他们，只是为了争取他们身上的气运值？那到时他的乐子就大了。此时的陆青霞早已经伸手抓住墨雨胳膊，开始探查起来，眼中闪烁着浓烈的希望和忐忑。过了许久，他才一脸狂喜地松开墨雨，眼眶里的泪水猛然落下，而后激动大笑道：真的，竟然真的恢复了。看到师妹这样子，古剑南两人也猛然回神，沧桑目光瞬间璀璨如星辰，急忙上前确认。片刻后，古剑南不禁高举着双手走来走去，老脸因为激动涨得通红，而后老泪纵横。好，太好了，我就知道老天不可能如此待我玄灵宗。钱百川内心同样掀起了惊涛骇浪，这个原本被他认为没希望再恢复的年轻人竟然真的做到了，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看到他的震惊表情，陆青霞仿佛得胜将军一样盯着他哈哈大笑道：二师兄，你不是说那些资源浪费了吗？不是说小雨没机会重回巅峰吗？现在怎么说？还认为没机会吗？最多100年，小雨必定能够完全康复。钱百川 L 不服气地瞪着他，嘴硬道：现在也只是恢复了一半，剩下的伤势只会越来越难恢复，都别高兴太早。说完又扭头看着墨雨，冷哼道：如今根基上未完全恢复，千万不能懈怠，只有重回巅峰才对得起那些为你牺牲的人。二师叔祖教训的是。墨雨恭敬点头，内心没有一丝不满，宗门上下为他付出的确实太多了。
看到他的诚恳态度，钱百川这才满意的轻轻点头，内心却是一片复杂。不过好在那些弟子总算没有白死。想到死去的弟子，他的眼神不禁掠过一丝落寞。陆青霞难得的没有再对他，归根到底，二师兄也是为了宗门好，只是方式和想法刻板了些。过了好一会，古剑南才盯着墨雨，认真叮嘱道：“切记，这是谁也别告诉，包括你那几个师伯，暂时都不要说。以后就在聚灵大阵中潜心修炼，争取早点将根基和实力彻底恢复。大家最后商议决定，由3人轮流看守山门，而墨雨的饮食起居则由苏小柔负责照顾。至于他到底是怎么恢复的，已经不重要。”1个时辰后，墨雨带着几位师叔阻塞的一堆天才地宝，跟着师父师姐再次回到了后山。看着前面的2位绝世美人，墨雨却是愁眉苦脸。师父和师姐在一起，想让他们依赖度达到100%，可就更难了。3人回到后山，刘雨嫣趁墨雨修炼时，拉着苏小柔在房间里嘀咕了老半天。当苏小柔再出来后，看向墨雨的目光就总会不经意间带上一抹娇羞。对于这些微小变化，墨雨压根就没注意到。于是从这天起，温柔似水的二师姐直接化身美貌全能的丫鬟，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端茶倒水、洗衣叠被都是基本操作，捏肩按摩，偶尔被她占小便宜更是常态。那乖巧柔顺的样子，连刘雨嫣都看不下去了，直言对她不用那么宠溺。可苏小柔只是温柔笑笑，依旧每天开心地围着墨雨转悠，她也只好当作没看见。最后更是说有事要外出，直接离开了。于是偌大的后山就只剩下墨雨和二师姐。数天后，苏小柔正坐在墨雨身旁，温柔地帮她剥着葡萄皮，墨雨则躺在院里的摇椅上皱眉沉思。这些日子她虽然享受了，但也仅此而已，连二师姐头上的征服度进度条她都没看见过。她再也沉不住气了，内心询问道：系统，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二师姐的依赖度还没出现？请宿主正确理解什么叫全身心的依赖。墨雨顿时傻眼了，尼玛，光是心理上依赖还不行，还得全身心？那你干嘛不早说？你也没问呀。对得好。气闷不已的墨雨没有再搭理系统，一双眼睛开始在二师姐的完美娇躯上滴溜打转。身为金丹修士，苏小柔岂能察觉不到她的小动作？但她只是羞红着绝美俏脸，依旧低眉顺眼地剥着葡萄，神态认真的，就仿佛这是一件无比重要的大事。墨雨皱眉苦思，看来得将2人的关系早点从师姐弟之情往暧昧的男女关系上发展了，否则怎能在1年内让师姐100%全身心依赖？一旦没能完成任务，就得自动解除系统，到时她哭都没地方哭。反正再怎样胡闹，二师姐也不可能生她气。想到这，她忽然趁吃葡萄的时候，在对方晶莹修长如春葱的手指上轻咬了下，感受到手指上的异样，苏小柔的脸颊更加赤红一片，忍不住轻咬红唇白了她一眼，嗔怪道：小师弟，别调皮。二师姐，你真好看。墨雨目光灼灼地看着她，对她的嗔怪充耳不闻，脸上神态却是认真无比。对于温婉柔顺的二师姐，这种略显无赖的招数，她以前是屡试不爽。她断定二师姐是不会因此生气的，可如果是五师姐，那绝对会狠狠给她一板栗，甚至是再加2。果然，苏小柔只是羞红着脸瞪着她，发现没效果后，又轻哼一声，扭过头去。但那白皙修长的天鹅颈却悄然变得绯红一片。墨雨故作惆怅遗憾状，叹息道：哎，二师姐，你知道我在这100年里最遗憾的是什么吗？苏小柔不禁好奇，扭头看着他，却没吭声。墨雨语气低沉，眼神忧郁：我最大的遗憾，除了不能继续陪着你们外，就是我活了300年都没和人相爱过，不，应该说连女子的手都没牵过。我那时候就想，自己这辈子真够失败的，到死都不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滋味。一天到晚的修炼，最后还根基被毁，境界跌落，估计很快就老死了。虽然我爱师父，也爱几位师姐，还有师伯、师叔祖他们，好像不该有遗憾了，可心里就是觉得我的人生充满缺憾。墨雨回想当初，心情竟真的变得沉重复杂起来。人生岂能没有遗憾？没谈过恋爱确实是其中之一，却不是全部，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他那时想的是师父和3师叔祖的救命之恩还没还，宗门长辈的培育之恩还没报，自己登临仙路之巅的远大理想，以及曾答应几位师姐的诺言，全都没实现。还有他追查100年却一直没有答案的灭门惨案，那些人为什么要灭墨家满门？师父虽然当场就帮他把仇报了，但那些人背后还有没有其他指使者呢？这一切他统统没有弄明白。要是就那样死了，他真的不甘心。看着陷入眼神悲伤的小师弟，再想想他这些年面临的绝境和压力，苏小柔只觉得心脏一疼，
忍不住温柔嗔怪道：“傻子，想牵女子的手还不简单？”说完直接伸手牵住了她，然后另一只白皙小手又盖在了她手背上。看着满脸温柔心疼的二师姐，墨雨瞬间觉得自己有点不是人，不禁鬼使神差道：“二师姐，假如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你会生气吗？”“干嘛要生你的气？”苏小柔一脸诧异。“因为我骗了你啊，当然，我是说假如。”墨雨心里有点虚，但脸色却很平静，这让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变坏了。苏小柔故作平静地调整了一下手势，变成和他十指相扣，然后才撤回另一只手，美眸认真地看着他，温柔摇头：“那也不会，你骗我肯定有你的原因，我只需知道你是我小师弟，永远不会害我就够了。”这下子墨雨觉得自己欠二师姐更多了，良心正在向他死命地发起攻击，但很快他的内心就再次坚定起来，并将那玩意温柔地丢在一旁。这100年来的无力感，他再也不想去尝试，他要努力站到世界的顶端，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然后守护自己身边这些在意的人。至于博爱之路，他已经无法再回头，自己能做的或许就是尽量真诚用心的对待自己每一位女人了。二师姐，除了我，你可不能再对第二个男人这么好，否则你会被人卖了的。墨雨认真叮嘱了句，又紧了紧左手，只觉得入手一片光滑细腻，柔弱无骨，杂乱的内心竟迅速安定下来。哼，真以为二师姐是傻子呢？苏小柔不禁白了他一眼，刹那间的风情顿时让墨雨一下子看吃了。他忍不住左手试探性的轻轻一拉，然后就轻易将二师姐扯入了怀里。墨雨瞬间一阵懵逼，什么情况？然后一股巨大的惊喜骤然浮上心头。以二师姐的实力，要是她不愿意，这么小的力道怎么可能拉得动？他只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心脏有点受不了，跳得好快啊！自己要不要干点啥？在墨雨和二师姐慢慢进入暧昧氛围时，各种关于他的消息在东域被传得满天飞。有人说他已经彻底废了，面对幽冥宗陈清兜的挑战竟然避而不战；也有人说他或许恢复有望，如今之所以低调，只是在韬光养晦而已。当然，这种言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跳出来证明墨雨确实只有筑基实力后，很快便烟消云散。当所有人都确信他已经只能等死时，墨雨这个名字又渐渐没人再提起。青云大陆实在太大了，每天都有各种新的天才妖孽冒出来，幽冥宗等许多宗门全都暗自松了一口气。没有人知道这个年轻人曾带给他们多少压力，那压力不只是墨雨的同辈天才能感受到，许多宗门大佬更是内心忧虑，因为这是一个绝对能迈过化神期这道坎，然后到达反虚期的人，甚至可能不只是反虚期，目前的东域都还没有反虚期大能呢。一旦出现，那将彻底颠覆目前的东域格局。天才谁都喜欢，但前提是这天才得是自己家的，如果是别人的，那就是无尽的威胁。好在墨雨要死了，就连玄灵宗弟子都渐渐被外面的言论所影响，接受了墨雨即将老死的现实。听说墨师弟如今又开始闭关了，不错，那天有不少师兄亲眼看见他回到了后山，看来天妒英才啊。墨师弟努力100年，终究不过最后有苏师姐陪他安静度过，也挺好的。是啊，被折磨100年，也就墨师弟能坚持下来，换了我早就崩溃了。这最后的时光，大家就不要再去打扰他，让他安静的享受一下生活吧。所有人都觉得墨雨这是在安静等死，他自己都已经彻底放弃了，但众人除了惋惜悲痛，全都无能为力。整个玄灵宗的气氛在最近的10来天里正变得越来越沉闷压抑，就连周不语等一众内门长老也都越来越怀疑自己当初的猜测，莫非小雨真的快不行了？但现在的墨雨正躲在后山之中，就连他们也没资格前去探视，只能作罢。毕竟宗门的很多重要事务都需要他们操持费心。由于宗门最近100年把大量人员安排在了墨雨之事上，导致离宗门较远的一些灵石脉矿、药田经常疏于防守，从而遭人盗窃。据外门长老禀报，玄灵宗在贺兰山脉的一座超级灵石脉矿场最近发生了好几起诡异事件，已经死了10多名弟子，这些都需要人手前去调查。甚至和其他宗门的一些争议之地都被迫采取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措施。周不语不禁一阵头大，玄灵宗可远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风光啊。正在这时，雷烈急吼吼地走了进来。大师兄，问过师傅没？老祖还是联系不上吗？周不语无奈摇头，还是老样子，发出去的消息根本没回应。两人顿时陷入了沉默。老祖已经很久没联系上了，虽然魂灯还亮着，证明其依旧活着，但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情况恐怕不容乐观。如果说墨雨是宗门未来，那化神期后期的老祖就是宗门的定海神针，那威慑力可远不是他们
能替代的。如果没老祖坐镇，面对幽冥宗那等顶尖宗门，玄灵宗将变得毫无底气。一旦被其他人知晓的戏，宗门的很多利益恐怕都得被有心人觊觎了。对于这些，墨雨并不知道。此时的他正在想着怎么拿下二师姐，好彻底绑定系统，恢复体质和实力呢。这让他忍不住又看了一眼系统面板。临时宿主墨雨，年龄299，境界金丹期初期，体质混沌神魔体，已恢复46%，18%，正在征服对象。刘雨嫣已征服30%，可征服对象苏小柔0%。看着二师姐名字后面那傲娇的0，他不禁一阵苦恼和无奈。不过这10多天也不算没进展，最起码手已经牵过了，也抱了。虽然抱了一小会，二师姐就羞涩地把他推开，但他相信只要自己将无赖手段进行到底，二师姐一定逃不出他的魔掌。嘿嘿嘿，他又重新充满了信心。正在他畅想未来时，一道风华绝代的美丽身影忽然从主峰方向朝后山急速飞来，眨眼便已降临。这是个身着白色工装长裙，美到令人窒息的女子，容颜绝世，气质清雅，空灵美眸澄澈到了极致，仿佛孩童般纯真圣洁，竟给人一丝佛性韵味。修长曼妙的身材，即便在宽松长裙下依旧曲线霸道，怎么看都像是一尊美丽的女菩萨，就是气质有点冷，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股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孤傲和冷冽。这是墨雨大师姐柳如玉，一个从小就被父母遗弃，连姓都是随师傅的可怜女子，也是刘雨嫣座下如今实力最强的天才弟子，东域8大美人之一。大师姐，你怎么也回来了？墨雨一脸震惊加惊喜，然后整个人已经激动地扑了上去，张开手就想抱。清冷优雅的白裙女子，纯真眼眸顿时闪过一丝小慌乱，清冷疏离的气质在这一刻完美消失。女子僵硬地张开双手和墨雨轻轻抱了下，但很快又分开，美眸飘过一抹羞涩。师尊说你已出关，我便回来了。墨雨眼眸温暖，大师姐，这100年来我很想你。柳如玉扇子般的修长睫毛抖动了下，嘴角微扬，但只轻轻点头了声，并没有太多回应他。墨雨毫不在意的嘿嘿一笑，对于大师姐愿意和自己抱一下，真是大大出乎他意料。虽然只是那么一小会，要知道即便是另外几位师姐，大师姐也很少和他们做这么亲密的动作。没办法，天生性格高冷，不过外冷内热。但最让墨雨震惊的却是大师姐头顶上的那个透明面板。姓名柳如玉，气运之女，年龄400，境界元婴期初期，体质先天琉璃圣体，心灵无污无垢，道心纯净，天生通七窍，修行逆天。只要有足够的圣品灵晶，仙境之下破境无障碍。又一个气运之女，体质还那么逆天，而且还是自己的大师姐。她的脑袋已经开始隐隐作疼起来。找不到气运之女很烦，可要是一起扎堆还都是熟人，那也是一件天大的麻烦事。师傅加二师姐已经够难搞，再加上一个大师姐，墨雨的心顿时七上八下。柳如玉静静看着小师弟，原本很多想问的话，却忽然不忍心再问了。只有筑基期实力，看来自己的猜测错了。他在墨雨数米外的凳子坐下，轻声问道：小师弟，师傅让我回来的事和你说过吗？没有啊。墨雨疑惑摇头，然后又好奇道：大师姐，是师傅让你们回来的吗？那3师姐和5师姐呢？原本想说些什么的柳如玉张了张嘴，又将那些话咽了回去。我也好久没联系过他们了。说完，他又蹙着弯弯的柳叶眉，美眸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你2师姐也回来了？比你早回10来天，刚刚去西边的落月湖抓鱼，说是今天熬鱼汤喝。墨雨正想着心事，并没有注意到大师姐的异样。如今2位师姐都回来了，对于他的征服大业可不一定是好事啊。最理想的状态自然是2个人单独相处，那样才能拥有更多的机会。男女之情在暧昧和困境中才是最容易突破的，也只有突破最后一步，系统任务才能正式踏入正轨，否则进度条都看不见，心里没底啊。但现在大师姐回来了，自然也会陪他住在后山，那他还怎么征服？1对2，他没有一点把握。见他没说话，柳如玉也安静没吭声，只是一脸认真地打量着小师弟。他从小就是个不喜欢说话的人，何况师傅好像没把自己回来的目的告诉小师弟，那他就更加不好开口了。还有，他没想到2师妹也回来了，恐怕他的目的也和自己一样，这倒要找机会和他谈谈。如果真是那样，他这个大师姐自然不好意思和2师妹争。过了一小会，墨雨才猛然回神，但他也没有太在意。从小他和大师姐相处，就经常2个人安静坐着不吭声，也不会觉得尴尬。
那时他刚刚家破人亡，来到玄灵宗后，跟谁都不愿意说话，反倒喜欢和这个不爱说话的大师姐待在一起。即便后来他渐渐恢复了开朗，也依旧喜欢和大师姐那样安静坐着，或者是他在说，大师姐认真的听。很多时候他自己说了什么，自己都忘记了，但大师姐都会记得，无论大事还是小事。有次他只是说了句熊掌很好吃，第二天大师姐就背着一头黑熊回来，然后叫玄灵宗烹饪手艺最好的严师兄给他做，肉刚炖好就让人家走了。大师姐说，厨子的嘴巴最刁，如果他留下就会把最好吃的给吃掉，那墨雨就吃不到最美味的部分了。那时候墨雨就觉得外表冰冷的大师姐其实很可爱，她之所以看起来清冷孤傲，可能是因为她的孤儿出身。大师姐不像墨雨那么幸运，她是成年之时才被师傅从她养父母家带走的。据说那时候她养母一直想逼她嫁给村里的一个老地主做妾，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师姐刻意学的师傅。师傅刘雨嫣可是大师姐最崇拜的人，就连姓都改成了师傅的。不过比起师傅的高冷霸气，大师姐明显更加沉默寡言。这些是我100年来顺手收集的，你拿去。柳如玉掏出一枚储物戒指递给了他，说话的样子云淡风轻，但墨雨看完里面的东西后却是一阵无语。千年血灵芝、9品还阳草、龙血增寿血参，这些可都是极其珍贵的宝药，对疗伤增寿方面有巨大功效。除非跑到大能修士的宝库去，否则哪能随手收集到这等宝物。恐怕每一件都是大师姐历经艰难，甚至和人以命相搏才抢到手的。你跟我说随手收集，但墨雨却没有推辞，而是一脸高兴的干脆收下。谢谢大师姐，我很喜欢。柳如玉伸手捋了下耳后碎发，眼眸中掠过一抹开心，然后又淡定从容的轻恩一声，没再说话。大师姐，这些年你都去了哪啊？墨雨将凳子往他那边挪了挪，眼神关切。主要去了青云大陆北域、启阳国、苍兰国。不爱说话的柳如玉开始述说着自己这100年来的一些经历，尽管已经精简了无数倍，许多危险更是一笔带过，却依旧说了大半个时辰。墨雨听得内心感动而愧疚，大师姐这100年来遇到的危险，绝对要比说出来的更加凶险100倍。她这样，二师姐又何尝不是？还有没回来的三师姐、五师姐，以及其他诸多师兄叔伯们，整个玄灵宗为了她可谓是精锐尽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总有一天，我会将玄灵宗带到东域之巅，甚至是青云大陆之巅。墨雨内心暗自发誓。过了好一会，柳如玉终于说完，她最终还是问出了自己内心最关心的那个问题：小师弟，你的身体到底怎样了？墨雨得意一笑，大师姐，你不妨检查一下我的身体再说。说完，立刻将偷天换日符的气息撕开一个小角。柳如玉眼神呆萌，但还是依言照做。很快，她弯弯柳叶眉就微微皱起，然后猛然舒展，清冷美眸中骤然放亮，一股巨大的惊喜猛地掠上她平静的绝美脸颊，最后绽放成一朵动人的雪莲花。那激动喜悦的纯净笑容，就像一个孩子突然实现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梦，美丽动人心弦，如梦似幻。即便是墨雨也从来没见大师姐这样笑过，简直美得一塌糊涂呀！完了，要晕！还坐在椅子上的墨雨忽然被大师姐紧紧搂进了怀里，一股兰花清香传来的同时，温暖巨大的柔软迅速将她淹没。脸颊上传来的美妙触感让她不禁内心狂跳，只觉得整个人都是晕乎乎的。柳如玉忍不住温柔呢喃：真好，原来苍天也有睁眼的时候。就在墨雨快被师姐的大眼睛瞪死时，一道惊讶喜悦的清脆喊声忽然从不远处传来：大师姐，你也回来了，太好了！只见手中提着一个木桶的苏小柔正眼眸欢喜地飞奔而来，桶里的鱼儿受到惊吓甩起阵阵水花，同时受到惊吓的还有柳如玉。此时的她只觉得心脏扑通乱跳，脸红耳赤，就像做贼突然被抓到。她慌忙推开怀里的小师弟，清冷优雅的俏脸上破天荒地浮现一抹羞红。这下该怎么跟二师妹解释？善解人意的苏小柔仿佛没看到两人刚才抱在一起似的，眼眸里闪烁着巨大的喜悦。匆忙放下木桶的她也狠狠扑入了大师姐怀里，并用脑袋在她怀里使劲蹭了蹭。大师姐，小柔想死你了。柳如玉微松了一口气，然后双手紧紧抱住怀里的二师妹，柔声道：大师姐也想你们呢。以前的她不是很适应这种场景，但独自在外的这100年时间里，她竟时常会回忆之前类似的点点滴滴。如今二师妹的拥抱更是让她觉得分外美好。还有之前小师弟的那一抱，竟让她有种心跳加速的感觉，真是好奇怪。苏小柔也感受到了大师姐的变化，不禁脸上笑容更盛，腻歪了好一会才松开她，高兴道：大师姐，待会我给您熬鱼汤喝，小师弟你负责烤鱼，
以前大师姐可是最喜欢吃你烤的鱼。墨雨欢喜点头，一脸的跃跃欲试。没问题，我现在烤鱼的技术可比以前好多了。院子里并不缺做饭的工具，师姐弟三个很快就忙碌了起来，一如往年。事实证明，墨雨烤鱼的技术确实有长进，但长进的也不多。不过两位绝世美人却吃得异常开心满足，仿佛这是什么稀世珍馐一般。辟谷无数年的他们在这一刻充满了烟火气息。苏小柔知道大师姐的性子，因此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说着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不过让她意外的是，大师姐竟然也会主动跟她说起自己的经历，虽然很简洁。一顿饭在叽叽喳喳的欢乐笑声中愉快度过，但到了第二天早上，氛围却忽然变得有点怪异了。具体怎么怪异，墨雨说不上来。二师姐对她的照顾依旧是无微不至，哪怕是高冷如大师姐，对她也是关怀备至。但墨雨就是能明显感觉到，两人好像都在刻意避免和她单独相处，这不禁让她百思不得其解。昨晚大师姐和二师姐两人到底聊了什么？但她也不急，大师姐百年未归，待会肯定是要去见师叔祖他们的，到时再问二师姐就是了。果然，当天中午，大师姐就说要去见下师叔祖，然后单独离开了后山。墨雨拦住了想要一起离开的二师姐，脸上的笑容和煦如春风。亲爱的二师姐，你这是要去干嘛呀？啊，没，就是想一起去看下师叔祖而已。苏小柔的眼神有点躲闪。是吗？我还以为是要避免和我单独相处呢。你和大师姐都商量了什么？没，哪有商量什么。墨雨眼睛直勾勾盯着二师姐，丝毫不给她躲避的机会，继续笑道。是吗？那你摸一下自己的脸，有没有觉得很烫？都过去100年了，还是没学会撒谎啊？哪里有？苏小柔还是下意识伸手摸了下自己的脸，然后猛地嗔怪瞪着她，这下脸是真的发烫了。墨雨的脸色慢慢变得严肃起来，他伸手将二师姐按到石凳上坐下，然后自己也在她对面坐好，认真道：二师姐，我可以彻底恢复根基，甚至恢复修为，但前提是需要你们帮我。不过在此之前，我想知道你们这次突然回来，是师父吩咐了你们什么事吗？听到他说的话，已经坐下来的苏小柔又猛地站了起来，脸上惊喜万分。小师弟，你说的是真的？真的能完全恢复吗？如果是之前，这话他肯定是不信的。但是现在，小师弟本就恢复了近半根基，再说有可能恢复到全盛时期，也就不算太离谱了。最起码他是相信的。墨雨认真点头，我怎么可能骗你？但这方法有点特殊，如果不知道你们回来的目的，我是不会和你们说的。大不了我就自己花几百年慢慢来，恢复不了就老死算了。墨雨耍无赖般的玩起了苦肉计，而且还是明晃晃的那种。苏小柔顿时一脸急切无奈，她当然知道小师弟是在故意逼自己，但她也相信自己要是不说，他肯定会真的憋住不讲。小师弟的倔脾气，他可是最清楚的。以他目前的情况，哪有时间给他慢慢恢复？真是瞎胡闹！他不禁没好气地瞪着他，羞红着脸娇哼道：你也就知道欺负我，怎不见你这样对大师姐说啊？那软软糯糯的声音，哪有一丝发脾气的味道，让墨雨听了差点想笑。4个师姐里面，二师姐的性格最温柔又心软，她傻了才去找大师姐。她很自然地牵住二师姐的白皙小手，眼神真诚地轻声道：那是因为我知道二师姐最疼我啊。哼，净会说些好听的，其实大师姐也很疼你的，只是她不爱说话而已。苏小柔开心浅笑，眼眸弯弯如月牙，最后又羞羞答答地低下了头。其实我和大师姐都是师父叫回来的，他说你出关了，要是想到你道侣就马上回来，我就想着回来看看你。墨雨猛然一愣，师父竟然这样说，他是什么意思？不是答应等自己境界到了就当自己道侣吗？干嘛还主动叫师姐他们回来？他可不认为师父是想和师姐他们共侍一夫，恐怕最大的可能是想以此来打断自己的念想，让自己忘记之前的事。可是能忘得了吗？他只觉得心口一疼，内心瞬间有点空落落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一丝落寞之色。看到他的表情变化，苏小柔瞬间就心慌了。他还以为小师弟是听到自己说只是回来看看而已，所以才这么的伤心落寞。他顿时满脸心疼自责，急忙起身来到他身边，然后将他脑袋搂进自己怀中，羞涩道：小师弟，其实我回来是愿意的，还有大师姐也一样。愿意的？什么愿意的？墨雨眼神呆愣，注意力还有点不集中。就是师父说的那件事啊。苏小柔说完，那温婉恬静的绝美脸颊上已经彻底红的好像天边火烧云，他只觉得心脏跟受惊小鹿似的在乱跑乱撞。这时墨雨才猛地回神，眼睛重新焕发出神采师父怎么想是他的事，但却阻止不了自己，
最后把他给收了。哼，等自己境界追上了，看他还怎么耍赖。不过当下，还是先拿下师姐再说吧。为了稳妥起见，墨雨还是再次询问道：“二师姐，你是说我的事，师傅跟你和大师姐都说了，而且你们还都同意了，是吗？”苏小柔轻嗯一声，说完脑袋瞬间低垂下去，绝美脸颊上一片赤红如血。这会的她恨不得找个地方躲一躲，但是想到小师弟的是身体情况，她又勇敢地抬起脑袋，眼眸羞涩道：“我们都知道，也是愿意的，只是我们不知道你更喜欢谁，所以我们才决定让你自己选。”墨雨顿时听得心花怒放，都愿意，还让自己选，小孩子才做选择，他可是成年人，自然是嘿嘿嘿。那个二师姐，我有个事想和你说一下。墨雨轻咳一声，将眼神从二师姐完美的娇躯上移开，开始半真半假的编起了瞎话。什么？你有提升10几倍修炼速度的功法？这怎么可能？苏小柔越听脸色越懵逼，看向墨雨的美眸里，就差写上你别骗我几个大字。他只是单纯善良性子软，可不是智商低。这个臭师弟为了骗自己和他，都编出这种神仙功法来了。哼，这世上要是有此等恐怖功法，早就闻名青云大陆，他岂能从未听过？不过有没有功法都一样，反正自己是愿意的，就看小师弟喜欢谁了。不过很快他就想起了小师弟刚刚的话，小师弟不会是想2个都要吧？他的脸顿时变得更加滚烫，忍不住气鼓鼓地瞪着他，娇哼道：“小师弟，为了3妻4妾，你竟编出这等谎话来，想必很辛苦吧？”墨雨急忙解释道：“二师姐，这功法是真的，至于什么3妻4妾，我是真没多想，就是想早点恢复根基，提升修为，然后让玄灵宗成为青云大陆第一宗门而已。”看着他真诚的眼神，苏小柔不说话了。他感觉小师弟应该不是在骗自己，虽然那功法说的有点离谱，但可能只是夸大了一点点，其他应该都是真的吧。那个你还是先跟大师姐说吧，我听大师姐的。苏小柔慌乱说完，再也不好意思待下去了，急忙羞红着一张绝美俏脸，转身跑回了屋里。喂，二师姐，你这是答应了吗？墨雨微微一愣，心中有点不太确定，自己想，娇羞女声远远传来，最后消失在门内。直到大师姐回来，墨雨也没有想明白，二师姐到底是害羞的答应了，还是继续打算让自己2选1。二师妹呢？柳如玉神色平静，看向墨雨的漂亮大眼睛，清澈纯净的仿佛宝石一般。墨雨本着迎难而上的优良品质，决定快刀斩乱麻，于是微笑看着他，认真道：“二师姐在休息，大师姐，你和二师姐回来的原因我已经知道了。”柳如玉眨了眨眼睛，静静看着他没说话，神色比起苏小柔来淡定太多了。墨雨也静静看着大师姐，高挑完美的身躯得有1.75米，挺得笔直，白色长裙下的大长腿更是修长圆润，在微风轻拂下，整个人超凡脱俗如仙子。墨雨赶紧收回荡漾的心思，将和二师姐说的那套说辞又讲了一遍。末了还厚着脸皮无耻补充道：“二师姐已经同意，她说这样大家就可以永远不分开，她不好意思说，就让我问下你的意见。”好。柳如玉毫不犹豫的干脆点头，美眸平静如水。啊，大师姐，你都不想一下的吗？墨雨一脸的懵逼。那么简单，什么都不问，搞得他都有点措手不及。柳如玉美眸纯净的看着他，脸色淡然。我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好，如果要选道侣，你比其他人好100倍。至于你要找几个是你的事。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如果能和小师弟成为道侣，又可以帮他恢复根基，那就是世上最好的安排。至于他说的什么功法，他自然是不信的，即便是天天吃灵丹妙药，也不可能那么神奇。大师姐，如果不是为了帮我，你还愿意做我的道侣吗？当然愿意，你别乱想。柳如玉轻轻点头，看向他的眼眸清澈见底，这让墨雨的内心更加复杂了，一股温暖幸福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浮上心头。无论是师父还是大师姐和二师姐，可都是亿万中挑一的绝世女子，别人得到一个就得烧高香了，自己何德何能竟能同时得到他们的垂青。大师姐，谢谢你们。墨雨眼神温柔似水，然后张开手臂将大师姐狠狠地搂进怀里，感受着对方微微僵硬的身体，他这才知道原来大师姐也没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静。此时的柳如玉不禁轻轻地吐了一口气，被小师弟直勾勾盯着，还不如让他这样抱着呢，最起码这样他就看不穿自己的紧张了。殊不知他的身体早就出卖了他。柳如玉一直呆呆让他抱着，墨雨也没有松手的意思，气氛逐渐暧昧。不过墨雨也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又将自己的脸贴在大师姐粉嫩脸颊上蹭了蹭，这才依依不舍地分开。真是又柔软又光滑呀。
看着大师姐已经红透的绝美容颜，墨雨又觉得还有什么事没做，急忙在她丰润小巧的红唇上快速亲了一口，柔软而香甜。柳如玉顿时手足无措，清冷淡定的眼眸中掠过一抹浓浓的慌乱和羞涩，但她刚才却丝毫没想过要躲闪。此时房间内，刚准备出来的苏小柔感应到外面这一幕，顿时呆若木鸡，然后脸色煞白。难道这就是小师弟的选择？他不是说2个都要吗？莫非是大师姐不愿意？想到一向性子清冷的大师姐，他几乎下意识就做出了这种判断。不过大师姐和小师弟真的很般配呢。他呆呆的呢喃一声，又双目无神地坐回凳子上，洁白贝齿轻咬下唇，眼眸逐渐泛红。从他收到师父的信息返回开始，他就将自己当成了小师弟的女人，脑子里想的全是以前的点点滴滴，甜蜜而美好。可谁知道他突然有点后悔，自己刚才是不是应该把心意表达得更清楚点？万一大师姐误会了，以为是自己不愿意2个人一起跟小师弟呢？他很想起身出去问一下，但最后还是顿住了。自己都那样说了，小师弟和大师姐又怎么可能不明白？他们又不傻。就在他心情忧伤纠结之时，墨鱼已经牵着玉脸绯红的柳如玉大步走了进来。听到动静，苏小柔赶紧擦干眼泪，然后抢笑着起身迎去。此时的苏小柔眼眶还是红的，但却努力挤出一抹真诚甜美的笑容，温柔地看着大师姐和小师弟，声音软糯：“大师姐，您回来了，我刚想出去一下呢。二师妹，我也同意了。”柳如玉眼眸微微羞涩，但话却说得干脆果决：“哦，我知道的，大师姐和小师弟真的很般配呢，恭喜你们呀！”苏小柔内心酸楚，但脸上却是笑容灿烂如花。柳如玉轻轻颔首：“那以后我们就一起照顾小师弟，争取让他早日恢复根基。”这话一出，苏小柔忽然愣了下，然后美眸不确定地看着大师姐，柳叶眉微微蹙起，写满疑惑不解。大师姐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她的心忽然变得动荡起来，眉眼间的那抹忧伤瞬间消散了不少。不过她还是不敢完全确定，又红着脸小声道：“大师姐，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墨雨轻咳一声，急忙插嘴：“二师姐，你不是说要看大师姐怎么说吗？现在大师姐和你一样都同意了，你放心，以后我会好好对你们的。”说完，他直接上手，一手拉一个，然后就不愿再放开了。对于这种场面，2女哪里应付得来？急忙各自扭过头去，不好意思看对方。好在墨雨的脸皮够厚，不时的插科打诨下，加上又没有进一步的过分动作，2女这才慢慢适应了些。为了以后的长远打算，墨雨并没有急于求成，怎么也得缓几天，给师姐们一个适应的过程，否则肉体上再厉害，也无法完全征服一个人。身和心必须2手都要抓，甚至心灵上的契合反而更重要。此后几天，他和2位师姐的相处温馨而甜蜜，就跟100年前一样。当然，相互间的互动却亲密了无数倍。如此过了几天，3人的关系已经越来越亲密自然，浓浓的幸福感在几人心头悄然弥漫。墨雨暗自决定，今晚就该到师姐房间去睡了，时间只剩下不到1年。他不确定100%征服师姐需要多久，还是稳妥点比较好。此时，在玄灵宗以北数千里，2艘长达100丈的飞行灵舟正在迅速靠近。灵舟巨大而奢华，锦旗招展，强者众多，许多都是身穿雪亮铠甲的军武之士，但又和普通武夫有着巨大差别，每个人都气息强悍，明显都是修仙者。2艘灵舟的船头位置分别挂着不一样的旗子，一艘上书溧阳国3字，另一艘船上的大旗却绣着一只4爪金龙，船头其他旗子上绣着烈风国3字。烈风国乃东域5大帝国之一，实力强悍，疆域辽阔，即便是境内的修仙门派也大多受其管制，因为皇室陈氏乃是崛起于数万年前的修仙古世家。另外4大帝国的皇室也全是传承久远的修仙古族，此5国又被称为上5国。当然也有地位超然的修仙大宗，即便是上5国也不敢轻易招惹，比如东域8大顶级宗门，玄灵宗就在此列。这8大宗门虽不如上5国综合实力强悍，但底蕴深厚，高手如云。若论最顶层的战力，上5国也要稍逊一筹。说白了，打群架8大宗门单独一宗，肯定干不过上5国任意一国。但问题是到了那一步，宗门不可能跟你摆明车马打群架，而是到你皇宫里偷袭暗杀。也就是说，上5国有灭宗之力，但8大宗门也有图你全族之能，双方互有忌惮。至于另一艘灵舟上的溧阳国，实力则比上5国逊色了不止一筹，若真要比较，也就相当于烈风国的1/3。如今更是看中了邻国一块盛产灵石的地盘，大有开战之势。是故
溧阳国君才想以三公主联姻，期望得到烈风国支持。谁知道他们还没来得及和玄灵宗协商，兴致勃勃的烈风国太子就要跟着一起过来。此时，在四爪金龙旗大船最上层的阁楼中，一位身穿雪白锦袍的年轻贵公子正轻摇着金丝折扇，大马金刀地坐在上首，相貌冷峻，眼眸孤傲桀骜，高高在上的气质中透着天生贵气，一看就是久居上位的贵人。两位年轻美貌的丫鬟则跪坐在其身前，为他斟酒送果，态度恭谨。在贵公子身后还站着6位中老年人，全都气息深邃凌厉，实力恐怖。还有多久到玄灵宗？贵公子神色不耐，合上折扇，随手丢在桌上，身体往后一仰，双腿伸直。不用他吩咐，又有一位美貌丫鬟急忙从旁边走出，跪下为他按起了大腿。回禀殿下，再有3个时辰就可到达。一白发老者恭敬回答。早知如此，本宫就留在溧阳都城了。锦衣贵公子懊恼一声，又皱眉问道：你们可有人见过那位三公主？真有传说中那么美吗？启禀殿下，老臣曾有幸见过三公主，其姿容之美，犹在我烈风国第一美人之上，能被称为东域8大美人之一，绝对实至名归。修炼天赋更是妖孽，年仅380岁，已踏足金丹后期，乃玄灵宗顶尖天骄。如今溧阳国君以三公主和殿下联姻，可谓是诚意十足，恭喜殿下即将得此如花美眷。锦袍贵公子正是烈风国太子陈继业，一位金丹期中期的天皇贵胄。此时听到这里，他顿时一脸满意的坐了起来，然后得意的开怀大笑道：好，若果真如此，那他便是本宫太子妃。其他人也急忙跟着大拍马屁。过了会，陈继业才随口嘱咐道：待会到了玄灵宗，行事收敛一点，这里毕竟不是烈风国，不过也无需太谨慎，更不能在溧阳国的臣子和三公主面前坠了本太子的威严。是，殿下。在另一艘灵舟上，几位面色忧愁的大臣正恭敬跟在一位威严的中年男子身后。落座后，中年男子这才抬起头，看着其中一位白发老者，皱眉询问道：石指挥使，确定三公主已返回玄灵宗了吗？这要是带着烈风国太子白跑一趟，可不好。老头急忙拱手：王爷请放心，消息千真万确，只是三公主从小被丽妃送到玄灵宗，对溧阳国归属感甚淡，微臣担心万一公主不愿联姻，反而惹恼了烈风国太子。况且如果玄灵宗不答应，我等又该如何应对？中年男子微微沉吟，而后又无奈长叹道：问题是其他公主，烈风国太子根本看不上啊。希望公主能为了陛下的宏图伟业牺牲自己吧。至于玄灵宗，这毕竟是我溧阳皇室的家事，只要公主同意，又有烈风国太子在，想必不会阻拦，你等无需担心。是，王爷。众人面色担忧的齐声应诺，心里却打起了鼓。那可是玄灵宗东域8大顶级宗门之一，关键还出名的护犊子。公主同意还好，万一不同意，人家宗门直接翻脸怎么办？3个时辰后，众人眼前出现了一片巍峨辽阔的千里山脉，仙雾缥缈，美轮美奂。玄灵宗后山，说是闭关疗伤，实则谈情说爱的墨雨等人，看着忽然出现的陆青霞，全都微微错愕。四师叔祖，您怎么来了？墨雨隐蔽地松开二师姐的手，脸色一片平静，但怎么瞒得过陆青霞的眼睛？老人微愣之下，内心瞬间有了决断，不禁笑道：小雨，你和小柔是怎么回事？墨雨神色尴尬，但却没有再避讳，认真回道：我和二师姐两情相悦，还有大师姐。原本一脸慈祥笑容的陆青霞顿时脸色一僵，然后气恼地瞪着墨雨，冷哼道：你个小兔崽子真是贪心，这2个丫头，别人得到1个就得偷笑，你却2个都想要。虽说无论富商官宦还是修仙之事，男人3妻4妾都是很平常的事，但这2个丫头可都是天赋卓绝的天之娇女，论身份，小柔还是一国公主。这等天骄人物，换了谁来，也不可能与人共享一夫的。不过，如果这人是小雨的话，倒也不是不行，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何况以这臭小子的天赋，也受得起这份青睐。想到这，他又扭头看着2女，认真问道：你们2个丫头，又是什么意思？我愿意。柳如玉虽然脸色微红，可回答却非常坚决干脆，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我也是，我们都说好了。苏小柔也羞涩点头，粉嫩脸颊赤红如血。这是3人第一次将关系公之于众，而且还是在自己师门长辈面前。即便以墨雨的脸皮之厚，也有点尴尬。陆青霞听完3人的回答后，倒也没有多说。当事人都不介意，他们做长辈的自然不会有意见，只是没好气地瞪了墨雨几眼。既然如此，那你和小柔就跟我走一趟吧，溧阳国皇室来人了。师叔祖，他们来这干嘛？
苏小柔脸色凝重，眼眸中涌上一抹隐隐的担心。她母亲原本是个不得宠的妃子，怀了她之后更是被皇后各种针对。好在总算生下了她，由于生的是女儿，加上皇帝的冷落，母女俩反倒捡了一条命。可是随着她天赋渐渐显露，危险又开始慢慢靠近，不得已，她母亲只好求得圣恩，将她送来了玄灵宗修炼。这也是许多皇室的传统，都会将一些皇家子嗣送到各大宗门修炼，以此和八大宗保持友好联系。即便是上5国也不能免俗，只不过各自重视情况不同，派来的人也不一样罢了。可是随着苏小柔母亲在100多年前意外惨死，她和那个冰冷的皇宫就断了联系。如今对方突然前来，在她看来绝对不会有好事。她最终还是没忍住，皱眉问道：“四师叔祖，您知道他们来此所为何事吗？”陆青霞心疼地看着他，语气温和：“同行的还有烈风国太子，据说乃是你的联姻对象，这亲事是你父皇亲自定下的。”“什么？我不同意！”苏小柔紧咬红唇，脸色煞白，眼眸之中闪烁着一抹倔强和坚定。“你放心，这里是玄灵宗，不是溧阳国皇宫，你不愿意，谁也不敢勉强你。”陆青霞一脸霸气，墨雨眼神骤冷，内心怒火滔天。二师姐和溧阳国皇宫的关系，她从小就清楚，也就淡薄的只剩一丝血缘联系。从小不闻不问，现在有利用价值了，就想拿出去做交易。想得美！这在皇家大族里或许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他的观念中，这就是瞎扯淡。他不禁恼火道：“师叔祖，这种人还放他们进来干嘛？直接赶出去得了。”看着他那气急的脸色，陆青霞不禁轻笑保证道：“臭小子，你急啥？只要你二师姐不愿意，没人能把她拐跑。这是玄灵宗，不是他们可以放肆的地方。但凡事都讲得先礼后兵，不听话再揍人也不迟。”哈哈，还是四师叔祖霸气。墨雨怕了记马屁，说完拉起二师姐就朝主峰飞去。陆青霞不禁好笑地翻了个白眼，然后拉起柳如玉也快速跟了上去。此时的会客大殿正热闹非凡，由于来的乃是一国太子和王爷，因此玄灵宗是由大长老周不语在负责招待，表面礼节无可挑剔。双方分宾主坐下，品茗闲聊中其乐融融。矜持优雅的烈风国太子陈继业也是笑得一脸和煦，显然心情很不错。但是下一刻，他的眼神就骤然眯了起来。只见一位相貌英俊、气质超脱的年轻白衣公子，正牵着一个温婉清丽的绝世佳人走了进来。那年轻男子的绝世风采，竟让他都产生一丝自愧不如的念头。真是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这让他高傲的内心莫名的不爽起来。不过很快，他的眼睛又盯在了他牵着的那位绝色佳人身上。清丽脱俗，温婉可人，身段婀娜娇柔如弱柳，容颜美若天，仙下凡尘。几乎只是一眼，他就被惊艳的目瞪口呆，然后又怅然若失，内心妒忌。此等绝色女子和自己才是绝配啊，竟便宜了那小子。但是当他的眼睛看到两人身后的另一位白色长裙女子时，酸楚的心灵瞬间得到了安慰。想必这位绝色仙子就是溧阳国的三公主了。真是清冷圣洁，国色天香啊！那大长腿，那小蛮腰，绝了。虽然看起来冷了点，但无论身材、容颜和气质，都丝毫不逊色前面这位。嘿嘿嘿，这样的绝世佳人，征服起来一定别有滋味，而且和自己也很般配啊。本宫烈风国太子陈继业，不知几位如何称呼？为了展示自己和蔼可亲的风范，陈继业急忙优雅起身，然后一脸和煦，微笑地看着几人。在他身后的白发老者看到墨雨牵着的苏小柔后，却是脸色大变。同时变色的还有溧阳国这边的人，三公主竟然跟这年轻人牵手走在一起，这是什么情况？溧阳国的瑞王爷只觉得眼前发黑，心火乱冒，头顶的天都仿佛要塌了。烈风国的太子绝对要发飙。和墨雨并肩走在最前面的苏小柔并没有搭理烈风国太子，而是径直来到溧阳国瑞王爷身前，客气行礼道：“小柔见过王叔，不知王叔前来所为何事？”事情到了这地步，已经没有遮掩必要，开门见山最简单。微臣见过三公主殿下。一众随行的溧阳国官员急忙起身参见。诸位大人免礼。苏小柔随意挥手，然后仪态万千地回到墨雨身旁坐下，而柳如玉则坐在墨雨的另一边，看着这一幕，陈继业的眼睛都快喷火了。自己的联姻对象竟然和其他男子如此亲密，堂堂武上国的皇太子岂能容忍这等耻辱？他铁青着脸返回座位，然后目光森冷地看着对面同样脸色难看的溧阳国瑞王爷。瑞王，还请你溧阳国给我一个交代，莫非所谓的联姻就是此等羞辱？瑞王爷急忙起身焦急道：“太子殿下息怒，来此之前，本王并不知三公主的具体情况，容本王问清之后，
再上门请罪如何？人就在这里，还需要另外再问吗？陈继业声音越来越大，内心暴躁火气已经快要压不住。要不是顾虑到这是玄灵宗，他将大殿拆了的心思都有。还有那个白衣小子，比自己帅就算了，竟然敢抢自己的女人，简直就是找死。看着墨雨，陈继业的目光越来越阴森，哪有一丝之前的温文尔雅。整个大殿的人都很懵，其中就包括一众玄灵宗的弟子和长老。此时周不语也是满脸呆愣，他怎么也没想到，刚回到宗门没多久的小柔，怎么就和小雨好上了？看这情形，再迟钝的人也知道是什么情况。他的目光又瞥到了几人身后那道苍老身影，急忙站起来恭敬道：“四师叔，您老怎么也来了？见过四师叔。”弟子见过太上长老。其他玄灵宗的弟子长老也急忙起身行礼，神态恭敬异常。正在无声狂怒的陈继业看到这一幕，也只好强行吸下内心火气，客气行礼：“烈风国太子陈继业见过陆老前辈。”他虽然没见过陆青霞，但来此之前还是做过功课的，自然知道玄灵宗太上长老中的女子是谁。溧阳国苏正南见过陆老前辈。溧阳国的人也不敢怠慢，急忙起身见礼。无论是实力还是辈分，在场自然以陆青霞为尊。太子和瑞王无需多礼，请坐。陆青霞坐下后，这才眼神平静地问道：“不知几位光临玄灵宗，所为何事？”陈继业没说话，只是目光冷飕飕地盯着瑞王。后者只觉得后背发凉，内心一阵恼火。他恼火的人自然不是陈继业，而是苏小柔。他刚才就和玄灵宗提过苏小柔的联姻之事了，对方却还拉着个男子一起出现，这分明就是来打脸啊！难道他以为这样联姻一事就可以躲过去？真是任性妄为，不顾家国大义，不知羞耻。他强压着火气，笑容僵硬地朝陆青霞拱手道：“陆老前辈有所不知，我家国君早就和烈风国皇帝商议妥当，欲让三公主和烈风国太子联姻。本王此次前来，正是奉命接三公主返回溧阳，准备1月后的大婚。”原来如此，小柔，你意如何？陆青霞脸色平静，毕竟苏小柔先是溧阳国公主，后是玄灵宗弟子的家事，只要合乎情理，她本人又没意见。即便是师门，也不好直接出手干涉。但如果苏小柔自己不愿意，那又是另外一码事了。师门自然得为她仗剑撑腰。别说什么溧阳国，就算烈风国国君在这，也休想放肆。更何况小柔和小雨可是两情相悦的一对，那就更加不可能拆散了。事情该怎么办？早在他见到两个小家伙牵手那一刻，就已经做出了决断。他现在只需要小柔一句话作为干涉借口而已，剩下的事自然由师门替他解决。苏小柔自然知道这道理，于是坚定道：“回师叔祖，我和小师弟早就私定终身，不可能再和他人联姻，还请宗门为我做主。”陆青霞不禁眼神无语，这丫头为了回绝这门联姻，竟然不惜自污其身，态度倒是坚决。人老成精的他岂能看不出这丫头还是处子身？他不禁呵呵一笑，认真道：“瑞王爷，这丫头的话你也听到了，事已至此，溧阳国就再换一个联姻对象吧，否则的话岂不是对烈风国太子不尊重？”瑞王苏正南一脸难看，他不敢对陆青霞无礼，只好盯着苏小柔冷声道：“三公主殿下，身为皇家贵女，凡事不能只为自己考虑，还得兼顾天下。至于联姻之事，更是国君的决定，岂是我等能做主的？你若有什么想法，不如回去和你父皇说，还请三公主别让我等为难。”苏小柔眼眸平静地看着他，坚定摇头道：“王叔无需多劝，我意已决，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溧阳皇室。以后我只是玄灵宗弟子，再不是溧阳国公主。瑞王爷请回吧。”从出生到现在，他才见过那个所谓的父皇4次，对他来说那就是个陌生人。甚至要不是他的漠视，自己的母亲怎可能突然惨死在异国皇宫内？虽然没证据，但他从不相信自己的母妃是真的被湖水淹死的。那可是一位筑基期修士，被水淹死，简直就是个天大笑话。只可惜目前他还没那份实力去调查真相，但总有一天他会为母亲报仇的。至于他自己，在溧阳皇宫同样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透明，至今连个封号都没有。估计要不是下面有人跟那位君王提起自己，他恐怕连有这么个女儿都忘记了。如今要联姻，却想到自己了，真当自己是物品吗？三公主，请慎言，你必须跟本王回去，这是你父皇的旨意，你要抗旨吗？苏正南咬牙低吼，脸色铁青。对方要是不回去，他怎么向陛下交代？怎么向烈风国太子交代？一直没说话的墨雨这时忽然怒笑道：“这里是玄灵宗，不是溧阳国，你在这里大呼小叫，莫非是在向我玄灵宗示威？”声音不大，却霸气十足。早就一肚子憋屈愤怒的烈风国太子陈继业再也憋不住了，
顿时起身朝墨雨怒吼道：“我等在商议大事，你一个小小弟子竟然也敢插嘴，还直接呵斥一国王爷！你的师傅就是这样教你礼仪之道的吗？”在他看来，要不是因为苏小柔的原因，对方连出现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他不敢对陆青霞无礼，难道还不能骂个弟子？也就是地方不对，否则他杀了对方的心思都有，何止是呵斥一声。墨雨冷漠扭头：“你又是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教训我？烈风国怎么选了你这么个玩意当太子？”此话一发出，无论是烈风国还是溧阳国的人，全都脸色一变，满眼震惊。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年轻人竟然如此大胆。关键是，玄灵宗的几位长老竟然一脸平静，半点呵斥的意思都没有。这又是想干嘛？哈哈，我是什么东西？我乃烈风国太子。你说我是什么东西？陈继业脸色阴沉如水，眼神森冷愤怒，恨不得抱起杀人。在他的心里，这个年轻狂徒无论是什么身份，都必死无疑。即便今天杀不了，事后也要派人将对方诛杀，否则他陈继业将成为整个东域的笑柄。一国储君被人如此当众辱骂，打的已经不只是他的脸，还有烈风国的那些随他前来的老者中，有人已经愤怒踏出，然后冷漠地朝墨雨大步走去。君辱臣死，无论你是谁，敢侮辱太子都是死罪，老夫即便是死也得将你斩杀。白发老者语气低沉，面目狰狞，每走一步就在青石地板上留下一个深深脚印。他走得并不快，就像年迈老头散步，但狂暴的元婴修士气息却朝四周疯狂散逸，恐怖如怒海江潮般连绵不绝，仿佛他一个念头就可以将整座大殿压成粉末。头上的白发更是无风自动，衣服却像是铁布铸成一般，散发出淡淡金光。随着他第5步踏出，他身上的气势已经快要到达顶峰，并隐约压向墨雨。堂堂上5国太子，却被一个筑基修士羞辱，哪怕这里是玄灵宗，他也得站出来为主声威，否则传出去就是整个烈风国之耻，所有朝臣之耻。最多再走3步，他有信心凭借气势将那小子直接诛杀。这样虽然会惹怒玄灵宗，但他相信对方绝不会因此和烈风国翻脸，就像他们不想和对方翻脸一样。一边是太子，另一边只是个筑基弟子，双方维护自家人的决心绝对不一样。烈风国太子陈继业同样是这样想的，因此他压根没有开口制止。在他的愤怒目光中，白发老者再次抬起了脚。就在这时，一道平静淡定声音忽然清晰响起：“你再敢往前走一步，必死！”白发老者的脚猛然顿在了半空中，就像被人施展了定身术一样，再不敢踏下去。他看着说话的陆青霞，眼神凝重而错愕。他想不通，玄灵宗难道真打算为了一个筑基期弟子和烈风国彻底翻脸吗？为什么？不只是他，溧阳国的人同样也想不通。在他们看来，如果是一位绝世妖孽还说得过去，可这就是个筑基期修士啊，为了一个普通弟子就和烈风国翻脸，玄灵宗那么霸道的吗？陆老前辈，难道在您眼里，我堂堂烈风国太子的尊严还没有玄灵宗一个弟子重要吗？陈继业咬着牙，眼神阴冷愤怒地继续喊道：“还是说玄灵宗准备和我烈风国开战？”陆青霞眼神轻蔑地看着他，平静一笑：“开战？你确定自己有资格代替你父皇向我玄灵宗开战吗？你信不信？你要是敢这么说，回去之后你这个太子之位就得换人。还有，在我眼里，你那所谓的尊严还真不如他一根手指头重要，这完全没有可比性。干脆直接霸气，丝毫不跟你讲道理。”陆青霞这话直接就把溧阳国的人吓傻了。瑞王苏正南忍不住嘴角一抽，内心暗自庆幸自己没去招惹玄灵宗这帮狠人，否则溧阳国的局势将会更加不堪。但随后他又无比头疼起来，今日过后，溧阳国可就彻底得罪了这位太子爷，甚至烈风国皇帝都会怪罪自己，回去怎么向陛下交差？他不禁内心恼火，想杀人的心都有了。至于烈风国的人，此刻全都愤怒万分，但却没有一人敢乱来，就连抬起脚的那个白发老头都满脸不甘地将脚收了回去，眼神羞愧而憋屈。他自己倒还好，可太子殿下还在人家地盘上，这要是真的翻脸，还能不能回去都难说。对面站着的可是一位化神期大佬，那凶悍干脆的架势绝对不是故意吓唬人的，那是真正的杀伐果决啊！陈继业眼神闪烁，暴怒的心情被他强行压下去了几分，脸色憋得赤红。他只是储君，可不是国君，如果只是随便出来一趟，就为烈风国招惹到玄灵宗这等强敌，他的太子之位还真可能不保。哪个皇帝会把一国之位传给这样鲁莽的后人？又不是没儿子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抢笑道：“陆老前辈教训的是
倒是晚辈孟浪了，不知这一位又是贵宗哪位天才，能让贵宗如此维护，想必是位绝世妖孽吧。陆青霞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冷笑道：收起你的小心思，否则只会害了你自己。说完，他再也没有看他。要不是对方是太子，就这样一个金丹期修士，他都懒得正眼看一下。他又扭头看向了溧阳国瑞王，严肃道：小柔虽说曾是溧阳国公主，但如今既然和皇家脱离了关系，以后便只是我玄灵宗弟子。尔等若想联姻，自去寻找其他人选，不得再来骚扰我宗天骄，否则便是故意挑衅。周不语，你在这招待，让烈风国走之前，把地板修缮的灵石赔了。小柔，我们走。陆青霞说完，牵起苏小柔就往外走去，霸气凛然。墨雨和大师姐也随后跟上，只留下烈风国和溧阳国的人在大殿内面面相觑，心情愤怒而无奈。玄灵宗并没有强悍到可以碾压烈风国的地步，但人家就是敢那么刚。最关键的是，烈风国还不敢像人家那样忙。这就好比普通人打架，两个人实力都差不多，对手敢搏上身家性命跟你玩命，你却有诸多牵挂和顾虑，那还怎么赢？启程回国。陈继业丢下一枚储物戒指后，又忍不住憋屈的怒吼一声，这才大步离去。向来金贵孤傲的他，终究没能将情绪压住，被人当众辱骂，只是踩坏几块地板还得赔钱，奇耻大辱，欺人太甚啊！他发誓，今天的耻辱必定要用那小子的鲜血来洗刷。还有那个什么三公主，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脱自己的手掌心吗？做梦！溧阳国的人也跟着走了。瑞王还希望借助回去的这段时间，想办法熄灭烈风国太子的怒火呢。至于墨雨三人，被四师叔祖嘱咐几句后，再次回到了后山。墨雨的心情开始激动起来，和师姐适应了那么久，也是时候开始下一步了。夜晚，月亮皎洁，墨雨悄然来到大师姐卧室外，很自然地走了进去。大师姐，我那里的被子不小心弄脏了，我今晚想在这里睡。理由很蹩脚，压根经不起脑子想。可一向行事淡然干脆的柳如玉，这次却再也无法保持淡定了。清雅绝美的俏脸上迅速染上一抹绯红，就像一滴掉进清水里的红色墨汁，将整张脸颊连同雪白修长的脖子和晶莹耳垂都瞬间染成了绯红色。这个仿佛遗落人间的清冷仙子，此刻再也保持不了平时的从容淡定。他扭头轻嗯一声，就仿佛耗尽了所有勇气，然后迅速逃回了自己的屋里，心跳如肋骨。尽管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他依旧很紧张，身体不由自主地紧绷起来。他赶紧拿起桌子上的2个水晶杯，又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小坛美酒，倒了2杯。看着小师弟那好奇的目光，他又心虚解释道：这酒是我给三师妹准备的，我觉得挺好喝，就想给你也尝一下。哦，是吗？我懂。墨雨目光温柔而愧疚，并没有揭穿大师姐。他端起一杯酒递给她，自己则端起另一杯，又拉住她的小手，轻声感慨道：大师姐，此生能够遇到你们，是我积了8辈子的福分，若有来世，换我来报答你们吧。柳如玉抬头看着他，忽然展颜一笑：好，若有来世，你还得娶我。墨雨一愣，然后内心温暖的重重点头：好。说完举起手中酒杯，和他相互交挽，四目温柔相对的喝了一杯交杯酒。在这一刻，空气开始暧昧燃烧，两人体温剧烈上升，紧张、激动和期待的微妙情绪在彼此的内心迅速蔓延滋长。窗外的月亮仿佛在害羞，悄然躲进了云层之中，屋子里一片漆黑。最终还是黑夜扛下了所有，但那恼人的声音却刮到了屋外，远远飘到了苏小柔耳中，这让她倾国倾城的绝美脸颊越听越红润，身上好像有小蚂蚁在爬。她很想封闭无感，但内心的好奇却阻止了她的行动。就当是积累经验吧，她内心安慰着自己。可是随着时间流逝，她的眼眸渐渐迷离朦胧，最后忍不住羞恼娇哼起来。这个坏师弟一定是故意的，不过大师姐也好奇怪啊。1个时辰过去了，苏小柔已经浑身瘫软地躺在了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至于说修炼，就更加不敢想了。在这样心绪不宁的情况下，走火入魔还差不多。好在又过了2个时辰，那边终于恢复了安静。苏小柔这才虚脱般的长舒一口气，又缓了好大一会，才悄悄起身去清洗。刚才可是出了一身汗水。此时的墨雨正看着熟睡在自己怀里的大师姐，愣愣发呆出神。效果那么好的吗？看着大师姐头顶上的透明面板，他眼眸喜悦万分。姓名：柳如玉，气运之女，年龄400，境界元婴初期，体质先天琉璃圣体，对宿主依赖度80%。是的，他之前擦了好几次眼睛，结果都证明自己没有看错，确实是80%，一个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数字。唯一的可能就是大师姐
早就偷偷喜欢自己了，也只有这个理由才能解释这一切。看着大师姐那娇羞欲滴的绝美脸颊，他不禁一阵好笑，大师姐藏的还挺深呢。没过多久，刚洗完澡回来的苏小柔又听到了那魔鬼般的诱人声音，即便脾气温柔如她，也忍不住羞恼的银牙暗咬，心中将小师弟骂了整整10秒钟。至于为什么不骂到10秒以上，是因为他没词了，一句臭师弟、小流氓、坏蛋反复骂了3遍，想着事不过三，他这才停了嘴。好不容易等到天亮，他赶紧逃也似的来到西边湖里，抓了一些鱼，又逮了一只野兽，准备给小师弟和大师姐做午饭。至于早饭，他们应该是没空吃了。他忍不住娇羞暗想，不知道今晚小师弟会不会来找自己。只一想他就觉得身体发烫。到了晚上，当墨雨在看到二师姐的依赖度也高达80%时，已经有了不少抵抗力，不过依旧懵逼惊喜了好一会。以这个进度，100%指日可待。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3个月眨眼即逝。2位师姐的依赖度已经悄然来到了98%，虽然增速变慢，但却没有一丝停滞的意思，顺利的出乎他意料。他忍不住内心激动的呼唤系统：小童子，如果2个人的依赖度一起达到100%，会有什么奖励呢？如果宿主能在1年之内达成，系统会额外奖励破境丹1瓶。反虚期之下，任何境界瓶颈都可以一单破之，并且没有后遗症。还有无限制抽奖机会5次，同时开通商城权限，宿主可凭借气运值购买其中物品。听到破境丹的功能，墨雨的心差点跳了出来。逆天，实在太逆天了。修为积累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突破上。大部分修士因为天赋或功法的原因，一辈子都可能卡在某个境界过不去。就比如宗门内的几位太上长老，之所以还卡在如今这个境界，就是因为已经快达到了他们自身天赋的极限。如果没有更高级别的功法或外力相助，一辈子也差不多到顶了。可如果他们有这种破境丹，那突破还叫是吗？墨雨很激动，但他最看重的还是商城功能，那里面肯定有大造化丹，以及适合化神期恢复修为用的回元丹。到时3师叔祖就可以像他一样彻底恢复了。他内心开始憧憬期待起来。就在墨雨乐不思蜀时，玄灵宗大殿内却是气氛沉重，在座的所有高层脸上都写满了担忧和疑惑，就连许久不见的刘雨嫣都回来了，此时正眉头紧蹙。师尊，二师叔那边怎么说？真的在贺兰山灵石矿场发现了极乐仙子洞府吗？古剑南担忧的长叹一声，有没有洞府不确定，但却真有人在那里得到了极品灵宝，其中一件正是极乐仙子踏入河道期前穿过的赤霞流云金蝉披。如今这事已经传遍东域，估计不用多久就会人尽皆知。古剑南声音低沉，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贺兰山的极品灵石矿只能暂停开采，但最严重的却是有很多人在散布谣言，说你之前突然寻找道侣，是因为得到极乐仙子的双修功法，所以才要找道侣双修。什么？师尊您知道是谁在传播吗？我非剁碎了他不可。听到双修2字，刘雨嫣顿时俏脸通红，忍不住就想起某个逆徒无法无天时的修人场景。古剑南无奈摇头，查过，但暂时查不出源头。所有人的心情都变得沉重无比，他们太清楚这些谣言的威力了。极乐仙子的双修功法可是能修炼到大成期的顶级功法，这诱惑谁能挡得住？一个不慎，玄灵宗都有可能因此覆灭。刘雨嫣沉思片刻，果断道：迅速召回所有在外长老和弟子，同时开放贺兰山矿场，允许各大宗门进出探查。近期无论是谁都不得擅离职守，全力守卫宗门，尤其是后山，没我和几位太上长老的命令，谁都不得靠近。是。一连串的命令下达，让现场的气氛更加凝重。刘雨嫣再次扭头问道：师尊，老祖还是联系不上吗？联系不到。古剑南凝重摇头，眼神担忧。化神期后期老祖的威慑力可不是化神中期的他能比的，两者看似只有一步之遥，但只有踏入化神中期的人才能体会到两者的巨大差距。拥有化神后期的宗门，即便整体实力不如人，也没人敢逼得太紧，因为一位化神后期大佬真要狠心报复，没人敢说防得住，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2败俱伤，谁也别想好过。可如今的玄灵宗却只有2个化神中期太上长老，这差别就很大了。就在玄灵宗高层忧心忡忡部署之时，极乐仙子传承出世的消息已经在东域疯狂扩散，速度之快超乎常人想象。许多修士闻讯而动，起身前往贺兰山脉寻宝。一位大成期修士的洞府，随便捡点东西都是莫大的福气，要是能找到几本极乐仙子收藏的功法，直接原地起飞。
作为东域8大宗门之一，落霞宗自然也听到了这些消息。此时全宗高层正在紧急商议着，对于最近传闻的事，大家怎么看？宗主崔成一脸严肃，其实他自己的内心已经相信了8、9分，但他还得听下宗门长辈的分析，因为这事因果实在太大，牵扯到的可是玄灵宗。对于这家宗门，整个东域没人敢不谨慎，那就是一群疯子啊！太上长老邱元真严肃道：“这应该是真的，否则一切实在无法解释。刘雨嫣风华绝代，天赋碾压同辈，向来自视甚高，却在不久前爆出寻找道侣。我那时还纳闷，可如果得到了极乐仙子的传承，就对上了。”邱元真眼神变得激动。传说极乐仙子原本乃是一介散修出身，却凭借着天生媚骨和美貌，换取了无数修炼功法和资源，这才走到大成期。其收藏的功法之丰富，丝毫不亚于灭妖大战前的顶尖宗门。崔成眸光闪烁，贪婪的念头疯魔般滋长，他不禁急切追问：“师叔，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也派人去？”邱元真语气坚定：“那是自然，到时就由我们几位太上长老带队前往，你坐镇宗门，哪怕因此和玄灵宗闹翻，这次的逆天机缘，我落霞宗也得分一杯羹。何况现在的玄灵宗恐怕已经无力阻止。”哈哈，何止是无力阻止，在他看来，甚至可能自身难保，除非他们肯交出极乐仙子的双修功法。但此等仙法，谁又愿意和他人共享？何况还是一向霸道的玄灵宗。呵呵，有好戏看了。有类似想法的可不止落霞宗一家，谁都想要这机缘，只是方式各有不同而已。实力稍逊的宗门也开始往来奔走联盟，然后一起奔赴贺兰山脉。一同前往的还有个宗门最妖孽的天才弟子。所谓机缘，并不是你实力高就一定能得到，还得有那缘分才行。修仙之人虽然嘴上说着逆天而行，但内心深处又是最信命数的一群人，所以那帮天才后辈同样被寄以厚望。一时之间，贺兰山脉人满为患。如今他们就想看看玄灵宗打算怎么应对了，是乖乖交出极乐仙子的双修仙法，还是与整个东域为敌？贺兰山脉坐落于玄灵宗以北3万里，因盛产极品灵石而出名，乃玄灵宗高品质灵石来源之地，可谓战略要地。平时都是由元婴期内门长老率精锐弟子驻守，而今驻守之人已经换成了化神期太上长老钱百川，以及刚返回宗门就来到这里的另一位太上长老唐飞虎。唐飞虎身体魁梧粗壮，性格豪爽彪悍，此时正在听二师兄介绍最近发生的事。当听到烈风国太子联姻被拒时，他忽然一愣，粗犷的脸上露出一丝与他相貌不符的精明。二师兄，这事不会跟烈风国有关吧？钱百川苦笑点头，这个我们不是没想过，只是得罪烈风国，乃是发生在雨嫣寻找道侣的传闻之后，他总不可能未卜先知，提前安排这一出吧。因此，造谣雨嫣寻找道侣一事，应该和烈风国无关。至于极乐仙子的谣言，目前正在调查，暂不确定。唐飞虎顿时沉默，对方既然敢造谣玄灵宗，又岂会不做遮掩？现在传播的范围如此广阔，想要找到有用的蛛丝马迹，希望实在太渺茫。也就是说，眼前的困局想靠找出幕后造谣之人来破解，根本不现实，剩下的只能靠自身实力了。修仙界从来就不是讲理的地方，这一点当年小雨就说得很好，道理道永远在理之上，只有拳头够硬，别人才会跟你讲道理。他一直觉得那臭小子这话说得非常对，想到这，他不禁关心问道：“二师兄，小雨现在什么情况？不是出关了吗？怎么又闭关了？”原本面色沉重的钱百川嘴角不禁露出一丝浅浅笑意，但很快又故作平淡道：“那小子已经恢复了大半根基，可以修炼了。这次闭关也是他自己要求的，看来还有惊喜给咱们。”这话顿时让唐飞虎激动地跳了起来：“什么？可以修炼了？好，这小子我果然没看错，真他妈不错。何止是不错，简直就是完美至极啊！那可是根基受损，没有大道本源或者传说中的仙丹，基本上无药可救。想不到竟然恢复了一半。”唐飞虎一时之间竟忘记了现在面临的困境，激动地在屋内走来走去，然后又得意地看着二师兄，哈哈大笑道：“二师兄，你当初是怎么说的？说那小子此生无望恢复，与其耗费大量资源和精力救他，不如全力培养其他天骄。现在呢，你还那样认为吗？哼，还好我跟四师姐全力反对，否则大师兄恐怕都被你说动了。”钱百川不服气地怒瞪着他，冷哼道：“少让老子背锅，我当初也没说不救啊，只是不赞同举全宗之力为之罢了。如今他虽然恢复近半，但最后不还是靠他自己的机缘？要是当初就听我的，其他人不用耽误不用死，
这小子也恢复了。唐飞虎嗤笑摇头：“你确定能一样吗？你不全心对人家，等他踏入巅峰时，凭什么全心对宗门？”钱百川怒目圆瞪，身为玄灵宗弟子，当为宗门奉献己身，这难道也要对等交易？难道因为宗门没有集中资源为他一人，他有本事了就可以忘记宗门培养之恩？要是这样，宗门早垮了。玄灵宗是所有弟子的玄灵宗，可不是某个天才的。说到后面，钱百川脸色涨得通红，眼睛里满是恼火和不满，还有一丝不被理解的无奈。他一直不觉得自己有错，宗门之中虽然不可能绝对公平，但也不该那么特殊。唐飞虎却不管他说的这些，得意轻笑道：“以那小子的天赋，他就该有这种特权，否则还分什么亲传、内门、外门弟子的？况且外出为他寻找大道本源，可不是宗门强制要求，这是大家自愿的，何来不公平一说？”看着哑口无言的二师兄，已经赢了的唐飞虎赶紧得意的摆手喊停。好了，二师兄，我们先不说这些，现在都有哪些宗门准备进入灵石脉矿区调查？面色不好看的钱百川不得不强行忍住了心头恼火，冷哼着递过去一张名单，自己看。唐飞虎得意大笑着接过名单，可是看着看着，他脸色就变得难看起来。马德，连烈焰宗这等垃圾宗门都敢跑到玄灵宗地盘上凑热闹了，他娘的，另外7大宗门竟然一个不漏，想不到连天剑门都来了。钱百川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冷哼道：“你莫非真以为有当年那桩没公布的联姻在，人家天剑门就能忍住这等诱惑？更何况现在的墨雨，在他们眼里早就是个废人了。”唐飞虎满脸的恼火：“既然如此，倒是就让大师兄带着小雨把这门婚事给退了，我还觉得天剑门圣女配不上他呢。”钱百川忽然神色一愣，然后冷笑着看向远处：“先不管这些，他们来了，先出去看看他们想干嘛。”说完，率先朝屋外走去。只见东边1里处正站满了各宗弟子，乌泱泱好大一片。站在前面的那20来个老头老太太，全是化神期修士，以往无论走到哪里都备受尊崇的元婴期大佬，如今连站前面的资格都没有。哼，诸位驾临我玄灵宗矿场，不知有何指教？此地接待能力有限，就请各宗派代表前来吧。至于弟子，暂且原地休息。钱百川淡定地摇摇拱手：“哈哈，好，正所谓客随主便，我等便依前道友所言。”有化神期大能平静应声。随后20多个化神期修士腾空而来，气氛紧张。20多位化神期修士几乎占据了东域一半的顶级战力，齐聚贺兰山脉一座大殿内。这是玄灵宗驻守弟子商议要事的地方，此时却成了各宗老古董的集合现场。除了8大宗门的人外，还有3位是其他门派推出的所谓寻宝盟主，每个人眼中都充满期待和兴奋，只有玄灵宗的人面无表情。钱百川放下茶盏，眼睛在那一张张熟悉的老脸上掠过，开门见山道：“诸位的来意我很清楚，我只说3件事。第一，玄灵宗没有得到什么极乐仙子的传承，我们听到这谣言的时间不会比你们早。第二，我们也没发现这里有什么洞府宝藏，我知道大家不信，所以请随便查探，发现了宝物随便拿。第三，请大家约束好门人，不要破坏此地脉矿，否则就是想跟我宗不死不休。”我话已说完，诸位还有疑问吗？钱百川静静看着众人，哼，钱道友说玄灵宗没得到极乐仙子的传承，又该如何证明呢？一位身穿红袍的阴冷老者一脸怀疑地质问道：“不错，以我等的手段，若是真发现宝藏洞府，完全可以做到了无痕迹的搬走或隐藏。”其他人也都纷纷点头赞同，场面热闹。只有个别和玄灵宗关系较好的宗门没在这时候落井下石，但同样也没有出口相助。比如天剑门、玉雪宫，显然在他们内心深处也觉得玄灵宗未必说的是实话。唐飞虎听得满脸火气，冷笑道：“怎么证明？那你流云宗想我们怎么证明？或者说，你杨天赐又怎么证明那些东西被我们得到了？难道仅凭谣言就行？”那红袍老者正是同为东域8大宗门的流云宗太上长老杨天赐。8宗相互之间很多都有嫌隙，而流云宗和玄灵宗的关系最近300年可不太和睦。起因就是刘雨嫣曾在300多年前拒绝过现如今的流云宗宗主焦木飞，而焦木飞正是杨天赐的大弟子。杨天赐微微一笑，神色淡定无比：“空穴来风必有缘由，现在整个东域都这么说，岂能没有道理？前有玄灵宗宗主选道侣，后有极乐仙子宝物在你玄灵宗矿场出现，事情能这妖巧吗？”幽冥宗的太上长老岳不群也是一脸皮笑肉不笑的接话道：“不错，谣言易传，但极乐仙子的赤霞流云金蝉披总不是骗人的吧？那可是极品防御灵宝，可谓珍贵异常。关键是这等女子贴身衣物怎可能落在他人手中？
谁又能用这宝物来造谣？他的洞府必然就在这里。哼，我觉得玄灵宗还是别想着独吞为好。在场众人全都听得赞同点头，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如此坚信这件事的主要原因，哪怕会因此得罪玄灵宗也在所不惜。全因极乐仙子的传承，诱惑历时在太惊人，况且这个可能性还如此的巨大，谁愿错过？当一桩可以改变整个宗门的惊天大机缘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也要去搏一下。何况还是这种有5成几率的事。钱百川和唐飞虎顿时被岳不群的阴险言论气到了。有没有？难道他们不清楚？可这种话说出去根本没有人信。尽管如此，唐飞虎还是忍不住破口大骂道：岳不群，你个阴险小人，这种东西虽然难找，但谁知道会不会就在你这种人手中？我玄灵宗一身正气，得罪的邪魔歪道可不少，被栽赃陷害也是很正常的事。既然你们不信，那就自己去找，如果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再来跟老子说话。唐飞虎越说越愤怒。按理来说，在自己地盘上出现任何宝物都是自己的，可是当这宝物的价值大到所有人都动心时，就不会按这个原则分配了，而是看谁的拳头更大。即便霸道强势如玄灵宗，也不得不妥协。一家人怎么顶得住整个东域势力联手？但今天这份屈辱，迟早要还给这些狗人。玄灵宗不可能默默忍下这份憋屈。此时，天剑门的太上长老董守拙急忙站出来打圆场。我觉得唐道友说的不无道理，眼见都未必为实，何况是听来的。如今玄灵宗既然如此大度，我等不妨先找找看，真相如何，事后自有分晓。天剑门虽然也有私心，但和玄灵宗的关系一直都很不错。董守拙和玄灵宗的几位太上长老更是认识数千年的老朋友，这关系虽然无法和宗门利益相比，但也不愿在此时落井下石。玉雪宫的太上长老也开口附和：不错，也不能因为一件衣服就说这里有极乐仙子的传承，先找找再说吧。行，那就找找看。刚才嚷嚷厉害的老头，那个不是人精，岂能真的在毛都没见着的情况下就彻底得罪玄灵宗？又不是谁都像幽冥宗跟玄灵宗有旧怨，等到确定对方真得到了传承，再升级压力也不迟。于是一帮老头怀着激动期待的心情，带上自家天才，开始漫山遍野寻找机缘，去了空荡荡的大殿内。只剩下一脸凝重的钱百川和唐飞虎，师兄弟相互对视之间，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担忧。现在这帮人还算客气，可是当大家找了一段时间却毫无所获时，就会怀疑玄灵宗了。到那时，就是这帮人露出丑陋面目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逼玄灵宗交出功法，甚至会联手以武力相逼，因为那诱惑实在太大。能修炼到大成期的双修法，还有其他灭妖之战以前的功法，别说对方，就连他们都会心动。可惜玄灵宗手里没有啊，如果真有反而好办了，大不了联合一部分顺眼的势力，斩杀一部分人，甚至可以借这个机会灭了幽冥宗和流云宗，将情况告诉大师兄，让他们做好最坏打算。钱百川眼神凌厉，语气坚定无比，无论是谁想在玄灵宗身上割肉吃，都得崩他几颗牙下来。好，唐飞虎开始传送消息，粗犷的老脸上充满了凶悍和果决。大不了一死而已，但在临死前怎么也得拉一帮垫背的，比狠比拼命。玄灵宗从来没怕过谁。收到唐飞虎消息时，古剑南和陆青霞正一脸的悲伤，在他们身旁坐着位白发老头，浑身散发着腐朽气息，那瘦竹竿一样的身躯仿佛风一吹就会跌倒，雪白头发杂乱如鸡窝，面容苍老如树皮，颧骨高耸，沧桑老眼浑浊无光，任谁看了都不会将他和玄灵宗曾经最有天赋的太上长老挂钩。三师兄，您怎么一眨眼就这么老了？陆青霞眼眶通红，最后终究没忍住，强忍的泪水猛然滚落，抓着对方竹竿一样瘦弱的手臂，哭得老泪纵横。青衣修士正是玄灵宗另一位太上长老司马啸天曾经默语的护道人，也是几师兄弟里天赋最妖孽的一位，即便是古剑南都要略逊一筹。没出世之前，乃是一位化神期中期修士，是师兄弟里面最有希望踏入化神后期的人。回想往事，古剑南也是眼眸湿润，倒是司马啸天一脸的淡然，看着悲伤难受的师兄和师妹，感慨一笑：师兄师妹这像了，我等修士虽说能夺天地之造化，但最终谁又能长生不死？我无非是走在了你们前面而已，修道数千载，如今这最后的3-2年，只想好好放松下，所以出来看看你们，还有小雨那孩子，如今如何了？说到这，原本还劝人看开点的他，却忍不住内心一痛，眼中闪烁着悲戚和遗憾。那个孩子可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
乃是玄灵宗最有把握踏入反虚期的绝世妖孽，可惜苍天无眼啊！听他问起墨雨，古剑南和陆青霞的悲苦之色骤然减轻，脸上不由得露出一抹微笑。哈哈，你看我都忘了把这最大的好消息告诉三师弟呢。大师兄，我来说吧。陆青霞赶紧抢过话头，快速将墨雨已经恢复大半根基的事添油加醋说了一遍。司马啸天的眼神先是不敢置信，然后很快就被震惊和喜悦填满了。那瘦弱的身躯抖动得如同狂风中的竹子，浑浊老眼爆发出璀璨光彩，最后忍不住仰天大笑起来。好，看来苍天并没有全瞎，还是睁开了半只眼的。玄灵宗有小雨，未来可期。如此，我即便马上死也无憾了。嗨嗨，咳！司马啸天笑得老泪横流，咳嗽连天，但脸上的喜悦和欣慰却怎么也无法掩盖。这一刻，他内心最大的不甘和遗憾也终于彻底放下，自己当年的牺牲总算没有白费。至于他自己，早就已经不抱幻想。四师妹，你看什么时候小雨可以出关？这100年来还真挺想他的。司马啸天笑容慈祥，眼含期待。如果只看这表情，哪里能看出来他是个没几年寿命的人？古剑南沉吟一声，斟酌道：三师弟，小雨这次闭关并没有定时间，说是完全恢复了就出来，不如再等等。那千万别去打扰他，我就是这么一说，不急，我还有好几年可活呢。哈哈。司马啸天高兴大笑，可是笑了一会，他就发现了不对劲，不禁皱眉道：你们是不是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这一次陆青霞没有再抢话，而是轻轻瞥了大师兄一眼，意思很明显，那就是这事你来说。古剑南苦笑一声，看着三师弟直勾勾的眼神，只好将如今面临的局势详细说了一遍，最后凝重道：如今各宗齐聚贺兰山脉，要是找不到所谓的极乐仙子传承，下一步就是直接威逼宗门了。如今师伯联系不上，仅仅依靠我们几个，恐怕很难威慑得了他们。古剑南心情沉重，不由得起身踱步道：为今之计只有一条，那就是拖。然后我马上闭生死关1个月，全力冲击化神后期。陆青霞和司马啸天几乎同时焦急摇头：不行，只有1个月时间，您闭这种生死关，那就是在找死。不错，大师兄虽然积累已够，但想在短短1个月内做出突破，几乎没可能。即便以师伯当年的天赋，突破化神后期，也整整闭关了数十年。师弟师妹不用再劝，为兄心意已决，不成功便成人。古剑南眼神坚定，这些他何尝不知道。可现在还有得选吗？有化神后期坐镇，尚且不一定能度过这难关。要是仅凭2位化神中期，加上3位化神初期，压根对那些人构不成威慑。玄灵宗必将就此衰弱到尘埃，甚至很有可能会彻底消失在东域修仙界。幽冥宗、流云宗，还有那些相信并觊觎极乐仙子传承以及垂涎玄灵宗基业的人，会将玄灵宗撕得粉碎。对于这些，陆青霞2人岂能不知道？可他们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大师兄去送死啊！就在他们想要再劝时，古剑南陡然面色严厉地朝2人大声呵斥道：你们不必再劝，我是大师兄，修为也是我最高，就算是送死，这也是我的责任。呵斥完，他又严肃吩咐道：在我闭关后，四师妹什么事也别管，只需看好后山，一旦事不可为，就带上小雨他们离开。只要小雨他们活着，玄灵宗就还有希望。你听明白了吗？说到后面，一向对师弟师妹们和善包容的古剑南神色变得前所未有的严厉。看到大师兄这个样子，陆青霞张了张嘴，终究还是红着眼眶点头了。古剑南这才声音转缓：雨嫣应该已经到了贺兰山脉，你把这些决定转告他。好。陆青霞语气哽咽。时间一天天过去，贺兰山脉的气氛渐渐变得越来越沉闷。那帮满怀期待的寻宝人连一根好看点的鸟毛都没有找到，很多人的心情开始焦躁起来。但此时的玄灵宗后山却是一片宁静温馨，呆呆盯着大师姐头顶傻笑的墨雨，再也忍不住内心激动，微红着眼眶癫狂大吼道：哈哈，他妈的，终于100%了！虽然不知师弟口中的100%什么意思，但柳如玉2女却能感觉出一定是好事。小师弟，莫非你的根基已经完全恢复了？想到某种可能，苏小柔的温柔眼神骤然一亮，整个人都跟着激动起来。柳如玉则紧抿着红唇没说话，但一双纯净美眸同样紧张看着他，一眨不眨，白皙小手情不自禁地握紧。哈哈，应该恢复了，我先检查看看。墨雨激动地回应一声：恭喜宿主达成目标，系统目前正在彻底绑定中，36%、100%。宿主体质正在修复中，已完全修复。宿主的修为正在恢复中，已完全恢复。感受着身体上传来的变化，墨雨忍不住浑身颤抖，眼眶的泪差点滚落了下来。
整整100年了。他期待这一天整整100年。当年的墨雨又回来了，而且还将比以往更加的恐怖妖孽。100年压力，今天终于彻底得到释放。他只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是轻飘飘的，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漂亮的师姐还有没有？但他现在还得强忍着。他又打开系统面板，宿主墨雨，年龄299，境界元婴期中期，体质混沌神魔体，功法混沌阴阳经，点击之后可马上领取。道侣柳如玉，依赖度100%，每天可为宿主提供1000点气运值，不影响其自身气运。苏小柔，依赖度99%，刘雨嫣，依赖度30%。请宿主继续努力，再获得一位气运之女100%的依赖，将开通商城功能，并获得其他额外奖励。终于不再是临时宿主了，只看到第一行字墨雨就有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激动和兴奋。关键是他还获得了混沌阴阳经，他迫不及待地点开，然后一股深邃庞大的信息就骤然灌输进了他的脑海中。他的意识不受控制地被牵引到了一个神秘空间，2个小人悄然出现，开始在他面前演练起来，招数繁多，动作精妙。而墨雨身上的灵力则以一种玄妙深奥的规律，在他身上许多隐蔽的经脉和窍穴中快速运行。时间仿佛过了无数年，又像只过了一瞬，他终于从那种状态中苏醒过来。混沌阴阳经已经被他彻底领悟学会，直到这时候他才真正明白这功法的价值。这简直就是功法加速器啊，跟任意功法都可以同时修炼，相辅相成。如果把其他功法的修炼效果当成基数，那混沌阴阳法就是倍数。而且他还发现修炼这功法时对自己道侣也有巨大作用，只不过效果减半。原来竟然是变异版的 SX 功法，他不禁内心感叹。这时他才慢慢睁开双眼，看着一脸惊奇的2位师姐，好奇问道：师姐，我刚才入定了多久？没多久，也就5个呼吸之间，我们还以为你要修炼呢。刚才你的气息好奇怪。回想着小师弟刚才身上一闪即逝的神秘气息，苏小柔和柳如玉全都眼神惊诧。我现在根基已经完全恢复，刚才是在适应身体而已。墨雨按捺住内心震惊，故作平静地回道。他很确定自己的意识在那个神秘空间里绝对不只待了5个呼吸之间，这个系统还真是神秘莫测呢。什么？完全恢复了？苏小柔睁大眼睛，向来性子温柔恬静的她竟然激动地抓住他的手，兴奋摇晃。就连清冷淡雅的柳如玉也惊喜地张开小嘴，天空般纯净的眼眸里闪烁着激动和喜悦，然后眼眸带笑地站在一旁，只觉得小小的内心被喜悦填得满满的。对于这一天，他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当他真的到来时，依旧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大师姐、二师姐，谢谢你们，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无论为对方做什么都不需要说谢，何况现在。苏小柔娇羞喜悦地纠正到一半，就再也不好意思说下去了。现在什么啊？墨雨不禁大笑逗弄。哼，反正不准说谢谢。苏小柔不禁满脸通红。二师妹说的没错，这话以后休提。柳如玉说得很认真，眼眸明亮如星辰。她从小就是没家的孤儿，如今不但有家了，还有了小师弟。好，那二师姐陪我去谈谈人生吧。墨雨说完牵起二师姐朝他屋里激动走去。啊，现在还是白天呢。苏小柔脸蛋疼的一下变得赤红起来，哪里还不知道他的想法。二师姐只是聊聊天而已，你可别多想。3个时辰后，墨雨激动地打开系统面板，宿主墨雨，年龄299，境界元婴期中期，体质混沌神魔体，功法混沌阴阳经，气运值19926000。柳如玉、苏小柔对宿主依赖度100%，刘雨嫣30%。奖品正在派发中，初级破境丹1瓶，30粒，反虚期以下任何境界瓶颈都可以一单完美突破。抽奖机会5次，不限制物品的级别、种类，可随时使用。初级商城权限已开通，祝宿主购物愉快。他没有急着抽奖，而是心急如焚地点开商城。他可没忘记3师叔祖还没恢复根基，如今恐怕也快油尽灯枯了。什么事都可以等，这事必须马上解决。商城的界面很简单，只有功法、丹药、法宝、道具、天地灵物5个分类栏。他直接点进了丹药栏里，然后在琳琅满目的仙丹妙药中找到了补天丹。小补天丹，单枚售价100万气运值，功效可恢复大部分破损体质和根基。大补天丹，单枚售价300万气运值，功效只要人活着
就可以恢复所有度节气以下修饰破损的体质和根基。卧槽，那么牛！墨鱼眼睛一亮，就是它了。看着大补天丹的惊人功效，墨鱼眼神激动，直接下单购买了一枚。至于那300万的昂贵价格，压根就没在意。别说他现在有将近2000万的气运值，即便只有300万，他也一样毫不犹豫。他又找到了回元丹，一转回元丹，售价1000气运值，可以瞬间恢复被废的炼气期修为。2转回元丹，售价8000气运值，他直接找到了对应化神期的5转回元丹，又花了100万气运值买下了一枚。直到看见系统空间内多了2个古朴玉瓶，他这才猛然松了一口气。想了想，他又在道具一栏里寻找起来，只见里面全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比如可以装火的瓶子，能容纳一方小世界的漆黑石碑，可以收纳生灵神魂的旗子。找了半天，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枚看着不起眼，但却连渡劫修饰都打不开的空间戒指，整整花了他100多万气运值。心急如焚的他没空再去看其他商品，他得先把丹药送到三师叔手里再说。至于借口倒是很容易找，他在早些年可是经过一位疑似反虚期大佬的作画之地，得到了不少好东西，这些师门长辈都是知道的，推到那里就好。他刚想要起身穿衣，苏小柔就被他吵醒了，然后一脸娇羞地看着他，声音小得跟蚊子叫似的：“小师弟，你不用休息一会吗？”墨雨不禁朝他嘿嘿坏笑一声：“不用了，我先去见见三师叔祖，顺便将我彻底恢复的事告诉他们。”苏小柔当然知道他在偷笑什么，俏脸腾的一下变得赤红如血，同时羞恼万分的急喊道：“坏蛋，不准笑！”想到自己刚才那羞人的表现，他喊完之后就再也没勇气看他，整个脑袋都钻进了被窝里。这件事估计得被他笑一辈子。二师姐，你先休息，我待会再来看你。墨雨大笑一声，得意的转身离去，只留下无地自容的苏小柔躲在被窝里。墨雨刚来到门外，就见一脸怪异的大师姐正坐在远处树下，直直盯着自己。大师姐，你在看什么？墨雨微微诧异，刚才可是布下了结界，那动静大师姐应该听不到才对。没什么，你要去哪？柳如玉微微撇开脑袋，目光有点闪躲，眼底深处还有一点小害羞。不注意看还真看不出，但墨雨对大师姐可是了解得很，自然一眼就看穿了她的情绪。我想出去看看三师叔祖，你确定没话要说？墨雨一脸狐疑。没，我和你一起。柳如玉赶紧迈开美腿，疾步往前走去，但只走了几步就被墨雨快步追上了，然后牵过她的柔软小手，并肩往前飞。柳如玉脸颊红了下，却没挣扎。两人就这样一路来到了主峰，沿途弟子见到全都纷纷停身行礼。见过莫师叔、柳师叔。莫师叔好，柳师叔好。两人微笑点头回礼。在他们走后，一些年轻弟子顿时震惊议论：哇，莫师叔和柳师叔好般配呢。对啊对啊，莫师叔真的好帅，简直就是神仙眷侣。可惜莫师叔听说寿元不多了，真是苍天无眼，贼老天。哎，柳师叔真勇敢，不过要是莫师叔愿意，哪怕只有1天，我也愿意的。哼，我也是。墨雨和柳如玉，男俊女俏，天赋绝世，虽然一个闭关100年，一个也是常年在外，但对于他们的传说，玄灵宗的年轻弟子可谓耳熟能详，崇拜者众多。墨雨两人刚动身，坐镇在主峰大殿内的陆青霞就感知到了，顿时一脸的惊诧。难道小雨知道了宗门最近的事？闭目坐在他旁边的司马啸天也猛然睁开了眼睛，惊喜道：小雨出关了吗？说完人已经站了起来，快步往大殿外走去，那激动欢喜的步伐怎么看也不像个迟暮老人。陆青霞急忙无奈低喊道：三师兄，他们就是朝这里来的，您坐着等就是了，急啥呀？话是这么说，他自己却早就跟上去了。他倒要看看那小子出关想干啥。和大师姐牵手走向大殿的墨雨，正跟遇见的同门师兄妹们微笑打着招呼，然后眼角余光就看到一个身材枯瘦如竹竿的白发老人朝自己激动走来，他猛地愣住了，整个人好像被定住了一般，激动颤抖。但这种状态只持续不到1秒，他就猛地冲了出去。三师叔祖，您还好吗？墨雨眼眶通红，话没说完，人已经直接跪倒在地，却被同样眼眶湿润的老人一把扶住，并连声急切地训斥道：痴儿，快起来，男儿膝下有真神，跪来跪去像什么样？三师叔祖好着呢，有真神又咋了？那我就拉着他一起跪。墨雨执拗地磕了个头，这才一脸喜悦地起身。三师叔祖好。柳如玉也急忙上前见礼。司马啸天看着他，又看看墨雨，忍不住欣慰地抚须大笑起来。我以前就说小雨迟早得在你们几个丫头中再找一个，果不其然，哈哈，很好。
被他这样一说，即便淡定清冷如柳如玉，还是忍不住霞飞满天。后面的陆青霞却是冷哼一声，没好气道：何止是一个，现在都已经2个了，2个了，还有一个是谁？司马啸天不以为意，只是眼眸中却藏着八卦。还有一个是小柔那丫头。哈哈，很好，都很般配吗？司马啸天笑得更开心了。说笑中，一行人来到店内坐下。墨雨立刻挥手布下一个结界，然后掏出2个玉瓶，恭敬地递给司马啸天，激动道：三师叔祖，这瓶子里的丹药可以帮您彻底修复破碎的根基，并恢复修为，您快服下。这话一出，大殿顿时诡异的安静，三人全都愣愣看着他，眼里写满震惊和懵逼。要不是看他说的一本正经，大家都要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了。彻底修复破碎的根基，恢复修为，你要不要听听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小雨，师叔祖的身体自己知道，现在已经没东西可以救治了，这些丹药想必都很珍贵，你自己留着吧，有你这份心，三师叔祖已经很满足了。司马啸天拉住他的手，将玉瓶合回他的手掌中，笑得一脸欣慰。听到你已经恢复了1半根基，三师叔祖真是比什么都高兴，就算现在马上死也可以。他原本想说可以瞑目了，可是想到玄灵宗如今的险恶处境，又岂能死得安心？看着有话要说的墨雨，他严肃摆手道：小雨，你先听我说完，未来的玄灵宗就只能靠你们年轻人了。答应师叔祖一定要好好活着，只有你们活着，玄灵宗才有希望，能做到吗？墨雨再也忍不住了，惊骇追问道：三师叔祖，是不是宗门发生什么事了？安静没说话的柳如玉同样一脸错愕，俏脸上布满了前所未有的凝重。能让师叔祖说出这种话，玄灵宗绝对面临着巨大危机。还是我来说吧。陆青霞长叹一声，这些事本来就没打算瞒他们，瞒也瞒不住，之前只是不想打扰他们闭关而已。当他将最近发生的事详细述说了一遍后，墨雨和柳如玉早就惊呆了。所以这滔天的污水泼下来，我们玄灵宗很难躲开了，是吗？墨雨目光冷静中带着愤怒。陆青霞苦笑点头，不错，就在前几天，有人又在一个古老山洞中找到了几件残缺的极品灵气。你二师叔祖亲自去调查过，那个山洞的残留灵气确实比其他地方浓郁许多，而且还有万年之前的生活痕迹。别说他们，即便是我们不知情，都会怀疑了。墨雨脸色震惊，那么巧？就是那么巧。陆青霞苦笑，不过也正因如此，才证明设计之人的狠毒和耐心。这布局可不是一拍脑袋就能做到的。先是造谣，然后灵宝现世，再加上极乐仙子的赤霞流云金蝉披。面对极乐仙子的传承，可没人能抵挡这诱惑，很多宗门已经准备联手逼宫了。陆青霞咬牙切齿地说完，又悲切道：如今你师祖正在清泉峰准备毕生死关，临行前还一再嘱咐我，事不可为，就带着你们离开玄灵宗。墨雨坚定摇头，四师叔祖，我不走，那些人想灭我玄灵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柳如玉虽然没说话，但只看那坚定的脸色就知道他的决定和墨雨一样。司马啸天顿时脸色通红地站了起来，厉声怒斥道：糊涂，如今玄灵宗只有2个化神中期，就算加上3个化神初期也威慑不了那些人。他们之所以没敢逼太紧，就是因为忌惮老祖的存在，一旦被他们知道，我们也联系不上，局势必然恶化10倍，到时玄灵宗必将被他们撕成碎片瓜分。陆青霞也是眼神悲戚，苍老脸颊在满头银发的衬托下，仿佛瞬间苍老了许多岁。他揉了揉墨雨的脑袋，语气慈祥：小雨，你的心情师叔祖能理解，但你们必须走，其他在外的天才，我也命令他们不准返回了。你们将是玄灵宗东山再起的希望，身为这一代天赋最好的弟子，你必须担起这个责任。墨雨目光灼灼地看着他，急忙道：四师叔祖，如果师祖能够踏入化神后期……陆青霞直接抬手打断了他，眼神悲凉道：不可能，别说1个月，就算10年100年，也是希望渺茫。化神后期岂是那么好踏入的？墨雨一脸的无奈，什么时候想说2句实话都那么难了？先别说信不信，你好歹听我说完啊！但2次打断他的可是他最尊敬的长辈，他只好耐心听他们说完。好不容易等到2人停下话头，他急忙哭笑不得的快速说道：好了，您二老别再打断我，先听我把话说完，说完了您2位再做决定。看到他这样子，陆青霞和司马啸天顿时相视苦笑，目光无奈，他们就知道这个犟小子没那么好说服。不过陆青霞早就打定了主意，到时小雨要是赶不走，他就直接打晕了带走。好，那你说说看。陆青霞淡定点头。墨雨清了清嗓子，认真道：首先，我的根基已经完全恢复了，这一点您2老不信可以查看一下。什么？这就完全恢复了？陆青霞顿时一脸的震惊懵逼，
说完飞快上前抓住墨雨开始探查起来，然后脸上的神色那叫一个精彩纷呈，疑惑、震惊、喜悦依次变换不定，最后化成了猛烈的狂喜和惊骇。竟然真的彻底恢复了，太不可思议了！而且刚才小雨可是说了，那丹药能让三师兄也恢复根基，莫非是真的？看着师妹脸上的表情，司马啸天也骤然反应过来，猛地冲了上去。片刻后，一股惊喜猛然涌上他的心头，不但根基恢复了，而且还完好无损，连一点暗伤隐患都没留下。之前听到他还在闭关恢复，他其实内心已经不抱太大希望，毕竟如此严重的大道之伤，能够恢复一半已是天大奇迹，怎可能恢复如初？可是现在看来，这美梦竟然成真了。哈哈，好，老天有眼，我玄灵宗命不该绝，命不该绝啊！司马啸天笑得眼眶湿润，神色癫狂。即便这一次被压垮又如何？1000年以后，我玄灵宗必当重临东域，到时再找这帮人清算。此时的陆青霞比他还激动，整个人都在剧烈颤抖。他伸手指了指墨雨，又指了指司马啸天，激动大喊道：“三师兄，小雨刚才说的，或者真有可能啊？”什么？什么有可能？司马啸天两眼懵逼，显然还没从这巨大的喜悦中回过神来。丹药，丹药啊！陆青霞激动大喊。司马啸天这才猛然一愣，然后一股压制不住的惊喜和希望猛地直冲天灵盖。他张口结舌地看向墨雨，枯瘦身躯剧烈颤抖，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身为玄灵宗曾经的绝世妖孽，一位化神修士，他岂能真的甘心老死在这具残躯里？所有表面看到的淡然，不过是因为无能为力才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伪装罢了。这份痛苦他自己体会最深，何况如今宗门又遭遇灭宗危机，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更是比死了还让他难受。如果真能恢复到曾经修为，再为宗门一战，哪怕战死也无遗憾了。看着忐忑紧张的三师叔祖，墨雨只觉得内心酸楚万分，急忙重重点头。三师叔祖，我就是吃了这种丹药才彻底恢复体质的，而且我的实力也恢复了。这话一出，别说陆青霞和司马啸天，就连柳如玉都惊呆了，纯净清澈的漂亮眼眸睁得滚圆滚圆的。小师弟什么时候恢复修为了？怎么自己都不知道？墨雨没再开口解释，属于元婴中期修士的恐怖气息猛然扩散，将一脸惊诧的三人彻底震傻了。真的，真的恢复了！哈哈，好！司马啸天猛地仰天大笑，眼中含泪，内心100年来的苦闷彻底散去。玄灵宗那个绝世妖孽又回来了，哪怕他自己就此死去，也可以安心瞑目。更何况小雨还拿出了那丹药，此时他对那丹药的效果已经相信了8分。至于陆青霞，内心早就开始翻江倒海，这一切简直梦幻的跟做梦似的。对于墨雨手中丹药的期待开始疯狂提升，内心最坚信的反倒是柳如玉。尽管小师弟说的很夸张，但如果说这话的人是他，那他就愿意相信。等到三人慢慢平静了一些，墨雨这才把玉瓶再次递给三师叔祖，急切道：“三师叔祖，您快服下试一试。”司马啸天刚激动接过，陆青霞就一脸紧张的抬手阻止，眼神中闪烁着空前的凝重。三师兄，还是回清泉峰闭关吧，在这里终究没那么方便。在他想来，这又是修复根基，又是恢复实力的，没几个月都不敢想。谁知墨雨却毫不在意的摇头道：“不用的，在这就行了，反正也不用多久。”不用多久。陆青霞等人不禁满脸苦笑，要不是活生生的例子就站在他们眼前，那是怎么也不敢信的。好，就听小雨的。司马啸天大笑一声，立马盘坐在地，然后倒出一枚丹药，顿时灵气冲天，那淡青色的丹药中竟然散发出淡淡霞光，神异非凡。这不会是传说中的仙丹吧？看到这一幕，另外三人早就惊呆了，之前的怀疑和忐忑瞬间消散无踪，然后内心又开始疯狂猜测小雨是从哪里得到这种绝世神丹的，但却没有人去追问。墨雨也是内心惊叹，系统出品果然不凡。三师叔祖拿出的正是大造化丹。司马啸天没再多想，立马将丹药服下。没多久，他脸上的神色就开始不断变换，由惊到喜，然后是癫狂和期待。三人看了好一会川剧变脸，终于在半个时辰过后，看到司马啸天一脸激动地站了起来。哈哈，恢复了，竟然真的恢复了！修炼数千年的司马啸天也忍不住内心激动，大声地狂吼起来。三师叔祖，这才刚开始呢，你再把另一颗丹药服下试试，我之前都是2颗一起服的。墨雨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淡然一笑，其实内心早就高兴的快要跳起来了。当年三师叔祖为了救他，赔上自己的道途，从此成为一介废人，那痛苦没人比墨雨更能体会，正因为这样他才更加的愧疚难受。
如今他终于将三师叔祖治愈了，只觉得浑身骤然放松，眼眶湿润泛红，殿外的天空都仿佛变得更加明媚光亮。在他内心大发感慨之时，一只柔软小手悄然塞进了他手中，然后食指紧扣他，扭头一看，只见大师姐正一脸安静地站在他身旁，眼眸纯净透亮的好像一汪清泉。他不禁暖心一笑，将那柔衣握得更紧了。服下丹药的司马啸天身上气势不断翻腾，惹得陆青霞急忙再次布下一道结界，然后就看着他的境界来到元婴中期、后期、化神初期，最终停在了化神期中期。但司马啸天并没有马上醒来，依旧在修炼中。刚才那股药力之猛，竟让他有种错觉，好像100年前一直没能冲破的关卡都能轻易冲过去一般。但他知道这只是自己的错觉，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美事，哪怕以后再无寸进也知足了。唯有失去过的人才知道重新拥有的珍贵。他睁开双眼，正想起身，谁知道墨雨又递过来一枚灵气四溢的金色丹药，并认真嘱咐道：三师叔祖，服下这丹药突破试一试。好。司马啸天猛然一愣，但却毫不犹豫地接过，直接丢进了嘴里，然后再次闭目修炼。一旁的陆青霞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不禁焦急的团团转，忍不住焦急责怪道：你这孩子，就算有什么仙丹妙药，也得等你三师叔祖稳固了境界再说啊，怎能在这时候又开始突破？三师兄也是的，那么老的人了，做事还那么毛躁。墨雨忍不住嘿嘿一笑，安慰道：四师叔祖您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您就坐看我们玄灵宗再添一位化神后期修士吧。到时加上师祖，我宗可就有3位化神后期修士，我看谁还敢乱来。看着他自信满满的面容，陆青霞很想说，化神后期岂是那么容易突破的？就像他想要突破到化神中期都千难万难。三师兄虽说天赋惊人，但想要突破化神后期，怎么也得数10年时间慢慢磨。可是想到刚刚三师兄就在他眼前由一个废人恢复到正常，那简直就是神迹啊！要不是亲眼所见，说出去谁又敢信？那么小雨说他能在短期内突破境界，好像也不太离谱了。所以他张了张嘴，终究什么都没说。墨雨看着四师叔祖笑了笑，没再解释。他刚才给三师叔祖的乃是系统奖励的破境丹，反虚期之下，只要积累足够，绝对可以完美突破瓶颈。之所以没马上让四师叔祖也跟着突破，主要是在这个非常时期需要一个高手护法而已。很快，司马啸天身上的气势开始逐渐恐怖，就连元婴初期的柳如玉都感到了一阵压抑。直到墨雨拉着他退出一段距离，这才好受些。看到这一幕，陆青霞的眼神变得无比震撼。他没想到三师兄的突破竟然如此迅速，这实在超出了他的认知。如此看来，刚才自己倒是冤枉小雨了。那丹药简直就是仙丹啊！不只是刚才的，包括之前那2枚，全都不像是凡世之物这等神丹，整个青云大陆都不可有。他忍不住好奇看了墨雨好几眼，这个小家伙身上肯定有天大的秘密。不过他却没有丝毫探寻的意思。想到此等天命之子乃是玄灵宗弟子，他就一阵的激动兴奋。只要度过这次劫难，玄灵宗必将登临青云大陆之巅。如果三师兄能突破，那大师兄呢？应该也可以吧。还有其他师兄，剩下几人虽然离化神后期还远，但只要踏入化神中期，那也足够恐怖了。3位化神后期，3位化神中期，到时就算其他宗门联手也不怵了。想到这，他只觉得内心砰砰直跳。就不知这种丹药小雨还有没有，哪怕还有1枚，那也是极好的。想到这，他再也忍不住内心激动，朝墨雨紧张询问道：小雨，这种丹药你还有吗？看着四师叔祖那紧张模样，墨雨不禁得意一笑，然后故作淡定地说道：也没多少，20枚还是有的。什么？20枚？那么多？陆青霞顿时目光呆滞，整个人都傻了。陆青霞眼眸震惊，一抹狂喜猛然浮现在他脸上，最后忍不住大笑出声。可想到三师兄还在突破，又赶紧掩住自己嘴巴，但眼底的喜悦却怎么也掩饰不住。柳如玉也是一脸惊叹，看向小师弟的眼眸璀璨如星辰，那绝美的精致小脸在明晃晃的阳光下更显得唯美清贵，就像一朵白莲花。思绪飘回到了对方小时候，那时候的小师弟不但言行独特，天赋更是惊人，想不到长大了还是时刻给他带来惊喜。陆青霞没再追问，开始认真为三师兄护法。司马啸天身上的气息越来越恐怖，早已经超出化神中期修士的范畴。时间一点点过去，在3人期待目光中，他就像一柄绝世神兵骤然出鞘，身上光芒璀璨，仿佛仙人临尘，一丝淡淡的法则之力在他身上若隐若现。那凌厉凶悍的气势
差点将大殿都掀翻了。要不是有陆青霞的结界在，甚至会惊动千里之外的修士。又过了好一会，司马啸天才缓缓睁开双眼，眸中神光璀璨。他忍不住嘴角轻笑，一股空前强大的自信，时隔100年再次回到他身上。那原本枯瘦如竹竿的身躯充满了力量之感，韵味无穷。他不禁内心感慨，如今的他才算真正的元神不灭，灵魂不灭，走出了由凡到仙的第一步。一朝游江入海，彻底明悟真我，对大道本源的理解根本不是之前能比。这时一直紧张万分的陆青霞才终于放松下来，然后激动跑到他身边，不可思议的狂喜追问道：三师兄，您就这样突破了？怎么感觉像做梦似的？突破了，师妹你也有这么一天的。司马啸天神色淡定，但内心其实早就激动万分。由死到生，从废人重回高处，甚至再上一个台阶，岂能真的毫无波澜？只是如今宗门面临危局，让他的喜悦锐减无数倍。小雨，这一次三师叔都得谢谢你了。司马啸天微笑上前，慈祥地揉了揉墨雨脑袋，后者顿时眼眶通红，哽咽道：师叔祖这话简直折杀小雨，当初要不是您拼死相救，我早已尸骨无存，倒是这100年来害得您老受尽折磨。好了，不提这些。司马啸天大笑摆手，然后看了旁边柳如玉一眼，又表情严肃道：但一码归一码，你可不能辜负了这丫头，否则师叔祖该揍还得揍你。安静站立一旁的柳如玉顿时一脸认真道：三师叔祖放心，小师弟会对我们好的。那肯定，我绝不会辜负大师姐和二师姐。墨雨赶紧点头，内心却有点心虚，因为他这辈子注定无法再专一。他不禁歉意又心疼地扭头看了大师姐一眼。好了，三师兄，年轻人的事不用我们操心，赶紧去找大师兄吧。陆青霞眼神急切而嗔怪。对，快走。反应过来的司马啸天也没空感慨平复心情了，急忙一挥手，卷起墨雨和柳如玉就朝大师兄闭关之处飞去。四人很快在一座峰顶降落，只见古剑南正面朝夕阳安静盘坐，显然在做最后调整。师弟师妹到来，他并不惊讶，可怎么小鱼也来了？他不是在闭关恢复吗？他赶紧收敛心境，起身无奈道：三师弟四师妹，不是让你们守着小雨别来吗？我这次闭关根本不需要你们护法。大师兄，我们不是来护法的，是小雨有好东西要送给你。陆青霞笑得一脸得意，但古剑南却压根没在意，而是一脸惊骇地看向司马啸天，浑身激动颤抖。三师弟，你怎么不一样了？莫非你恢复修为了？这怎么可能？大师兄，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司马啸天笑得意气风发，我现在已经踏入了化神期后期。说完，独属于化神后期强者的气息悄然弥漫。这一下，古剑南不禁老泪纵横，然后激动地仰天大笑。好，果然天不绝我玄灵宗。宗门这次的危机，没有人比他的压力更大。师伯联系不上，他就是玄灵宗最强战力，所有责任都该他担上，因为他是众人的大师兄。可如今，三师弟不但恢复了修为，还顺利踏入化神期后期，他只觉得压力骤然一轻。直到陆青霞解释完，他还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但师弟还有小雨确实都恢复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好，那今天师祖就好好享受下我乖徒孙的孝敬。哈！古剑南欣慰大笑中，接过墨雨递来的破镜丹，一口吞下，然后盘膝而坐。同时坐下的还有陆青霞，他也准备借助破镜丹踏入化神期中期。对于现在的玄灵宗来说，每多增加一分实力都至关重要。此时的贺兰山脉，刘雨嫣、钱百川、唐飞虎正坐在简陋的办事处，在座的还有10多位近期回来的长老，全都面色愤怒。他们收到返回宗门的消息时，本来还有点纳闷，可在听到关于贺兰山脉的传闻后，顿时意识到事情严重性，急忙连夜兼程赶回。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弟子以及长老目前还没回到宗门。周不语眼神担忧地扫了众人一眼，叹息道：昨天流云宗和幽冥宗又偷偷碰头商议了，今天落霞宗宗主崔成又去见了流云宗宗主焦木飞，恐怕离他们摊牌之期已经不远。他话没说完，远处就传来一道苍老声音：流云宗、幽冥宗、落霞宗、苍兰宗、月神殿，求见玄灵宗诸位道友。众人不禁面色严肃地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担心和愤怒。7大宗门一下来了5个，想干嘛已经不言而喻。这是准备不顾脸面开始硬抢了吗？呵呵，诸位道友请。钱百川淡定大笑，说完率领众人往外走去。毕竟没彻底撕破脸，基本礼数还是要讲的。
这些人真他妈欺人太甚！看着远处缓缓走来的人群，唐飞虎怒哼一声，眼神中充满了滔天怒火。刘雨嫣尽管也愤怒异常，但还在强行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低声劝说道：“武师叔，师傅再三强调，近期一定要忍住，以便给他突破争取时间。”唐飞虎内心痛苦一叹，大师兄为此都拼上自己性命和道途了，他有什么不能忍的？可就怕忍耐也没用啊！师伯已100年未现身，如今遇到这种事都没出现，估计这些人已经开始怀疑，这次来恐怕就是为了最后的逼迫和试探。一旦再无动静，风暴必至。来的有12人，全是化神期修士，另外7大宗门中也就玉雪宗和天剑门，可能是碍于往日情面没来。大家分宾主坐下，品茗片刻。钱百川便开门见山地拱了拱手，平静道：“诸位道友联袂前来，不知有何指教？”哈哈，既然钱道友如此直接，我们也不藏着掖着，希望能借极乐仙子功法一关。幽冥宗太上长老岳不群呵呵一笑，神色淡定，一脸的理所当然。其他人全都在平静喝茶，显然这件事早就商量好了。钱百川脸色越来越难看。我们早就说过，玄灵宗并没有得到什么功法，这一切不过是有人在栽赃。你们在贺兰山脉寻找了将近1个月，难道还没看出来吗？岳不群顿时哈哈大笑，稀疏的白胡须不住乱颤。钱道友，那北边山洞是怎么回事？你不会也说是伪造的吧？刘雨嫣脸色冰冷的接话反驳道：“贺兰山脉如此广阔，想找个山洞何其容易？难道随便在里面找到几件残破灵器，便能证明是极乐仙子的洞府？若是如此，我改天也在你幽冥宗地盘上找个类似地方丢上几件宝物，是不是也可以说那是太极仙翁的洞府，然后让你们交出他的传承？”哼，柳宗主不但人长得美，还伶牙俐齿，难怪能被称为东域8大美人之首。一身红袍的流云宗太上长老杨天赐淡定地放下手中茶盏，轻笑道：“那极乐仙子的赤霞流云金蝉披又如何解释？”对于他的无礼，玄灵宗一众长老全都恼火不已，但众人并未立刻插嘴。刘雨嫣同样内心恼怒，不过脸上却很平静，只是以看傻子似的眼神淡淡看着他。如果杨老前辈要去栽赃一个人，想必也会留下一些和谣言相吻合的东西吧，总不可能在那留张纸条。如果是这样，那杨老前辈未免也太傻了。赤霞流云金蝉披虽是极乐仙子贴身之物，但以他的行事作风，遗失在外也不奇怪，岂能以此作为证据？杨天赐顿时脸色阴沉难看，自己暗讽对方是花瓶，人家就嘲笑自己是傻子，可人家只说是假设，他也不好因此发作，只好冷笑道：“你说的只是一面之词，既然说别人栽赃，那你可有证据？”旁边的唐飞虎实在是忍耐不住了，怒骂道：“别说我们没得到什么传承，就算得到了，那也是我们的机缘，老子凭什么与你分享？你们流云宗的功法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吗？”哈哈，终于承认了吗？杨天赐顿时大笑出声，笑容阴险而狡诈。这无耻的话顿时将唐飞虎气坏了，回屋身躯竟被气得微微发抖，猛然怒吼道：“老子承认你大爷！就一句话，没有？就问你流云宗想怎样？是要开宗门之战吗？开战就开战，流云宗难道怕你？”杨天赐脸色阴沉难看，显然也被气得不轻。既然要战，你还来聊个屁啊！钱百川眼神愤怒，对方压根就不是来商议的，那还忍个毛？原本还想忍耐拖延的刘雨嫣也是俏脸如霜，眼中透露着强烈的杀气。这些人就是来闹事的，就算忍耐也没用。此时其他化神修士却都脸色平静的没吭声，眼中神色闪烁不定。玄灵宗说的道理，他们岂能不知？全因极乐仙子的传承实在太诱人，所以哪怕有一丝可能，他们也不可能放弃，这才故意揪着一点怀疑无限扩大。更何况东域一直有传闻，玄灵宗老祖并不在宗门之内，这种好机会就更加不能错过了。一直没说话的落霞宗太上长老邱元真这才慢悠悠地站了起来，道貌岸然道：“唐道友，虽说那秘籍乃玄灵宗所得，但此等无主之物，一家独吞终究不妥。长生之路漫长枯寂，路上有众道友一起相伴，岂不美哉？赶紧拿出来吧。”其他人也不再沉默，纷纷微笑劝解：“不错，此地虽是玄灵宗地盘，但东西却是前人所留，理当共享。况且这秘籍我们也只是抄录一份，玄灵宗并没有损失，何苦与整个东域为敌呢？本来8大宗门相互制衡，各有各的顾忌，即便是上5国也不能改变这种局面。可要是玄灵宗忽然冒出个反虚期大能，然后一家独大，那他们还怎么活？岂不是都得看玄灵宗脸色？这种情况大家自然是不允许的。说白了，一起摆烂可以，但你要是想奋发图强当人上人，那自然就会被大家针对。
幽冥宗的太上长老岳不群忽然阴险地冷笑一声：“到了如今，我等不妨明言，玄灵宗要么交出双修功法，要么就跟整个东域为敌。10天后，我等将登临玄灵宗，静候答案。”唐飞虎抬手怒指着他，怒极反笑道：“哈哈，一群天天做美梦的虚伪小人，跟你们说话真是累。最后再说一遍，所谓极乐仙子的传承，玄灵宗根本就没有。若是尔等想当布局之人的走狗，与玄灵宗决一死战，尽管前来便是。”岳不群看着钱百川和刘雨嫣，嘿嘿冷笑道：“两位也是这样想的吗？”刘雨嫣眼神冰冷地看着他，霸气回道：“唐师叔所言，便是本宗所有弟子所想，玄灵宗无惧死战。你幽冥宗若是不怕死，尽管前来。”钱百川同样一脸狠厉地扫了众人一眼，怒道：“诸位，言尽于此。若是想和玄灵宗成为死敌，那就来吧。”说完站了起来，已经不想再聊。但那些人却都没有动，相互对视之间，眼中闪烁着犹豫和心动。如果注定要和玄灵宗为敌，现在无疑是个机会，只要将刘雨嫣拿下。大殿内顿时气氛凝重，钱百川等人岂能猜不到他们的想法，顿时神色冷厉地开始戒备，一时间剑拔弩张。五大宗门的人神色犹豫不定，他们原本还以为面对他们的联手威逼，玄灵宗必定会果断妥协，毕竟没有任何一家宗门能硬扛几家宗门联手，哪怕天剑门和玉血宗没有参与也无妨，五大宗门足以横扫东域，无人能挡。这也是各大宗门都没有倾巢出动的原因，就是早料到会出现这种局面。可谁知道玄灵宗竟然那么刚，这就有点尴尬了。现在一旦动手，可就再也没有回头路。最关键的是，万一玄灵宗老祖龙破天还在玄灵宗呢？那他们这样贸然行动，绝非明智之举，搞不好是要死不少人的。一位拼命的化神后期大佬，至少需要4-5位化神中期才能勉强抵挡。至于化神初期修士，就更加危险了。这在场的10多人，可大部分都是化神初期，所以刚才他们才定在10天之后登门，就是想等各宗老祖到了再说，否则面对龙破天，实在有点心虚。反正玄灵宗也跑不掉。众人暗中神识商议完毕，纷纷起身。既然如此，那我等就不打扰了，希望到时候玄灵宗能够做出明智选择，告辞。等五大宗门的人都走后，玄灵宗一众高层才一脸凝重地商议起来。师叔，小师妹，当务之急，我看还是先返回宗门备战吧，这里暂时是顾不上了。内门大长老周不语，眼神沉重地提议道。雷烈和王三牛等一众长老也都急忙点头，压根没有一个人想过要妥协。雨嫣，将情况告诉你四师叔，让他马上阻止你师父闭关，这种情况下突破必死无疑。好。刘雨嫣果断点头。遇到这种生死存亡的大事，作为玄灵宗太上长老的钱百川直接接过了指挥大权。还有宗门里的年轻弟子也让你四师叔遣散了，留在宗内只会白白牺牲，金丹期以下全部送走。这话一出，众人内心更加沉重，这简直就是在交代后事啊。但大家全都毫无畏惧，眼神中透露出无穷战意。玄灵宗从来不怕死战。周不语召集符合条件的弟子回去守护宗门，其他人就地解散。钱百川怒吼一声，声音慷慨激昂，在场所有人只觉得内心热血沸腾，一股狂暴的杀伐之气直冲云霄。对于他们来说，宗门的利益高于一切，哪怕为此而死也毫无怨言。正当众人视死如归地准备着返程时，却见刘雨嫣一脸古怪地走了进来。雨嫣，怎么了？莫非你师父已经开始闭关？唐飞虎一脸焦急。不是，我师父没闭关，听完这边情况后，他只说让我们所有人马上回去。那就好。唐飞虎这才放下心来，但钱百川却是眉头紧皱，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却又说不上来。但他现在也无暇多想，急忙率领所有弟子将值钱的东西打包后，急速返回宗门。区区3万多里，对于修士来说不过是小半天路程而已。可是当众人热血沸腾地回到宗门后，却发现情况和大家想的有点不一样。按照他们的猜想，都这个时候了，宗门里肯定早就鸡飞狗跳。毕竟玄灵宗年轻弟子还是很多的，如果按照金丹期以下全撤离的方案，那么至少有90%弟子要离开。可现在整个宗门虽然也是气氛紧张，但和他们想象的可太不一样了，压根就没看见有一个人离开。难道是那些弟子都不愿意离去吗？这是大家内心掠过的第一个念头。毕竟对于玄灵宗这个护犊子的宗门，所有弟子都是很有归属感的，在这个关键时刻不愿离开实在太正常。钱百川不禁眉头紧皱，忍不住恼火低语道：大师兄和四师妹怎么想的？怎么还不开始组织弟子撤离？就算不想走也要强制他们离去啊。其他人同样一脸不解，不过他们浩浩荡荡数百人立刻就引起了许多弟子注意，
纷纷上前见礼。见过师叔祖、宗主和各位师兄师姐，那些弟子尽管脸色凝重，却没有一丝慌乱。这让钱百川更加确定，大师兄他们恐怕根本就没有撤离弟子。他不禁无奈吩咐道：“你们暂时回去待命，先别轻举妄动。五师弟、雨烟，你们几个陪我去见见你师父。”说完，怒气冲冲的就往主峰议事大殿飞去。当他们几人来到里面时，只见古剑南、陆青霞和墨雨正端坐其中等候。钱百川刚坐下，就挥手布下一道结界，焦急道：“大师兄，现在情况紧急，那五大宗门10天后必然前来，大战恐怕在所难免。宗门这些年轻弟子留在这里已经没必要，还是需要尽快遣散啊。”古剑南淡定挥手：“二师弟不要急，那些人即便前来，也未必敢动手。如今的玄灵宗可不比以前，把我们逼急了，大不了鱼死网破。”钱百川眉头顿时紧皱，眼中一片迷茫。玄灵宗确实不比以前，因为师伯不在宗门了，但这样只会让那些人更加肆无忌惮。可怎么看大师兄反而信心满满的样子？他不觉得这是大师兄傻，肯定有什么事情是自己不知道的。大师兄，莫非师伯他老人家回来了？钱百川不禁神色激动，眼中闪过一抹希望，这是他现在唯一能想到的最好消息。就连唐飞虎和刘雨嫣都是这样想的。没有，师伯暂时还是联系不上。古剑南轻叹一声，眼神微微担忧，他没有卖关子，快速激动地补充道：“是三师弟，他恢复了。”什么？三师弟根基恢复了？这怎么可能？钱百川一脸的惊骇。唐飞虎和刘雨嫣等人同样被震惊得目瞪口呆，一时之间竟然不知说什么。这件事情实在太不可思议，破碎100年的根基就这样恢复了，关键前段时间都没听说过啊。刘雨嫣忍不住将目光偷偷看向了墨雨，他总觉得这事或许和他有关。哈哈，不但恢复了根基，而且实力还更进一步，如今已是化神期后期修士了。古剑南再次爆出了一个核弹，将众人震得七荤八素，面面相觑中目光呆傻，那迷茫的眼神中分明写着怀疑和惊骇。这一刻，空气诡异的安静。第39章底气大增。古剑南眼神激动喜悦，陆青霞更是一脸得意，终于不是只有自己被惊呆了。看着这些人没见过世面般的样子，他就一阵舒爽高兴。这才哪到哪啊！要是知道自己和大师兄也突破了，还不知道他们震撼成什么样呢。想到这，他急忙朝三师兄咳嗽一声：“三师兄，给他们证明一下吧。”司马啸天故作无奈地笑了笑。其实他自己也很想在关心自己的师兄弟面前稍微那么不经意地嘚瑟一下，这些年大家为他们这两个伤残人士可谓是操碎了心。于是独属于化神后期修士的气势猛然扩散，瞬间就笼罩了整个大殿。那气势之恐怖让钱百川都忍不住内心一紧，一股强烈的心悸感油然而生。这一刻的他竟然升起一股浓浓的无力感，这感觉他只在面对师伯时有过，哪怕是化神中期的大师兄也无法给他这么强烈的压迫感。他忍不住心潮澎湃，刻板严肃的老脸因为激动涨得赤红如血。三师弟，你这真是化神后期？你是怎么办到的？钱百川握着司马啸天的手臂，已经激动得快要语无伦次了。这样一来，这次危机未必没机会度过。只要三师弟展露实力，所有人都得深深忌惮，然后思量再三。一直没露面的师伯将不再是破绽，而是更神秘恐怖的威慑。三师弟都踏入化神后期了，谁敢说师伯没可能是在闭关突破更高境界？即便退1万步讲，各大宗门都确定师伯不在宗门，甚至出了事，他们也不敢把玄灵宗给灭了。否则的话，只要三师弟不死，他们就得提心吊胆过日子，出门就得面对死亡，哪怕化神期太上长老也一样。这就是化神后期修士的威慑力。刘雨嫣也深深松了一口气，清冷的脸上笑容璀璨如花，内心压力瞬间卸去了大半。这一刻的他终于可以好好喘口气了。看着师父精致中透着疲惫的绝美俏脸，墨鱼只觉得一阵心疼，眼神柔软万分。和他目光相撞的刘雨嫣急忙心虚扭头，白皙脸颊微不可察地红了下，不过很快又强装镇定。惊喜震撼的众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幕，所有人都在疯狂庆祝。恭喜三师兄，如今踏入化神后期，以后我们说话就不用那么憋屈窝火了。之前看到那帮虚伪小人，我是真恨不得跟他们干一架，可惜又干不过。唐飞虎激动的哈哈大笑，神情狂放。周不语等人也是兴奋怒吼，高兴得像个孩子。直到许久过后，众人情绪慢慢平复，陆青霞这才一脸得意的再次笑道：“不只是三师兄突破了，我和大师兄也一样。现在我们玄灵宗可是有3位化神后期修士，当然，这3位里面没有他的份。”他说的是师伯。什么？你和大师兄也突破了？那大师兄岂不是……这怎么可能？
钱百川彻底傻眼了。大师兄明明前2天才说准备闭关突破，怎么那么快就到了化神后期？不只是他想不明白，刚返回宗门的这些人全都是一脸的懵逼惊骇。要不是说话的是4师叔，要不是已经有3师叔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打死他们也不敢相信。这可比3师叔还要神奇多了。毕竟3师叔闭关100年，说是在期间突破，现在才告诉大家也勉强说得过去。可是师父这是怎么回事？大师兄，4师姐说的都是真的吗？要不你也展示一下。唐飞虎咽了咽口水，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大师兄，粗犷的脸上仿佛见了鬼。古剑南没有丝毫墨迹，恐怖气势悄然扩散。再次感受到刚才一样的压力，大家终于相信了，然后就是面面相觑，脸上都写满了问号。化神后期那么好突破的吗？此时的陆青霞直接跳过了展示环节，然后瞪着周不语几人严厉警告道：接下来要讲的将是宗门绝密，谁要是管不住自己嘴巴，就先给我滚出去。嘿嘿，4师叔，我嘴巴最严了，绝对守得住，你完全可以放心。王三牛憨厚一笑，如此夸张古怪的事，他要是不知道真相，恐怕连修炼都得走神。其他人也是纷纷大声附和，满眼惊奇。陆青霞又犹豫了下，终究没有再赶人。原本他和大师兄的意思是，丹药之秘还是尽量少让人知道为好，哪怕是内门长老都先瞒着。可墨雨却说，这丹药本就是给大家准备的，既然迟早都要暴露，还不如早用早受益。最关键的是，他相信这帮师叔师伯们对宗门的忠诚，绝不会在这等大事上出错。陆青霞再三告诫后，这才严肃道：我们之所以能如此快速突破，功劳全在小雨，是他把这份绝世机缘送给了我们。当然，这机缘大家也有份，只要境界达到了元婴后期或化神期，积累又足够，就可以借助丹药迅速突破。不但可以节省100年时间，而且借助丹药突破的境界反而更加完美无缺。但更低境界的就只能靠自己突破了，这等绝世神丹不多，必须用在关键处。原本按照他们的意思，别说元婴后期，就算化神初期用了都是浪费，最好就是留着化神中期踏入化神后期，甚至是冲击反虚期用，那才叫物尽其用。也就是考虑到现在面临危机，再加上小雨直接就拿出了20枚，这才放宽要求。但也仅此一次，以后除非是冲击化神后期或更高境界，否则绝不乱用。此时所有人都傻了，原来师叔他们是靠小雨丹药突破的，可他怎会有此等神丹？能帮助修士破境的丹药在青云大陆不是没有，但都是给低阶修士使用的，能够对元婴修士产生帮助的几乎没有，更别说是给化神修士使用的了。而且就算是给低阶修士用，也只是小幅度增加突破概率而已，压根无法缩减多少突破时间，更别说什么完美突破，毫无瑕疵了。靠丹药突破的修士基本上都有境界虚浮、战力羸弱的缺陷，比起靠自身突破的修士，战力低了3成不止。可即便如此，这种丹药也是珍贵异常，一丹难求。唐飞虎等人不禁看着墨雨愣愣出神，钱百川更是内心感慨万千，他当初还极力反对宗门不顾一切去为墨雨寻找大道本源，现在看来自己或许真的错了。这种天命之子可是能改变宗门命运的存在，特殊一点，可好像也不是不行。他卡在化神中期已经很久了，而五师弟在化神初期同样磨砺多年，两人一旦顺利突破，即便不算师伯，玄灵宗也有3位化神后期修士，2位化神中期，再加上化神初期的雨烟，以及元婴后期踏入化神期的，这实力谁敢招惹？哈哈，那帮人还想10天后登门威逼，他倒要看看他们还有没有这胆子鱼死网破。过了许久，激动狂喜的玄灵宗高层才逐渐平静心情。唐飞虎忍不住疑惑问道：小雨，这些丹药你是哪里来的？这问题古剑南等人也早就想问了，顿时全都目光灼灼地看着他，眼神中藏着压抑不住的好奇。墨雨微微一笑，掏出在系统买的戒指递给了五师叔祖，这才一本正经道：这是我在100多年前那个神秘遗迹得到的，只是当初一直没能打开，这次恢复修为后却不知为何就打开了，但也只是打开一小部分，我感觉里面还有空间，可惜就是接触不到。五师叔祖你们看一下。墨雨很淡定，这戒指系统介绍得很清楚，只要滴血认主后，渡劫期修士都探查不了，更别说打开了，所以他完全不担心师祖他们能看出什么。听到那些神丹全是出自这枚戒指，而且里面还有未知空间时，大家顿时激动万分。只是外围就得到了这等宝物，要是打开另外那些区域呢？不敢想象啊！心情震撼的一众老人好奇地轮流研究了一圈，却压根看不出什么来。果然是神物，太不可思议了。古剑南感慨摇头，以他的强悍神识，
渗入其中，却仿佛泥牛入了海，连一丝浪花都翻不起。陆青霞等人同样一脸惊骇。如此看来，小雨当初进去的那个遗迹绝对非比寻常，甚至可能是大成期强者的洞府。这戒指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空间戒指了。古剑南脸色凝重，语气惊叹：储物戒指、储物袋很常见，只要在其中刻下精妙法阵，就可以拥有很大的空间。最顶级的储物戒指甚至有数百米方圆，但空间戒指却完全不同。据说乃是绝世大能者割下一方域外空间熔炼而成，体积之广，犹如一方真正的小世界。但是能做到这一点的，至少也是大成修士。看来这东西的原主人来历不凡啊！众人商议一阵无果后，古剑南再次把戒指还给了墨雨，并一脸凝重地嘱咐道：小雨，这东西与你有缘，千万要收好，他日或许还有收获也不一定。是，师祖。墨雨点头接过，他当然知道还会有收获，因为以后从系统买来的宝物要暴露的他都会推到这枚戒指上，那收获可太大了，嘿嘿。正在众人高兴商议着宗门哪些人符合条件先行突破时，在贺兰山脉的那帮人已经隐隐分成了3个阵营，5大宗门、3大寻宝联盟各一伙，剩下的就是天剑门和玉雪宗。由于玄灵宗弟子已经全部撤出贺兰山脉，5大宗门直接住进了矿场，然后安心等待各自宗门老祖前来。他们商议多遍，一致认为玄灵宗老祖很可能真如传闻那样不在东域，甚至不排除已经出世。毕竟玄灵宗的困境已传遍东域，甚至青云大陆其他地方恐怕都能听到。如果玄灵宗老祖没事，岂能直到如今都不露面？内心最兴奋期待的自然是幽冥宗的人。作为玄灵宗邻居，只要对方倒下，玄灵宗的脉矿、药田等资源必然是他们接收的。诸位，那就按照计划，9天之后登临玄灵宗。他们要是不知好歹，可怪不得我们。岳不群得意冷笑：岳道友请放心，我宗老祖不日将至，可笑那天剑门和玉雪宗竟然还故作清高，真是迂腐。流云宗太上长老杨天赐也是大笑点头，脸上泛着一丝矜持和期待。哈，杨道友无需介怀，有我5宗足矣。他们不来倒是好事，免得有些事不好协商。不错，万一玄灵宗至死都不肯交出秘籍，我们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这个所谓的其次，自然就是瓜分玄灵宗的一切。众人开怀大笑，仿佛玄灵宗已经是砧板上的肥肉，可以随便他们任意分配切割。而在贺兰山脉的另一头，天剑门的董守拙和玉雪宗的太上长老穆之秋正一脸严肃地相对而坐。董守拙外貌和蔼可亲，穆之秋却是一脸的不苟言笑，这两人怎么看都是2个极端，但此时坐在一起却又显得异常和谐。董道友，这事你怎么看？穆之秋神色木讷，眼眸深邃如渊，让人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董守拙摇头叹息，此事虽然看似明显，但正因如此反而不可信。玄灵宗若是真得到了那传承，又岂会现场留下如此多的破绽？那些人未必就没怀疑，只是各有私心，才在那装糊涂罢了。穆之秋不禁微微一笑，不置可否。董道友就没想过趁机捡点好处？毕竟依照当下局势，玄灵宗恐怕很难撑过去。董守拙严肃摇头，我们之所以来这里，也只是想碰碰机缘而已。如今既然已经知道机缘不存在，自然就没必要继续。至于他们跟强有何区别？只不过我天剑门也只能做到不同流合污而已。拔剑相助之事，实在是没那个能力。说完之后，董守拙的神色忍不住微微落寞。如果按照他个人的脾气以及和玄灵宗那几位的交情，这件事他肯定得管，但他代表的可不只是他个人，而是整个天剑门。一个不慎，宗门都可能因此陷入险境。他又岂敢感情用事？他无奈地叹了口气，不解道：那玉雪宗呢？为何也置身事外？穆之秋笑了笑，正如董道友所说，有些道义我们没能力维护，但也不会去践踏。况且玄灵宗可不是泥捏的，真把人惹急了，5大宗门也得付出大代价。董守拙眼神诧异，穆兄真觉得玄灵宗还有这能耐？传闻玄灵宗老祖可不在东域。哼，董道友没走，不就是想看看最后结果吗？咱们拭目以待便是。好，我倒希望玄灵宗能挺过去。那帮小人实在有损8大宗门的脸面。董守拙怒骂一声，内心莫名的感到烦躁。卧槽，那么夸张？玄灵宗后山，墨雨正眼神惊骇地看着系统商城里的商品，整个人都吓傻了，然后心脏止不住的砰砰乱跳起来。这等逆天功法，要是配合自己的体质，再加上混沌阴阳法，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别说反虚期，感觉渡劫成仙都不是事啊。第41章无息贷款。功法一栏有4个级别，分为人道、仙道、圣灵道、混沌大道，而他现在点开的
正是最后面的混沌大道一栏。在他想来，要买肯定的买最好的，反正自己还有1500多万气运值，不差钱。造化经，这就是他第一眼看到的功法，恐怖的让他怀疑系统在故意逗他玩。功法介绍：造化经乃天地混沌未开之时，先天孕育的3大最强功法之一。修炼时可直接吸取日月星辰中的宇宙本源，修炼速度恐怖逆天。真至大成后，可无中生有，创造天地万物，驾驭一切法。这简单的介绍看得墨雨浑身激动颤抖。可是当他看完价格后，却沉默了。售价8888888888气运值，整整88亿多。他现在的气运值连小数点后的价格都付不起。他发呆了老天半天，才艰难地移开目光，又瞥了一眼另外2部功法的价格。鸿蒙真经，售价8888888888气运值；道经，售价9999999999气运值。看着那一长串的数字，墨雨再次目瞪口呆。最便宜的都要88亿多，他征服一位气运之女才奖励2000万，就算把自己累死在床上，他这辈子恐怕也买不起。他移开目光，没再看功法介绍，怕自己受打击。系统，商城那么黑的吗？就不能打点折？他满脸不甘的激动询问道。系统的娃娃音充满了震惊和不可思议。嘿，宿主，您知道这3部功法的价值吗？算了，现在跟您说了也不明白。总之您只要知道，即便是大罗金仙都没资格拥有这3部功法的任意一部。要不是因为我，您连名字都没资格知道。您还是先看看人道功法吧。墨雨再次傻眼了，大罗金仙都没资格拥有在他之上，还有化神、反虚、合道、大成、渡劫5大境界，渡了3灾6劫后才能成为真正的玄仙，世人多习惯称之为天仙。传说在天仙之上还有所谓的真仙、金仙，然后才是大罗金仙。这样一算，简直差了一个银河系的距离。他不认命的点开次1级别的圣灵级功法，然后直接先看价格。6道轮回法，售价788888888气运值；89玄功，售价8888888888气运值；他化自在法，售价999999999气运值。他从头看到尾，那昂贵的价格看得他两眼发呆，最便宜的都要6亿多。然后又不甘心的点开仙道功法，看完之后，他内心的草泥马再次奔腾而过，最便宜的都要5000多万，而他现在全部身家也只有1523800气运值。他只好再次悻悻退出，然后乖乖点开人道功法，在琳琅满目的宝典中寻找。无始经，售价2000000气运值；不死经，售价188888888气运值；虚空经，售价16999999气运值。看了一圈，最适合他现在买的是一部玉玄真解的功法，售价148888888气运值，正好将他基本掏空。他死死盯着这本功法的介绍，内心犹豫不决。玉玄真解，天阶上品功法，修炼出的元神法相无限接近于完美，可让修仙者一路修炼到渡劫期，只要天赋足够，有很大几率踏入天仙境。如果是之前的墨雨，看到这里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那可是天阶上品功法，一路修炼到渡劫期，甚至有机会成仙。这种功法他在之前闻所未闻。世间将功法由高到低分为天、地、玄、黄、凡阶5个级别，每个级别又分为上中下3品。而整个东域，别说天阶上品功法，就连地阶功法都没有。就拿玄灵宗来说，最珍贵的也不过是一本玄阶上品功法玄灵宝典，历来只有最核心弟子才能修炼。墨雨猜测，另外7家顶级宗门应该也差不多。但现在一本天阶上品功法就摆在他眼前，只要愿意，马上就能拥有。可刚才他看的高级功法实在太多了，导致现在看天阶功法都有点看不上眼，就好像他前世从车展出来，再看街上那些所谓的美女都觉得不过尔尔。他不禁内心询问道：系统，你觉得我该怎么选？系统的娃娃音平静响起：亲爱的宿主，虽说先修炼天阶功法，以后有好功法再改修也行，但根基终究不完美。对于低阶修士来说，根基是金丹，但放在整个由凡到仙的阶段来讲，最重要的根基乃是元神。只有元神完美无瑕，未来的修仙之途才能一路顺畅无阻。因此在您没有踏入化神期之前，是完全有机会让自己根基真至完美。不过前提是您得拥有圣灵级以上功法，否则到时都得从头再修一遍。墨雨直接听傻了，你是说没有圣灵级以上功法，到时无论修炼到什么境界都得从头来过？不想踏入大罗金仙境可以忽略，但是
您如果不踏入这个境界，到时会很惨。系统的娃娃音其实很好听，但此刻的墨雨却听得心惊肉跳。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您现在不必理会这些，还是先好好修炼吧。系统陷入了沉默，任凭墨雨怎么呼喊，都没有再回答他一个问题。墨雨不禁内心沉重，还是先确定了功法再说吧，现在想这些还太早。他长叹一声，再次打开了个人面板。宿主墨雨，年龄299，境界元婴期中期，体质混沌神魔体，功法混沌阴阳经，气运值15238000，已征服对象柳如玉、苏小柔，待征服对象刘雨嫣 30%。 奖励物品5品级，限制抽奖次数5次，请问是否使用？当他看到最后一栏时，忽然呆了一下。系统奖励的这5次抽奖，他差点都忘记了，也不知道能抽到点什么。不过对于抽奖、彩票这种东西，他向来兴趣不大，因为从来没中过。彩票就不用说了，前世玩刮刮乐的最大收益也不过是20元，那还是在付出200块本金的情况下，所以他一直都觉得那玩意就是给你一个美好的希望，然后再自己亲手打破它。不过这5次抽奖机会放着也不会生利息，还是直接抽掉算了。系统抽奖直接5连抽。好的，丁，谢谢惠顾，谢谢惠，谢谢4连谢，直接让墨雨的脸都绿了。虽说没抱太大希望，但好歹给个安慰奖吧。谢谢个鬼啊！恭喜宿主获得超长年限大额无息贷款机会1次，请问是否使用？这又是什么鬼？无息贷款？墨雨一脸懵逼，自己像是要借钱的人吗？但随即他就想起自己最先看到的混沌大道功法，整颗心忽然疯狂跳动起来。自己要是贷他上百亿，岂不是可以先用后还？系统，这个超长年限是多少年？还有这个所谓的大额又是多少额度？墨雨紧张询问，这可关系到他是否买得起那些混沌大道功法。比起到时候重修，当然是一次性到位更划算。最关键的是，有了更好的功法，实力增长将更加迅速，生命才能得到更多保障。他不想100年前的一幕再重演。没成长起来的天才跟路边野草没区别。根据宿主目前的天赋和潜力计算，最长还款期限是5000年，最大无息贷款额度100亿气运值，可以平均每年定期归还，也可以提前还完。如果还不上呢？墨雨好奇道。如果延期还款，系统将直接从宿主记忆中抹除功法，并收回因系统带来的好处。墨雨听完呆若木鸡，太狠了。可是不等他开口询问，系统就仿佛猜到了他想法，继续道：宿主也不用想着将功法记录或传授他人，没有系统许可，此功法无法以任何形式显于外世。墨雨听完又喜又愁，内心最后一丝侥幸被击碎。他刚刚还想着买下这等绝世功法后和师傅师姐他们一起修炼呢，那才叫利益最大化。看来是自己想多了，系统的防盗版手段简直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再次问道：那我要是购买了其他功法，可以传授给别人吗？混沌大道功法只能宿主自己修炼，圣灵道功法可为他人购买，但每次仅1人可修炼。人道、仙道功法，宿主购买后可自由支配。墨雨听完内心激动异常，超越天阶的仙道功法，别说仙道功法，即便是天阶功法，估计青云大陆都没有。不过他现在也买不起，只能等以后再说了。当务之急还是先贷款100亿，这贷款额度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可是这个还款期限5000年看似很长，但他要贷的可是100亿，也就是说每年最低要还200万。2位师姐每人每天可以产生1000气运值，1年下来就是73万，每年差额就是127万。好在每征服1位气运之女，还会一次性奖励2000万气运值。他如今还剩1500万左右，可以填12年窟窿。只要在此期间再征服1位气运之女，就不会贷款逾期。到时多了一个气运值来源，再加上奖励的2000万，又可以填20年差额。只要在那20年里再找征服1位气运之女，他内心不断盘算着其中风险，脸色凝重。征服师姐看似简单，但那是因为本就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在，而且还不用自己去寻找。但现在除了知道师傅是气运之女，其他的去哪里找？他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万一师傅钻牛角尖，为了躲他或闭关或外出，别说10年100年都不一定。到时光是寻找气运之女，就要耗费无数时间，更别说还要让他对自己产生100%的喜欢和依赖，风险很大。但混沌大道功法的诱惑更大，他决定赌一次，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怕个球。系统，给我贷款100亿。好的，贷款流程正在进行中，贷款已发放，
请宿主自行查看。墨鱼打开系统，静静看着那一长串的数字，在激动的同时又感到了无穷压力，就好比前世贷款买房一样。只不过那时是当房奴，现在是功法奴，共同点就是花钱的时候都得抠成狗了。他再次咬牙返回混沌大道功法一栏，然后看着那3部功法，久久无法抉择。系统，以我的情况，你觉得最适合哪种功法？御师不懂问系统，在这些方面，系统的见识绝对甩他整个银河系，都合适，但最契合您的一定是道经。他又看了一眼道经的功法介绍，内心砰砰乱跳。道经，混沌未开之时，宇宙诞生的最强先天功法，宇宙万法源于道经，修炼到大成后，一念可令宇宙崩塌，6道轮回生灭，那就选它。墨雨毫不犹豫地在道经下方点击了购买。怎么看都道经更猛，而且系统也建议自己选它，那肯定就没有错。看着自己气运值一栏，瞬间回到解放前，他的心都在滴血。这可是99,99999亿啊，也就比100亿少一气运值。想到数天后的事，他又忍痛在商城法宝栏里逛了起来。这次他学乖了，直接在低端货色里面挑，即便是低端，也只是相对而言，他送给颜无忌的极品灵剑属于灵气中的极品，但在这里却上不了台面，因为这里最差的都是灵宝。他现在看的就是一柄长达1.5米，宽有成年人巴掌大小的青色古剑，模样古朴，看着和一般巨剑没太大区别，但介绍却很有性价比。巨灵剑，下品圣器，通过剑中铭刻的法阵，能让反虚期以内修士瞬间爆发出自身10倍威力，但只能连续斩出2剑，随后效果消失，冷却时间10天。售价200万气运值，墨雨毫不犹豫地花钱买下。他第一次觉得这里的东西便宜。这巨灵剑虽然对反虚期以上强者无用，但却是现在宗门最急缺的大杀器。有了它，同阶决战之时绝对一剑一个。看着少了200万的气运值，他不敢再逛了，这些还要留着还贷款呢。给我打开道经，我要马上修炼。墨雨内心激动呐喊。不远处盘坐的柳如玉和苏小柔并没有上前打扰，两人倾国倾城的绝美俏脸上全都隐含忧色。如今宗门虽然实力大增，但要面对的敌人可是5大宗门，岂能不担心？只是对于那等大事，以两人现在的实力，根本就插不上手，也只能干着急。大师姐，您说8天后那些人会知难而退吗？苏小柔终究没忍住，红唇轻启，美眸担忧。相比之下，柳如玉的脸色明显要冷静不少，但清澈纯净的眼底深处同样隐藏着一抹忧虑。她掸了掸微有皱褶的长裙，长身站了起来。树叶缝中穿透而来的阳光，为她修长曼妙的身躯镀上了一层淡淡金色，美得仿佛天仙下凡，如梦如幻。会退的，到时就看谁的决心更大。在这方面，我们玄灵宗从未输过。他语气坚定，像是在说给师妹听，又仿佛是在安慰自己。再有8天，5大宗门以及东域有头有脸的门派世家将齐聚玄灵宗。这道消息早就在东域传得沸沸扬扬，至于玄灵宗附近的势力，更是知道得一清二楚，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们和玄灵宗都有很深的关系，要么氏族中优秀子弟在玄灵宗拜师学艺，要么是家族宗门和玄灵宗有合作。在以往，这是他们能够生存发展的屏障，如今却成为了阻碍。一个不慎，可能就是宗灭族毁的下场啊！因此，很多家族已经开始召唤在玄灵宗学艺的子弟返回家族，并断绝师门关系。有合作的宗门世家则紧急对外宣称自己和玄灵宗已经解除了合作。相比得罪一个即将被灭的玄灵宗，自身安危无疑才是他们最先考虑的。短短几天时间，玄灵宗仿佛成了一堆狗屎，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第43章厉兵秣马。以玄灵宗为中心，方圆10万里内有无数大小势力，其中实力最强的3宗5家向来以玄灵宗附属势力自居，而天火宗就是3宗之一。作为天火宗宗主的烈如灵自然清楚现在的局势。此时看着大殿内的一众长老，他不禁期待问道：陈长老，御剑宗和紫霄阁怎么说？御剑宗和紫霄阁正是3宗里的另外2宗。一位白发老者急忙站了起来。启禀宗主，紫霄阁也发出了和玄灵宗断绝关系的声明，不过御剑宗却保持了沉默，不知作何打算。烈如灵猛然起身，魁梧身躯散发着霸道气息，眼神不屑。玄灵宗已大祸临头，御剑宗还不抓住机会，真是不知死活。不管他，其他5大家呢？白发老头再次回道：王、燕、刘3家已经开始召回在玄灵宗的族中子弟，有不愿回去的，则直接被逐出家族，行事果断干脆。倒是严家和朱家，
目前还没有任何动静，估计是想作弊上官。听到这话，满堂顿时响起一片嘲讽声。不是吧，都这时候还不敢下场，这两家人真是胆小怕死。哈，不错，虽说玄灵宗对我等不错，但那只是相互需要而已。如今的玄灵宗不但不能再庇护我等，还会带来灾祸，划清界限乃是对宗门负责。唉，宗主为了我宗前途着想，不得不做出此等决定，真是忍辱负重啊。是极，宗主无需愧疚，身为一宗之主，当然得为自己宗门着想，至于道义，只能先抛一边了。原本一脸得意笑容的烈如林，这才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感叹道：还是王长老和石长老了解我啊，要不是没办法，谁愿做这落井下石之事。可身为宗主，只要宗门弟子不用白白牺牲，这骂名我背了。想到幽冥宗许诺的好处，他差点大笑出声。玄灵宗一灭，他们能得到的好处虽然不多，但要是真像幽冥宗承诺的那样，可以抄录一份玄灵宗的功法，那可是天大的造化。假以时日，天火宗未必不能成为第二个玄灵宗。哈哈哈！烈如林再也忍不住笑了出来。众人看了丝毫不觉得尴尬，也都跟着兴奋大笑。看着宗主的得意笑脸，原本还想再劝一下的传功长老，最终还是闭上了嘴。他知道自己再劝也没用了。原本按他的想法，即便不支援，也没必要将玄灵宗得罪死。像御剑宗那样，虽然不能让幽冥宗满意，恐怕也没什么好处，但最起码两边都不会得罪太狠，那才是最稳妥的。玄灵宗可是有化神后期高人，让人家记恨上可不是好事。难道真奢望幽冥宗能保护自己一辈子？这时有人忽然兴奋提议道：宗主，既然都到了这个地步，不如直接站队幽冥宗，一起到玄灵宗去看看。不可！不等宗主回话，那位传功长老再也忍不住的大声反驳起来：宗主，我们原本就与玄灵宗交好，如今为了宗门安危，与他们断绝关系就算了，可要是站到他对立面，不但有风险，关键世人会怎么看我们？宗门的脸就彻底丢尽了呀！哼，林长老，你这想法未免太迂腐了，在宗门利益面前，你却只顾着讲脸面。不错，既然已经得罪，何妨彻底一点，这样分好处的时候才能获得更多话语权嘛。但看着其他人的贪婪笑容以及沉默不语的宗主，传功长老不禁满脸无奈地闭上双眼。看来这就是宗主的意思了。一经落，万物生，大家的想法都很美好，但这头金鱼还没死呢，这就着急围上去，就不怕被砸死吗？紫霄阁自然也得到了相应的许诺。此时的阁主罗三思正一脸憧憬地坐在宗门大殿上，消瘦的脸上充满期待。他看了眼台下10多位长老，紧张问道：现在玄灵宗情况如何？龙破天没出现吧？一位白发老者急忙恭敬弯腰：阁主请放心，玄灵宗老祖并未回来，看来传言不假。哈哈，好，那3天后静待结果便是。我们紫霄阁能否再上一个台阶，就看这一次的机缘了。富贵险中求。罗三思的神色陡然放松下来，内心的贪婪和期待开始疯狂滋长。如果要他打前阵，给他10个胆子也不敢去，但现在打头阵的却是另外5大顶级宗门，这就很安全了。他甚至觉得，就连没表明态度的天剑门和玉雪宗也未必没有其他想法，或许只是为了那点面子，或是以往和玄灵宗的交情，这才不好意思直接上门。否则的话，为什么要去贺兰山脉？而且到现在还没走。玄灵宗大势已去，已成东域公敌，也就别怪自己忘恩负义了。罗三思给自己找着理由，顿时觉得心安不少。类似一幕在东域许多地方发生着，面对玄灵宗这头即将倒下的庞然大物，谁都想上去咬上一口。当然也有不少同情玄灵宗的势力和个人，但却没人敢在这时候伸出援手。实力不够又爱管闲事，在修仙界只会死得快。哎，我总觉得这次的传闻有点蹊跷，如果玄灵宗真得到了传承，怎可能这时候还死抱不放？3人成虎，现在假的也得是真的。或许有些人本就不是奔着传承去的。可惜了，8大宗门之中，玄灵宗名声一向不错，想不到竟被人联手围攻。没什么可惜的，5天之后，东域将只剩7大宗门。是啊，玄灵宗这次绝对要完了，真是固执啊！什么固执？那就是愚蠢。面对来势汹汹的5大宗门，整个东域没人看好玄灵宗，除了玄灵宗自己。此时宗门高层正齐聚后山巨灵大阵，为了稳妥起见，众人都是轮流入阵突破。古剑南等人则亲自为大家护法。钱百川在前2天已经第一个突破到了化神后期，此时正在旁边巩固修为。唐飞虎则是在昨天突破到了化神中期。至于刘雨嫣，由于踏入化神期时间太短，目前暂时没去尝试突破。除此之外，还有4位在元婴后期挣扎许久的内门长老，也在准备冲击化神期这道天堑。
此时在镇内的正是周不语，身为内门大长老，他的实力除了不如妖孽小师妹，在众多长老中可谓第一。如今吞下破镜丹不到半天，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化神期。看到他的情况，其他长老也都内心激动期待，心潮澎湃。如果没有小雨的丹药，这个境界他们谁都不敢说有机会，但现在却变得触手可及，怎能不激动？尤其想到几天后的事，他们的心情变得更加迫切起来。他们倒要看看那些人来到玄灵宗后会是什么表情。嘿嘿嘿，眨眼间10天之期只剩1天，但玄灵宗山门前早已经人山人海，修士云集。他们当然不是来做客的，因此全都停在了山门外。其中不乏以往和玄灵宗关系密切的势力，比如王、燕、刘三家以及天火宗和紫霄阁。这几家在以往一直被认为是玄灵宗的附属势力，但如今这几位小弟却全都好似陌生人一样站在山门外，甚至为了撇清关系，为自己的被刺行为找借口，反而纷纷污蔑起了玄灵宗，就好像这场事端是玄灵宗挑起的一般。安静盘坐在山门上空，迎接弟子归来的古剑南压根没有理会外面的一众喧哗和议论，这些跳梁小丑还不值得他动手。最关键的是，他不想提前引发事端，暴露实力，要来就来一波大的，比如杀1-2个化神后期修士，震慑一下其他人，否则类似的麻烦会无穷无尽。想到小雨说的那件圣器，他直到现在还一阵心神恍惚，实在太恐怖。不过经历了最近的一系列神奇事件后，对于墨雨的话，宗门高层早就习惯了毫无保留的信任。待收拾完5大宗门后，再慢慢收拾那些反骨仔吧。古剑南内心冷哼一声，看向那些人的目光犹如看死人。天火宗等宗门小团体此时还不知命运已被注定，为了在幽冥宗面前表现，他们可一直都在声讨着玄灵宗。刚开始他们说话还小心翼翼的，甚至有点羞耻的，但随着说的越来越多，而古剑南又毫无动静，他们胆子变得越来越大，并逐渐理直气壮起来。玄灵宗在他们口中很快成了十恶不赦的恶人。要我说，玄灵宗就是蓄谋已久，否则那山洞中的宝物岂能转移得那么干净？天火宗的烈如灵说得咬牙切齿，好像道侣被人强了一样。一旁的紫霞格格主申天仇同样一脸愤慨的点头认同，老脸上充满悲悯。不错，还好有5大宗门主持公道，否则极乐仙子留下的传承就得被人一家独占了。当年灭妖之战，东域传承断绝最为严重，如今机缘现世，乃上苍对东域之补偿，那应该是大家的。我等即便和玄灵宗有些私意，也不能答应此事，否则就是东域千古罪人。深老高义，我等佩服。唉，要不是玄灵宗执迷不悟，我等何须与其反目？接话的几位白发老头正是5大家族中的王、燕、刘3家老祖，乃是3家的最强者，皆为元婴期后期修士。放眼东域，只要那些顶级宗门的太上长老不出，也算得上是一方大佬了。以往几家之间虽然偶有摩擦，但毕竟头上还有玄灵宗这个大哥压着，表面还算融洽。如今共同背叛昔日大哥，关系反而更加密切了。他们都很清楚，要想在以后分得更多好处，就必须抱团去和幽冥宗等势力谈判，否则一团散沙，人家根本不可能重视他们。因此天火宗、紫霄阁再加上王、燕、刘3家迅速形成了一个空前团结的小联盟。对玄灵宗批判最厉害的也正是他们这几家。至于那些看热闹的，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在玄灵宗家门口终究没敢太放肆。不过东域5大宗门的人显然不在此列，尤其是幽冥宗，前不久刚在玄灵宗丢了面子，正是迫切想找回来的时候。这也是幽冥宗大长老冷青山提前带着一众天骄来到了这里的原因，就是想围堵离开的玄灵宗弟子，借此出点气。可惜却为了个寂寞，少数一些离开的还都是暗中投靠他们的王、燕、刘3家子弟。最近的玄灵宗平静得很，不但没有世人想象中大量遣散弟子的情况，相反，每天紧急赶回的精锐弟子却是越来越多。那是之前外出为墨雨寻找大道本源的弟子，10大天骄中也只有4人没有回来，其中2人正是刘雨嫣的2位女弟子司马飞燕和慕容秋迪，也是玄灵宗另外2位8大美人之2。有人曾戏言青云美色出东域，东域美人在玄灵，说的就是玄灵宗独占东域8大美人起舞的佳话。对于这几位绝色天骄，在场的年轻修士可谓耳熟能详。之所以这一次有那么多年轻人冒险过来看热闹，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想亲眼目睹一下那几位绝色美人的风采。不过看着不断返回的玄灵宗其他天才，许多看热闹的年轻人
却渐渐变得热血沸腾起来。抛开立场不谈，这份视死如归的热血情怀就让人动容。因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回来基本上等于送死，但玄灵宗弟子却毫不畏惧。随着回来的人越来越多，五大宗门的人脸色越来越难看，冷青山更是目光阴沉。这些人回来虽然于大局毫无影响，但气势上却反而压了五大宗门一头，让他心生厌烦。据早就蹲守在玄灵宗山门外的弟子统计，最近这些天，玄灵宗内外门近100位长老已经返回80%，弟子更是回来数千人。在玄灵宗，只有踏入金丹期才能担任执事一职，金丹后期可为外门长老，踏入元婴期则晋升为内门长老。而玄灵宗的内门长老一共有42人，可谓实力强悍，但在五大宗门联手之下，却显得有点弱了。五大宗门的化神期修士就不下于20位，元婴修士更是将近200人。可即便如此，却丝毫不能吓阻玄灵宗弟子回归，这就让人很不爽。看着远处又有10多位年轻修士朝这边飞来，领头的俊秀年轻人还是位金丹中期修士。冷青山再也忍不住内心恼火，大声冷笑道：玄灵宗危在旦夕，你们却还回来送死，简直愚不可及。只见为首的青年眼神不屑地瞥了他一眼，狂傲大笑道：我等玄灵宗行事，你们这些贪生怕死之辈如何能懂？玄灵宗莫问愁，归宗。他身后的年轻弟子也跟着纷纷高声大喊，神情狂放。玄灵宗张小二归宗，玄灵宗穆彩霞归宗。这一刻的玄灵宗山门外，只有这些年轻人的怒吼声，杀气腾腾，视死如归。墨雨追随者杨牧归宗。又一道呐喊声自天外来。话落，一个面目冷峻的黑衣青年背着一柄巨剑骤然出现，赫然是位元婴初期修士。如此年轻的元婴修士，即便在各大宗门里也非常少见，这让冷青山的脸色更加难看，眼中杀气四溢。大胆狂徒，目无尊长，莫非以为我不会斩你？冷青山面色阴沉地看着那个叫莫问愁的年轻天骄，眼神森冷无情。堂堂8大宗门的内门长老，被一个年轻人呵斥为贪生怕死，这让他的忍耐差点到达极限。要不是顾及面子，他早就出手将对方杀了，正好将那个叫杨牧的妖孽也一并收拾。不到500岁的元婴修士，即便放在整个东域，也是最顶级的那一档天才。当然，曾经180岁就踏入元婴中期的墨雨除外，那家伙根本就不是人。尤其让冷青山下杀心的是，这个杨牧还是墨雨的追随者，那就更不能留。这次威逼玄灵宗，五大宗门还是有些意见不一。其中2家认为，如果玄灵宗至死都不妥协，那么杀光对方化神期修士，再将其宗门解散，天骄和一众资源瓜分掉即可。只要玄灵宗弟子不再反抗，没必要杀得太狠，毕竟身为东域顶级宗门，还是要点名声的。至于极乐仙子的传承，如果玄灵宗真的有，最大可能就是在一众高层手中，其次就是那些天赋妖孽的年轻修士。只要将这2者都掌控，就算自己得不到，玄灵宗也不可能再翻身。但另外3家却认为，如果玄灵宗不按照五大宗门要求办事，即便是筑基修士都不能放过，要么归顺五大宗门，要么彻底杀绝。既然已经得罪，自然就要彻底一点，无非就是多死一些人而已。当然，敢反抗仇视五大宗门的弟子，统统都得死，这个跟境界没有丝毫关系。持这种态度的正是幽冥宗、流云宗以及苍蓝宗。在这件事情上，五宗直到现在都没协商好，因此他们3家的对策就是，有机会就尽量将玄灵宗的好苗子全毁了，以免留下不必要的后患。此时冷青山就是想创造机会，将这个杨牧给斩了。至于远处盘坐虚空的古剑南，自然由五大宗门的太上长老去对付。如今各宗除了老祖还没到，化神修士可是基本已经到齐了，对付只有化神中期的玄灵宗毫无压力，这也是他敢这么高调的主要原因。可是他显然低估了玄灵宗的决心。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下一刻，一道身影已经从玄灵宗主峰飞了过来，正是上次将他揍得狼狈不堪的周不语。哼，你冷青山可真是越来越有出息，竟然刁难起我玄灵宗一位金丹修士。周不语的笑声轻蔑而不屑，这让冷青山的脸彻底黑了下去。面对这个一生对手，他只觉得血液沸腾，胸口的怒火差点将他胡须点燃。周不语，你也就今天可以嘴硬了，到了明天，你将成为一具破碎的尸体。冷青山铁青着脸大声怒吼，身体都被气得发抖。但周不语却丝毫没有发火，脸上有的只是不屑和轻蔑嘲讽，就算是破碎尸体，也不可能是你冷青山的杰作。你这辈子注定要被我踩在脚下，你要报仇也只能找我宗门小辈了，真是悲哀啊。周不语的冷静
让冷青山颇有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但更多的却是滔天的愤怒和羞耻。关键自己在前不久刚被对方打败，这让他说狠话都没底气。青山，退下吧，静待明日即可。此时在这里徒费口舌，只会惹人笑话。一位白发白须的老者忽然从远处虚空中飘落，那超凡脱俗的气质，配上一身洁白如雪的长袍，飘渺如红尘仙人。只不过那凶悍冷漠的眼神却破坏了这种气质。不少围观大佬顿时讶异出声，想不到幽冥宗老祖竟然来得这么早，看来对玄灵宗是志在必得啊。呵呵，何止是志在必得，恐怕是要斩尽杀绝才对。嘘，小声点，你们忘了200年前的青尘宗老祖吗？想起那恐怖的一幕，众人顿时噤若寒蝉。那青尘宗老祖当年可是一位化神初期高人，就因为在人群中说了一句幽冥宗老祖行事太过霸道，然后就被正在气头上的有白虎恼怒斩杀。而有白虎正是幽冥宗老祖的名字。当时他杀了青尘宗老祖还不够，又跑到人家宗门内将其门下弟子全部杀光，并逼迫着青尘宗就地解散。用他当时的话来说，你既然说我霸道，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霸道。好在那有白虎不知是脾气变好了，还是压根没注意这些小虾米的对话，并没有找他们麻烦，这才让那个暗自紧张的一方大佬松了一口气。面对一位化神后期的存在，他们这些元婴后期修士压根不够看的。有白虎淡淡瞥了古剑南一眼，冷哼道：你玄灵宗确定要自寻死路吗？古剑南神色平静，是不是死路一条不得试过才知道吗？说不定死的是你呢。哈哈，故弄玄虚，真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幼稚！有白虎傲然大笑，他虽然没看透古剑南修为，却丝毫不惊讶。修士到了化神期以后，神华内敛，实力的强弱更多体现在神魂上，而神魂又是人体最神秘的所在，因此除非高出对方2个小境界以上，否则看不穿对方修为实在很正常。有些化神后期修士不动手甚至看不穿化神初期，古剑南乃是化神中期修士，如今的玄灵宗第一人，即便狂傲如有白虎也不会太小瞧他，但也就那样。要不是顾虑着玄灵宗老祖龙破天，哪里需要什么10天之期？这10天可不只是为了等他们来，同时也是进一步确定龙破天是否还健在。如果这时候都不出现，那很可能已经出事了，各大宗门行事将可以真正的毫无顾忌。如今看来，此事已经可以确定10之8九玄灵宗当面。但再怎么说，对方门内还有好几位化神期修士，他当然不会让幽冥宗一家去面对，反正也不差这么1天。此时的古剑南内心却是蠢蠢欲动，对方虽然来了好几位化神修士，但化神后期却只有白虎一人。如果和2位师弟一起联手，完全有机会在不使用圣器的情况下将由白虎诛杀，那样岂不是可以节省一剑？不过认真思虑过后，古剑南还是放弃了这个诱人的机会。姑且不说能否在对方那些化神修士的眼皮底下迅速围杀由白虎，即便侥幸成功，自己这边也将彻底暴露真正的实力，然后引起整个东域的极度忌惮和敌视。到那时，极乐仙子传承的谣言将变成真的，而且还是深信不疑的那种。那杀由白虎的举动将会带来巨大的副作用。虽然明天一剑斩杀化神后期会更加震撼，但大家的目光却会集中在那把剑上。震慑的效果有了，实力也没有完全暴露，唯一要解释的就是那把剑的由来。而这一点正好小雨100多年前的那次经历可以略微遮掩一二。当年墨雨进入过一位大能修士的洞府之事，东域可是早有传闻，虽然也不保险，但已经是目前能想到的最好办法。想通这些，古剑南没再继续和由白虎打嘴仗，而是转身对着恭敬站在身旁的一众年轻修士吩咐道：在外流浪多年，也辛苦了，回宗去好好休息吧。多谢师叔祖关心，我们不辛苦。众年轻修士高声大喊，神色激动而愧疚。最近100年来，虽然有人中途回来过，但也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大部分人都是100年未归。想不到如今再回来，却是宗门遭遇灭宗危机之时。这就好比在外奋斗多年却毫无建树的游子，忽然听到家中父母被人欺负，那心情之复杂愤怒根本无法言表。感受到众人的微妙情绪，古剑南并没有多解释，只微笑安慰道：平安归来就好，赶紧去和你们师父师兄妹们见见。好，师叔祖，那我们就先行告退了。众人迫不及待地再次一礼，然后急速往宗门飞去。古剑南的目光忍不住在杨木身上多停留了一下，眼中欣慰之色毫不掩饰。很不错，想不到100年不见，你竟然踏入了元婴期，赶紧回去吧，小雨在后山。对于小雨剩下这3个追随者，他是分外的欣赏，不但天赋一个比一个好，
关键心性也都非常不错，能在小雨被废100年还不离不弃，可谓难得。古老，那小子先行告退。对于玄灵宗这位太上长老，杨牧也是分外尊敬。他虽然不是玄灵宗弟子，但门中弟子一直以同门之礼待他，这么多年来早就把自己当成玄灵宗一份子。100年未见公子，本就让他心情激动，尤其是听颜无忌说起公子根基已经恢复，更是让他心脏狂跳，整个人都处于亢奋之中。告别了古剑南，他就迫不及待地往后山冲去。公子，我回来了。正坐在院子里听着颜无忌汇报情况的墨雨，忽然听到了一声兴奋大喊。只见一个黑衣冷脸的高大青年正激动的大步走来，他不禁微笑着站了起来，然后和来人狠狠抱了一下，分开后又在对方胸膛上重重捶了一拳，大笑道：很不错，想不到100年不见，竟然跨入了元婴期。嘿嘿，侥幸而已。得到公子夸赞，杨牧不禁高兴的咧嘴一笑，那生人勿近的冷峻脸颊上罕见的浮现一抹开心笑容。公子能一眼看穿自己修为，看来是真恢复了。直到这时候，他悬着的心才彻底落地。墨雨忍不住冲颜无忌玩笑道：无忌，你可得抓紧了，可别被杨牧抛下太远。公子放心，我会追上他的。颜无忌眼神坚定而认真，本以为自己那么努力，应该可以缩短和杨牧的差距，谁知道别人也没闲着。他不禁大步来到杨牧跟前，健壮胳膊在对方消瘦肩膀上狠狠拍了拍，冷哼道：老杨，你别得意，我很快就能突破，我会赶上你的。杨牧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嘴角微撇：我等着，不过你还是先追上陈飞雄再说吧，他如今可是金丹后期，估计今天就能回来了。颜无忌的目光顿时变得更加凝重万分。陈飞雄也金丹后期了，他确实是到了突破之时，不过很快可就未必。修炼之中的每个关卡可都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等这次宗门危机度过后，得加倍努力修炼了，否则再说自己是公子追随者，丢的可是公子的脸。正在他认真思考时，墨雨却递过来一枚灵气4亿的丹药，语气平静：服下试着突破看看。颜无忌眼神疑惑，不过对于公子的话却没有丝毫质疑，接过丹药直接丢进了嘴里，然后就眼神一震，随后惊喜万分。一股恐怖的神秘能量正在他体内急速游走，狂暴冲击着他体内那道固若金汤的关卡。他顾不得内心惊骇，急忙盘膝坐下开始突破。一旁的杨牧早就看呆了，这就开始突破了？公子给的到底是什么仙丹妙药，竟如此神奇？自己当初要是有这丹药，哪里需要花费数年时光去突破？这小子还真是命好。杨牧不禁小声的嘀咕一句：你暂时用不上，等需要了再找我拿。墨雨好笑的瞪了他一眼，杨牧急忙尴尬摇头：公子，我自己可以突破，此等神物还是您留着用，我突破不需要这东西。墨雨微笑摇头，却没有多解释。以道经的玄奥再加上混沌阴阳经的恐怖辅助作用，他的修炼速度简直堪比光速，离元婴后期只剩半步之遥。当然，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功法的缘故，也有他之前100年积累的功劳。那些年他修炼的灵力虽然无法被丹田存储，却散入了4肢百骸之中，如今重拾修行可谓水到渠成。至于破镜丹，虽然珍贵，但商城之中也是可以买到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一枚需要20万气运值，但和它的作用比起来，这简直就是白菜价。因此他留下的那9枚自然是身边谁用得上谁先用。趁着颜无忌突破之时，杨牧又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说了下。墨雨听得内心动容不已。杨牧言语虽然轻描淡写，但其中危险他却可以想象。不过这些都过去了。墨雨拍了拍他肩膀，自信笑道：以后我带你们飞，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山巅。这一刻的杨牧发现当年的公子又回来了，不禁眼眶泛红的重重点头：好，到时我还给公子牵马执剑。可刚说完，他又心情沉重起来。公子是恢复了，但玄灵宗这一关又该怎么过？墨雨瞥了他一眼，不由轻笑道：无需担心，明天我们负责看戏即可。看戏？杨牧眼神疑惑，内心猛然浮上100个问号。第二天一早，玄灵宗主峰气氛肃穆，近100年来，宗门弟子从未如此齐整过。这近万弟子里，至少有1/3都常年漂泊在外，如今终于齐聚一堂。但大家久别重逢的喜悦全被即将到来的危机所冲散，而后化作一股冲销杀意，愤怒压抑，视死如归。所有人在回来之前都想到了最有可能的结果，那就是死。但即便这样，他们依旧回来了。今天将是他们的绽放之时，他们要让整个东域看看玄灵宗弟子的风采。至于个别已经离去的人，早就算不得玄灵宗门人。
古剑南率领着一众高层，肃穆地站在队伍前方，眼中闪烁着欣慰和骄傲。遇到这等灭宗危机，这些弟子依旧急速赶回救援，这就是玄灵宗的气质。汉不畏死，一往无前。他不禁扬声大笑道：以前玄灵宗也曾遇到过无数危机，但我们都靠着团结走过来了。今天五大宗门以及那些想捡便宜的小人，想要再次见识一下我宗弟子的风采，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做？杀！杀！杀！万人怒吼的声浪直接传到了百里之外，那恢宏肃杀的气势让围观者听得心惊胆战，而后就是无尽的羡慕和敬佩。不管玄灵宗能否挺过今天这关，但人家这气势就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即便是五大宗门的高层也忍不住内心酸溜溜，这要是自己宗门遇到这情况，恐怕弟子早就跑了一大片。下一刻，玄灵宗弟子就在古剑南等高层带领下，浩浩荡荡地站在了山门前，气势恢宏。与之相对的，正是以五大宗门和烈风国为首的大军，同样人数众多，强者如林。那滔天的恐怖气息将方圆百里的空域激荡得沸腾翻滚，骇人无比之余，站在五大宗门旁边的烈风国皇太子陈继业，眼神却是死死盯着三妹陪伴的墨雨，恨得咬牙切齿。不过想到今日过后玄灵宗的下场，他又一阵兴奋。这三位绝世美人，到时至少有2位会是他的，这是已经说好的，嘿嘿。今日来到此地的几乎囊括了东域大半的力量，不但敌对双方都到了，许多中立势力也站在了远处空域观望，其中就包括天剑门和玉雪宗。虽然其宗门老祖没来，但几位太上长老却都到了。哎，这一关玄灵宗恐怕很难度过了。玉雪宫的太上长老穆之秋神色感慨，龙老前辈看来是真出了事。董守拙也是凝重点头，内心腾起一股无名火，让他憋屈的难受。这其中有对五大宗门的愤怒，也有对自己以及所有袖手旁观之人的不满。但在修仙界，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图之奈何。正在几人皱眉交谈时，远处人群忽然一阵骚动，只见一条身躯长达10多丈的巨大蛟龙正破空而来。那凶悍霸道的妖兽威势毫不遮掩地朝四周疯狂扩散，让一众低阶修士看得脸色煞白。在他的头颅上则端坐着一位青袍白发的枯瘦老者，面目冷漠，目光锐利深邃。见到成龙老人出现，不少人顿时惊呼出声：卧槽，这蛟龙想必就是流云宗的看山兽了，据说乃是元婴中期的亚血蛟龙，不愧是流云宗老祖啊，出行都用元婴妖兽当坐骑，这底蕴实在是不得了。妖兽肉体强大，神魂雄厚，想要征服一头妖兽，至少得高出一个大境界才能办到。尤其是这种蛟龙，由于拥有一丝上古神龙血脉，神魂更是比普通妖兽强大无数倍，想要驯服为坐骑更是难上加难。议论声中，自持有点身份的全都一脸得瑟的上前与那老者见礼，但凡能得到对方点头或微笑回应，都会露出一脸与有容焉的傲娇表情，仿佛这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玄灵宗方向，古剑南正认真地为墨鱼等年轻天骄介绍着，这是流云宗老祖杨烈，化神后期，也是流云宗太上长老杨天赐的亲叔叔，做事阴狠不择手段，你们遇见他要特别小心。是。墨鱼等人认真点头。在几人说话间，又有一位红衣白胖老头脚踏一只红色葫芦急速飞来，那葫芦至少有普通房子那么大，再加上老头一身红衣，滚滚而来之时仿佛一团火烧云。古剑南继续平静介绍，这是落霞宗老祖贾半城，是其宗门太上长老邱元真的师兄，化神后期修士。他脚下的9件葫芦乃是中品灵宝，不但可以蕴养刀剑等各种法宝灵器，就连丹药灵草、酒水等物放入其中，也能增加许多奇效。为人喜怒无常，爱喝酒，逛青楼，常于谈笑间杀人，又被私下称之为笑面阎罗。墨雨不禁暗自咂舌，看着那笑眯眯犹如慈悲弥勒佛的胖老头，怎么也无法将这些评语和他对应上。哈哈，古长老，你们可曾想好？几人说话间，那弥勒佛一样的胖老头正笑眯眯地朝这边走来，看那慈善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在问你今天吃了没。古剑南霸气冷笑，没什么好想的，谁敢往玄灵宗头上扣屎盆子，我们就斩断谁的手。贾半城笑呵呵地停在玄灵宗队伍前方100米处，白胖脸上没有丝毫生气的迹象。哎，年轻人就是容易冲动，你师伯不在，我们这些长辈实在不忍心看你迷途不返，把极乐仙子的传承交出来吧，那东西属于整个东域修仙界，而不该是某个人，否则我们东域永远会被其他3域看不起，这是我们不允许的。哈哈，古道友说的没错，这正是我等内心所想。一道苍老的大笑声从天际传来，只见3位白须白发的老者正盘坐在一方巨大的金色石印上，联袂而来。
那超凡脱俗的气质，缥缈圣洁如仙家中人，让下方无数修士看得神往不已。至于那石印，一看就知道绝非凡品，散逸的气息中竟蕴含着一丝法则之力，这至少也是剑中品灵宝。此时许多老辈修士已经认出那三人，正在为自家后辈介绍着。通过周围的议论，墨鱼也对这三人有了初步认识。面目冷漠、白衣白发的幽冥宗老祖幽白虎，身材高大魁梧的镇魔宗老祖江峰，还有个一身青衫纹饰打扮、气质儒雅的苍兰宗老祖魏道子。全是化神期后期。那五人收起法宝，傲立屹立在玄灵宗山门前的上空，一个个仙风道骨，气度超脱，无形中散发的恐怖气势，让一众围观者忍不住脸色肃穆惊骇，内心震撼不已。这里面的每一个可都是东域最顶级的存在，足以一人灭一宗。如今却一下出现5个。最后问一句，玄灵宗确定要独占传承吗？幽冥宗老祖幽白虎一脸淡漠的冷笑逼问。古剑南神色平静地站了出来，却没看5大宗门的几位老祖，而是朝着四周认真道：我再次向天下人声明，玄灵宗除了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功法，从未得到过任何传承。这句话我玄灵宗只最后说一遍。说到这，他这才将目光看向了幽白虎，冷笑道：至于某些别有用心的小人，不怕死就来与我一战。什么？他怎么敢的？尽管大家都隐约猜到了玄灵宗的决定，但见他们如此强硬，围观者依旧一片哗然。玄灵宗这下彻底完了，从此以后东域将只有7大宗门了。无数人复杂叹息，而有白虎的脸色却是彻底黑了下去，眼中杀意沸腾。既然如此，那自己就成全他把玄灵宗。过刚一折，他们怎么就想不透？远处观望的董守拙忍不住懊恼一叹，不用再看，他已经猜到了结果。5大宗门合力，再加上那些虎视眈眈的各方势力，玄灵宗必然覆灭。一旁的玉雪宗太上长老穆之秋也是眼神复杂。玉雪宗和玄灵宗关系只能算不错，但没人知道的是，他师父和玄灵宗老祖龙破天却是颇有渊源。如果力所能及的忙，他是愿意帮的，但如今局面已经超出了私人情谊，这一个不好，可就是宗门存亡之大事，岂能儿戏？表面上看，玄灵宗面对的是5大宗门，但背后还有上5国中的其他3国参与其中，这也正是他师父没有露面的主要原因。除非他们玉雪宗和天剑门有勇气压上一切去相助玄灵宗，那或许还有3成机会。但是别说天剑门不可能同意，即便是他们玉雪宗也不会这样做，因为风险太大，而且毫无益处。除非玄灵宗手中真的有极乐仙子的传承，并愿意和他们一起分享，但这个可能性到了现在已经无限缥缈。要么玄灵宗真的没有，要么就是有却不愿意拿出来，否则早些时候再就应该拿着功法结盟来了。2人的念头只是一瞬间，但现场对峙的情况却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玄灵宗弟子怒气冲霄，视死如归。5大宗门那边同样人多势众，士气旺盛。有道有且慢，容我先说2句。相貌儒雅的苍兰宗老祖魏道子微笑着拦住了脸色阴沉的幽白虎，这才转头看着古剑南轻笑道：古道友，你自己要挣扎也就罢了，何苦连累你身后这些弟子白白送死呢？不如就让各自顶尖修士论道一番吧，生死有命，如何？古剑南不禁冷笑道：正合我意。听到他的话，5大宗门老祖不禁相视一笑，这古剑南还真是愚蠢。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对方弟子还是自家弟子，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早就被他们视为自己的财产，自然不希望爆发大规模战斗，平白受损失。他们之前最担心的就是玄灵宗直接解散宗门，然后高层精锐全部隐匿逃遁，那样他们就得时刻面对无数的暗箭和偷袭。但现在玄灵宗却选择了最愚蠢的方式，竟然不自量力的企图和他们亮明车马，直接硬刚。这几天看到玄灵宗丝毫没有逃走的打算，他们都差点乐笑了。匹夫之勇与自杀何异？既然如此，你可在我等5人中随意挑选1人为对手，既分高下，也决生死。幽冥宗老祖幽白虎冷傲一笑，压根没把古剑南放心上。不只是他，周围除了玄灵宗少数高层，几乎没有一个人看好他。化神中期和后期的差距，说是天堑也不算太过分。古剑南天赋虽好，但能踏入化神后期的，哪一个不是绝世天骄，败局已定？既然你想先死，那就选你吧。古剑南语气平静，但沧桑的眼眸中却掠过无穷杀气，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听到他的选择，周围人丝毫不意外。幽冥宗和玄灵宗的过节几乎无人不知，不只是因为邻居之间资源和优秀门徒的争夺，更因为100年前墨雨被暗算一事，玄灵宗一直怀疑其中有幽冥宗的影子，这才导致当年差点开战。
全场数万人此刻却是鸦雀无声，但在五大宗门后方的一处阵营，却忽然传来一道激昂的呐喊声：祝有老钱被旗开得胜，为我东域主持正义！所有人的目光不禁朝呼喊声处看去，许多人立刻认出了那人，顿时一脸错愕。天火宗宗主烈如林，这宗门之前不是一直以玄灵宗马首是瞻的吗？这是，估计是弃暗投明了，但这也太积极了吧。那人不好说太不要脸了，但脸上的鄙视之色却怎么也掩饰不住。不跟着玄灵宗一起送死，大家都能理解，但你背刺的那么明显，就有点不是人了。看到大家的眼神，烈如林虽然脸色微微尴尬，但目光却非常坚定。幽冥宗要他们干嘛的？不就是用来当面打脸玄灵宗的吗？否则以他们这种实力，幽冥宗怎么看得上他们？果然，听他的喊声以及周围诧异惊讶的议论声，有白虎的脸上顿时露出一抹高兴之色。这时，原本还在犹豫的紫霄阁以及王、燕、刘几家，也再无顾忌地拍起了马屁，纷纷大喊：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玄灵宗贪得无厌，我等自不能再助纣为虐。不错，幸甚东域尚有老前辈等一众修仙界魁首，为我等底层修仙者主持公道，否则真不知何年才有的亏大道的一天。是啊，玄灵宗当灭，否则东域难有宁日。几人越骂越狠，最后更是说得咬牙切齿，仿佛和玄灵宗有深仇大恨似的。现在的局势已经很明朗，玄灵宗必垮无疑。既然已经下注，索性赌大点，这样才能拿到想要的。富人可以只赌自己身家的1%，但穷人没那资本，只能全押。此时玄灵宗弟子顿时被他们的无耻言论激怒了，一个个怒火高涨的恨不得生啃了他们。无耻小人，卖友求荣，还以此为荣！你们这两宗三家，他日必定不得好死！老祖，下令吧，先灭了这帮狗东西再说。一帮落井下石的狗东西，当初摇尾乞怜的时候，怎不见你们骂一个？别说年轻弟子，就连太上长老唐飞虎，要不是被四师姐拉住，都差点杀过去了。墨雨同样眼神冒火，他冷着脸淡淡看了那几家人一眼，目光冰冷的仿佛在看死人。这帮人今天必死，但却不是现在。肃静，没我命令，谁都不准胡乱出手。古剑南同样在压制着怒火，但还是强行喝止了即将暴走的宗门弟子。如果全面爆发冲突，玄灵宗必败无疑。最有效的方式是由他出面杀鸡儆猴，唯有这样，玄灵宗才能安然度过这次危机。否则，即便他有盛气，玄灵宗一样扛不住对面群起而攻之。众弟子虽然被气得脸色涨红，却没人敢违抗太上长老的命令，只好咬牙忍住。看到这一幕，有白虎再也忍不住的哈哈大笑起来，看向古剑南等人的眼神嘲讽而轻蔑。100年前，两宗虽然没有打起来，但幽冥宗却是被对方气到了山门前。当初龙破天仗着战力强悍，对他可是毫不客气。关键那时候的他还没底气和对方拼命，因此气势上始终被对方压了一头。最后还是各大宗门老祖出面，这才没有打起来。堂堂化神后期大能，一路走来都是顺风顺水，备受世人尊敬和崇拜，何曾受过那等羞辱？今天，当时他彻底洗刷耻辱时，古剑南，老朽今天就让你知道，化神期后期大能者到底有多恐怖。那不是你一个化神中期可以想象的，上来受死吧！哈哈！有白虎狂傲大笑，说完瞬间出现在10里外的虚空中，一手背负于后，一手指着古剑南，那自信无敌的霸道气势让一众围观者看得震撼不已。真是越老越猖狂啊！古剑南轻叹一声，然后从旁边墨鱼手中接过一柄青色剑鞘的古朴长剑，飞身而上。看到这一幕，现场一片肃穆安静。以化神中期修为迎战化神期后期大能，这份果决和勇气不是谁都有的，这可是生死决斗，而不是论道比武。修炼到化神中期何其不易，那几乎是东域最顶尖的存在，身份高贵，大道可期，还拥有数千载寿命。可以说，修士是越到后面越惜命。除了长生大道，已经很少东西能让他们以命相搏。但今天的古剑南却给他们上了一课。远处观战的董守拙忍不住感叹一声：古道有之勇气，非常人所能及，让人钦佩啊！穆之秋同样悠悠一叹，可惜今日结局已定。不只是他们，所有玄灵宗弟子也都露出悲壮愤怒之色。化神中期的太上长老，这是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玄灵宗的最后荣耀啊！哪怕明知不敌，恐怕今日过后，玄灵宗即将落幕了。但那又怎样？誓死捍卫宗门，死战不退！有人高声怒吼：捍卫宗门，死战不退！接二连三的怒吼声响彻天地，最后汇集成一道整齐划一的滔天洪流。
所有玄灵宗弟子全都吼得声嘶力竭，血脉喷张，眼中充满了同归于尽的煞气。一股惊天的杀伐气息从玄灵宗方向冲天而起，搅动的上方空玉气浪翻滚。周围观战者无不骇然动容，内心惊惧。玄灵宗今日之气势，果然不负以往彪悍凶狠之名，堪称东域第一猛。即便是5大宗门弟子长老，也都看得心惊胆战。还好不是大混战，否则即便人数有优势，5大宗门也绝对要死不少人。正在这时，远处又传来一道豪迈怒吼。御剑宗傅天雄率门中长老前来支援，来迟之罪，望玄灵宗诸道友海涵。众人扭头看去，只见东北方向一队20-30人的金丹修士队伍正急速飞来，为首的是个身材魁梧、面目粗犷的中年元婴修士，一身黑色长袍更让他添增了几分肃穆威严。看到这帮人出现，四周顿时爆发出巨大议论声。不是吧，御剑宗竟敢在这时候来支援玄灵宗，这不是找死吗？是啊，这傅天雄果然和传闻中一样，鲁莽豪迈有余，脑子却不太够用。确实，这时候来送死简直愚蠢至极。老实说，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的，敢在这时前来，试问诸位谁有这勇气？一老者轻声叹息，顿时让身边的嘲讽声小了不少。据说当年御剑宗差点被灭，正是玄灵宗出手救下的，这傅天雄倒是条知恩图报的汉子。反观天火宗和紫霄阁以及另外那3家人，多年来受玄灵宗恩惠还少吗？可到头来别说支援，反而冲到最前面落井下石，这才叫让人心寒啊。随着这话落下，那一小片区域的嘲讽声彻底消失。虽然他们做不到这样，但并不代表他们不喜欢这种人，谁不希望自己朋友都是知恩图报的好人？周围的议论声，天火帮烈如林等人自然听到了，不禁脸色羞恼万分。但说这种话的人实在太多，即便是他们也不好得罪，只能将满腔怒火发泄到御剑宗身上。可是他们的冷嘲热讽还没来得及开口，一道略带自嘲的苍老大笑声又从远处传来。哈哈，看来天下并非所有人都没良心，傅小子你很不错，最起码比老朽强。话语落下，场中已经多了一位仙风道骨的慈祥老者，正是天剑门太上长老董守拙。傅天雄急忙恭敬行礼，面色认真。董老前辈过誉了，玄灵宗对我宗有大恩，做人当知恩图报，否则与某些猪狗何异。说这话时，傅天雄那牛眼般的大眼睛直接就怒瞪向了天火宗一帮人，简直就是指着鼻子开骂了，顿时将烈如林等人气的脸色铁青。王、燕、刘几家的家主也是一脸羞愤，最后忍不住恼羞成怒道：姓傅的，你自己想找死，还拉着宗门一起陪葬，简直就是愚蠢如牛。不错，身为宗主，当为宗门谋福利，你为了一己名声，全然不顾宗门存亡，有什么资格在这嘲讽我等？傅天雄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高傲冷笑道：尔等猪狗，不配与老子说话。姓傅的，你是想找死吗？傅天雄那傲娇的眼神以及轻蔑话语，彻底将天火宗一众人等的憋屈怒火点燃了。可是还不等他们继续发作，古剑南却是淡淡瞥了他们一眼，冷漠道：莫非以为找到了新主人，我就斩不得你们了？面对古剑南的突然警告，几人顿时内心一凛，闭口不敢再乱说话。如今的玄灵宗已经准备鱼死网破了，这时候再去刺激他们，要是逮着自己这些人报复，即便有5大宗门在，恐怕也未必安全。这时的董守拙才腾空来到古剑南面前，满脸愧疚的起手一礼，歉然道：古兄，你我相交多年，今日玄灵宗有难，董某却未能出手相助，实在是惭愧难安啊。哼，董兄言重了，你我皆不是自由身，各中苦衷，古某岂能不知？此事无需在意，只要不是前来为难我玄灵宗的人，以后依然可以是朋友。董兄且到一旁，看我斩敌。古剑南豪迈一笑，又扭头朝玄灵宗方向吩咐道：雨烟，有客前来，安排弟子接待，不可失礼。是，师尊。刘雨烟恭敬应声，然后亲自朝御剑宗方向迎去，墨雨等人紧随其后。这个时候还敢前来支援，这个傅天雄和御剑宗倒有点让墨雨刮目相看，以后有机会或许可以送他一场造化。此时一直站在空中安静等待的尤白虎早就已经脸色阴沉难看，忍不住冷哼道：古剑南，后事交代完了，就赶紧来受死吧。站在他对面的古剑南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而后笑容一脸怜悯道：尤白虎，你应该庆幸是他们的到来，让你又多活了一会，现在你该去死了。这话一出，周围顿时一阵惊诧震撼。古剑南是哪里来的自信？他的对手可是化神期后期的大能。尤白虎同样不可思议，而后气急反笑的阴森道：区化神中期也敢跟老朽说这种话，真是可笑，给我死！说完一掌拍下，天空瞬间昏暗无光，
一只巨大无垠的金色巴掌猛然朝古剑南镇压而去。那巴掌至少有万丈之巨，速度却快如闪电，其中蕴含的恐怖气息将方圆百里空域激荡得翻滚沸腾，狂暴的灵气疯狂肆虐四周。这一刻，围观者无不骇然变色，许多低阶修士只觉得浑身僵硬，难以动弹，即便是元婴修士都忍不住升起一股无力感。化神大能之恐怖，果然匪夷所思，虽是随手一击，亦有毁天灭地之威。玄灵宗弟子全都眼神担忧，双拳紧握。在老祖不在的情况下，如果太上长老都挡不住，那今天玄灵宗将再无机会。在众人的担忧目光中，古剑南忽然微微一笑：“我有一剑可斩化神。”话落，一道惊天剑芒忽然从他手中飞出，划破天际，带着毁灭气息骤然降临此方天地。那一往无前的气势，仿佛可以将天都斩破。看到这一幕，原本还一脸从容的游白虎猛然后背一凉，一股浓烈的恐惧和惊骇疯狂掠上他心头，眼中更是充满愤怒和不可思议，忍不住不甘嘶吼道：“怎么可能？你……”古剑南根本不是化神中期，而是化神期后期啊，境界已经和他们一样。最关键的是，这一剑的威力太恐怖了，说是半只脚踏入了反虚期他都会信。但现在的游白虎压根没时间继续思考，那道恐怖剑芒已经将他的巴掌法印直接斩碎，而后势如破竹地朝他狂暴斩来，犹如一条肆虐人间的上古妖龙，不可阻挡，难于躲避。他整个人就仿佛被那道剑芒锁定了一样，这让他忍不住心头亡魂大冒，数千年修道得来的平静心境在死亡面前濒临崩溃。我不信，我可是化神期后期大能。有白虎边吼边汇集全身灵力，仓促间化为一道金光璀璨的坚固护罩。对攻是不敢想了，他只祈求自己能够扛过这一剑，只要顶住这一剑，其他人必然可以反应过来，然后出手救援。到那时，他就算是躲过了这一劫。至于输赢和面子，在死亡面前狗屁都不是。但是他显然还是低估了古剑南这一剑的威力，被他寄予厚望的金身护罩在那道剑芒面前脆弱如纸片，他只感到浑身一震，然后身体就被斩成了两半，而被斩开的身体还在瞬间剧烈燃烧起来，一股冰冷如九幽寒冰的冷意将他彻底侵袭。神魂颤抖中，无尽的悔恨如潮水般涌上他心头。那柄剑太恐怖了，绝对不只是极品灵宝。如果早知道对方手中有此等神物，哪怕没有踏入化神后期，他也不会来打这个头阵。原本还想多出点力，好在后期多分点好处。身为玄灵宗的邻居，幽冥宗也确实有这个优势，可惜现在一切都成空，肉身已毁，即便找到合适的肉身夺舍重修，修为也再无法达到如今的境界。在这些念头闪过的瞬间，他的元神已经狂暴飞出，同时凄厉大喊道：“诸位道兄，救我！”慌乱的呼救声响彻全场。为了加速逃脱，他甚至施展了血遁之术，急速往五大宗门处飞去。现场惊骇中的围观修士只觉得犹如做梦，一阵不真实。此时，落霞宗老祖贾半城、流云宗老祖杨烈、苍兰宗的魏道子以及镇魔宗的江峰等人，却猛然从惊骇中反应过来，急忙对视一眼后，同时召由白虎的元神飞去。这个关头，各宗再不团结，恐怕会变得很被动。谁也没想到，古剑南竟然踏入了化神后期，而且刚才那一剑实在是恐怖如鬼神。还好和他对战的是有白虎，要是换了自己，下场不会有丝毫不同。这让他们的内心对有白虎感到一阵同情和感激。幸亏死的是道友啊！两方人马本就相隔不远，再加上有白虎的元神血遁之术，速度还要超过本体相向而行之下，眨眼就躲在了五大宗门背后。本想将元神一起斩灭的古剑南，只好无奈放弃。不过他也没有太在意，有白虎即便找到合适肉身，想回到现在的境界也不可能，而且那时间至少也是100年计。最终有白虎的元神被幽冥宗太上长老岳不群谨慎地收进一枚古朴玉碟中，然后紧张地看着古剑南，显然是怕他继续追杀。这个时候，所有幽冥宗弟子全都陷入了一股悲伤忐忑的氛围之中。宗门老祖就这样被人家一剑斩杀了，脆弱如小鸡，要不是其他宗门老祖相护，恐怕连元神都会被一剑斩灭，彻底生死道消。想到刚才的惊天一剑，内心的恐惧再次如潮水般袭来。此役过后，即便把玄灵宗灭了，幽冥宗也是输家。站在玄灵宗弟子身旁的傅天雄和一众长老，直到这时候才回过神来，古老前辈竟然是化神后期，而且还一剑斩杀了由白虎。这说明古老前辈绝不只是化神后期那么简单。东域还有谁是他的对手？原本怀着必死之心来报恩的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不用死了，
心情之喜悦简直无以言表。而玄灵宗弟子的心情可比他们还要激动兴奋多了，哪怕老祖未归又如何？玄灵宗依旧有化神后期大能坐镇，此次危机已解，待老祖归来，那就是2位化神后期，当为东域第一宗。此时外表平静的古剑南，内心同样被震得翻江倒海。这柄剑的威力简直超出了他的认知，要是没这柄古剑，他最多也就是和对方打个平手，而今却是一剑斩杀。至于玄灵宗一众高层，早就看得目瞪口呆，然后全都用炙热而古怪的目光偷偷看向墨雨，有激动，有兴奋，有疑惑，有欣慰，一股扬眉吐气的宗门自豪感油然而生。自从小雨恢复根基后，宗门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半个多月就让宗门新增了5位化神修士，最关键的是还直接缔造了3位化神后期大能，再加上大师兄手中这柄圣剑，论高层战力完全可以碾压任意2大宗门联手，当为东域第一宗门。今后看谁敢随意招惹。想不到古兄竟然踏入了此等境界，而且战力还如此恐怖，真是不敢想象啊。董守拙不禁惊骇感叹，眼神欣慰而羡慕，确实超乎想象。如此看来，玄灵宗此次危机当能安然度过。站在他身旁的穆之秋同样眼神震撼不已，刚才那一剑即便是他们也被吓到了，简直如同天外飞仙，只一剑就将1位化神期后期大能斩得肉身破碎，那感觉恍若无声之处听惊雷，又似浮游见青天。有此等战力，5大宗门肯定不敢再以武力相逼，否则古剑南要是暗中给谁来一剑，谁能顶得住这些道理？那几位老祖级的老头自然懂得，正因为懂得，他们才分外的心情沉重。现在他们只剩2条路走，要么就是豁出去以命相搏，争取联手绞杀古剑南，后果就是一旦没能成功，他们每天都得活在死亡阴影中，除非他们永远聚在一起，否则无论是谁单独对上古剑南，下场都会和有白虎一样。第二个选择就是争取和玄灵宗达成和解，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虽然有4位化神后期，主动权却有易主之势，他们怎么和解？现在的古剑南简直就是无敌的，好在对方也不是没有软肋，那就是玄灵宗。真拼起来，他们损失惨重，玄灵宗也几乎要被灭。想通这些，苍兰宗的魏道子才一脸复杂的朝古剑南客气拱手，恭喜古道友踏入化神后期之境，今日之事，我等全是受幽冥宗蒙蔽，这才联手前来问询。既然之前古道友已经说明贵宗没得到极乐仙子传承，我等自然是相信的，此事就此作罢，如何？古剑南不禁冷笑一声，哦，现在又相信了，那是自然，如今古道友乃化神后期大能，岂会自跌身份去说谎？我等自然是信的。镇魔宗老祖江峰说得一本正经，其余几人也是认真点头，仿佛化神后期修士就真的不会说谎一般。至于幽冥宗，老祖已废，又是玄灵宗最大仇人，几乎是第一时间就被他们拿来当挡箭牌。不够，古剑南盯着人群某个方向，语气充满不容商量的霸气。第51章4龙拉车。古道友，你虽然战力非凡，但还是不要过分相逼，我5大宗门可不是怕你。流云宗老祖杨烈盯着他手中那柄青色古剑，眼中掠过一抹贪婪和忌惮。以他们的实力自然看得出来，刚才那惊天一剑至少有大半功劳在这柄古剑上，此剑绝非凡物。古剑南不禁嘲讽大笑，哈哈，不是怕我，那就前来一战。你流云宗不是一直看我玄灵宗不爽吗？今天就给你这个机会，咱们一决生死如何？苍兰宗的魏道子急忙微笑着站出来打圆场。古道友，我等同为东域8大宗门之一，还是以和为贵，不过我等此次前来却属失礼，不如说说你的条件。杨烈铁青着脸冷哼一声，扭过头去，和古剑南单挑，傻子才会去送死，对方能一剑斩游白虎，就能2剑斩他。镇魔宗江峰赞同点头，如同弥勒佛一样的落霞宗老祖假扮成自然也没意见。他们当然知道古剑南未必真要拼命，但谁也不敢赌呀。玄灵宗这帮人一向做事鲁莽如疯魔，万一真逼急了对方，那就真没有转圜余地了。条件待会再谈，但是我得先处理一下来犯之敌，希望诸位不要多管闲事。古剑南语气平静，危险目光若有若无地扫向人群某个地方，看到他的眼神，天火宗那帮人忽然心中一凛，一股空前强烈的危机感骤然浮上心头。对方说的来犯之敌，不会说的是自己这些人吧？要说玄灵宗最想杀的肯定是5大宗门的老祖，但现在5宗联手，在有所防范的情况下，古剑南战力再强也不可能轻易做到。那么第二想杀的绝对是背后捅刀的人。
想到这，几家势力的宗主家主顿时冷汗直冒，面面相觑中，脸色慌乱而悔恨。要是自己不贪心，哪怕像颜、朱两家那样置之不理，如今也不至于如此被动。站在五大宗门一众长老身边的陈继业也忍不住将身体往人群中缩了缩。玄灵宗这帮疯子，连幽冥宗老祖都敢杀，要是看自己不爽，也来上那么一剑，可就完了。卫道子几人自然知道古剑南想杀谁，相视一眼后都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哈哈，这是玄灵宗家事，我们自然不会管，古道友请自便。烈如林再也撑不住了，一脸恐惧地来到幽冥宗太上长老岳不群面前，弯腰颤声道：岳长老，幽冥宗可是答应了保护我等，不受他人威胁的，我们也一直在按照您的吩咐做事，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不错，岳长老，您闭嘴，什么叫按我吩咐办事？我何曾吩咐过你们做事？要是再敢信口胡言，小心我对你们不客气。岳不群阴沉打断，内心气得恨不得掐死他们灭口。如今宗门老祖肉身破灭，而玄灵宗却多了位化神后期大能，而幽冥宗还在2个多月前到玄灵宗来挑衅过，并定下1年后的天骄比试。加上之前的旧怨，五大宗门里最危险的绝对是幽冥宗。这一桩桩事犹如一座大山压在他心头，让他胆战心惊。哪里有空里天火宗这些人？他现在还巴不得他们的死能熄灭玄灵宗怒火呢。听到岳不群的话，烈如林等人顿时面如死灰，相视一眼后再也不顾尊严地来到古剑南面前，直接就跪了下去，哀求道：古老前辈，我等被猪油蒙了心，为了保住宗门，这才铸成此等大错，还请您老给次机会。不错，我们以后绝对以玄灵宗马首是瞻，绝不再犯。对啊，其实我们也是担心宗门存亡，才不得不投靠幽冥，实在是逼不得已啊。几人哭诉的声嘶力竭，仿佛拥有满肚委屈，但周围的人却听得鄙视不已，发现不对就投降敌人，打不过又跑回来求饶，这简直将无耻发挥到了极限。呸，狗东西，明明是想跟在别人后面捡骨头吃，还有脸说自己委屈？委屈你马德！御剑宗的傅天雄第一个跳出来大骂。这一次面对他的辱骂，几人却都默不作声。如今御剑宗可是玄灵宗手下头号小弟，只要玄灵宗不倒下，谁敢招惹他，这就是雪中送炭的回报啊！他们这几个等待宣判的人自然不敢再还嘴。古剑南安静听他们说完，这才冷漠道：我还没说要杀谁，你们就跳出来求饶，倒很有自知之明。既然你们说是为了宗门，那我就给你们一次机会。那帮人听到这话顿时大喜，谢谢古老前辈海量，我就知道。古剑南厌恶的抬手打断他们：停，你们自我了断吧，然后将家族和宗门撤离玄灵宗30万里外，但是所有的修炼资源通通不准带走，否则怎样他没说，但谁都知道那些没说的是什么话。修仙界向来残酷，而这种处理已经算轻了，最起码墨雨就觉得还不够。不过对于这种小虾米，他也没有太放在心上。接下来他该闭关突破了，而宗门的重心则是调查背后做局之人，还有老祖龙破天的下落。另外2位没联系上的师姐也让他一阵揪心。看到他微微皱起的眉头，一旁的刘雨嫣不禁低声问道：小雨，怎么了？是关于2位师姐之事，事后我想找师尊详聊下。看着一本正经的墨雨，刘雨嫣总觉得他找自己详聊的借口有点不充足，毕竟距离遥远，如果在某些特殊秘境中联系不上很正常。这臭小子恐怕是故意找借口接近自己。他不禁俏脸一红，美眸微不可察地白了他一眼，然后不置可否。正在这时，场中忽然传来一道悲愤不甘的呐喊声：我们都知道错了，你还想怎么样？他赶紧扭头看去，只见一道身影正冲天而起，然后急速往远处逃遁，正是天火宗宗主烈如林。在同一时间，王、严、刘3家家主以及紫霄阁主也都各往一个方向亡命逃去。显然面对生死，谁都不甘心自我了断。可惜他们逃出不到1000米，身体就如同断线风筝一样掉了下来，就好像背负着一座巍峨大山，下坠速度快得超乎想象。所有看向北边的人都是一脸的震惊错愕。他们错愕的并不是这些人被轻易留下，区几位元婴修士要是能从一位化神后期大能手中逃走，那才叫怪事。真正让大家震惊的是远处天际飞来的一辆豪华龙车。所谓龙车其实和马车差别不大，也就是拉车动物不同而已。那是4头雪白巨龙，每一头都身长20-30丈，观其气势，比之流云宗老祖的坐骑可要强悍太多了。在场所有的化神修士全都忍不住内心一凛，实在太夸张了，这4头白龙竟然全是化神初期妖兽，那马车上的又会是什么样的存在？
在众人惊诧震惊的目光中，那辆巨大的豪华龙车转眼就来到了玄灵宗山门前停下。驾车的是位粗布短衫的古稀老人，身材枯瘦，面目严肃冷漠，眼神中闪烁着拒人以千里之外的疏离，就仿佛世上没有任何事能让他在意。身上气息更是神秘如渊，在场一众化神修士竟没有一人能看穿他的修为，甚至给他们一种自己不如对方的感觉，这让满场大佬无不微微心惊。这等人物竟给人驾车！众人目光移向龙车，龙车很大，近看就像一座移动的宫殿，有见多识广的化神修士早就看得眼神炙热。那龙车的车身骨架竟然是域外金晶铁髓铸造，这可是铸造极品灵宝的上等材料，只拳头大小一块就能让在场修士抢破头皮，更别说这么大一架龙车，即便是5大宗门的老祖都看得眼馋心跳不已。至于那车厢材料，同样是珍贵的万年龙骨宝树，乃是铸造法阵的极品材料，上面铭刻着无数玄奥符文，淡淡的法则之力在其中缓缓流转，神圣非凡。古剑南也是看得一脸惊叹，除非动用手中巨灵剑，否则压根别想击破车厢防护法阵，实在太豪奢。别说那4头巨龙，光是这一辆马车，很多大宗门穷尽全宗财力也造不出来，能用得起这种车的又会是什么存在？所有人都一脸的震惊好奇，包括墨雨。正在大家发呆时，一道天籁般的稚嫩声音忽然从车里清脆传来：顾爷爷到了吗？是的，二小姐已经到了玄灵宗。原本眼神冷漠的赶车老人，脸色在这一瞬间立刻变得慈祥如邻家老爷爷，老脸上的笑容灿烂如菊花。墨雨看得一阵无语，这变脸速度也太快了吧。不过他们来玄灵宗想干嘛？莫非也是冲着所谓传承来的？他不禁微微皱眉。5大宗门的人听到这话却是眼睛一亮，目光中隐含期待。这几人的来历一看就非同凡响，尤其是那2个老人，实力更是深不可测。这要是来找玄灵宗麻烦的，可就太好了。玄灵宗高层则眼神戒备，如今危机即将过去，他们可不想在这时候节外生枝。至于天火宗那几人，早就被脾气火爆的唐飞虎当场斩杀，连元神都没能逃脱。这时龙车的车帘动了，一只白皙如玉的小手探了出来，随着车帘掀开，一道娇小身影从车内快速跳下。那是个13、14岁的美丽小姑娘，乌黑纯净的眼眸，灵气十足，模样乖巧，巴掌小脸粉雕玉琢，白色丝绸长裙下，小身板挺得笔直，亭亭玉立如刚冒尖的嫩荷叶。女孩手腕上还戴着串玉珠，粉色穗子垂下，为她空灵圣洁的气质增添了一丝乖巧俏皮的韵味。待看到现场那么多人后，小女孩脸蛋一红，急忙乖巧立定，端庄优雅的气质扑面而来，脸颊红扑扑的煞是可爱。这个讨喜的小姑娘，任谁第一眼看到都会忍不住生出一丝莫名好感，以至于随她一起下车的白发老妪以及4位容貌秀美的侍女，压根就没人关注。尽管那老妪的气息丝毫不弱于赶车老头，4个侍女也都有元婴实力，大家的目光还是忍不住停留在小姑娘身上。墨雨同样不例外。至于她旁边的二师姐苏小柔，早就眼睛发亮了，她不禁扭头瞥了一眼，发现就连一向高冷的师傅和大师姐眼眸都温柔了几分，这让她不禁微微震惊。这所谓的万界圣灵体简直就是老少通杀啊！只见一道透明面板正高悬在那小姑娘头顶上，姓名叶清仙，气运之女，年龄14岁，境界炼气期后期，体质万界圣灵体，天生亲和万界生灵，受天道气运庇护，诸邪不侵。又是一位气运之女，可惜就是年纪太小了。她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这个美人胚子未来绝对是个祸国殃民级别的大美人，但现在的她没有一丝想法。别说在修仙界，即便在蓝星那种凡人世界，这也只是一个小孩子而已啊，更别说在几百岁还算年轻人的修仙界了。她不禁哑然失笑。有了系统后，她现在看到气运之女，第一反应就是想着怎么征服。先不说年龄，只看对方这架势，绝对是某个恐怖修仙大族的嫡系后辈。最起码现在的玄灵宗还用不起那辆龙车，出门带2位疑似化神后期大佬，4头化神蛟龙拉车，连侍女都是元婴修士，这种身份的人岂是那么好征服的？况且对方是敌是友都还不知道呢。在大家惊讶的目光中，那小姑娘径直朝玄灵宗这边优雅走来，赶车老头和白发老妪则一左一右形成护卫之势，4个美貌侍女跟在最后面。几人的脸色也很意外，显然都没想到这里会聚集如此之多的强者，30、40位化神修士让他们也不得不谨慎小心。身为此地主人，古剑南率先朝那驾车老者微微拱手，客气道：不知诸位道友驾临本宗，有何指教？对方虽然是驾车人，
但古剑南却丝毫没敢轻视，只教不敢，我等来此，乃是有一事相求。那老头停顿了下，又看了一眼四周，继续道：不如等道友忙完此间之事，我们再详聊。古剑南微笑点头，也好，雨烟带几位道友回客店，为师稍后便至。那老头扭头看了眼旁边白发老妪，眼中隐约含有问询之意，后者微微摇头。他当然知道同伴的意思，但这里的事有点复杂，还是不要参与为好。谁知道那小姑娘眼睛在周围滴溜溜转了一圈后，却将目光停在了墨雨脸上，忽然脆声问道：大哥哥，你们需要帮忙吗？墨雨一阵惊讶，但还微笑着摇头：谢谢小妹妹，这些事我们自己能解决。小姑娘脸色紧绷，眼神无比认真诚恳。哦，要是他们仗着人多欺负你，我可以让顾爷爷他们帮忙，他打架从来没输过。好，要是需要帮忙了，我再找你。墨雨压下心头疑惑，朝他微微一笑。小姑娘开心的露齿一笑，用力点头，清澈眼眸弯如弦月。跟在她身后的两位老人则诧异的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惊讶。二小姐怎会和这个刚见面的年轻人那么亲？莫非？两人心中若有所思，然后跟着刘雨嫣朝玄灵宗内走去。大哥哥一会见，你忙完了要记得找我啊。小姑娘边走边朝他不舍摆手。好。墨雨微笑点头。看到这一幕，五大宗门的高层全都眼神阴郁，最后在玄灵宗弟子的嘲讽笑声中，忍气吞声的交代几句后，灰溜溜离去。原本野心勃勃的想要覆灭玄灵宗，结果却弄得狼狈不堪。幽冥宗老祖更是被斩肉身。今天过后，玄灵宗必将如日中天。看着离去的五大宗门，古剑南等人一脸冰冷。现在是不方便动手，但过段时间，不信他们还会天天待在一起。等他们松懈下来，就是玄灵宗报仇雪恨之时。墨雨跟随着师祖回到了宗门会客大殿。那小姑娘看到他，急忙乖巧的朝他甜笑招手。不知是不是错觉，墨雨竟觉得他笑容中带着一丝小心翼翼和讨好，这让他内心越加疑惑。看到这小姑娘脸上的表情，墨雨满脸错愕。虽然之前那老者就说过是有事相求，但以对方这底蕴，又有什么需要求到玄灵宗的呢？而且这小姑娘刚刚可是直接就找上了他，难道这事还跟自己有关？大哥哥，这里坐。那小姑娘指了指身边不远的座位，笑得一脸灿烂。看着她脸上纯真圣洁的笑容，墨雨将自己内心的猜疑放到了一边，然后微笑着在其身边坐下。众人寒暄几句后，白发老妪又亲切地对着墨雨介绍道：这是我家二小姐叶清仙，老婆子名叫向兰芝。说完又指了下一旁的扑克脸老头，笑道：那个好像别人欠他零食一样的老头叫顾东周，脸色是难看了点，长得也丑，但人还不坏。墨雨不禁扭头看了眼那老头，脸色确实冷了点，至于丑道真说不上。相反，那淡然严肃的老脸上还颇有几分世外高人的高冷风范。晚辈墨雨见过两位老前辈。墨雨急忙向两老人拱手见礼。莫公子客气了。那老头尽管没有笑脸，但回礼还是挺客气的。至于白发老妪则要亲切和蔼得多，老脸上的笑容越笑越温暖。我家二小姐从小心思单纯，加之年幼，失礼之处还请莫公子多多海涵呀。墨雨客气摇头，笑道：老前辈客气了，叶小姐赤子之心，人皆喜之，岂有失礼一说？哈，公子不见怪，老婆子就放心了。白发老妪开心大笑，显然对于他的夸赞很受用。小姑娘扭头看过来的眼眸同样亮晶晶的，一双纤细修长的小美腿优雅的并在一起。向婆婆，我就说大哥哥不会见怪的。众人寒暄片刻后，向兰芝这才步入正题，老脸严肃的叹息道：不瞒诸位，我等此次前来乃是有一事相求，虽唐突，但实在是人命关天，也顾不得那么多了。道友请讲。古剑南平静抬手，未置可否。向兰芝沉吟一下，正色道：我等乃是神启大陆叶家之人，叶家传承100万年，在神启大陆也算略有威名。在场众人不禁内心一震，难怪对方阵仗如此豪奢，原来竟是神启大陆的修仙谷世家。那就难怪了。青云大陆所在的清明界浩瀚无垠，包含了7座神州大陆，暗面鸡排的话分别是神启、长明、雪原、平川、魅惑、青云、流风。每座大陆都辽阔的仿佛自成一界，中间隔着一片恐怖诡异的无尽界海。非元婴修士或者有极品飞行灵保护持，普通修士根本无法飞越。尽管各大陆风土人情自有不同，但即便是妖修大本营的魅惑大陆，也不乏人族修仙谷世家。而东域所在的青云大陆幅员辽阔，修仙文明繁荣，但存在感在整个清明界都是偏低的，跟排名前列的神启大陆压根没有可比性。
这个叶家能在神启大陆传承100万年，底蕴绝非玄灵宗能比，又岂会是略有威名？恐怕很不简单啊。向兰芝略微停顿了下，叹了一口气后继续道：23年前，叶家主脉第4代玄孙女诞生，也就是二小姐的亲姐姐。但从诞生之初就身染先天恶疾，叶家尝试了无数方法，皆不可行。如今已是寿元无多。后来幸得高人指点，言明唯有前往极东之宝地千山之灵宗，方有一线生机。青云大陆东域乃清冥界之东，而贵宗又在东域的正东边，再加上千山之灵宗这一句，这说的很可能就是贵宗。说到这，无论是白发老妪，还是扑克脸和叶青仙小美人胚子，全都目光激动地看向古剑南，眼神中隐含期待和紧张。是故，我等才来到此地，希望能在贵宗暂住一段时日，寻找那一线生机。古剑南不禁微微沉吟起来。尽管对方说的可能是真，但最近刚传出极乐仙子传承一事，马上就有人找上门来，并说想住在玄灵宗寻找机缘。这可不只是居住而已，而是想在其中寻找机缘，谁能忍住不多想？要知道宗门之地乃一宗秘密核心，许多特殊而珍贵的天材地宝都寄养种植在其间，宝阁洞府更是星罗密布，岂能任由外人随意窥探？看到古剑南为难的神色，向兰芝急忙掏出一枚储物戒指递了过来，诚恳道：我等知道此举不妥，但实在是没了办法，还请道友能够体谅我等救人心切，这一点小小心意还请笑纳。如果真找到了那机缘，叶家必有重谢。古剑南神识扫过戒指里那一堆珍贵稀有的天材地宝，内心震撼，但却没有去接，皱眉道：不知道有口中的所谓机缘又是什么呢？向兰芝苦笑着将储物袋放在桌面上，又和顾东周对视一眼后坦率道：我等来此乃是为寻找朱雀圣灵果，以根治我家大小姐因九幽玄阴圣体带来的侵害。九幽玄阴圣体，古剑南等人顿时目光震撼，显然都听说过这种罕见诡异的体质，唯有墨雨一脸茫然。不错，此等体质固然强大，修炼速度更是恐怖，但是若无朱雀圣灵果相助，很难活过20岁。而今我家大小姐已经20有3了，竟然硬生生的多拖了3年。古剑南内心惊骇的同时，又满脸不解道：可我玄灵宗并无朱雀圣灵果，诸位何故来此？古爷爷，此地山脉众多，灵气浓郁，或许就在某个角落呢。没有这果子，我姐姐会死的。叶青仙可怜兮兮的说完，一双纯净眼眸已经蕴满了晶莹泪水，眼眶通红的她，小嘴巴还一扁一扁的，凄然欲泣。古剑南看着这么个瓷娃娃一样的小姑娘，不禁内心微软，却依旧没开口答应。刘雨嫣张了张嘴，但看了一眼师傅后，也乖乖闭嘴，最后干脆扭过了头去。其他几位太上长老同样叹了口气，没吭声。之前的灭宗风波就是被人栽赃陷害的，好在有小雨相助，这才硬顶了过去。现在再放一帮外人在宗门腹地，而且还让人随处闲逛，大家岂能放心？叶青先见着老的不行，急忙扭头看向墨雨，他也不说话，只是豆大的眼泪珠子成串成串的扑啦啦往下掉。那可怜的小模样，看得众人全都心生不忍，更别说那位白发老妪了。至于扑克脸老头顾东周，更是一脸心疼的走了过去，摸着小姑娘脑袋沉声道：二小姐别哭了，或许这地方也没什么朱雀圣灵果呢。那老道士本就说的言语不详，之前找了那么多地方也没找到，我看就是蒙人的。不，一定有的，我感觉这地方很不一样。叶青先扁着嘴，抬着花猫般的小脸蛋，希冀倔强地看着顾东周。老头顿时愁眉苦脸地败下阵来。可是这个玄灵宗明显不愿意让人住下寻找，他们能怎么办？总不能因此打一场吧？换个宗门倒也不是不行。可是想起之前古剑南拿在手中的那柄古剑，他不禁内心凝重。他若是没看错，那应该是一柄圣器，再加上对方在座的那几位，个个气势不凡，恐怕都不是好惹的。即便他何相老婆子战力恐怖，也没把握不出一点闪失。这万一波及到二小姐，那可就罪过大了。正在他们苦恼时，墨雨却忽然开口：师祖，不如就让他们暂且住下吧，就当是结个善缘了。既然如此，那几位就暂且在我宗住下吧，只不过有些地方还请不要乱闯。原本想拒绝的古剑南，这次直接就点头同意了，其他人也都没反对。玄灵宗能够起死回生，并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全都是因为墨雨。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真正的天命所归之人。既然如此，听他的自然就没有错。况且如今玄灵宗已今非昔比，大不了让人看着他们就是。神启大陆叶家之人，交个善缘也不错。众人很快就找到了理由。此时的向兰芝和顾东周还一脸懵逼，他们虽然看出这年轻人在这个宗门很受重视，但没想到会重视到这地步。只是一句话就改变了众长辈的想法，这在任何宗门或世家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老朽代大小姐谢过莫公子。顾东周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然后认认真真地朝墨雨拱手一礼，神态恭敬感激。那张扑克脸上第一次向墨雨露出了灿烂笑容，墨雨竟看到了几分豪爽和真诚。无论事成与否，叶家都算是欠莫公子和玄灵宗一个大人情，有机会他日必报。向兰芝同样起身行礼，眼神肃穆。至于叶清仙，更是惊喜的小嘴微张，整个人从凳子上跳了下来，连眼泪都没来得及擦，就激动的起身朝墨雨优雅行礼，口中高兴大喊道：“小仙谢过大哥哥，还有我姐姐，她要是知道了，也一定会很感激您的。她就知道这个帅气大哥哥会是她此行的福星，那种清静玄妙的感觉果然没错。”小姑娘笑得无比灿烂纯真，大眼睛弯如月牙。最后，驾车的蛟龙被安顿在了一座湖泊中，几人则住在湖泊边山峰上的待客处。说是住处，其实几人压根就没想着住，这段时间肯定要以寻找朱雀仙灵果为主。于是刚安顿好，就在玄灵宗弟子陪同下，迫不及待地在山脉间地毯式搜寻。就连叶清仙带着一只雪白小猴子满山乱跑。墨雨没再关注他们，回到大殿中，朝师祖和几位师叔祖解释道：“之所以让他们留下来，是因为我能感觉到他们并无恶意，否则也不会带这么个小孩来。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来自神启大陆，而老祖可是在神启大陆失去联系的。”古剑南等人顿时内心一震，眼中露出恍然之色。看来小雨也是认为师伯出事了，大家不禁内心沉重，因为实力提升以及击退强敌带来的喜悦骤减。唉，遇事还不如小辈考虑的冷静全面，真是惭愧啊。唐飞虎红着脸追问道：“小雨，你是想让他们帮忙打听消息吗？”“毕竟那里是他们的地盘。”钱百川等人也是赞同点头。这确实是个办法，看叶家这架势，在神启大陆绝非普通世家，有他们帮忙必然事半功倍。古剑南忍不住站了前来，在殿内来回踱步道：“师伯失联那么多年，如今宗门之危暂解，三师弟和小雨也恢复了根基。若是过段时间再无他事，我就去一趟神启大陆。”钱百川急忙站了起来，焦急道：“大师兄，如今宗门正需要你坐镇威慑，还是我去吧。都别抢了，我100年未曾离开宗门，如今修为恢复，倒是正好趁机到外面去看看。”司徒啸天一句话就抢到了外出权。至此，大家不再争抢。到时若真去神启大陆寻找师伯，又岂会一帆风顺？但三师弟闭关100年，之前一直都生活在境界跌落的打击中，出去散散心也好。这对于心态调整，甚至是以后破境都很有必要。如果是之前，对于踏入反虚期，大家想都不敢想。但现在有了破境丹，只要积累足够，心境无缺，这事就变得很有可能了。事情暂时告一段落，叶家的谢礼也被推了回去。墨鱼给师傅打了个眼色后，出门直接飞往了后山。自从恢复了体质，他已经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洞府。玄灵宗所在的千里山脉，山峰无数，修士只要踏入金丹之后，都可以自己独立开辟洞府。身为宗主亲传弟子，宗门最年轻的内门长老，墨鱼所在的邀月峰，无论是灵气还是景色，都可以排进玄灵宗前10。2位师姐自然也有洞府，只是以前喜欢住师傅那边而已。如今为了修炼方便，都搬到了墨雨的洞府中。整座后山便只有刘雨嫣一人居住了。此时单独相处，刘雨嫣竟感到一丝莫名的紧张，这让她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平静开口道：“你那2位师姐虽然暂时没联系上，但未必就是有危险，你不用担心。”哦。墨雨沉思了一下，突然扭头认真盯着他：“师尊，您让大师姐他们回来，不会是想反悔吧？”“反什么悔？”刘雨嫣眼神微慌，他就知道这臭小子肯定不只是为了问另2位弟子情况。哼，得了便宜还卖乖。他本来只是想让2徒弟自己决定，想不到2个傻弟子竟然都从了这小子，这让他没好气的同时，内心又产生了一丝自己都搞不懂的微妙情绪。那天在上古禁区的话，我可没有忘。墨鱼耍起了无赖，他已经得到了2位师姐，面对师父忍不住就感到心虚，但师父既然成了自己女人，那自然是不能错过的。刘雨嫣顿时又气又想笑，急忙板着绝美俏脸，眼眸狠狠地瞪向他，冷哼道：“怎么，得到了你2位师姐还不满足？这是2码事，当初约定的时候也没说我只能娶您一个啊，何况这还是您做的媒。”现在的墨雨也只能耍无赖了，讲道理自然是他理亏。哼，那按你这样说，我是不是也可以找2个道侣刘雨嫣气得直磨牙？他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这个弟子那么流氓无赖？那不能，您做不出来这种事。墨雨依旧笑嘻嘻，这让刘雨嫣顿时产生一种自己被他轻松拿捏的感觉，忍不住咬牙道：“要是我就这样做了呢？那我就把您另外1位道侣杀了，你找一个我杀一个，要么他死，
要么我死，反正只能活一个。莫雨说这话时眼神认真无比，这让刘雨嫣恨不得给他一板栗。他当然知道臭小子这话是认真的。给我滚蛋，我最近要闭关。刘雨嫣没有继续那话题，但也没有不认账，这让莫雨忍不住内心一喜。好的，我很快就可以踏入化神期的，师尊您等我。莫雨告辞后喜滋滋的往自己洞府方向飞去，他感觉这几天就要突破了，得抓紧时间修炼才行。小色狼看着远去的背影，刘雨嫣眼神微妙，绯红脸颊一片娇羞，美得惊心动魄。第55章口是心非的女人。五大宗门威逼玄灵宗，非但无功而返，幽冥宗老祖幽白虎反而被古剑南一剑斩灭肉身。此事一经传出，便在整个东域修仙界掀起轩然大波。所有人都没想到，在他们眼中必亡的玄灵宗，竟然来了这么个惊天逆转，简直亮瞎了世人的钛合金狗眼。以后东域的天要变了。明月国灵山郡朱家老宅，家主朱能飞和一众家族老人正一脸懵逼地坐在其中，面面相觑的脸上都写满了震撼和不敢置信。过了好一会，那些目瞪口呆的老人才从懵逼中回过神来，然后兴奋地猛拍大腿。家主真是英明神武啊，否则我们的下场就得跟那几家人一样了。对啊，原本我们不支援，虽然没太大过错，但肯定会让玄灵宗不舒服。可如今在那几家人的衬托下，我们没有落井下石，就显得非常难得了。哈哈，真得感谢他们啊！只要抓住这次机会，我朱家必能再上一个台阶。朱能飞扫了大家一眼，眼神中充满了惊喜，咬牙道：现在再站队虽然有点晚，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好，绝不能再犹豫了。以后只需记住一件事，我们是玄灵宗手里的刀，他只拿我们就杀相啊。是，家主。没有跟着落井下石，纯粹是朱能飞担心会被暴怒的玄灵宗拉成垫背的。朱家虽然在灵山郡是修仙大族，但在玄灵宗这等庞然大物面前，简直弱如蝼蚁。就算人家面对五大宗门会毫无还手之力，嗨嗨，当然现在看来人家明显是藏拙了，但无论怎样，对方只要逃出一位大长老，都能将朱家灭了。这种局压根不是他们能参与其中的，所以在和颜家商量之后，他们才选择两不相帮。这行为在当初来看可是冒险到了极致，非但两边都不讨好，还两边都得罪了，但如今看来简直就是英明无比的决策啊，也就比孤注一掷押宝的御剑宗差个3-5倍。想到这一点，朱能飞不禁内心充满后悔，要是他也能像御剑宗那样，朱家绝对要原地起飞。和朱家的金钟有喜相比，御剑宗早就彻底陷入了狂欢。身为明月国的几大宗门之一，那两宗3家已被驱逐，留下的势力空白以及诸多矿场药田等资源，绝对能让御剑宗脱胎换骨。最关键的是，他们彻底抱上了玄灵宗这条大腿，以后再怎么扩张发展，其他宗门也不敢出手刁难了。因为现在世人都知道，御剑宗是玄灵宗的忠诚小弟，之前就不怕死，现在除了不怕死，后面还有强悍靠山，谁敢惹？此时心情最复杂的莫过于天剑门和玉雪宫。玄灵宗的结局同样超乎了他们想象和预料，谁都想不到会是这结局。关键是古剑南表现出的强大战力，让他们都内心震撼。世人一直都以为对方只有化神中期实力，想不到竟然悄悄踏入了化神后期，藏得可真深啊。那玄灵宗其他人会不会也是在藏拙？天剑门老祖李确不禁看了眼主位上一脸平静的玉雪宗老祖安小贤，眼中若有所思。大家都是活了几千年的人精了，谁都不蠢，这一点想必对方也能想到，但他还是忍不住追问道：安道友，你觉得这是玄灵宗的全部实力吗？安小贤平静看着他，没有直接回答这问题，反问道：是不是真实实力重要吗？如今的玄灵宗已经是东域第一，不过五大宗门恐怕不会就此罢手，只会联合得更紧密，因为他们怕被报复。不知李道友的天剑门作何打算？李却不禁摇头大笑道：那安道友呢？以你和龙道友当年的交情，我还以为这次你会直接出手相助呢。原本一脸平静气质端庄优雅的老妇人顿时破了功，被岁月侵袭的慈祥老脸上猛地掠过一丝恼火之色。哼，别跟我提他，我和那人早就没了瓜葛，他玄灵宗生死关我玉雪宗什么事？李却捋着白须摇头笑了笑，没有再揭穿他。要是真的不关心，当初怎会悄悄躲在玄灵宗附近？呵，口是心非的女人。若五大宗门继续结盟，甚至拉入上五国势力，你也不帮？不帮，让他玄灵宗自生自灭。你真的确定吗？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安小贤恼羞成怒地瞪着他。李却压根没在意，老脸上充满了打趣笑容。哈，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安静看戏吧。安小贤瞥了他一眼，
冷哼道：“你天剑门那丫头不是和对方小子有婚约吗？”“退了。”“还没，据说那小子已经时日无多，没必要徒伤脸面。”李却忍不住叹了一口气，一脸的惋惜。那小子当年是何等的天资卓绝，耀眼夺目，他是真的看好啊，否则也不会答应将自家的天之娇女婿配给他，可惜了呀。砰！陈继业愤怒地将东宫大殿砸了个稀巴烂，边砸边狂怒咆哮道：“幽冥宗简直就是废物，还有其他几大宗门都是狗屁。”他这通无名怒火已经憋了许久，难受的让他快爆炸。五大宗门威逼玄灵宗，竟然反被对方狠狠打脸，他给的那些奇珍异宝岂不是全都白给了？更别说对方许诺的绝世美人，辛辛苦苦到头来全都成了一场空。想到左搂右抱的墨雨，他的心就一阵妒忌愤怒，这是绝不能就这样算了。想起古剑南手中那柄绝世神剑，他眼睛骤然一亮，一个计划悄然浮上心头。来人，给本太子准备好车驾和护卫，我要摆驾流云宗。陈继业森冷大喊。玄灵宗，邀月峰，即将突破的墨雨牵着二师姐走进了屋内，而柳如玉则安静地坐在门外守候，随时准备接应。屋内的墨雨神色凝重，全因混沌阴阳经效果实在太恐怖，他修炼一次至少3-4个时辰，这还是他刻意加速的缘故，然后稍微休息一会又可以继续修炼。但师姐却不行，不只是身体，还有丹田海，那突然涌入的恐怖灵气，短时间根本无法完全消化。以大师姐的修为，一天只能修炼4个时辰，二师姐就更加不堪，3个时辰就不行了。如果非要继续，很可能会因此导致对方气海被撑爆。到了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系统要他找的都是天赋妖孽的气运之女。他扭头看向二师姐，面板悄然显现，姓名苏小柔，气运之女，年龄380，境界金丹期后期，体质玲珑仙体，未完全觉醒。提示：拥有此体质者，天生悟性超凡，能自动吸收天地灵气，修炼速度逆天，但想要完全觉醒，必须以玲珑仙晶为引。他不禁微微叹息，不是他不想帮二师姐彻底觉醒，而是玲珑仙晶实在太贵了，一颗就需要500万气运值，如果不是每年有那么大窟窿要填，他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可现在也只能忍了，好在这事也不急，混沌阴阳经对他们同样帮助巨大。墨雨修炼1个时辰可以增加10天修为，而他们也有一半的效果。可一旦墨雨花光气运值，导致某天还不起系统贷款，那他因为系统所拥有的一切将烟消云散。因此非必要情况下，他是不会乱花气运值的，除非短时间内再征服一位气运之女。大师姐情况也差不多，先天琉璃圣体虽然已经完全觉醒，但受制于没有圣品灵晶，修炼速度同样受到限制。而所谓的圣品灵晶，据说只有魅惑大陆某处危险禁区中有少量产出，即便化神后期大能也将其视为珍宝，因为里面的灵气中竟蕴含着一丝法则本源之气，体悟法则之力乃是化神踏入反虚的关键。所以虽然圣品灵晶比玲珑仙晶更容易得到一些，但想以此长期修炼依旧不现实，最起码现在的玄灵宗就连1块都没有。看着小师弟一直盯着自己发呆，苏小柔尽管脸颊赤红如血，但还是羞涩开口：“小师弟，开始吧。”“好。”墨雨没有解释。砰！门窗瞬间紧闭。“向婆婆，您说莫大哥会不会是那挂眼里说的神子呀？”叶青仙乌溜溜的眼眸里充满了好奇。由于这座山峰不是什么重要之地，玄灵宗弟子并没有跟得太紧。向兰芝瞥了一眼前面飞速奔跑的寻宝灵猿，哑然失笑道：“怎么可能？他只是个筑基修士而已，300岁的筑基修士，这天赋只能算一般。”叶青仙小脸上微微不服：“只是一般吗？我觉得莫大哥肯定比您想的还厉害。”“哈哈，是吗？你对他那么有信心？”老妇人宠溺地揉了揉他脑袋，笑容慈祥。叶青仙一脸认真地点头道：“那当然，莫大哥要是天赋一般的话，那些老爷爷怎么会那么重视他的话？”向兰芝顿时一愣，沧桑的眼眸中若有所思。他又想了老道士燃烧生命施展禁术后卜卦出的那句话，不自觉地念了出来：“极东之宝地，千山之灵宗，险妖之神子，万物之。”话语戛然而止，后面的不是他不想说，而是谁都不知道。当时的夜空中也只浮现了这么几个金色大字，而那位实力恐怖的老道士早已经吐血昏迷。到现在他依旧记得对方脸上的惊骇和震撼。一夜之间，老道士仿佛苍老了数百岁。向兰芝回过神来，又急忙严肃叮嘱道：“二小姐，泄露天机，因果甚大，你千万别把这话告诉他，
知道吗？叶青仙似懂非懂，但犹豫了下，还是点头道：“好吧。”老人不放心，又苦笑道：“你要记得，有些事在不该知道的时候知道了，未必是好事。你可千万别好心办坏事，最后害了他。”向婆婆您放心，我绝不会害了莫大哥的。这一次，叶青仙小脸上无比严肃，脑袋像小鸡啄米一般的猛点头。向兰芝顿时哭笑不得。不过二小姐与那年轻人有缘，倒也未必是坏事。最起码这次能留在玄灵宗寻那一线生机，就是拜对方所赐，这恩情必须得记着。现在剩下的就是去证实这里是不是挂言所说的地方了。想到生命无多的大小姐，她内心不禁变得沉重万分。至于叶青仙，小脸上却是充满了期待。她相信自己一定能为姐姐找到朱雀圣灵果，一定可以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10多天，此时向兰芝等人已经将附近山脉仔细搜查了8成，即便以向兰芝和顾东周的强悍神识，也是神情疲惫，更别说叶青仙和他手下的几个侍女了，全都容颜憔悴。可惜依旧毫无收获，但几人全都没放弃，还在继续耐心搜寻。给我破！墨雨怒喝一声，浑身灵力犹如江河般朝某处窍穴冲去，一股强悍惊人的气息在他身周翻滚沸腾。今天他势必要冲入元婴后期。此时墨雨的气海正犹如海底火山爆发般在激烈翻滚沸腾，那恐怖的声势比他100年之前突破到元婴中期时至少猛烈了10倍都不止，而且还在继续变强。此时即便是他自己都惊呆了，他知道这全是因为修炼的功法和以前不同。道经可是他花了100亿贷款买来的，现在看来这100亿简直花得太值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一旦突破，他有信心以元婴后期境界硬刚化神后期修士。他忍住内心激动，继续运转功法，全心突破。在他泥丸宫中，那个元婴小人儿正变得越来越璀璨圣洁，仿佛一颗耀眼的小太阳。整座妖月峰的灵气忽然躁动起来，但很快就被山峰上布置的法阵遮蔽了气息。整个玄灵宗毫无知觉，唯有3位化神后期的太上长老微微疑惑地朝妖月峰方向看了一眼。当神识察探到那边的法阵还完好无损时，又放心地收回目光。时间一天天过去，为了保险起见，这次突破墨雨并没有使用破镜丹。他担心破镜丹所能达到的极致并不是自己功法的极致，那就得不偿失了。这就后比登山，一般修士只能到达半山腰，但有了破镜丹却可以将人送到山顶。可拥有道经的墨雨完全可以直接冲出山巅，然后一飞冲天，他自然不会因小失大。如今看来自己的选择，好吧，系统的提议是很正确的。坐在旁边的柳如玉顿时一脸惊骇，只见恐怖的法则之力正围绕着小师弟快速旋转，一道圣洁高大的虚影在他背后缓慢形成。金身虚影，他忍不住惊讶低呼，眼中一片骇然。所谓金身虚影，乃是修士踏入化神期后才会开始修炼的本命道法。以元婴修士的神魂根本达不到修炼金身的强度，唯有化神修士才能涉足。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反虚，炼虚合道，这是任何一位修士都必然要走的几小步。而所谓的化神，化的乃是上阳神和下阴神，唯有阴阳2神融合，形成真正完美无缺的元神，才是化神期的大圆满。最后元神回归虚无本我，便算真正触摸到了大道，那就是东域修士可望而不可及的反虚期。而金身乃是修士元神的外显体现，越强大的元神显露出的虚影就越凝实。到了最后，金身甚至会近乎实质化，并具备种种恐怖玄妙的大神通纳等境界，早已超出世人的想象。现如今小师弟还没突破到化神期，金身就已经开始凝聚，怎能不让他惊骇？正常来说，刚踏入化神期的修士完全不用想，可小师弟即便突破了，也只是元婴后期啊。可如今这突破的动静比前几天师叔们从元婴突破到化神还夸张。随着时间流逝，那虚影渐渐凝实，虽然面目依旧混沌一片，但沧桑古老的气息却无声蔓延，比之前又要强盛数分。方圆千里的灵气就像决堤的大坝一样朝他疯狂倒灌，而且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中。到了这时候，即便是有遮蔽气息的大阵也无法再遮掩了。整个玄灵宗都被彻底惊动，最先反应过来的就是3位化神后期的太上长老古剑南、钱百川、司马啸天，几乎同时来到妖月峰上空，然后联手布下数道结界，只允许灵气进来，却不让气机外泄。几人结界刚布下，陆青霞和唐飞虎就到了，眼神震撼万分。大师兄，小雨怎么了？动静如此之大，看样子应该是突破了。古剑南同样一脸见鬼的表情。
突破并不奇怪，可动静这么大就没道理了，这简直比踏入化神期还热闹。突破，这实在太夸张了。看着那浩荡无垠的灵气长河，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我等前几天突破化神期也没有如此大的动静，他还只是元婴后期啊。匆匆赶来的周不语等人同样傻眼了，你们难道就没反应过来，他就快踏入元婴后期了吗？他可只有300岁，整个东域有300岁的元婴后期修士吗？雷烈眼神呆滞，然后震惊地看着众人补充道，而且他中途还根基被毁100年，相当于只修炼了200年，真是人比人得死啊。在场王三牛原来还想说在场有人比得上吗，但反应过来师傅和师叔他们都在，急忙把话咽了回去。但大家自然知道他没说出的话是什么，全都面色复杂的相互对视。好吧，真要和小鱼比起来，在场的诸位都是垃圾。嗨嗨，今天这事谁都不准泄露，赶紧封锁四周，别再让人过来了。没什么事的都散去吧，都别围在这里。古剑南严肃地吩咐一声，开始赶人。众人这才不舍离去，最后只剩下古剑南和怎么也不走的陆青霞盘坐虚空护法。如此又过了3天，墨雨的突破才宣告结束。此时他只觉得浑身舒爽，一股空前强大的感觉油然而生。现在的自己至少可以打之前的10个墨雨。道经果然非同凡响。墨雨内心感慨一声，缓缓睁开眼睛，一股无敌的自信风采从他身上疯狂散溢。混沌阴阳法虽然只能提升修炼速度，但道经提升的却不只是修炼速度，还有质量，只要按照那功法修炼便会毫无瑕疵，直窥大道。不过他现在虽然得到了整部道经，对其中精义也都了如指掌，但就好比知道了上山之路的人，即便看到了大道，不走上一遍依旧不会有收获。但比起需要自己寻找大道的人来说，这挂开的可不是一般大。别人是闭着眼睛过河，他却是一路坦途，压根没有可比性。再加上混沌阴阳经这个加速器，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强烈的期待和信心。别说化神，反虚也只会成为他的起点。看着神采飞扬的小师弟，就连柳如玉都看呆了。以前的小师弟虽然气质超凡，容颜俊美绝伦，但和现在相比，总感觉少了一点什么。对，无敌的霸气。以前小师弟也自信，但绝对没有现在这种舍我其谁的无敌气势，就仿佛天下没有任何事能难倒他一样，这让他一时间竟看痴了。但墨雨却没有丝毫得意。元婴后期在年轻一辈中已经是高山仰止般的人物，但他要对比的早就不再是年轻一辈，而是整个东域修士，甚至是青云大陆乃至清明界的所有修士和生灵。正在这时，远处忽然飞来几道身影，正是一脸震惊的向兰芝等人。后者手中一个古朴石盘正发出耀眼的紫色光亮，不过快到几人身前时，那石盘上的光却突然熄灭。咦，难道搞错了？向兰芝看了看墨雨，又看了看从天而降的古剑南两人，脸上写满了疑惑。莫大哥好。叶青仙强颜欢笑着喊了一声，模样乖巧。你也好。墨雨微笑点头，只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们最近肯定毫无收获，因此也就没有再多问。古道友、陆道友、莫小友，刚才我等在远处感觉到此地有巨大的灵气波动，这才好奇前来查看，冒昧之处还请海涵。向兰芝歉意地朝几人拱了拱手，笑容和煦温暖。无妨，不知几位道友近期收获如何？古剑南看了一眼他手中的古怪石盘，淡淡一笑。他当然知道事情可能不止如此简单，不过他并没有追问，但也没解释刚才情况的意思。向兰芝也默契的没有继续这话题，苦笑道：我等已经寻遍方圆2000里，依旧一无所获，或许是机缘未到，也可能是我等找错了方向。再过几日，若是还依旧如此，我等便该告辞了。说到这，他又诚恳的拱手一礼，神色感激。近期叨扰贵宗，甚是过意不去，他日若是有缘，欢迎诸位到神启大陆叶家做客。向道友客气了，有机会一定前来拜访。向兰芝几人寒暄几句后，准备告辞离去。叶青仙却突然扭过头来，乌黑眼眸期待地看着墨雨。莫大哥，我晚上可以过来找你聊天吗？仿佛怕他拒绝，他又急忙补充了一句不会耽误你很久的。你要是忙的话，明天也可以。墨雨微微一愣，除了开始那天，最近他忙着突破，两人压根没再见过。他倒真有点好奇，这小姑娘想找他聊什么，于是痛快点头，当然可以。那莫大哥再见，古爷爷和陆奶奶，还有2位漂亮姐姐再见。小丫头嘴巴甜甜的朝众人甜笑挥手，心情明显比刚才好了许多。扑克连老头顾东周眼神诧异，向兰芝也是一脸惊讶。倒是那4个漂亮侍女，
并没有多少意外表情，显然早就知道这事。不过看向墨雨的目光还是充满了好奇和惊艳，能让自家二小姐如此主动亲近的人可不多。不过这么好看又有气质的男子，他们也很少见到呢，真是赏心悦目。待几人走后，墨雨这才恭敬地朝两位老人行礼道：“师祖、师叔祖，要不要到小雨那里坐坐？”古剑南两人对望一眼，毫不犹豫地点头：“好。”开玩笑，就算小雨不邀请他们，也要问个清楚。此时他们内心的好奇正如猫爪子一样在挠。几人刚坐下，陆青霞就迫不及待追问起来：“小雨，你这是突破了？”“到了元婴后期。”墨雨平静点头。尽管早就心里有数，但看到他那平静淡定的样子，陆青霞还是忍不住无语道：“怎么感觉你突破了，一点都不开心似的？”“就是年轻人还是要有年轻人的朝气。”古剑南也捋着白胡须赞同点头。怎么感觉他们比突破的小雨还激动啊？这孩子太少年老成也不行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们没见过世面呢。墨雨不禁哭笑不得：“师祖、师叔祖，我只是突破到元婴后期而已，离真正的大道还远呢。”这话说的两位老人无语了。要是这样说，他们也只是化神期而已。那前段时间大家突破境界时的惊喜和激动，岂不是叫这小子看了笑话？可是弟子谦虚低调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还有想骂人的冲动？就连柳如玉和苏小柔都觉得小师弟说这话有点欠揍。什么叫元婴期后期而已？他们一个元婴初期，一个金丹后期，岂不是更微不足道？古剑南赶紧转移话题：“刚突破，境界还不够凝实，一定要抓紧时间巩固。”说到这，他又猛地顿住了。就小雨刚才那动静，这境界怕不是凝实到了极致吧？谁家元婴后期有这动静？那威势都不逊色化神修士了。哎，这徒孙太妖孽了也不好啊，想找两句话关心一下都难。陆青霞同样是一脸无语，但眼眸中的欣慰和得意却怎么也掩饰不住。这可是玄灵宗的天之骄子，未来必将翱翔于9天之上，震惊整个东域，甚至是青云大陆。正在古剑南不知该说什么的时候，他身上传讯符忽然震动了下，他赶紧拿了出来，然后整个人就陷入了惊喜之中。不过很快，惊喜就变成了惊骇和担忧。大师兄，怎么了？陆青霞凝重皱眉，墨雨等人也是眼神灼灼地看着师祖，满脸好奇。现在5大宗门，按理说应该不敢再轻易招惹玄灵宗，那除了他们，还有谁能让师祖露出这种表情？是师伯，回讯息了。古剑南表情沉重，长叹一口气后继续道：“他说没到河道期，我们千万别去找他。”“什么？这师伯没说他在哪里吗？有没有说为什么要达到河道期才能去找他？”陆青霞一脸煞白，沧桑眼眸中充满震撼。河道期，那是何等遥远的境界，整个东域目前还没有一个反虚修士呢，何况是河道期。如果真是这样，那等于说这辈子都不用去找了。他们现在最大的梦想也无非是踏入反虚期而已。修仙之人注定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最忌讳的就是好高骛远，否则就是自找打击，平白让自己多个无法实现的执念罢了。其他的师伯没有多说。古剑南双眼紧闭，面目悲痛，两女同样神情悲伤，这是早已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唯有墨雨虽然脸色内疚，但眼神却刚毅无比。不就是河道期吗？别人不能踏足，但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老祖是为了帮他寻找大道本源，远走神奇大陆的。如今看来，恐怕是陷入了某个危险禁区，或是被某个恐怖存在控制了，否则不至于那么久才今天回这么短短一句。不过从老祖还能回信来看，被人控制的可能性不大。他平静看着师祖他们，语气坚定道：“师祖、师叔祖，你们放心，我一定会踏入河道期，将他老人家救回来。”陆青霞不禁苦笑摇头，河道期岂是那么容易踏足的？自灭妖大战后，近10万年，东域就没出过一个反虚修士，期间多少精彩绝艳的天骄俊杰。可是他没有再说下去。小雨虽然天资绝世，妖孽无双，说是有望踏入反虚期，他们是相信的，但是河道期现在说这些还真的太遥远。哎，小雨，你也别有太大压力，好好修炼就行，你曾师叔祖的事有我们呢。古剑南安慰一句，内心对墨雨的话同样不信。不过年轻人有这志气，他自然不会去打击，但修炼一途越到后面想突破就越难。这也是为什么化神初期修士那么多，但化神后期却只是寥寥几人的主要原因。哪怕有了小雨的破镜丹，他们最多也就敢奢望一下反虚期而已，但反虚期之上，那破镜丹可就没用了。而且就算还有用，你好歹的积累到那等程度吧。
这个积累的过程就要过滤掉80%修饰。对于2位长辈的质疑，墨雨并没有过多解释，还是到时拿事实说话吧。等2位老人离去后，墨雨一本正经地将大师姐拉进了屋里。大师姐，我有事想和你聊下。柳如玉顿时俏脸羞红而紧张。好吧。当天黑时，墨雨的聊天对象早已经换成了苏小柔。此时后者正睁着一双灵性美眸，羞答答瞪着光明正大偷看自己的墨雨，娇嗔道：小师弟，你还不出去？那小姑娘不是要来找你吗？说完，他赶紧转身收拾床单。墨雨不禁一阵脸红，都怪修炼太勤快，都差点忘了这回事。此时外面早已经月上柳梢头，而会客大殿内，大师姐正陪着叶清仙闲聊，门外站着她那4个漂亮侍女。见过莫公子。看到墨雨，4个侍女急忙恭敬行礼，并没有因为她只是筑基修士而有所怠慢。几位姑娘有礼了。墨雨微笑回礼，然后才故作从容地走进大殿内，冲着眼眸喜悦起身的叶清仙尬笑道：不好意思，一修炼起来就差点忘了时间，叶二小姐可别见怪。小姑娘急忙认真摇头：哪里会，是小仙打扰莫大哥修炼了，要说不好意思的是我才对。还有，莫大哥以后能不能叫我小仙呀？叫叶二小姐好生分呢。小姑娘期待地抬头看她，精致粉嫩的小脸上，乌黑眼眸闪闪发亮。好。对这个天使一般精致纯真的可爱小姑娘，墨雨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况且这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以后我们是不是就算是朋友了？小姑娘嘴角的笑容清纯而空灵，如同佛女。那当然，只要彼此确认了都算。墨雨肯定点头。这个叶家的二小姐看来被保护得太好了，从小到大估计都没什么朋友，简直纯真如白纸啊。14岁在前世蓝星的话，很多都开始飞天了，那可是父母头疼的开始。那柳姐姐，我们也算吗？小姑娘又雀跃地扭头看向柳如玉，眼神期待。当然算。安静坐在一旁的柳如玉难得的露齿一笑，笑容温柔灿烂。太好了，我以前在神启大陆都没什么朋友，我爹总怕我被他们带坏了。小姑娘一脸的惊喜雀跃，但说起自己老爹时，瞬间又满脸的无奈幽怨。都不用看，墨雨就已经能够猜得到，他爹肯定是个女儿奴，才会把自己宝贝女儿保护得那么紧。莫非修仙界也有小黄毛？回想前世往事，墨雨差点笑了出来。莫大哥，你在笑什么呀？坐在他旁边的叶清仙歪着脑袋好奇看他，模样乖巧又优雅，白皙的粉嫩脸颊仿佛会发光。没什么，就是想起了一些往事。哦，我也想姐姐了，从小到大，姐姐最疼的人就是我，可是我却帮不了她。叶清仙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双手紧紧揪着自己的裙摆，乌黑眼眶里隐含珠泪。精致唯美的巴掌小脸上充满无能为力的自责和担忧，楚楚可怜的让人心疼。莫大哥，我能求你一件事吗？小姑娘努力抿着小嘴，扭头看向他的眼眸里，晶莹泪珠早已无声滑落。你说。墨雨不禁心疼一叹，然后抬手帮他擦了擦眼泪。对方这样子，和师父师姐他们当初何其相像，想必他们当初的绝望也是和他一样的吧。想到这，他又不禁感慨地看了大师姐一眼，后者也正抬头看他，眼眸平静而温柔。叶清仙又羞涩地抹了抹眼角，抢笑道：我娘说长得好看的人运气都不会差，您以后要是遇见朱雀圣灵果，能帮我买下来吗？您放心，到时候我家会出钱的，您只要先买下来就好。墨雨眼神奇怪地看着他，你怎么确定我会遇到？叶清仙轻轻摇头，我也不知道，我又没有别的朋友，只能求你们了。那理直气壮的样子顿时让墨雨傻眼了，朋友就是这样用的吗？果然好有道理。小姑娘不好意思地看着他，轻声细语地补充道，而且向婆婆既然带我们来到这，就说明这儿还是有希望的，只是可能我们找的时间不够，您一直住在这里，没事的时候可以多看看呀，万一就找到了呢。说完，小姑娘又从手上戒指里拿出一张画递给了墨雨，满脸期待道，这是朱雀圣灵果的图片，莫大哥您快拿着。墨雨只好苦笑接过，感情人家这是有备而来啊。图纸上画的是棵2尺来高的青翠小树，上面结了一颗赤红如火的果子，看着跟圣女果差不多。墨雨看完又递给了大师姐，这才点头道，如果我在附近看到这果子，一定帮你摘下，并想办法送给你。我也是。柳如玉轻轻点头，谢谢莫大哥，谢谢柳姐姐。叶清仙高兴轻笑，仿佛又多了一份希望似的。说完，手中已经多了一柄晶莹雪白1尺来长的古朴匕首，然后诚恳的双手递给了墨雨，认真道，莫大哥，这是我生日时姐姐送我的礼物，现在我把它送给您，请您务必收下。墨雨顿时微微诧异，这匕首竟然是一件极品灵宝，
这等级别的宝物，这小丫头竟然拿来送人，这是不懂，还是财大气粗？要知道，她从系统里买来的那柄巨灵剑，也只比这匕首高一个等级而已，却整整花了她200万气运值，那可是能够扭转战局的绝世宝物。整个东域只有一件，小丫头这件极品灵宝，放在8大宗门里，绝对是镇宗之宝级别的存在，甚至有些宗门都未必有这等好东西。反正玄灵宗除了巨灵剑，就只有一件压箱底的极品灵宝乾坤8阵盘了，乃是玄灵宗护宗大阵。小仙，这礼物太贵重，我不能收，你放心，只要看到那果子，我一定帮你拿下。墨雨摇头拒绝了正所谓无功不受禄，否则他会有种骗小孩子糖果吃的罪恶感。但小姑娘却态度坚决，我娘说送给好朋友的东西就该送最好的，自己都不喜欢的，送给别人就不叫送了。叶青仙一脸诚恳，仿佛要送出去的只是一柄普通匕首而已。但墨雨还是坚定摇头，下次吧，如果我现在收了你的礼，却没礼回你，岂不是很没面子？叶青仙又将求助目光看向了柳如玉，后者也是微笑摇头，你莫大哥说的没错，收回去吧。好吧。小姑娘嘟着嘴，不情不愿地送起手中匕首，然后又抬头看着墨雨，认真道，莫大哥，要是下次再见您就会收了，是吗？差不多，我到时准备一下回礼。墨雨敷衍道，什么回礼？他这辈子都没离开过青云大陆，应该也不会和对方有相见之机。他忍不住内心一叹，他不是圣母，但也不是占人便宜的小人。真要是收了对方这么贵重的礼物，他再不帮对方找到朱雀圣灵果，就真不好意思了。关键那玩意，他是真有啊，当然是在系统空间里，价值300万气运值。他现在气运值都不够用，哪敢随意乱花。2位师姐每年一起才产生73万气运值，但每年的功法袋就要还200万。之前的1500多万气运值，买巨灵剑花了200万，剩下的那点气运值，他是分毫不敢乱用。而且老祖还在等他去救，想要踏入河道期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说不定还要花钱。因此他也唯有祈祷那位没见过面的女孩自己好运了。墨雨微微愧疚地看了小姑娘一眼，内心无奈。叶青仙立刻朝她乖巧一笑，笑容纯净甜美，然后又摘下手中那串玉珠子，期待地递给柳如玉。柳姐姐，这个总可以收了吧？这个真不值钱。看着那法则之气四溢的玉珠，柳如玉满脸无语，这还叫不值钱？看这样子丝毫不逊色刚才的那柄匕首。墨雨在系统里看多了宝贝，眼界可比大师姐高多了，一眼就分辨出了这东西的品阶，极品灵宝无疑，而且还是更加难得的防御性灵宝，在外界那是真正有钱也买不到的好宝贝。最起码流入东域，各大宗门肯定要抢破头皮。小仙，极品灵宝不值什么钱，那要什么才值钱？墨雨一脸无语地看着他，还真是财大气粗啊。到了这时候，他才更加感受到叶家的恐怖，同时对这个心地单纯又大方的小姑娘越加愧疚。这是真的送朋友东西，就送最好的呀。相比之下，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墨雨摇了摇头，坚定地将这个想法抛之脑后。自私就自私吧，当下他只能顾得上身边人了，何况他和小仙姐姐又不认识，自己尽量不欠他人情就好。没错，就这样。墨雨眼神复杂的不断说服着自己，叶青仙却没有想那么多，看柳如玉也坚决不收他礼物，只好一脸苦恼无奈的收回东西。看他闷闷不乐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损失巨大呢。墨雨想到在神启大陆失踪的老祖，忽然鬼使神差的问了句，小仙，你知道神启大陆有什么地方？非常危险，可能只有河道期修士才能去的吗？小姑娘好奇地看了他一眼，莫大哥，您是有亲人去那里了吗？墨雨轻轻点头，没有多解释。叶青仙皱着好看的弯月眉，想了好一会，然后才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我想不起这种地方，不过我可以帮您问夏姑爷爷，他去过很多地方，他肯定知道。没事，我暂时也不会去。墨雨也就是随口一问，以对方这年纪不知道也正常。再说就算知道了，没到河道期去了也没用，徒增烦恼。在修仙界想要活得久，该热血要热血，但该怂就一定得怂。几人又闲聊了好一会，主要都是小姑娘在叽叽喳喳，她负责回答问题。墨雨的独特言行和思维总能引得小姑娘惊奇赞叹，眼睛渐渐亮起了小星星。柳如玉则是一如既往的安静话少。聊到后来，小姑娘看她的眼神越来越崇拜，最后更是一脸惋惜的轻声感叹，莫大哥，要不是您有对象了，我都想等我姐病好了就介绍给您呢。我姐姐可美了，性格又好，你一定看得上，而且我相信她也会喜欢您的，真是好可惜啊。看着一脸可惜的叶青仙，墨雨不禁满脸无语。
小小年纪就想学人家当媒人了。嘻嘻，主要是人家觉得您人好嘛，和我姐很般配，当然和刘姐姐他们也很般配。小姑娘说完，又赶紧补救般的朝柳如玉甜笑了下，样子说不出的乖巧可爱。莫大哥，刘姐姐，夜已深，小仙就不再打扰，我有空了再来找你们玩。小姑娘依依不舍地起身，然后告辞离去。送走叶清仙，莫雨又搂着大师姐走向屋内，后者脸颊瞬间变得羞红欲滴。第二天一早，叶清仙就火急火燎地带着顾东周再次来到了莫雨的邀月峰，一到就急喊道：莫大哥，我们大概知道您说的那个地方了。听到叶清仙这话，莫雨三人顿时一阵激动，小姑娘却比他们还激动，人都没坐下就焦急地催促着扑克脸老头：顾爷爷，您快把那地方的情况和莫大哥说说。二小姐不用着急，我这就和莫公子说清楚。顾东周宠溺地看了他一眼，眼神无奈。人家叶清仙可以跟老头不客气，莫雨等人可不敢托大，急忙起身感激道：那就有劳您老了。几位不用客气。老头微微点头，这才开始认真介绍起来。若老朽所料不错，那地方应该就是神启大陆最东边的天仙岛。传说中那里曾是清风仙人飞升之前的道场，留下了许多宝物神丹，只不过数十万年来无数修士前赴后继，但能活着从里面出来的人却没有几个。数十万年，那地方存在了那么久吗？莫雨一脸疑惑。不错，至少也有40万年。顾东周肯定点头，苍老的脸上神色复杂，有无奈，也有遗憾和后怕。看来当年他也曾经是寻宝人中的一员。但莫雨却很不解，如果真的存在了那么久，这个宝藏应该早就被人挖掘完了。老祖说的，不到河道期不要去找它。换言之，只要达到了河道期还是比较安全的。现在的神启大陆或许没有河道期高人，但以前呢？难道以前也没有？要知道，在没有进行灭妖大战之前，连东域都有河道期修士，何况是神启大陆。当他把这个疑惑问出后，顾东周却是一脸肯定地笑了笑，摇头道：莫公子无需怀疑，那地方很特殊，除非实力能够超越当年的清风仙人，否则一个人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踏入其中，并最多只能带走一件宝物。至于能走多远，又能否有所收获，全看个人气运，强求不来。因此以前那些高人并不是不想将里面宝贝全带走，而是办不到。说到这，他又认真看着墨雨，严肃道：其实只要选择合适的通道进入，危险并不大，当然收获也会小很多。你要找的那个人很可能是进入了不属于他该进入的区域，所以才被困在里面。墨雨听得一脸震惊，急忙追问：那被困里面的人危险吗？老者本就严肃的脸色变得更加凝重起来。乃得看是什么区域了，有些地方误入即死，但有些区域却安全许多。不过有个共同点，就是里面的法阵会逐渐压制闯入者的境界，让他们缓慢衰退。当然这是暂时的，只要出来了，境界立马恢复。可要是在出来前境界压制到一定程度，在安全的区域也会变得危险。众人当然知道这个道理，最简单的就是辟谷，这是修士踏入筑基之后才会拥有的能力。可要是一个金丹修士进到里面，境界突然跌落到筑基期之下，再安全也得被饿死。况且任何地方的安全也只是相对而言，随着自身实力衰落，曾经的小可爱也可能变成凶狠的吃人野兽。墨雨和两位师姐对视一眼，内心沉重无比。看来老祖的情况恐怕很不乐观啊。他们之前还以为老祖是被困住了，甚至是通讯符被毁，所以才没法回信息。现在看来，或许就是跟境界下降有关。修士手中的传讯符能够传递多远，可是跟修士神魂强度成正比的。理论上来说，想要进行跨大陆的信息传递，唯有化神后期修士才能做到低阶修士，只有在高阶修士主动联系时，才能趁机构建短暂的联系，否则神识强度不够，即便有通讯符，也传递不了太遥远的距离。看来老祖这次之所以能够回复那么一句，还是因为师祖踏入了化神后期。可即便这样，老祖还是惜字如金。由此可以推断，老祖的境界恐怕已经被压制到了化神后期之下，甚至更低。想通其中细节，墨雨的内心顿时心急如焚。老祖之所以会陷入那等险境，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为了帮他寻找大道本源。他的眼前仿佛又浮现了那道苍老的慈祥身影。小雨，你是玄灵宗的希望，老祖和宗门上下就算拼了老命也会将你治好，你一定要撑住。可以说没有老祖和宗门一众同门的支持，墨雨顶不到这个时候，即便没有自我了断，也早就寿元枯竭而死。现在墨雨撑过来了，但不少同门却因他而死在了各处禁区秘境里。现在三师姐和五师姐还没音讯呢，老祖又为他陷入险境，他只觉得胸口发堵，心情莫名的烦躁愧疚。虽然他有信心未来将玄灵宗扛到青云大陆之巅，
甚至是君临整个清明界。可是他欠一些人的，却永远也没机会还了。正在他心情低落时，一只柔软光滑的小手却塞进了他手中，而后十指紧扣。几乎在同时，他另一边的手也被大师姐紧紧握住，掌心中的温暖让他内心逐渐平静下来。小师弟，不要急，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将老祖接回来的，而且你还有我们呢。柳如玉语气坚定，对任何事都仿佛漠不关心的他，此刻那清冷淡漠的脸上却掠过一抹浓烈的心疼。小师弟从小就背着东域第一天教的名头，也背着整个宗门的期待和希望，压力之大，他比任何人都感受得更清楚。因此他虽然一直都不爱说话，跟其他师妹也显得不是那么的亲密，但他却喜欢跟小师弟待在一起，就是希望自己的陪伴能让小师弟有那么一刻的放松，不要压垮了他自己。好在他一直都做得很好。苏小柔眼神温柔，灵性十足的乌黑眼眸里充满了信赖和心疼，声音软糯道：小师弟，你可是说过要带我们一起踏入大道之巅的，区区河道期还不是眨眼便至，到时候我们陪你一起去接老祖。好。墨雨收起心中情绪，眼神越加坚定。现在在这矫情伤感没有丝毫用处，还不如把这些时间用在修炼上。莫大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叶青先紧绷着漂亮小脸，眼眸异常的认真，显然在他内心是真这么想的。但旁边的顾东周内心却是不以为然，想要踏入河道期何其之艰难，神起大陆都难于有人达到，何况是小小的东域。但这些话他并没有说出口，又详细说了一些天仙岛情况后，带着叶青先告辞离去。3天后，向兰芝领着叶青仙等人正式前来告辞，准备继续往东走。若是再无收获，就只能返回神起大陆了。几人相互在对方通讯符上留下神识，算是添加了联系方式。依依不舍的叶二小姐这才挥手告辞离去。墨雨刚拉着大师姐准备去修炼，就被师祖神念传音叫到了议事大殿。来到后才发现几位太上长老都在，不等他开口，古剑南就直接开门见山道：若是近期无事，就陪我和你四师叔组去趟天剑门吧。墨雨眼神好奇，最近倒是没事，不过咱们去天剑门干嘛？为你退婚。退婚？听到这话，墨雨顿时傻眼了，他咋不知道自己有婚约？师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墨雨满脸懵逼。古剑南沉吟了下，苦笑道：100年前，我们曾为你和天剑门圣女司徒清玄定下了一门婚约。当年你天赋实在太妖孽，我们担心其他宗门会有歹念，所以才想着和天剑门联姻，也算给你的安全加道锁。以你的天赋，他们自然也愿意，于是一拍即合。可谁知道，就在婚事定下不到2天，你就出了那件事。古剑南惋惜感慨，那时双方都不知你伤势会怎样，所以都默契的没有公布。其实大家都在等，你要是能恢复，婚姻自然会继续，否则大家只会当成玩笑，所以就拖到了现在。如今你虽然根基恢复了，但你和你2位师姐这情况，天剑门自然不会再同意，还不如早点把婚约给退了，大家面子上也好看些。古剑南一脸苦笑道：好在他们还不知道你已恢复，想必也会很乐意。师祖，那就赶紧退了吧。墨雨脸色严肃，这婚当然要退，这要是和对方联姻，自己的很多行为就不只是自己的事，而是事关2宗脸面。说白了，他再想给每个气运之女都安个家，就不得不考虑天剑门的感受了。人家的圣女和你联姻，你却在外面搞3搞4，天剑门老祖怕不得提刀杀上门来讨说法，所以这事还必须得尽快处理。万一自己和师姐的事被对方知道，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要是再发现自己根基也恢复了，那就更加复杂。古剑南无奈叹息：那你明天随我去趟天剑门，当面退婚啊？我也要去。墨雨一脸无奈，他修炼都没时间，实在不想去啊。古剑南肯定点头：当然，这件事说起来还是我们违背了约定，身为当事人，你自然要跟着去一趟。好吧。墨雨无奈点头。回到邀月峰后，又将此事告知2位师姐，让2女听的眼神微妙，显得都没想到自家小师弟差点被人截胡了。次日一早，墨雨就跟着师祖还有4师叔祖坐在了一艘飞往天剑门的飞行灵舟上。天剑门和玄灵宗虽然同在东域，但2者的距离却有数千万里之遥，即便以灵舟的飞行速度，也需要10来天。巨大的飞行灵舟上，除了他们3人，还有10多位弟子跟随，其中就包括墨雨的3位追随者，那是怎么撵都要跟着来。墨雨无奈只好作罢。冷峻孤傲的杨牧，低调寡言的严无忌，以及粗犷豪爽嗓门大的陈飞雄，3个人里就2个闷葫芦，再加一个缺心眼的。而其他弟子对墨雨除了恭敬就是崇拜，在那种眼神下，他实在没法和他们好好唠嗑。因此他的旅途是单调的，
全都奉献给了修炼。既没遇上什么圣女被追杀需要英雄救美的，沿途碰到的修士也没人敢上门来招惹他们。他当然知道原因，如此巨大的飞行灵舟就是实力和背景的象征，就好比前世蓝星的超级跑车，一般人看到都会下意识的躲远点，一般小宗门或者散修穷的只能遇见飞行了，无论是速度还是舒适度，跟飞行灵舟都没法比。好在修炼的日子过得很快，在飞了12天后，灵舟停在了一处仙雾缭绕的巍峨群山前。在群山之中，有座格外雄伟广阔的巨峰，如同天外飞剑一般直直插在地上。无数御剑飞行的修士不时在其中进出，仿若人间仙庭，美轮美奂。一股威严神圣的仙家之气扑面而来。师祖，这就是天剑宗吗？墨雨微微好奇。论宗门的环境之美，这天剑门比玄灵宗还要美上2分。不错，我们进去吧，有人来迎接了。古剑南的话刚落下，一队气息强悍的修士队伍就在几位老年修士的带领下快速飞了过来。古道友、陆道友，大驾光临天剑门，真是让比宗蓬荜生辉啊，快请。走在最前头的是2位须发皆白、气质古朴沧桑的老年修士，此刻正一脸笑意。后面跟着一帮中年修士，全都气势不凡。古、陆2人领着墨雨快步上去，神色感慨：一晃100年，董道友和钟道友的风采更胜往昔，让人羡慕啊。古道友，你这话可让老朽2人汗颜了。要论风采，谁人能及你家小师妹？哈哈！为首老者哈哈大笑，一身雪白长袍，气质儒雅，笑容和煦，银白长须飘垂于胸，超脱如仙人。你们聊你们的，没事扯上我干什么？陆青霞没好气地瞪了老头一眼，后者哈哈大笑，毫不在意。几人之间显然非常熟，玩笑寒暄中，很快就来到天剑门的会客大殿中。古剑南和陆青霞只带了墨雨进去，其他弟子则由天剑门年轻弟子在其他地方招待。天剑门这边除了那2位老者，还有几位内门长老作陪。可能是考虑到墨雨的缘故，在座的还有一位冷傲年轻人，此时正一脸诧异地看着墨雨，眼神中难掩惊讶和意外。显然对于这位100年前的东域第一天骄，他早就认了出来，只不过他并没有上前招呼，随后就将头扭向了一边，脸上迅速恢复了矜持和高冷。墨雨微微一笑，没有在意。几个老头又寒暄了一会，古剑南这才放下茶盏，然后指着墨雨，冲白袍老者苦笑道：这就是我那徒孙墨雨。白袍老者顿时一脸震惊，手中端着的茶水都差点抖了出来。他惊讶打量了墨雨好一会，然后才一脸复杂的感慨道：果然是一表人才，人中龙凤啊。他这倒是说的真心话，只不过还有一句可惜没有说出口。在这瞬间，他已经大概猜到古剑南的来意，恐怕跟100年前的婚约有关，就不知对方这次来是出于什么想法。在场众人听说他就是墨雨后，全都将震惊的目光投向了他，脸上表情各异。对于这位曾经名动东域的绝世妖孽，在座的大多数人可谓是非常熟悉。这不只是因为对方的天赋和威名，更因为他差点成了自家宗门的姑爷。那婚约在天剑门高层并不是什么秘密，甚至师徒清玄本人也早就知晓并同意。只可惜100年前的一场阴谋，让这位天骄跌落神坛，也让这件事变得讳莫如深起来。不知他今天前来有何目的？是要履行当年的婚约吗？即便现在玄灵宗如日中天，隐约有东域第一宗门之势，可如今的墨雨却不比当年，这婚约就变得很尴尬了。众人不禁心思复杂，有几人更是眉头紧皱。古剑南客气几句后，开始为墨雨介绍，白袍老者正是天剑门的上代门主，现如今的太上长老董守拙，一位化神中期高人，同时也是当代门主的师傅。墨雨见过董老前辈。墨雨赶紧起身行礼：快坐快坐，无需多礼。董守拙连连摆手，脸上充满了遗憾和惋惜。要是没出100年之前那件事，以这孩子的相貌气度以及冠绝东域的妖孽天赋，和清玄简直就是绝配啊！可惜了呀。古剑南继续介绍，在董守拙旁边的青袍老者正是他的师弟，天剑门另一位太上长老钟无极，同样是一位化神期修士。不过他的身材明显比董守拙魁梧多了，威严的老脸上带着慈祥和蔼的笑容，眼眸深邃。在介绍完他之后，他还自动接过了介绍任务，开始为墨雨介绍其他人。天剑门其他2位太上长老目前正在闭关，而天剑门的当代门主魏天命正是坐在他右侧那位面目威严的中年人，一身墨色长袍，脸上冷冰冰的不苟言笑，乃是董守拙大弟子，同时也是墨雨那位圣女未婚妻的师傅。墨雨早就发现了，从他见到自己的第一眼起，就一直眉头紧皱，眼神不爽。他不禁微微苦笑，这是担心自己会提出要完婚吗？还好是退婚啊。
否则还不知被人怎么嫌弃。不过他也能理解，毕竟谁也不想自己徒弟嫁给一个将死之人。他再次微一拱手，晚辈墨雨见过魏门主，莫小友无需客气。对于他的行礼，魏天命只是不咸不淡的点头回应，态度疏远而客气。墨雨没在意。至于其他人，都是天剑门的内门长老，他同样客气见礼。在介绍完其他人时，那个模样有点高傲的年轻人却是自己站了起来。天剑门牧尘见过玄灵宗的各位前辈。说完后，又朝墨雨微微拱手，神色淡然，却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一脸矜持的笑了笑，没有一点要寒暄的意思。墨雨只好也跟着点了点头，反正他也没听过这人。当年他眼中只有上一辈天骄，对同辈天才知道的真不多。董守桌看得眉头微皱，虽说牧尘也是门中年轻一代的第二天才，400岁就踏入了金丹后期，当得起天骄二字，但这心性注定走不远。至于天剑门第一天骄，正是墨雨的那位未婚妻，280岁的金丹后期天才司徒清玄，只不过今天却没出现。身为后辈，在这种场合自然没墨雨说话的份，他也乐得清闲，只顾着喝茶吃水果。旁边负责给他端茶倒水的可爱小丫头都忍不住偷偷看了他好几眼。他活了12年，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在这种场合吃得那么欢乐的。不愧是清玄姐姐的未婚夫，就是不一样。又聊了好一会，几人这才扯到正题。董守桌眼神认真，不知两位道友今日光临天剑门可是有何要事？古剑南悠悠一叹，然后轻轻放下茶盏，感慨道：当年你我二人为后辈定下的婚约，如今也该有个交代了。贵宗圣女天赋卓绝，相貌倾城，无论是我们老的还是小雨本人都是非常满意的。可惜我这徒孙的伤势100年来一直未能恢复，实在不忍心再耽误那丫头，因此思虑再三，今日特意前来解除婚约。这话一出，全场顿时为之一静，众人神色复杂，还以为是来完成婚约的，想不到竟然是来退婚。玄灵宗做事倒也挺讲究。董守桌不禁苦笑，感谢贵宗的良苦用心，这事且容我等商议后再做回复如何？好。古剑南微微点头，所谓商议，不过是让大家面子上好看些。这婚约，天剑门自然是愿意退的。此时，墨雨身后的可爱小丫头已经悄悄退出大殿，然后朝远处飞奔而去。那小丫头一路来到一处幽静院子，人还没进到屋，就着急忙慌的大喊起来：不好啦，清玄姐姐，你要被人退婚了！小灵儿，什么叫我要被人退婚了？屋里传出一道年轻女子的清脆声音，悦耳动听。过了会，一个身穿红裙、明眸皓齿的美丽少女英姿飒爽地走了出来，美眸纯净清澈，身姿曼妙，乌黑长发随意用一根红绳扎于脑后，干净利索，腰间挎着一柄墨色古剑，更让她纯净清雅的气质中增添了3分英气。简单、干净、纯粹，关键是容貌美得不像话。那叫灵儿的小丫头赶紧将大殿中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末了，小丫头还一脸不爽地抱怨道：那个墨雨真是没良心，她竟然在大殿上吃得那么开心，100年都不来找清玄姐姐，好不容易来了，竟然要退婚，真是傻乎乎的。司徒清玄不禁柳眉微皱，然后平静道：放心，我司徒清玄的婚可不是那么好退的，现在都过了100年，想逃可没门啊！清玄姐姐，我听说那墨雨都快要死了，你还要嫁给他？小丫头一脸错愕，她内心不满，也只是不爽这退婚是别人先提出来的而已。在她看来，遇到清玄姐姐这种人，那别的男人自然得千方百计的争取啊。然后清玄姐姐在自己提出退婚，这样才有面子吗？那个墨雨虽然长得好看，以前的天赋听说也很恐怖，但他怎么可以不喜欢清玄姐姐呢？就像宗门里那些师兄甚至师叔们都明里暗里的偷偷喜欢清玄姐姐，只是姐姐不理他们而已。这个墨雨莫非是个不喜欢女人的怪人？咦，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然后过了会，他才听到司徒清玄的无奈问话声：小灵儿，你又在想什么？问你话也不回应。小丫头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嘿嘿笑了笑：清玄姐姐，我没想什么，那个墨雨他会不会是不喜欢女人啊？司徒清玄顿时被他的话雷到了，然后眼神无奈的警告道：你以后离那些师兄远一点，少去偷听他们聊天，听见没有？哦，那你说那个墨雨会不会真的是不喜欢女人呢？否则他怎么会来退婚？小丫头一脸纠结，可爱的小脸上充满不解。司徒清玄被他打败了，没好气道：那你待会自己问他。好呀，好呀，不过爷爷会不会不高兴？我怕他骂我。小丫头眼睛一亮：你继续回去盯着，别让人知道是我叫你去的。司徒清玄不想再跟他继续这个话题。好，我一定帮你盯紧他。
小丫头撒腿就跑没影了，打发走小丫头。司徒清玄咬着红唇在院子里来回踱步，绝美的脸上闪过一抹坚决。都订婚100年了，还想跑？你要是真没救了，大不了我司徒清玄为你守寡。说完，果断往大殿走去，将古剑南几人安置妥当后，董守拙等人又神色复杂地回到了大殿内。看到闯进来的司徒清玄，他们并不诧异，显然早就猜到了。之前董守拙的宝贝小孙女离开大殿，大家就猜到是给他报信去了，正好省得解释小玄退婚之事，想必你已知道。你要和那小子见一面吗？董守拙满脸可惜地叹了口气。司徒清玄一脸的平静地看着老人，轻轻点头道：自然是要见一面的，不过我不同意退婚，烈女不似二夫，我和她订婚100年，岂能说退就退？你不退？董守拙一脸的惊讶，张了张嘴，一时间竟不知该怎么劝。旁边的魏天命却是急了，忍不住眉头紧皱道：清玄，那墨雨不但根基未复，境界还依旧是筑基初期，也就是说他这100年修为毫无寸进，已经是个废人。以他筑基期的境界，你觉得他的寿元还能剩几年？难道你真想一辈子为他守寡不成？一直没说话的钟无极也忍不住叹息劝说：小玄，你还年轻，又天赋卓绝，未来至少还有数千年时光，切不可因此耽误自己啊！你和他只是订婚而已，何来似二夫一说？况且还是他主动提出退婚，你又何苦呢？司徒清玄美眸坚定地看着几位长辈，平静道：师祖、师叔祖、师尊，人家为何提出退婚？我们大家都清楚，那只是他不想耽误我。当初和他订婚后，我曾偷偷打听过许多关于他的事，100年来他已经是我未婚夫了。我也觉得我的道侣就该是他那个样子，如果世上再无那般人，孤独向道又何妨？司徒清玄语气平静而坚定，纯净绝美的脸颊上充满了执拗和坚决，就像一个信徒找到了自己心中的大道。作为他的师尊，魏天命太知道他那平静乖巧外表下的那份孤傲和清高了。他对很多事都不在意，不爱装饰，不爱美，对别人的看法也从不在乎。可一旦认准某件事，就算是他这个师傅也很难更改。魏天命感觉头都大了，但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看着自己天赋最妖孽的徒弟就这样跳进火坑。即便是董守拙和钟无极也都做此感想，哪怕以后真的一个人孤独向道，也没必要挂上墨雨魏王人的身份，将自己的后路全堵死。可惜任凭他们怎么劝说，司徒清玄就是不妥协，几人只好无奈离去。不过在他们想来，只要玄灵宗坚持退婚，司徒清玄就算不愿意也没用。这件事情可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半个时辰后，一个可爱小丫头一脸不情愿地悄悄来到墨雨居住的小院。看到她，墨雨一脸惊诧。对于这个曾经给自己送过茶点的小丫头，她还是有印象的，不禁好笑道：你是来给我送吃的吗？小丫头一脸不爽地翻了下白眼，哼，就知道吃，清玄姐姐要见你，快跟我走吧。墨雨顿时满脸惊讶，这个清玄姐姐不用问也知道，必然是司徒清玄。可她在这时候见自己，干嘛要骂自己一顿吗？满心疑惑的她决定跟过去看看。墨雨跟着小丫头刚走，旁边院子里的古剑南就和陆青霞一脸奇怪的对视一眼。以他们的实力，自然听到了两人的对话，因此才会如此惊讶。他们也想不通，那丫头这时候见小雨干嘛？不过对于年轻人的事，两人并不打算插手，毕竟婚约一场，见个面也没什么。很快，墨雨就跟着那个叫董淑玲的小丫头来到了一个安静清幽的院子里。院子不是很大，但环境却非常优美。一个身穿红色长裙、腰间挎剑的绝色女子正蹙眉端坐在院中凉亭里，在想着心事。明眸皓齿，身段高挑修长，充满了英姿飒爽的气质。乌黑明亮的美眸顾盼之间灵动而果决，让她身上多了一股独特魅力。墨鱼满脸的惊艳，这个天剑门圣女果然是国色天香，姿色丝毫不逊色自己那几位妖孽师姐。但真正让她震惊的，却是对方头顶出现的那个透明面板。姓名：司徒清玄，气运之女，年龄280，境界金丹期后期，体质先天无垢剑体，世间最强剑体之一，天生剑心通明，任何剑术一学便会，剑道天赋恐怖。彻底征服后，奖励气运值2000万。墨鱼眼睛不禁睁大了，内心纠结万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要退婚的对象竟然是一位气运之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可是现在要退婚了呀，自己该怎么整？此时的司徒清玄也在大方打量着墨雨。对于自己这位名义上的未婚夫，他可是见过画像的。只不过画像虽然好看，但他还是觉得眼前这人比画像还要漂亮几分。
司徒清玄瞪了眼坐在一旁看热闹的董淑玲，笑容亲切和蔼。小玲儿，你是不是可以走了呀？小丫头顿时不爽了，鼓起腮帮子大声抗议道：哼，清玄姐姐，你这是过河拆桥，你们聊你们的，我又不打扰你们。司徒清玄不说话，只是微笑看着他，修长如春葱的白皙玉指在桌上一敲一敲的。小丫头被看得头发发麻，最后气鼓鼓地站了起来，瞪眼道：清玄姐姐，你在威胁我，人家下次就不帮，改天带你到福满楼吃零寿宴，随便点，我要吃2顿。小丫头瞬间眼睛放光，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成交耶！清玄姐姐真好，那你们慢慢聊，我去给你们看着。收获了2顿大餐的小丫头兴高采烈地转身离去。看着她走后，司徒清玄这才扭头看着墨雨，眼眸平静，面无表情。莫公子请坐，想必你已知我是谁，也就不自我介绍了。我只有一个问题，你为何要退婚？说到这里，司徒清玄的一口小白牙被咬得咯吱作响，随后将腰间长剑重重拍在桌子上，眼眸狠狠瞪着他大有解释的不满意就揍他一顿的气势。墨雨从发呆中微微回神，然后苦笑坐下。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会这么直接，而且感觉还很生气。不过生气的样子真好看呀，还有点可爱。但经过刚才的短暂思考后，他还是觉得自己不能因为一棵树就耽误了一片森林，于是诚恳道：我的情况我自己知道，我很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恢复了，不想耽误了你。之所以耽搁了这么久才来，是因为我也是在前不久出关后才知道这婚约的存在。司徒清玄微微点头，绝美俏脸一片平静，也看不出是个什么意思。他想了下，一双清澈纯净的眸子静静看着他，平静道：但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订婚100年你才来退婚，这个责任在你，总没错吧？墨雨无奈点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能做到的我都答应，就当是作为耽搁了你100年时间的补偿吧。人家姑娘确实说的没毛病，竟让他无法反驳。那好，这个婚我不退。司徒清玄说的云淡风轻，但眼神却无比坚定。墨雨瞬间就惊呆了，眼睛傻傻地看着他，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来此之前，他什么可能都想过了，就是没想过对方不同意。他以为对方不清楚自己的情况，急忙解释道：司徒姑娘，你可能不清楚我现在的情况。不，我都知道。司徒清玄摆手打断了他，继续道：你不就是根基被毁，至今还没恢复，并且寿元不多了吗？我不在乎，反正东域也没有我能看上的，大不了你死了，我给你守寡。墨雨彻底傻眼了，自己都这样了，还那么吃香吗？这不科学啊！其实这个世界很大，除了青云大陆，还有其他大陆，我相信比我还妖孽的天骄一定还有。墨雨继续苦口婆心道：你现在如此年轻，已是金丹后期，未来成就必然不凡，往后时光你难道要一个人度过？等你老了，你一定会后悔自己今天的决定。司徒清玄眼神奇怪地看着他，最后实在没忍住，好奇的小声问道：你是不是不喜欢女人？墨雨顿时一脸的羞恼，忍不住大声喊道：怎么可能，我很正常好不好？我只是不忍心耽误你。什么人啊，竟然怀疑自己的兴趣爱好？要不是不合适，他真想向他证明一下自己的强大攻击力，到那时候看你叫不叫就完事了。那你为什么非得退婚？是我不够好看吗？司徒清玄剑眉微蹙，当然好看，简直美得跟天仙似的，但这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而是不能。那你肯定还是不喜欢女人。司徒清玄眼底闪过一抹开心笑意，但脸上却装出一副平静淡定的神态。墨雨被逼急了，不禁咬牙说起了大实话：我实话实说吧，我这人比较花心，不满足只有一个道理，但是出于我们两家宗门的交情，一旦和你联姻，我就不好再找其他女人，所以我才要退婚。现在你明白了吗？司徒清玄不禁站了起来，然后围着他打量了一圈，最后眼神不解道：确实只有筑基修为啊，也就是说，你要是不能恢复的话，也没多少年了。那你还怎么多找女人？以你墨雨的名声，不至于什么女人都要吧？以前也没听说你在这方面乱来啊，莫非是为了退婚故意找的借口？司徒清玄眼神笃定，然后又一脸平静地看着他，干脆地点头轻笑道：你放心，只要你找的那些女人天赋姿色都不逊色于我太多，我就不会干涉你。但是不能什么女人都往家里领，我丢不起那人。他内心好笑，还想用这种谎话骗自己，真当自己是单纯无知的小姑娘吗？真是笑话。老实说，这一刻的墨雨动心了，多么善解人意的好姑娘，关键还是气运之女。至于约束，他要找的都是气运之女，在姿色天赋方面肯定不会和他有太大差距，简直一点都不受影响。可是天剑门呢？自己可是已经说了要退婚，这又突然反悔，人家天剑门的老爷子能答应？尤其是那个魏门主，
简直巴不得他赶紧走，难度很大啊。看见他犹豫的表情，司徒清玄恍然大悟：“你是担心我师祖他们不同意吗？”墨雨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司徒清玄不禁嘴角上扬，瞬间绽放的唯美笑容，美得让人心跳加速。墨雨也表示很好看，好看到他都想去摸一下，对方的心跳是不是跟自己一样快？看着他的目光，司徒清玄脸颊微红，干净澄澈的美眸忍不住瞟了他一眼。放心，只要你那边咬定不退婚，我这边就绝对没问题，我会去说服他们的。你先回去，等我的消息。好，爸。墨雨愣愣点头，他是真的想不通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婚没退成，怎么感觉又要开始抢亲了？而且还是跟人家娘家人抢。墨雨刚回到自己住的院子，古剑南就把他叫了过去，在场的还有陆青霞。两位老人一脸担忧地看着他，关心道：“小雨，那丫头叫你过去，所为何事？”“对啊，没有刁难你吧？”在他们看来，这拖了100年才来，一来就是退婚，人家姑娘真有什么不爽，也是能理解的。但要是敢做得太过分，那可是绝对不行。毕竟这是看似玄灵宗理亏，但天剑门同样在做2手准备，双方谁也别说谁。没看见那些人听见要退婚，脸上如释重负的表情吗？心里不知有多期待。要是他们知道小雨的根基早已恢复，不知又作何感想。墨雨脸色古怪的摇头道：“没事，就是找我聊了一下退婚的事。”陆青霞顿时脸色不爽，冷哼道：“我们都主动来退婚了，他还如此心急干嘛？莫非夏家等不及了？董守拙这个徒孙做事真是无理。”古剑南也是一脸不悦，他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吧？要是敢乱来，我非得找信懂得理论理论。倒也没说什么，就是说他不愿意退婚。墨雨脸色古怪地看着两位老人，微微尴尬道：“他还说他会去做通他师门长辈的工作，只要咱们这边坚决不退就可以。”“什么？他不愿意退？”两位老人顿时一脸的懵逼。陆青霞顿时一脸震惊，这结果想破他脑袋也想不出来，一个天赋妖孽的绝世天才竟然要死抱着这门亲事不放。如果是小雨没受伤之前，那再正常不过，可要是现在的话，这就不是常人该有的思维了。他图啥？两人之前也没见过面，更加不可能有什么感情。小雨根基恢复的事在宗门都是秘密，他更加不可能知道。古剑南也是眼神呆滞，和陆青霞面面相觑了好一会，才诧异的摇头苦笑。这姑娘是怎么想的？她怎么就不退呢？陆青霞忽然反应了过来。等等，小雨，那你是什么意思？你也不愿意退吗？墨雨尴尬的摸了摸脑袋，苦笑道：“四师叔祖，我答应他了。”陆青霞顿时眼睛圆睁，答应了？不是，小雨，咱也不能这样骗人家小姑娘啊。刚才以为那丫头在催着小雨退婚，她还很不爽，可现在发现这姑娘如此实诚有眼光，她又不忍心自家后辈去骗人家了。小雨，咱们这样骗人家，万一被她知道你的事，别说根基已恢复的事，关键是你家里都有2位道侣了，人家姑娘能同意？就算她同意，天剑门也不会答应啊。古剑南虽然没说话，但墨雨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估计也是差不多想法，不禁苦笑：“师祖，您觉得我会是那种人吗？”“哦，那就好，否则我真不好意思再见人家长辈了。”古剑南松了口气，又担心道：“那你是怎么说的？没透露根基恢复的事吧？”由不得他不担心。极乐仙子谣言之事虽然暂时好像过去了，但随着他突然踏入化神后期以及巨灵剑的出现，世人的内心恐怕只会更加相信那个谣言。这些情况他们当时不是没有考虑到，只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罢了。当初要是不展示武力，震慑住5大宗门，玄灵宗结局难料。因此在局势没有彻底稳定下来之前，他们真不敢让小雨的情况暴露在大众面前。包括天剑门，当年订婚不过3天就遭到了别人围攻暗杀，谁知道天剑门里面有没有那些人的同谋？一切还是稳妥为主。看着两位长辈，墨雨不禁脸色尴尬的低语道：“我跟他说，我这辈子不可能只有1个道侣，他也同意了，说只要天赋姿色不逊于他，就不会干涉我。”古剑南和陆青霞不禁面面相觑，一脸古怪，感觉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了。3妻4妾很常见，但这等天之娇女还愿意和别人共侍一夫，就非常少见了。可不是谁都像如玉和小柔那样对小雨如此宠溺偏爱。古剑南苦着脸站起来，白色胡须都差点被他自己捋断几根。“小雨，你若是和那姑娘双方有意，你师姐他们又不反对，师祖自然不会棒打鸳鸯。可不透露你情况的话，又怎么让天剑门同意呢？”陆青霞却是一脸霸气：“现在只要那丫头也不同意退婚，那就够了。这婚约可是100年前
两家太上长老一起定下的，岂能说改就改？古剑南无奈瞪眼，可现在主动提出退婚的是我们啊，现在不是还没退吗？又反悔了不行吗？对于四师妹这略显无赖的话，古剑南一时间竟无法反驳。可人家天剑门能同意？比起当年，如今小雨不但表面上是个废人，关键现在的玄灵宗虽然实力强悍，但情况也很微妙。可以说周围全是虎视眈眈的目光和潜在敌人。天剑门一旦和自家联姻，压力和风险都不小，但除了收获一个强大盟友外，收益却几乎没有。关键人家现在好端端的，压根就不需要什么盟友啊，何况还是个自带大麻烦的玄灵宗。古剑南思索良久，忽然扭头看向师妹，斟酌道：董守拙好像困在化神中期很久了吧？大师兄，你是想送他一枚破镜丹？陆青霞眼神惊讶。如果是这样，这聘礼可谓重如泰山，一枚破镜丹足以让天剑门再上一个台阶。不是我送，是小雨，而且也不能这样主动给他，得让他来求我们。古剑南微微一笑，沧桑眼眸里闪过一抹睿智光彩。我先去给他透露一下，他们自然会主动求上门来，不急，太急就显得不珍贵了。墨雨听得一脸懵逼，现在的师祖怎么感觉有点小陌生啊？这表情怎么看都有点老狐狸的味道啊。不过他的信心却更足了，只要再征服司徒清玄，自己可使用的气运值就宽裕多了。看着满系统的宝贝却没钱购买的痛苦，谁能懂？师兄，那咱们现在就去找姓董的喝茶。当初玄灵宗危机，这老小子竟然在旁看热闹，真不够意思。陆青霞起身就往外走，不过话虽如此，内心却并未真的见怪，因为换作是他也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守护的责任，岂能真正自在随心？古剑南赶紧苦笑跟上。无事可干的墨雨出门找到同样无聊的杨木三人，正准备到天剑门四处逛逛，就看到沐尘领着几个年轻修士朝他们冷漠走来。墨兄，这是要出门游玩吗？不如小弟带你们随处逛逛。沐尘一脸生硬的微笑道。看着他脸上的笑容，墨雨都替他难受，于是好奇问道：你明明不想笑，为何要勉强自己呢？墨兄，此话何意？沐尘脸色尴尬，眼中闪过一抹恼火。没什么，我们自己逛就好了，你们请便吧。墨雨懒得再搭理他，虽然不知道沐尘的敌意从何而来，但一看就没憋着好屁，他也没那个闲心跟他们玩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说完没再多看对方一眼，领着三人就往前面走。沐尘脸色一僵，强装出来的假笑顿时消失不见，犹豫了一下，又领着几人挡在了墨雨面前，咬牙道：我听说你这次前来是为了跟圣女退婚，虽说你配不上清玄师妹，解除婚约已是必然，但却不该由你提出，你这样让天剑门脸面往哪里搁？墨雨差点气笑了，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后不耐烦道：那你又能怎样？沐尘顿时被他憋得脸色通红，内心仿佛受到了巨大羞辱，不禁咬牙低吼：墨雨，现在不是从前，还以为自己是东域第一天骄呢，你凭什么这么傲气的跟我说话？他身边几人同样面露恼火不满之色，可他们刚想开口声援，就被三道冰冷怒吼声打断。你他妈什么东西，也配合我家公子这样说话？跳梁小丑，不服来战！你是想死吗？陈飞雄说话粗鲁，言无忌一如既往的简洁，杨木性格却最是孤傲狂暴。说完之后，三人同时跨出数步，冷冷盯着对面那群人，眼中的戾气汹涌沸腾。一向被视为天剑门年轻一代顶尖天骄的沐尘，被人如此呵斥，怎能受得了？可是看着对面三人，他的脸色却更加铁青。其中两人气息丝毫不弱于他，至于那个说话最狂妄的，实力更是深不可测。他是一点看不出对方境界，在联想到几人对墨雨的称呼后，他不禁内心一震。莫非这三人都是墨雨的追随者？别看他之前对墨雨好像不屑一顾，但对于对方的事迹却清楚得很，自然知道他曾经有过10大妖孽追随者的事，这让他一时有点下不来台。但想到这是在天剑门，心里又多了一丝侥幸。何况他的骄傲也不允许他低头，否则其他弟子怎么看清玄师妹又会是何等失望？想到清玄师妹，他瞬间勇气大增，眼中重新绽放出无敌的从容和自信，大笑道：玄灵宗真是好大的威风，真当我天剑门没人吗？说到这，他身上金丹后期修士的强大气息狂暴四溢，整个人神采飞扬，再配上他那俊俏面容，确实有点绝世天骄的风采，最起码他身后那几个师弟就看得一脸崇拜。400岁的金丹后期修士，即便在整个东域年轻一辈中也算得上天资出众，踏入元婴修士基本上只是时间问题。但这些对墨雨来说，即便不算平庸，顶多也只是还凑合。因此
对于这种挑衅，他是真的很没耐心。看着满脸自信的沐尘，他不禁冷笑摇头。如果400岁踏入金丹后期，已是天剑门顶级天骄，那还真是非常一般。所以，麻烦以后别来我面前找存在感，那真的很丢人。杨牧，去让他知道什么才是天骄。是，公子。杨牧恭敬回应，然后飞身来到一旁空地上空，又随意地伸出手指朝下方沐尘勾了勾。我今年刚好401岁，那边让你一只手，放心，不会要你的命，上来挨揍吧。只是大1岁就让一只手，还上来挨揍，汝知人言否？奇耻大辱啊！沐尘只觉得浑身气血全都争先恐后的往脑子里全速冲刺，眼睛胀得赤红如血，然后喘着粗气，凶狠盯着杨牧，大声怒吼：好，好，好！今日我沐尘就让你们知道，天剑门的天骄不是你能羞辱的！吼完，直接就冲了上去，什么招呼都没打，抬手就是一道恐怖剑芒。这一剑可是正儿八经的剑，用的乃是一柄中品灵器，对使用者的威力增幅高达 30%， 堪称难得的宝物。再加上天剑门大部分都是剑修，攻伐之力更是比普通修士凌厉刚猛，犹如龙卷风般的剑势瞬间就笼罩了杨牧，恍若霞光普照大地，让他无所遁形。沐尘眼神冷漠，他要再让这个狂妄之人付出代价。明白他沐尘并不是谁都有资格欺辱的，当然他之所以一上来就那么重视，也跟对方的实力有关。看不透啊！可面对他的攻击，杨牧却毫不在意，直接就是并指一剑斩下，潇洒随意。不但秉承让他一只手的诺言，更是徒手攻击。惊天剑芒一闪即逝，沐尘松了一口气，还好对方没用剑，但随之他又是一阵羞恼。可当他看到那道剑芒后，内心却升起一股惊慌，这威力很不对劲啊！轰！一声巨响，那笼罩向杨牧的恐怖剑势，犹如水幕般被那道一闪而过的剑芒从中斩成2半，然后那一剑还没消散，又继续朝沐尘当头斩去。看那威势，竟丝毫不见衰减，如同流星般凌厉迅疾。这边的动静早就吸引了不少弟子围观，远处还有更多弟子正急速赶来。我去，那边有人比武，而且还是沐尘师兄，快去看看。他的对手很陌生啊，莫非是外宗弟子？不错，那人我上午见过，乃是玄灵宗弟子。他们怎么打起来了？天剑门对于门下弟子的鄙视是比较宽松的，但和客人直接在住宿上空论道，却非常少见有心思灵活的人已经猜到了几分。谁不知道沐尘师兄对清玄圣女的爱慕？如今玄灵宗那位忽然前来退婚，他必然是要为圣女打抱一下不平的，哪怕退婚这事让他心中欢喜，也不会放弃讨好圣女之机。不少人眼神羡慕妒忌的低声轻叹起来。哎，这个好机会我怎么就没有把握住呢？是啊，被人这样退婚，清玄师妹一定被气坏了。这要是能帮他出了这口气，肯定会被他记住。记住你又咋样？你还能竞争得过其他师兄师叔？就是，不过那些师叔怎么好意思和我们小辈竞争道侣啊？真是，哎，就算没有师叔，牧师弟也不是我们能比的啊。这话顿时将那些想入非非的人拉回了残酷现实。沐尘无论天赋还是相貌，确实是年轻一辈和圣女最般配的，自己这些人还真没办法和他竞。卧槽，那么猛！看着那道被斩飞数百米的狼狈身影，众人顿时张口结舌，双目失神。天剑门年轻一辈第2天骄就这样被人一剑干飞，要不要那么夸张？莫非那个年轻人是元婴修士？想到这，围观者全都呆住了。这时，终于有人看清楚杨牧的面孔，惊呼道：这个人是墨雨的追随者，我今天迎接的时候亲耳听见他喊墨雨公子的。不是吧，墨雨都废掉了，还有元婴级别的追随者，而且还这么年轻。大家全都忍不住面面相觑，脸色难掩震惊，然后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交战下方的那道挺拔身影，眼中神色复杂。一代天骄即便成为废人，却还有此等绝世天才愿意追随不弃，他到底有什么魅力？有相熟之人忍不住问起和沐尘一起来的那几人，当知道事情经过后，顿时一脸古怪。不是吧，来找墨雨麻烦，然后人家压根不屑理他，嘿嘿，这就有点没面子了哈。有平时看不惯沐尘那目中无人傲慢的人，差点直接笑了出来，但碍于同门的身份，还是使劲忍着。就在这个时候，不甘失败的沐尘再次被杨牧一剑斩下云端，然后好巧不巧的正好跌落在墨雨脚下，气息微泯。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向墨雨下跪求饶呢，这让本就重伤的沐尘再也憋不住喉间那口血，直接喷了出来。咦，一个4种音调的一字出口后，墨雨再一个急跳，瞬间闪开数米远。虽然没说话，
但脸上那嫌弃的表情就好似在躲避狗屎。看着墨雨的表情，在感受着周围异样的目光，本就狼狈羞愤的沐尘再也忍受不了这屈辱，喘着粗气愤怒大吼道：墨雨，你不过是个狗仗人势的废物而已，你凭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你他妈凭什么？恼羞成怒的沐尘吼得声嘶力竭，脸色狰狞。原本眼眸平静的墨雨脸彻底冷了下去，声音冷冽如刀：杨木，把他脸打到肿，我至少要看到他掉3颗牙。好的，公子。这话一出，周围的议论声瞬间消失，满场寂静。见过司徒师妹，见过圣女，见过司徒师叔。众人或爱慕或恭敬地朝司徒清玄客气行礼，眼神期待而热切。这位女天骄虽然和沐尘一样都是金丹后期，但两者的含金量可完全不同。沐尘是将近400岁时才最终踏入金丹后期，而司徒清玄如今不过280岁，已经踏入这个境界10年了。破丹成阴指日可待，化神基本上是稳入的。有人甚至将他的天赋和刘雨嫣相提并论，这评价可谓高出了天际。要知道，刘雨嫣可是公认的东域万年以来第一女天骄，其修炼天赋之妖孽也就比曾经的墨雨差一些，放在其他人面前直接就是碾压。因此如今的司徒清玄也被当作未来宗主在培养。可以说从那一刻起，天剑门高层就再没打算将她嫁给外宗之人。玄灵宗同样不例外。别说墨雨已废，即便完好无缺，即便他是玄灵宗宗主也不行，除非墨雨改投天剑门还差不多，但前提是他能回到以前。现在的墨雨，呵呵，一个废人而已。所有天剑门弟子都是这想法，包括已经站起来的漏风缺6牙、木牙痛、陈。清玄师妹越来越恐怖的天赋，注定她只能嫁给本宗之人。没人会把一位有望踏入化神的天才送给别人，除非别人能给出天剑门高层都难以抗拒的条件，否则他会是机会最大的其中之一。之所以是之一，是因为有些不要脸的师叔也在跟他们年轻人竞争，简直是无耻不讲武德啊！下意识咬牙的沐尘顿时痛得白脸一抽。墨雨是我未婚夫，有谁不服的，可以向我下战帖，论道场一较高下。司徒清玄的话一出，天剑门弟子全都傻眼了，每个人眼里都闪烁着不敢置信和震惊。在此之前，谁也没想过他会说出这种话，包括墨雨也没想到自己这位便宜未婚妻行事竟然如此干脆直接。他不禁大感兴趣地看了眼将佩剑认真系在腰间的美丽女子，这一刻的司徒清玄真是又飒又帅啊！沐尘也是一脸懵逼，随后就换成了痛苦。哪怕刚才被人打落6颗牙，他都没这么痛。很快，他脸上的痛苦神色就变成了愤怒和不甘，然后身体激烈颤抖，狰狞铁青的脸上青筋毕露，最后狂暴地怒吼起来：清玄师妹，为什么？他都成废人了，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他？现在的我哪里比他差？这话不只是沐尘想问，在场的所有天剑门弟子也都有这疑问啊。以前的墨雨高山仰止，但现在的墨雨简直就是牛屎啊！他凭什么？难道只是因为他长得帅？但外貌对于男人来说，尤其还是修仙界的男人，那就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只有天赋和实力才是男人站着说话的资本啊！圣女那么单纯无知的吗？司徒清玄淡淡的瞥了沐尘一眼，认真道：在我眼里，你无论哪里都不如他。这扎心一剑顿时将沐尘最后的一丝骄傲击碎，脸色灰白如死人。围观的天剑门弟子同样感觉自己被扎了一刀，心口鲜血淋漓，心好痛啊！别说那些弟子了，就连几位长老都心酸了。尤其看到一脸灿烂笑脸的墨雨，所有人都恨得咬牙切齿起来。都是这个狗贼把自家圣女的心给骗走了。好在刚才他的狂妄行为一定会让本就希望不大的联姻之事变得更加困难，这可不是圣女自己能够完全做主的。看着天际飞来的那几道苍老身影，除了一些女弟子，所有天剑门之人全都同仇敌忾的大声冷笑嘲讽起来。在天剑门如此嚣张跋扈，现在太上长老来了，我看他怎么向我等交代。哈哈，狂妄之人自有天收，就是圣女单纯好骗，我宗太上长老可不会被某些小人蒙蔽双眼。司徒清玄瞬间心眸一冷，迈开大长腿就想往喊得最凶的那几个弟子走去。墨雨却伸手拉住了他，然后微笑摇头：无妨，鸡鸣狗吠之语，不理也罢。主要是他不想看着他和同门闹得太僵。况且女人在前面为自己冲锋陷阵，自己却躲在后面看热闹，这事他也干不出来。可要是直接和全体天剑门弟子对着干，那不是自己没事找事吗？这种事自然由天剑门高层去做比较好。
看着他一脸淡定的笑容，司徒清玄眼眸不解，随后又直直盯着他牵住自己的手，也不说话，就那样安静看着他。墨雨一脸平静的微笑松手，没有开口解释，这种事就不能去解释。又皱眉看了他好几眼，见他依旧神情淡定，司徒清玄不禁内心怀疑嘀咕，莫非真的只是无意的？两人虽有婚约在身，但要是没得到长辈同意，他自然也不能和他太亲密。他再怎么不拘小节，女儿家该有的矜持自爱还是要有的，何况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可刚才那一幕早就将周围的人惊呆了，他们还以为圣女怎么也会呵斥一下那个登徒子，结果都眉目传情起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啊！最受伤的莫过于牧尘等一众圣女追求者了，他们只觉得自己的天都塌了，在他们眼中完美无瑕的圣女，竟然被那个无耻小人使用卑鄙手段牵了手。关键圣女还一点都不生气，这下连魏天命的眼神都变了，自己刚来就看到清玄丫头和那小子手牵手，这是什么情况？自己只是不同意他们的婚事，这丫头就反抗得如此激烈吗？魏天命内心既生气又无奈。弟子见过门主，见过几位长老，见门主都被惊动了。天剑门弟子看向墨雨的眼神顿时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兴奋和得意，牧尘的眼中更是重新闪过一抹希望。圣女到底嫁给谁，可不完全是他自己说了算，师门之命才是最重要的因素。魏天命脸色阴沉，他在来此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事情大致情况。老实说，他的内心是愤怒的，来到自己宗门里做客，还把主人给打一顿，关键在胜负已分的情况下还揪住不放，又把自家天骄的牙给长乖下来6颗，简直就是狂妄放肆，目中无人。无论事情起因是什么，他都要对方给个交代，否则天剑门的脸面往哪里搁？他相信就算待会玄灵宗前辈来了也不好说什么。不过想到刚才去见师尊和师叔时他们脸上那激动兴奋的神情，他又一阵疑惑，那2位玄灵宗前辈到底跟师尊说了什么，竟然让师尊都如此失态。徒儿见过师尊。司徒清玄恭敬行礼，魏天命这才放下心中疑惑，皱着眉头没好气的狠狠瞪着他，有心想不理他，但还是下意识的点了下头。反应过来后又恼火的扭头看向墨雨，冷哼道，对于此事你得给我一个合理解释。司徒清玄急忙躬身解释道，师尊是牧尘主动上门挑衅墨雨，然后我是问他，你先站一边去，待会再说你的问题。看到自己徒弟这时候还帮墨雨辩解，魏天命只觉得心口一抽一抽的，就仿佛养了无数年的乖巧闺女忽然被某个不良少年拐跑了一样，那个憋屈苦闷谁能懂？清玄，没事的，我会和魏门主说清楚。墨雨朝司徒清玄微笑摇头，后者的美眸顿时掠过一抹微妙情绪，然后轻轻点头。可是这一句清玄就像一把小刀子般再次扎了魏天命一刀，让他忍不住呼吸粗重。才第一天见面就叫得那么亲密了，这小子如此的油口滑舌，一看就是靠不住的男人。这丫头怎就看上了他？他最终还是忍住了骂人的冲动，内心暗自决定今天必须给这小子一点教训。墨雨不知道这些，但他却知道这个魏门主从开始见面就不很喜欢自己。至于原因，他用屁股想也可以猜到，自己培养的小天鹅忽然要嫁给一个等死废人，关键自家小天鹅还不听话，非那废人不嫁，换作是他也得生气，甚至会更激烈。所以他能理解，但理解并不代表赞同。哥可是带挂的人，天赋卓绝，未来注定是人上人，那是包带飞的呀。这天下还有几个人能比自己更配得上司徒清玄？墨雨内心得意一笑，也没有添油加醋，将事情始末简单说了一遍，总结起来就几句话。牧尘刻意上门挑衅，我就让手下和他比了一场，结果你的人输了不但不服，还来辱骂我，我不爽就让手下把他又教训了一顿。关键还是公平的比试，年纪一样大，我的人还让你一只手，还没用灵气。魏门主，这种情况我算克制了吧，要换了其他人敢这样羞辱我，真不一定还有机会站着。墨雨神色淡定地看着魏天命，他虽然不想和天剑门交恶，但不代表他就要委曲求全，谁让我不爽我就让谁更不爽，这很公平，是这样吗？魏天命脸色阴沉，尽管他还是觉得墨雨行事霸道，没有给天剑门应有的面子，但毕竟天剑门这边主动挑衅在先，他能怎么说？换个宗门他自然不需要这样讲道理，但这是玄灵宗啊，从来只有人家和别人不讲理，哪有别人占他们便宜的道理？何况现在的玄灵宗正如日中天，实力大增。牧尘脸色难看，凄凄哀哀道，过程差不多，但弟子只是想和墨雨结交一番，这才邀他同游，谁知道他太狂傲，压根看不起我们天剑门弟子。
我也是被激怒后才一时冲动想和他论道，结果他却指使手下元婴修士出战。弟子战败后一时懊恼，说了句气话，又引得墨雨发怒，并再次指使手下元婴修士对已结束论道的弟子痛下死手，导致弟子掉了6颗牙，简直嚣张跋扈，丝毫没将我们天剑门放在眼里。牧尘本来还想再深加攻一下，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实在没勇气欺骗门主，只好避重就轻的说了这么一堆，不但反复强调对手是元婴修士，还动不动救我们天剑门，试图将墨雨引到宗门对立面。如果按他这话来看，一个嚣张霸道不讲理的墨雨简直跃然纸上，而他自己虽然败了，却是败在元婴修士手中，童灵则只字不提，反倒像是别人仗势欺人似的。墨雨听完都不得不夸他一句人才，不过也就那样，最多也就是村部级别，出了村都得被人打死。魏天命身为一宗之主，岂能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不过墨雨还是低估了魏天命对他的怨念。听完牧尘的话后，他竟然装起了糊涂，压根不管什么前因后果，只当这是一次普通交流，冷哼道：无论起因为何，既然你们决定以论道的方式解决，在胜负已分的情况下，你为何还指使手下行凶？难道玄灵宗都是这种风格吗？你当初好歹也算是一代天骄，如今依仗手下赢了，却依旧穷追不舍，你就不惭愧？墨雨不禁对这些老狐狸的脸皮感到佩服，他懒得多纠缠，直接问道：那魏门主准备怎么处理？魏天命不禁沉吟起来，这还真有点难啊，轻了挽回不了天剑门的面子，重了人家不乐意，他还不能来硬的，否则到时古剑难一插手，连他都得没面子。这时他身旁一位长老忽然微笑开口：宗主，我倒觉得此事无需如此复杂，既然牧尘在事后被打落6颗牙，那就让行凶者也还他6颗牙便是。他想得很简单，墨雨虽说现在是废人，但却是玄灵宗之主刘雨嫣亲传弟子，身份尊贵，想要惩罚他恐怕不太现实。人家那个近乎东域无敌的师祖，如今就在宗门内呢，真撕破脸了可不好收场。可惩罚他手下一个追随者，又是直接行凶之人，这总藏了吧？你墨雨不是想迎娶我们圣女吗？不可能这点面子都不给。这样一来，大家都有台阶下，岂不两全其美？魏天命听完后不置可否，算是默认了。多谢门主和吴师叔为弟子做主，待会弟子想自己动手。牧尘咬牙躬身一礼，尽管他内心还有点不甘心，但他已经看出门主并不想直接问责墨雨，自然不敢再有其他意见。不过打杨木，那就是在打墨雨的脸，也算是出了一口气。他恨恨地瞪了墨雨一眼，又扭头看向杨木，目光中充满大仇的报的快意。但看到一脸平静的墨雨和杨木后，他又忍不住恼火的内心低骂一句：故作淡定，待会看老子怎么羞辱你。司徒清玄脸色冰冷，刚想抬腿迈出，却被墨雨提前拉住了。这时那无常老财看向墨雨，微笑道：墨雨，这个处理方式你没意见吧？墨雨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哼，挺公平合理的，那就让那个姓穆的自己打回去吧。吴长老不禁捋了一下白胡须，得意轻笑道：这样才对吗？冤家宜解不宜，嗨嗨，牧尘，下手注意点分寸。听到墨雨亲口答应，牧尘终于长出一口气，他刚才还真担心对方会硬刚呢，现在该轮到老子表演了。他不禁嘴角冷笑，在场的天剑门弟子也都欢声雷动，脸上露出胜利者的笑容。但下一刻，墨雨的话却让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杨木，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的最大尊重，可不能再小瞧人家木兄了。是，公子。杨木安静点头，没有丝毫意外。颜无忌和陈飞雄脸上也都是露出果然如此的好笑表情，但魏天命的脸色却早已经阴沉如水，压抑在胸口的怨气再也忍不住，怒吼道：墨雨，你是真当本门主不敢揍你吗？可他的话音刚落，一道比他还愤怒的怒斥声就从会客大殿那边急速传来。魏天命，我看你是翅膀硬了，为师就是这样教你待客之道的吗？随着话语落下，4道苍老身影瞬间怒气冲冲地出现在场中。为首满脸怒气的白发老者正是天剑门太上长老董守拙，也是现门主魏天命的师尊。另一位太上长老钟无极则紧随其后，同样是一脸的恨铁不成钢。反倒是跟在最后的古剑南和陆青霞一脸云淡风轻，仿佛事不关己般，只看董老爷子那吹胡子瞪眼的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墨雨是他徒孙呢。现在可是天剑门的弟子被人欺负了呀，怎么搞的好像欺负人的才是苦主。所有天剑门弟子都惊到了，眼神茫然，其中就包括魏天命。师尊一向和蔼，自从把门主之位传给他后，更是一门心思想要突破到化神后期，小事从不过问。今天的事虽说牵涉到玄灵宗，而且还有点小无理，但按理来说
师尊应该也不会这样当众骂自己吧？是因为古剑南突破到了化神后期吗？可自家宗门又不是没有化神后期老祖撑腰，没必要如此委曲求全啊。我再问你话，你身为一门之主，就是这样待客的吗？看见他还在发呆，董守拙再次怒吼。要不是孩子已经长大，又是一门之主，想着给他留点面子，他是真想给他一巴掌啊。师尊，古老前辈，今日之事，魏天命一脸无奈的想要解释，可话还没说完，就再次被打断。不过这次说话的不再是董守拙，而是换成了一旁的钟无极，老头满脸责怪。天命，先抛开起因过程不谈，小辈有争议，都不是你这个长辈出头的理由。何况人家莫小友还是我们天剑门客人，人家长辈都在这里，有什么事也轮不到你来裁决，还不先向人家赔罪？魏天命顿时一脸憋屈无奈，自己可是天剑门之主啊，门下弟子被外人欺负，怎么就不可以出头了？还连处理都不行？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啊。但说这话的可是师尊和师叔，他除了听从只能听话，只好乖乖点头应是。师叔教训的是弟子孟浪失礼了。说完又扭头朝古剑南和陆青霞行礼道，晚辈处事冒失，还请两位前辈不要见怪。无妨，将事情起因经过为我等说说吧，若是我等门人无礼，老朽绝不轻饶。古剑南两人微微一笑，看了眼神色平静的墨雨，内心更是大定。小雨打小就聪明，即便要打人也会先站住理，这次恐怕也不例外。魏天命见两人相问，急忙解释起了经过，正好趁机免了向墨雨等人赔不是，让他向那小子道歉。他还真有点不甘愿。启禀师尊，是牧尘主动上门，想要邀墨雨同游，被拒绝后心里有气，这才与对方约定论道。可能是输了后心有不服，又说了些气话，然后被墨雨吩咐手下打掉了几颗牙。他这次说的版本基本是墨雨的版本为主，他又不傻，岂能听不出牧尘之前话里夹带的私货？他不追究是一回事，却不敢拿这个来糊弄师尊。四周很安静，气氛凝重。两位太上长老的倾向已经很明显，就是不想得罪玄灵宗。别说这世天剑门本就不占理，看这架势，即便有理，恐怕也会轻轻放下。果然，听完之后，董守拙和钟无极脸色都不好看了，看向牧尘的目光充满了失望和恼火。什么狗屁同游！大殿第一次见面时就对人家墨雨爱搭不理的，现在岂会那么好心邀约？你说平时有点骄傲也就算了，毕竟年轻，心高气傲一点也正常。可是现在呢？因为私心上门挑衅客人，输了之后还恶语骂人，简直就是气量狭隘，丢人现眼。以这种心性如何走得长远？董守拙一脸寒霜地看着牧尘，强压怒火道：这些话可有冤枉你？牧尘脸色煞白，他很想狡辩，但之前那么多人都听到了，狡辩没用啊。他只好咬牙点头，是弟子让宗门蒙羞了。董守拙再也忍不住心头怒火，大骂道：身为剑修，败有何惧？不敢直视自身才是可耻。你主动上门与人论道，输了就该光明磊落的告罪离去，大不了他日再来。可你呢，却只会如泼妇般逞口舌之力，那你还要手中剑何用？还修什么道？还好今天只是同道交流，若是走到外面，如你这般早已死了。董守拙长长吐了一口闷气，又狠狠扫了周围所有弟子一眼，警告道：今日之事，尔等亦当谨记。是，弟子等谨遵师叔祖教诲。周围弟子轰然应声，脸色惭愧。刚才的他们何曾不是希望师门出面，然后以其他方式找回被丢掉的面子，却没几个想着自己去挑战杨牧，因为打不过，能打得过的身份又和人家不对等。看了看周围那些弟子，又看了看从始至终一脸平静的墨雨等人，董守拙的心更酸了。怎么天剑门就没有这等天才呢？心情不爽的董守拙又扭头朝牧尘怒吼道：还不向玄灵宗同门赔罪？赔完罪后自己到清心崖闭关前修吧，不踏入元婴期就不要再出来了。是。牧尘一脸的灰心绝望。经过这件事，自己和清玄师妹已经基本没可能。师妹对那小子的心意，现在傻子都能看出来，而师门长辈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暧昧，就连四周看过来的目光都让他觉得那么的刺眼，将他剩下不多的自尊击得粉碎。今日之事乃穆某之错，请见谅。牧尘失魂落魄的朝墨雨躬身一礼，飞速离去。董守拙等人并没有再多言语，能不能斩除这一道心魔，只能靠他自己，旁人谁也帮不了他。原本还满脸怒火的董守拙扭头看向墨雨的时候，顿时变了一副面孔，那叫一个脸色慈祥，笑容和煦如春风。小雨啊，难得出来一趟，一定要多待几天，天剑门风景还是很好的，可以多到四处看看。董守拙话刚说完，钟无极也一脸关切的微笑赞同不错，修炼之道一张一弛，万不可一味埋头苦修。
清玄啊，你跟师叔祖来一趟，我们有话和你说。两位老人对墨雨的态度，别说周围的人看傻了，就连魏天命都没反应过来。至于司徒清玄，更是一脸的懵逼。之前师祖他们还坚决反对自己和墨雨在一起，怎么现在好像一点责怪的意思都没有呢？墨雨，那你们自己逛逛，有事就来院里找我。司徒清玄和墨雨交代一声，带着疑惑跟两位老人回到了议事大殿中。他倒要看看师祖和师叔祖有什么事要交代，如果还是想逼他退婚，那他绝不答应。墨雨也没心思到处乱逛了，他还得问问师祖他们谈得怎么样了。司徒清玄不但是气运之女，关键人家姑娘还有情有义，有事是真上啊。那英姿飒爽的气质，侠气仗义的性子，真的很对他胃口。于是他又转身跟着师祖他们折回了住处，杨木等人则守在了门外。知道他有话要问，古剑南随手布下一道结界，然后微笑看着他。墨雨急忙道：师祖，董老前辈他们态度转变这么大，是因为您跟他们说了破镜丹吗？那他们对联姻之事怎么说？古剑南没有回答他问题，而是脸色无奈地看着他，轻叹道：小雨，你根基刚恢复，还是多将心思放在修炼上，何况你如今都有2个道侣了，你就不担心回去你师姐他们找你麻烦？陆青霞也忍不住苦口婆心地告诫起来。不错，修仙之人虽说并不忌讳美色，但也要有个度啊。你如今年纪轻轻，又有此等天赋，要是因为贪恋美色而荒废修行，那才叫舍本逐末。如今也就是因为和天剑门联姻，无论对宗门还是你个人都有不少好处，再加上又有100年前的婚约，我们这才没阻止，否则是万万不可能看着你如此花心的。师叔祖和师祖说的对，您二老请放心，小雨心里有分寸，绝不会耽误了修炼。尽管知道师祖他们误会了，但这个问题墨雨还真没法照实解释，只能苦笑着连连点头，眼神无奈。看到他这个样子，古剑南也没再继续这话题。谁人年少不风流，何况这事也情有可原，说起来还是他帮人家硬牵的红线，责任也不能全推孩子身上。好了，这是你自己注意点，天剑门这边虽然没直接同意，但在知道我能突破全是因为你上交宗门的丹药后，他们也没有马上拒绝。古剑南捋了下胡须，眼神凝重道：都是老狐狸，我这样说他们肯定猜得到是什么意思，但即便如此依旧没有马上同意，恐怕其中还另有隐情。按理说用一个绝世天才换一个突破到化神后期的机会，这便宜他们可占大了。说到这，古剑南微微停顿了下，又笑道：不过你也不要急，最迟2天他们必定会给答复，真要能把那丫头娶回去，我们也不亏。陆青霞也是赞同点头，不错，那丫头天赋堪比雨烟，又有情有义，破镜丹虽然珍贵，换她也不亏，谁让小雨看上人家了？墨雨被说的不好意思了，尴尬道：那个，如果他们答应了，这破镜丹我来出，我这还有几枚，本来是给师姐他们准备的。什么？你还有？两位老人一脸震惊，相互对视无言。这臭小子竟然还藏着有，这可真是意外惊喜。之前那一波消耗一下子就不见了一半，可把他们心疼坏了。如今这10枚他们可都商议好了，没特殊情况，只有化神中期以上境界突破时才会再拿出来用，以后就当成宗门底蕴一代代传下去，否则像之前那样将能突破到化神后期的破镜丹给元婴后期使用，真是太浪费了。多5个化神初期和多5个化神后期可是两码事。不过犹豫了一下后，古剑南还是果断摇头，这丹药本就是你的，你那几枚就按照你自己的意思给你几位师姐留着吧，至于天剑门这边倒是直接从宗门这边出，反正也就给1枚。他说的云淡风轻，可是给1枚他也心疼啊，又不是用在自己人身上，那可是相当于一位化神后期，价值何其之大。不过想着是给小雨当聘礼，他的心情又好受多了。看着师祖那肉疼的样子，墨雨不禁一阵好笑。我还有9枚，就我自己给吧。9枚。古剑南一脸惊诧，随即又苦笑道：小雨啊，以你几位师姐的天赋，太早使用破镜丹纯属浪费，你还是留着关键时刻给他们用吧。既然你还有那么多，那就你出，宗门赚点家底不容易，可别被你一下挥霍了。陆青霞也赞同点头，墨雨只能笑着表示您说的对，内心却不以为然。师祖们过惯了穷日子，有点好东西都不舍得乱用，他能理解，但他们却不知道天才的时间同样很宝贵。有了破镜丹，对师姐他们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节省无数时间。他之所以现在还没给他们使用，只是因为他穷，这些丹药他还真就是准备关键时刻才给师姐他们使用，一旦现在用完，他可不敢乱花气运值去买啊。不过只要他再征服一位气运之女，那时候就可以随便造了。
所以说，别说拿一枚破镜丹做聘礼，就算多几枚，他也要把司徒清玄娶回去。只要彻底征服了他，光是那一次性奖励的气运值就可以换数10枚破镜丹，何况以后还会源源不断产生气运值，那是包不亏的。看到墨雨一脸傻笑的在那发呆，两位老人不禁对视一眼，眼神中充满担忧。人家还没同意，就这样，真要是娶回去了，确定还有心思修炼，不会就此沉沦在温柔乡吧？小雨，没什么事，你就先出去吧，我和你师祖还有些事要商议。陆青霞语气沉重无比，看来回去后一定要把小雨盯紧点，时刻多劝导，绝不能让玄灵宗这棵仙苗就此堕落。那小雨就先行告退。墨雨并没有发现师叔祖他们的头脑风暴，此时他内心还在想着，要不要待会去找司徒清玄联络下感情呢？即便人家师门同意，姑娘也没意见，但要100%征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起码人家姑娘肯定不可能像师姐们那样让他轻易得手。就在墨雨想着怎么拿下人家姑娘时，有人也在同样谋划怎么拿下他的女人，而且还是一次性拿下3个。不用急，这次计划虽然失败，但怀疑玄灵宗得到宝藏传承的人却是更多了。你只要将谣言散播得足够远，自有人替你踏灭他，到时那些美人全是你的，嘿嘿。昏暗阴沉的大院内只有一老一少2个人，说话的黑衣老者语气阴森，眼神怨毒，坐在轮椅上的枯瘦身躯散发着诡异恐怖的气息，赫然是位化神期修士。只可惜不知为何双腿已废，长袍下空空荡荡。国师请放心，最多1个月，此谣言必定传遍整座青云大陆。年轻男子的声音充满怨恨和得意。呵呵呵，好，到时我再给你一桩天大机缘。老者的怪异笑声在阴暗房屋中恐怖如鬼哭，让年轻男子听得一阵心悸。但想到那几个美人后，他又仿佛被打了鸡血，浑身兽血沸腾。那本宫就先谢谢国师了。与此同时，在天剑门的议事大殿中，董守拙和钟无极以及魏天命师徒正端坐其中。清玄，你知道师祖为什么要阻止你和墨雨婚事吗？是不是觉得只因为他已经成了废人？董守拙看着一脸好奇的司徒清玄，摇头苦笑道：今天就跟你实说吧，这其中原因连你师父都不知道。这一下不只是司徒清玄奇怪了，就连魏天命也是满脸惊讶，什么事竟然连他这个门主都不知道了。董守拙没有卖关子，叹息道：墨雨被废虽然是其中重要原因，却不是唯一因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2年后青云大陆圣城的登仙学院将要再次招收弟子。魏天命顿时一脸发呆，什么？圣城的登仙学院要招收弟子了？这他们不是数百年不招人了吗？董守拙看了他一眼，平静道：据说这一世乃修仙大事，有无数身背大气运之人将横空出世，故此登仙学院才破例，恐怕也是想招揽仙苗，再续道统辉煌吧。修仙大事吗？魏天命喃喃自语，一脸震惊，显然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师祖，这个什么登仙学院很厉害吗？司徒清玄却是对另一个名词感到疑惑，对于这个学院他还真没听过。关键师祖他们阻止自己和墨雨联姻，好像还和这个学院有关，那就更加好奇了。董守拙捋了捋胡须，感慨道：登仙道院乃是青云大陆公认的第一势力，底蕴恐怖，来历神秘，外界对他了解甚少，只知道他是青云大陆受灭妖之战波及最少的传承，至今还留有天阶功法，院长更是河道7高人。什么天阶功法？河道7高人？别说司徒清玄，就连曾经听过这传闻的魏天命都再次露出了惊叹神色。要知道，身为东域8大宗门之一的天剑门，也只有玄阶上品功法而已啊！整个东域甚至很可能没有一部地阶功法，由此可见天阶功法的珍贵，那是真正有机会触摸仙境的顶级功法。至于河道7高人，好吧，整个东域都没有一个反虚修士，更别说河道了。董守拙微微一叹，许多年前你曾师祖也曾有幸参加过登仙道院考核，可惜却没有通过，否则有他的照拂，我们天剑门何须待在这个资源最为匮乏的东域？说到这，他的目光忽然一亮，直直盯着司徒清玄，期待道：但如今你却有这个机会，可以再去试一试，一旦能加入其中，那就是鲤鱼跃龙门啊！这跟拒绝玄灵宗婚约有什么关系？司徒清玄神色微微别扭，一个女儿家天天跟长辈吵着要嫁给某个男人，终究有点不够矜持啊。不过既然决定了，他就不会退缩。董守拙满脸苦笑，你一旦被登仙道院录取，前途一片光明，接触的也都是各域顶级天骄。师祖不想你把自己后路给堵死了，墨雨根基已废，寿元无多，你何苦将自己和他扯一起？钟无极也不禁苦口婆心道：你知道
你师祖为此放弃了什么吗？那是一个有可能踏入化神后期的机会。师叔祖，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司徒清玄微微皱眉，满脸的疑惑。三师弟，没必要多说那些。董守拙摆手阻止，但钟无极却不管他，继续道：为了继续婚约，玄灵宗曾暗示会拿出一枚可以让化神中期踏入后期的丹药做聘礼，但你师祖为了你前途考虑，依旧想让你拒绝这门婚约。你明白其中深意吗？什么？他们竟然有这种丹药？这怎么可能？魏天命脸色大变，满脸的震惊，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神色。真要是天剑门拥有这等神丹，师尊一旦踏入化神后期，那天剑门在8大宗门中可就是独一档的。不对，既然玄灵宗有这种丹药，那他们岂会只有古剑南一人踏入化神后期师叔？如此说来，目前玄灵宗绝对不止一位化神后期，这未免也太恐怖了吧？他们说的确定是真的吗？董守拙和钟无极也是感慨一叹，肯定道：人家既然敢这样说，自然不会是无的放矢。在此之前，钱百川同样是化神中期，如今恐怕也已经突破到了化神后期，否则人家怎会拿出如此珍贵的丹药，让我们成为东域第一？甚至传闻早已失踪的玄灵宗老祖，都有可能只是在闭关突破而已。魏天命这一下是彻底傻眼了。如果真是这样，那玄灵宗就有3位化神后期，再加上战力恐怖的古剑南，这失礼了妥妥的碾压其他任何宗门啊！司徒清玄同样傻了，不过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墨雨为了娶自己，竟然愿意拿出此等珍贵的神丹，倒也不枉费自己这100年等待。这一刻，他平静的内心竟然泛起了一丝涟漪，心情微妙。之前的他对墨雨更多的只是欣赏，那是同为绝世妖孽的惺惺相惜，以及对墨雨过往事迹的赞赏认同。因此长辈为他定下婚约，他才没有啥抵触心理。但没有正式接触过的他们说爱意那就是扯淡，他司徒清玄也没那么肤浅。但在这一刻，这情绪却发生了一丝丝不同，只是他自己都没察觉而已。司徒清玄嘴角微扬了下，不过很快又迅速敛去，然后眼眸平静地看着师祖，坚定道：师祖，如果要因此违约，那我就不去参加登仙道院的考核。至于他的根基和寿元问题，那和婚约是两码事，又不是他品德败坏，怎能因此就退婚？董守拙和钟无极对视一眼，眼神无奈，不过脸上并没有意外之色。董守拙抬手阻止了满脸焦急想说话的魏天命，苦笑叹息道：师祖就知道你会这样选，那给你另一个选择，答应了我们就不反对这婚约，否则你说什么都没用，哪怕和玄灵宗撕破脸，我也要把这婚给你退了。司徒清玄内心一喜，但接着又紧张起来。师祖提的这个要求恐怕不会太轻松，但现在的他已经别无选择，只好不甘心地嘟囔道：那您老先说说看。董守拙瞪了他一眼，岂能不知道他的小心思，但却没有去揭破，严肃道：你要是想继续这婚约，就必须通过2年后的登仙道院考核，并加入其中。如果在道院修行满3年后，你还是坚持这婚约，到时师祖也不会再阻止你们。司徒清玄不禁心眸闪烁，面露沉思。师祖的想法他岂能不懂？不就是想逼自己进入登仙道院，然后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多妖孽后，主动放弃墨雨吗？他对自己的信念有信心，但对于进入登仙道院却丝毫没有把握。当年曾师祖都过不了考核，他虽然天赋妖孽，也不敢说就一定行，不禁好奇到师祖加入登仙道院到底有多难。哼，也不是太难，只要你考核时能进入前20，还是有希望的。董守拙含糊其辞道。听到只是进入前20，司徒清玄瞬间信心倍增，但还是追问了一句：您说的这个前20是指的整个东域，还是青云大陆？董守拙见没法糊弄了，只好坦白道：圣城的登仙道院位于青云大陆正中心，前20自然是指的整个青云大陆。哦，倒和我想的差不多。司徒清玄眼眸平静的轻轻点头，眉头微皱，看着如此平静的少女，在场几人都不淡定了。这么平静的吗？难道他以为青云大陆前20很容易达到？要知道，东域在4域一城中可是排名最末，灵气最稀薄，底蕴损失最严重，修炼资源最缺乏。这里的绝世天才，放到其他域很可能就不再耀眼。即便是妖孽如司徒清玄，恐怕也排不进青云大陆前20。人家的天才从小就是泡在极品灵石堆里修炼，有些甚至整天待在聚灵阵中。可即便是东域8大宗门，最多也就是天才弟子突破时才会进入聚灵阵中，主要是资源有限，供应不起啊。谁家灵石都是一块，恨不得当成2块用。平时核心弟子修炼，最多就是发些中品灵石，极品灵石几乎都是专攻元婴以上修士使用。这些因素造成的差距可谓鸿沟。
真不是一般的天赋可以抹平的。钟无极实在没忍住，担忧提醒道：“丫头，想踏入青云大陆前20可不容易，你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啊！你要是真想达成这目标，这2年必须勤修苦练，趁消息还没有传开，多掌握一丝先机。清玄，你要是真能通过登仙道院考核，那为师也不再干涉你和墨雨联姻，如何？”魏天命会心一笑：“师尊此话当真？”司徒清玄顿时一阵异动，别看他好像不顾一切的样子，其实内心对师尊师祖们的意见岂能真的不在乎？这些可都是他最亲的人。当然，你师祖都发话了，我岂能违抗？魏天命抚须轻笑，胸有成竹。姜还是老的辣，师尊这么一将军，这丫头想要和墨雨在一起几乎不可能。先不说道院的考核有多难，即便加入其中了，见识过那么多绝世妖孽后，曾经的墨雨也变得不再惊艳。这丫头只要在其中修行3年，必然会忘记墨雨，即便退1万步讲，到时还是忘不掉。说不定墨雨都已经寿元耗尽而亡了。之前的传闻，墨雨最多也只有3-2年的寿命，压根等不到那时候。哪怕退10万步来讲，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墨雨没死，然后清玄和他成为道侣。但天剑门还是收获了一位登仙道院的天骄弟子，并且得到了玄灵宗一枚能帮助踏入化神后期的神丹。除了自己这徒儿后期会背着墨雨遗孀的身份，其他真的没点损失。怎么也好过现在这样两方僵持。司徒清玄沉吟了一下，点头道：“那我得去跟他商量一下。”“你胡闹，你自己的事，你找他商量什么？他现在又不是你什么人。”魏天命顿时破防了，脸色恼火无比。自家师祖师父的话不听，你去找个外人商量，这还没嫁人呢。师尊，这是2个人的事，怎会是我一人之事？我自然得跟他也说一声。司徒清玄一脸的理所当然。你真是要气死我，都怪那个墨雨，油嘴滑舌，蛊惑人心，真是混账。魏天命顿时满脸恼火，口中继续大骂道：“现在是无比怀念以前的司徒清玄了。你以前虽然也不是那么乖巧听话，在很多事情上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意，但也不至于让为师这么生气啊。你看他现在……好了，你现在就去，快去快回，我们等你。”董守拙哭笑不得的摆手打断魏天命的念头，朝司徒清玄苦笑摆手：“哦，那我马上去找他。”司徒清玄风风火火的起身离去。“师兄，那墨雨要是不愿意，你说清玄这丫头不会直接就跟他跑了吧？”钟无极一脸担忧。董守拙肯定摇头：“那倒不至于，真要是那样，墨雨反倒会被咱家这丫头给看清，说不定是好事呢。以清玄的性子，恐怕早就有了决定，过去也只是知会墨雨一声而已。”此时的魏天命也是一脸平静，哪里还有半分生气恼火的样子。钟无极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感情这小子也看出来了，刚才倒是装得挺像。“墨雨在吗？我有事找你。”院子外，司徒清玄直接喊了起来。结果墨雨还没出来，旁边院子里的古剑南等人全探出了脑袋，眼神暧昧而八卦。清玄见过古老前辈、陆老前辈。司徒清玄恭敬见礼，神情落落大方，没有丝毫的扭捏和不好意思。“哈哈，丫头来了，直接进去吧，小雨在里面呢。”古剑南捋着胡须，笑得亲切和蔼。陆青霞更是笑得一脸慈祥满意。这丫头是越看越对她的胃口，非常不错。墨雨从修炼中收工起身，刚来到门外，就看到司徒清玄快步走了进来，然后很自然地坐在屋里板凳上，并没有因为孤男寡女而有丝毫尴尬。红色宫装长裙下的身材婀娜曼妙，英姿飒爽。墨雨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到她精致脸蛋上：“司徒姑娘，你这是有什么事吗？”司徒清玄没有废话，直接将师祖的要求说了一遍，然后才美眸安静地看着他，问道：“你说我要答应吗？不答应还有别的选择吗？”墨雨脸色无奈：“没有，除非我和宗门决裂。”司徒清玄神色平静，眸中却闪过一抹无奈：“那就答应吧，不就是5年吗？我等。”墨雨说的咬牙切齿，脸色憋屈。司徒清玄却忽然想笑，但他还是忍住了，轻声道：“对我那么有信心，万一我通不过考核呢？”“放心，一定能通过。”墨雨不是对他有信心，而是对系统有信心。看来想得到这2000万气运值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恐怕得提前投资一下了。最头疼的其实是时间，5年真有点尴尬。司徒清玄嘴角微扬，然后转身离去，同时一道清脆声音轻轻传来：“今晚子时我来找你。”墨雨顿时一愣：“今晚找自己？这是什么情况？”等他再想仔细问时，人家姑娘早就走没影了。离开胡思乱想的墨雨，司徒清玄再次回到了大殿，然后对着眼神期待的几位长辈说道：“那就按照师祖说的办，不过今晚我想借用一下圣莲洗剑池。”
原本听到他答应还一脸喜色的魏天命，脸色顿时沉了下去，眼神恼火。你是为那小子求的吧？是的，世尊。司徒清玄干脆点头，丝毫没有隐瞒的意思。这让魏天命的心情更糟糕了。明知自己看那小子不爽，你还想开洗剑池给他用？就算你想给他用，就不能骗自己一次，非要直说。这丫头真是越来越放肆了。你自己用可以，给那小子用没门。魏天命气得咬牙切齿。你知道启动一次圣莲洗剑池需要耗费多少灵石吗？那圣莲的神性没有10年时间温养，根本恢复不过来。我又没问您，我问师祖。司徒清玄平静地瞥了他一眼，话语却直戳戳的扎心，这让魏天命再次破防。问你师祖也没。好了好了，你就别再这样了，我看着都累。董守拙满脸无语的摆手打断他的话，然后又无奈地冲司徒清玄苦笑道：你这丫头还没嫁过去呢，就开始对他掏心掏肺，也不怕他看清了你。司徒清玄微微一笑，凡是自己心安就好，况且他要是那么肤浅，那就证明我看错了人，正好以后一心向道。董守拙无奈一笑，又好奇道：那你跟他说了我们的要求，他怎么说的？他说他相信我，可以等。司徒清玄眸光微亮，就没有让你回来再和我们说说？没有。想到那人说话时的无奈样子，女孩眼里忍不住掠过一抹笑意，眼眸灿烂。看到自家徒弟这样子，魏天命顿时心生无力，然后无奈地丢给他一枚金色令牌。你先下去吧。是，师祖、师叔祖、师尊。那清玄先行告退。等到喜滋滋的司徒清玄离去，几人才再次面面相觑。你们说那墨雨是怎么想的？董守拙眼眸诧异，他难道不知自己时日无多吗？按理来说，他要么彻底退婚，要么怂恿清玄和我们闹。像如今这样等上5年，无论是他还是玄灵宗能得到什么好处？钟无极也是一脸纳闷，魏天命就更加不解了，眼神中闪烁着清晰的迷茫。师尊、师叔，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他还死不了那么快，所有才故作大方？因为这种情况下，他答不答应其实意义不大，反正清玄是一定会答应的。董守拙苦笑摇头，算了，猜测这些毫无意义，从现在开始让清玄全力以赴备战吧。想通过登仙道院的考核可不容易，哪怕以清玄的天赋，恐怕机会也不足30%。师尊，清玄的天赋有那么差吗？魏天命微微不服。董守拙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纠正道：不是清玄天赋差，而是我们拖了他后腿，否则以他这等天赋，即便放眼整个青云大陆，也绝对可以排在前列。东域还是底蕴受损太严重啊。董守拙重重叹息，钟无极也同样一脸落寞。传闻10万年前，东域曾经也是一片繁华的修仙之地，大能众多，可惜一次延续数千年的灭妖大战，将整个青冥界打得支离破碎。作为战场中心的青云大陆更是受损严重，其中又以东域最惨。后来虽将最顶尖的绝世大妖统统斩灭，但人族修仙大能同样尽数陨落。说是胜利，其实不过是两败俱伤而已。最大的胜利果实就是青冥界7座大陆，人族占据了其中5座半，但连通妖界的魅惑大陆却依旧在妖族手中。从这一点来看，就相当于别人在你腹地插了一颗钉子，而你却拔不掉。说胜了，多少有点安慰自己的意思。好在双方相安无事数万年，都在休养生息，这种未来大事也轮不到他们去操心。夜幕降临，很快来到了深夜。皎洁的月光下，忽然出现了一道婀娜曼妙的身影，然后来到一个院门前。这是一个美得不像话的年轻女子，一身红色长裙飘飞，清新脱俗似仙子。她没有进来，捡起一颗小石子，直接往里面丢。咻！小石头被墨雨轻松接到手中。好吧，人不进来，看来那1/1000的可能彻底破碎。他也没失望，大步来到了门口，轻笑道：我还以为你要进来呢，跟我走。司徒清玄压根没搭理他的玩笑，扭头就往前走。墨雨没再逗他，两人虽说关系特殊，但毕竟还不熟，有些玩笑话真不适合现在开。他也没问，跟着他又走又飞，大概半个多时辰后，终于在一座巨大的山峰顶端停下。一来到这里，墨雨就感觉到了此处的不同，灵气浓郁，道韵环绕，而这所有的源头都来自其中一座清澈的莲花池。准确的说，是池子中间一株高大青莲。那青莲只有3片巨大如伞盖的粗壮叶子，以及一个含苞待放的金色花苞，散发着圣洁高贵的气息。而在莲花池旁边，一个气息强悍的白发老者正安静地闭目盘坐，直到两人到来，这才缓缓睁开眼睛，笑容慈祥。清玄丫头，这是谁啊？怎得深夜带人来此？司徒清玄恭敬行礼。武师叔，这是令牌，我带他来借圣莲洗剑池疗伤的。老者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墨雨，
忽然恍然大悟道：“这是玄灵宗的人吧？他就是清玄的联姻对象墨雨。”见武师叔已经猜到，司徒清玄也没有再遮掩，痛快干脆的承认。墨雨也赶紧客气行礼：“晚辈玄灵宗墨雨，见过前辈。”莫小友不必客气。听到他就是墨雨，老者不禁多打量了他几眼，眼神中闪过一丝好奇。显然对于这位曾经的东域第一天骄也有所耳闻，不过并没有太在意。谁不知道现在的墨雨已经是个不能修炼的废人。见令牌无误后，老者也没有耽搁，直接开启法阵，这才转身离去。一道光照瞬间将整个山峰笼罩，随后恐怖的浓郁道韵从池中疯狂蒸腾，最后在莲花池上空凝聚成一个淡淡光球。而在光球中，一朵金色莲花正缓慢成型。此时墨雨才一脸惊讶地问道：“司徒姑娘，你这是带我来疗伤的？”司徒清玄平静点头：“这圣莲洗剑池不但是修炼圣地，对很多伤势也有巨大疗效，或许对你会有帮助。而登仙道院底蕴深厚，等我进去了再帮你看看能不能找到可以恢复根基的圣药。”墨雨看着月光下的美丽女子，内心不禁微微感动，不过他还是轻笑摇头道：“如此珍贵的机缘给我用浪费了，你用了吧。”司徒清玄忽然皱眉看着他，平静道：“你是要我强行按你下水吗？我可是金丹后期，你反抗不了的。”看着皱着眉头一脸认真的司徒清玄，墨雨差点被逗笑了，强按着自己入水。好吧，看着安静乖巧，还是挺有性格的。不过这机会对他来说真不是那么的重要，但人家美女都这样说了，他再拒绝真的找不到理由，除非告诉对方真相。可按目前情况来说，还不到他暴露实力的时候，这关系着他一个更大的计划。他要等到极乐仙子谣言彻底过去后，再接着暴露自己恢复根基的事，然后引出当年暗算他和师叔祖的人。对方既然有第一次知道自己已经恢复了，必然就会来第二次。他要以身入局，将那些人统统揪出来。不过为了完成这计划，自己实力也得快速提升才是，可别一不小心再重蹈覆辙。看到墨雨不说话，司徒清玄柳眉一竖，竟然真的想要动手拽他。哎，停！墨雨急忙摆手：“我自己下水，你要一起吗？我一个人有点浪费啊。你也知道我现在境界不高，可能吸收不了那么多。”司徒清玄毫不犹豫地摇头：“没事，我守着，你慢慢吸收，不急。”墨雨无奈，只好收下人家姑娘好意，跃身来到那株莲花旁的池子里，然后安静闭目修炼。那纯净浓郁的道韵如同江河入海般朝他体内涌去，然后是莲花上方的光球中那朵正在盛开的虚幻金莲也缓缓朝他笼罩而来，最后逐渐没入体内。一股清凉气息在他经脉中缓缓流动，试图修复他的身体。当发现没什么可修复时，那气息又调转方向，朝他的元婴包裹而去。那元婴是个粉雕玉琢的2寸小人，在泥丸宫中安静闭目如佛子，浑身宝相庄严，圣洁空灵。此时只见元婴小人张开小嘴，那一缕缕纯净道韵竟被他吸入了腹中。元婴小人身上的空灵韵味变得更加浓郁。这一刻，墨雨只觉得浑身舒坦，修为竟然在快速增长。不过为了不暴露实力，他刻意控制着吸收速度。司徒清玄看了一会，嘴里不知嘀咕了一句傻，然后安静地盘坐一旁，没去打扰他。只不过一双明亮星眸却总会时不时投向他，眼中带着微微疑惑。时间一点点过去，墨雨顿时感觉出了池子的神奇和好处。虽然不能治疗大道之伤，但对一般的伤势绝对有巨大疗效。而那青莲竟然还有延年益寿的效果。直到天色微亮，墨雨才彻底将那青莲上空释放的精华全部吸收。没办法，演戏需要，否则以他现在的修为和功法，最多半个时辰就可以搞定收工。看着长身而起的墨雨，司徒清玄罕见的微微红了下绝美脸颊，惊讶道：“怎么那么快？”“那么快？”墨雨一愣，然后满头黑线。这句话再加上美女脸上的娇羞表情，对于男人来说可有点不是那么的动听。什么叫很那么快？我很持久的好不好？但墨雨知道人家比自己单纯，肯定想不到那里去，只好闷闷地承受了这次误伤。吸完了自然就收工。墨雨说完，又顺着司徒清玄羞涩扭头前的目光落点，看向了自己若隐若现的8块腹肌，以及下方那昂首挺胸的嗨嗨，早上嘛，正常现象。看着对方害羞的绝美俏脸，他不禁微微得意。嘿嘿，哥的身材和本钱还是很雄厚的吧？不过他也没有暴露身体的嗜好，急忙将衣服蒸干。当他再次站到司徒清玄面前时，又成了那个风度翩翩的绝世美公子，这让女孩眼神又亮了下，但脸上却表现得很平静。清玄，我们该走了。墨雨微微一笑，和煦温柔。
原本就心有波动的司徒清玄心弦再次荡漾，如同平静的湖泊被人投进了一颗小石子。这是墨雨第二次这样叫他了。第一次是在对方和沐尘冲突时，那时这人还牵了他的手，不过他当时却一点都不恼，这让他到现在都没想明白，最后只能归咎于两人之间的婚约。这一次他竟然觉得对方这样叫还挺好听的，那便随他吧。司徒清玄没再说话，只是微微低着头，加快步伐往前面走。回到墨雨院子的时候，正好碰见出门的陆青霞，三人的目光交错，墨雨神色镇静，陆青霞眼眸八卦，司徒清玄则是微微心慌。见过陆老前辈，晚辈还有事，先告辞。匆匆打完招呼后，司徒清玄扭身就走，脚步越走越快，直到走了好远，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到底在慌什么？不就是带墨雨去疗伤了吗？又没啥见不得人的。女孩内心第一次为这样一件小事苦恼了半刻钟。小雨，这是怎么回事啊？八卦泛滥的陆青霞笑眯眯拦住了墨雨，墨雨只好将事情说了一遍，并将天剑门提的要求一并告知。陆青霞一脸惊讶，想不到这丫头对你如此用心，这圣莲洗剑池可是天剑门宝地，平时金贵得很，每10年才能用一次，即便是其宗门核心弟子，也不是谁都有机会使用。至于那些要求，你们既然已答应，那就按你们的意思办，100年时间都等了，也不差这5年。呵呵，这丫头很不错，以后对人家好点。陆青霞神色满意。墨雨这才问道：四师叔祖，那什么登仙道院，您老了解多少？我们了解的和你知道的差不多，其他等我们回去打探清楚再说，反正还有2年时间，我先和你师祖商量一下，你要是和人家姑娘还有话要说，就得抓紧了。没什么事，可能明天就得回宗门了。陆青霞又嘱咐了几句，这才转身离去。可是还没等到第2天，只是当天下午，古剑南和陆青霞就突然将墨雨等人召集齐全，与天剑门高层辞别后，启程赶回玄灵宗，搞得墨雨都没机会和司徒清玄单独说话，只好客气地邀请对方有空到玄灵宗做客。司徒清玄安静点头，墨雨也不知对方是客气下还是真的会来，不过现在的他已经没空去关心这些。这次师祖和师叔祖突然决定提前返回宗门，绝对有大事要发生。一离开天剑门范围，古剑南就朝驾驶灵舟的几个弟子严肃吩咐道：不要怕浪费灵石，将速度加到最快，争取早日返回宗门。回到灵舟最顶端客舱，又布下一道结界后，墨雨这才问出心中疑惑：师祖，是宗门出什么大事了吗？古剑南眼神复杂，最近有长老发现，在青云大陆各地忽然有众多传闻，全是与我玄灵宗有关，其中极乐仙子的传承谣言被传得最广，热度比之前还高。他们都说我之所以能够快速突破，就是因为得到了极乐仙子宝藏中的功法，而我手中那柄神剑也被说成来自于其宝藏，并说在我们宗门里，这样的圣器还有很多。墨雨顿时眼神一凛，师祖，这样看来，这次造谣的人肯定就是当初布局之人。陆青霞也是凝重点头，不错，手法脉络和之前简直如出一辙，关键是有大师兄当初的威猛表现，天下人恐怕会更加相信，百口莫辩啊。古剑南不禁站了起来，开始在客舱里走来走去，心情烦躁。现在东域其他宗门还没完全放下心思，再被这么一撩拨，很难不再上钩。如今的玄灵宗是很猛，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猛，东域这几大宗门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左右。但要是说以一宗之力硬刚整个东域，那就不只是狂妄，而是无知了。更别说很快就会有其他域的顶尖势力驾临东域，到那时玄灵宗面临的压力绝对会比之前那次还严峻，一而再再而三的遭人算计，让几人眼中闪烁着滔天怒火。师祖，咱们一定要找出背后之人，否则这样时不时被人敲闷棍，实在太憋屈。墨雨忍不住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然后在客舱里走来走去。古剑南两人也是满脸无奈，他们何尝不急，可是急也没用啊。从传出刘雨嫣挑选道侣的传言后，玄灵宗就一直在暗中调查，却毫无收获。后来几大宗门压境，就更没精力去调查这事了。墨雨重新坐了下来，努力冷静道：师祖，与其大海捞针，我们不如赌一下运气。怎么赌运气？古剑南和陆青霞顿时一脸懵。墨雨咬牙道：谁跟咱们宗门有大仇，我们就重点调查他们，别管有没有嫌疑和线索，就盯着那些仇人查。到最后要是没发现，我们也学别人这招，给他们来个栽赃陷害，先把东域的水搞浑再说。凭什么让咱们玄灵宗单独面对那些压力？陆青霞顿时眼神一亮，大声点头赞同道：我看行，这样不但可以分担一下宗门压力，还可以引起更多人怀疑。当整个东域甚至青云大陆发现这只是一个闹剧时，我们或许就可以从中脱身了。最不济
也可以在前期为我们吸引一些目光。古剑南沉思片刻，无奈道：但是想让别人相信，这布置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且关键是我们得有相应宝物，让外界相信谣言啊。陆青霞也是一阵沉默。如今的玄灵宗可是只有一件极品灵宝，外加小雨拿出的那柄下品圣器而已，想要吸引到大家的目光，怎么也得来几件灵宝什么的吧。就好比当初那件极乐仙子的赤霞流云金蝉披，以及后来山洞中发现的残缺极品灵宝。即便是残缺的，那也是极品灵宝，玄灵宗到哪去找这些宝贝？您二老放心，相应的宝物我来安排，你们到时只说要搞谁就行了。墨雨内心肉痛，虽然破裂的灵宝圣器在系统空间里不值钱，但那也只是相对而言。对现在的墨雨来说，每一点气运值都有可能关乎自己将来的命运。小雨，你是说你还能拿出一批灵宝？两位老人再次被惊呆了。小雨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没给大家？先是他自己恢复根基和实力，接着是破镜丹，后来又是圣器巨灵剑，现在听他的意思，还能拿出一批极品灵宝。要不是已经有了前车之鉴，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应该有个10来件吧，不过全都是残缺的。墨雨虽然不想太高调，但想要办成这些事，只有3两件未必够分量。好在残缺的灵宝圣器在系统里几乎等同于垃圾，倒不至于让他太心疼。可即便是这样，也已经将两位老人震惊的不行。10多件灵宝，哪怕全是残缺的也不得了啊。古剑南喃喃自语，眼神若有所思。看来当年小雨进入的那个神秘遗迹真的不简单。10多件极品灵宝，至少也得是反虚期以上修士才可能有这等底蕴。陆青霞同样是那样想，她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小雨曾经去过的那个遗迹，只不过这小子嘴倒是挺严，以前都没有听过他说起过。谁知墨雨却认真摇头，不只是极品灵宝，还有报废的圣器，而且还是极品圣器。既然要搞就搞大点，否则不足以引开我们身上的注意力。古剑南和陆青霞瞬间眼神惊骇，一脸呆滞。极品圣器，哪怕是残缺的，只要爆出去也会引起巨大波澜。巨灵剑只是下品圣器，就能让古剑南展出10倍威力的一剑，瞬杀化神后期。那要是完好无损的极品圣器，得有多恐怖？即便以他们的见识，也评估不出来。因为这种品阶的宝物，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那可是无限接近仙气的存在啊！说句人间最强，恐怕是一点都不夸张。古剑南忍不住呼吸急促。小雨，你真有极品圣器？是残缺的，不过没在身上，得回到宗门才能取出来。墨雨信口胡诌道。实际上只是他还没去商城购买而已，但早在之前，他就将系统里面的宝贝了解的差不多了，自然知道系统道具一栏里有许多报废却可以再次拆解利用的灵宝、圣器、仙器等。但古剑南却不知道这些，急忙焦急劝阻，哪怕是残缺的也不能拿来送人啊，那可是极品圣器，主材料拆下来绝对可以锻造成其他宝物。对啊，如此珍贵的东西拿去诬陷人，实在太奢侈，我看报废灵宝就够了。陆青霞同样一脸的不舍。师叔祖，这些我们回去再说吧。墨雨没法向两位老人解释太多，只好敷衍几句。8天后，当全速赶路的一众人等再次看见玄灵宗时，顿时眼神惊诧。只见4匹犹如小山一般脚踏火焰的赤红神驹，正拉着一座移动宫殿悬停在玄灵宗山门上空，神威滔天，嚣张霸道。贵客临门，还不出来迎客吗？有老者不悦大吼。看他们那样子，明显就没有走路上去的意思，而是想直接飞进去。这对任何一个宗门来说都是赤裸裸的轻视和无礼。此时无数躲藏在四周空域秘密监视玄灵宗的各宗门长老们全都被惊动了。看这架势，绝对是某域的顶级势力啊！这下有好戏看了，所有人都心情振奋起来。如今的玄灵宗实力恐怖神秘的让人不安，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几位化神后期，因此几大宗门和武上国全都不敢轻举妄动，内心充满戒备。可现在看来，终于有人要帮他们揭开谜底了。与此同时，玄灵宗主峰方向也有数道身影急速掠出，为首之人正是太上长老钱百川，在其身后紧跟着4位化神期长老。此乃玄灵宗所在，严禁任何人在宗门上空飞行，拜山之人请步行而上。钱百川强忍着怒火，严肃警告。对面那宫殿一看就是飞行类的极品灵宝，那可比玄灵宗的飞行灵舟高出了几个档次，不是一般势力能拥有的。这也是他强忍怒火的原因。现在的玄灵宗可谓到处都是敌人，躲在暗中监视窥探的更是不胜枚举。因此哪怕能少数一个敌人也是好的，何况对方一看就不简单。
我乃北域擎天宗少宗主石中玉，和几位师叔来你们东荒游玩，那是你们的荣幸。你却跟我说，这种鬼地方竟然禁止飞行，你是要笑死我吗？”话语落下，巨大的宫殿内走出一个面目高傲的华衣贵公子，身材挺拔，相貌俊俏，高昂的头颅和桀骜不驯的眼神中，无不透露着不可一世的轻狂与骄傲，活脱脱一个被惯坏的二世祖形象。而在其身后，依次走出5位威严老者，个个气势深邃如渊，绝对全是化神期修士。那几人对于年轻人的脾气显然早已习惯，因此并没有太多其他表情。钱百川顿时内心一凛，擎天宗可是北域4大顶级宗门之一，而北域在整个清明界又以战力强悍而著称，整体实力根本不是现在的东域能比。就拿化神期修士来说，在东域可谓是顶尖战力，基本都是各宗的太上长老。可在北域4大宗门任何一宗，有不少内门长老就踏入了化神期，不踏入化神中期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太上长老。据说有些宗门老祖都达到了半步反虚期，实力恐怖啊。不过看着远处急速飞回的宗门灵舟，钱百川内心顿时微微松了一口气。好在大师兄和4师妹终于赶回来了，他不禁底气大增的警告道：“若想拜山，便请登基而上，否则便是故意挑衅我玄灵宗，休怪我等不给诸位面子。我要是说不呢？”石中玉脸色变得阴沉，从小备受宠爱和敬畏的他，何曾被人拒绝过？何况还是他眼中荒芜落后的东荒势力，他们怎么敢？其身后几位老者并未出口阻拦他，在他们看来，此次前来本就是找麻烦抢宝物的，没矛盾都要制造矛盾，怎么可能去阻止？让钟玉去闹一闹，简直再合适不过，到时正好有借口。那你可以试一试，看是你的宫殿坚固，还是老朽手中宝剑锋利。说话之人正是古剑南。大师兄，4师妹，钱百川率着众长老上前，与其并肩站在一起。墨雨与几位长老见礼后，又好奇地打量起对面的巨大宫殿，眼中闪过一抹炙热。这东西虽然在系统里不算什么，但问题是现在他没钱买啊。这要是能抢下来，以后出行可就方便多了。不但气派，关键是隐私和安全性也比飞行灵舟强太多。到时再带上师姐他们一起修炼游玩两不误。此时那5位化神老修士才神色认真起来。刚才他们还以为对面那人就是玄灵宗最强战力，可现在看来，这个老头也不简单啊，很可能是位化神后期修士。再加上之前那个，那就有2位化神后期修士，这在北域或许不算什么，但放在东荒这种破落地方就很了不起了。一位红脸老者无声地往前踏出一步，恐怖滔天的化神后期修士的威压顿时疯狂溢出，迅速而霸道地朝玄灵宗主峰方向笼罩而去。这一幕顿时让许多躲在暗中观望的修士看得目瞪口呆，这北域之人简直比玄灵宗还霸道啊！一句话不说，直接就给你来个下马威，雕虫小技。钱百川怒哼一声，同样强悍恐怖的化神后期威压从他身上骤然腾起，狂暴的犹如12级台风海浪一般，顿时就将那道威压阻挡在玄灵宗山门之外。卧槽，钱百川竟然也是化神后期，这怎么可能？古剑南都踏入了化神后期，钱百川并不比他差多少，说起来也不算太奇怪。玄灵宗的实力果真是神秘莫测啊！赶紧将消息传回去，玄灵宗除了失踪的龙破天，如今还有2位化神后期，不可轻易招惹。无数监视之人顿时着急忙慌地开始传消息。可惜对于这一幕，擎天宗那几位老者却压根没在意，脸上表情平静如常。呵呵，真是扶油观天。钟玉，站到你师叔身后去。又一位黑袍老者站了出来，化神后期的威压疯狂散逸，再次朝玄灵宗主峰大殿位置碾压而去，干脆利索，丝毫不拖泥带水。华衣公子哥急忙躲到另外3位老者身后，眼神得意地扫向对面那帮人。今天他们可是来了4位化神后期，1位化神中期，这实力绝对可以碾压东荒任何势力。2位化神后期又如何？这让他忍不住得意大笑起来。一群蝼蚁竟敢阻我擎天宗锋芒，真是不知死活。墨雨不禁冷冷瞪了他几眼，对于这个狐假虎威的2世祖，内心充满不屑。哪怕对方是魏元婴天才，依旧入不了他的法眼。感受到他眼中的轻蔑，石中玉顿时胸膛激烈起伏，眼神冰冷阴森起来。他很确定对面那个小白脸就是在蔑视自己。小子，你他妈死定了！石中玉伸出手指遥遥朝墨雨一点一点的，脸色张狂恼火。垃圾！墨雨用看死人似的眼神看了他一眼，却懒得再多说毫无意义的废话，还是得赶紧踏入化神期才行啊。墨雨内心暗叹，以他的天赋再加上道经的恐怖，一旦踏入化神，绝对可以轻易碾压化神后期修士。
说不定一打二都不成问题。他却不知，他的这些猜测简直是在侮辱道经和混沌神墨体，只能说他格局还没打开。此时，黑袍老者的威压不出意外的被古剑南挡住了。对于这点，没有任何人意外。擎天宗这边又一位白发老者站了出来，脸色平静淡定，但身上威压却毫不留情。这次他倒要看看还有谁。为了看得更清楚，暗中监视的许多人已经光明正大的站了出来，议论纷纷。这下玄灵宗总没有化神后期了吧？哈哈，今代好戏开场吧，化神后期可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正在众人这么想的时候，一道苍老身影又从玄灵宗主峰飞了出来，身上的气势恐怖如江海。看到忽然出现的那人，所有围观者都惊呆了，眼眸中仿佛见了鬼一样。其中有以5大宗门的人最为震撼惊诧：诸位，那不是玄灵宗的司马啸天吗？传闻他当年为了救墨雨，导致根基破碎，境界跌落到了元婴初期，怎么现在看他的修为，竟然完全看不透？不错，这100年来他都没露过面，据说就是在闭关疗伤，莫非伤势已恢复了？众人面面相觑，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惊骇。当年的司马啸天一直被认为是玄灵宗下一位踏入化神后期的人，如果他真的恢复了，而今又敢出来单独对抗化神后期修士，那他会不会也像古剑南他们那样踏入了化神后期？卧槽，这样算的话，玄灵宗明面上就有4位化神后期修士了。即便他们的老祖龙破天失踪，这实力也足以碾压东域任何宗门，甚至是其他域的大势力也不敢再无视他们。我就不信你也是化神后期。第3位踏出来的擎天宗太上长老顿时猛然往前跨出几步，恐怖气势翻滚沸腾。如果说之前他们没有选择直接开干，是因为想以最简单的方式来威慑玄灵宗，那么现在他们是真的不敢硬拼了。5位化神后期是很强，但如果对方真的有3位化神后期，实际上已经不弱于他们多少。要知道，对方可是还有好几位化神修士，谁知道这里面还有没有化神后期？再加上人家宗门里的那些元婴期长老们，因此这位擎天宗太上长老同样选择了以威压分胜负。当2股恐怖威压在上空无形对撞，然后让那一片空域微微扭曲时，所有人都知道了，司马啸天果然也是化神后期修士。但是这怎么可能？萧道友，这玄灵宗为何会如此恐怖？有5大宗门之人忍不住喃喃相问，眼神呆滞。可惜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同样一脸失魂落魄。玄灵宗藏得可真深啊！是啊，要不是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谁能想到玄灵宗已经恐怖到了这等程度？这只是已经暴露的，谁知道还有没有隐藏实力？他们原本还以为自家宗门和玄灵宗可能只是差了一件下品圣器，可现在你却告诉我，玄灵宗已经暴露的就有3位化神后期大能，还不包括龙破天。而且除此之外，玄灵宗的化神修士数量也明显超出之前认知的一大截。再加上当初古剑南拿的那柄恐怖大杀器，这样的玄灵宗谁敢招惹？现在擎天宗那几位太上长老也作辣了，他们虽然想在这一次的机缘中占得先机，因此来了5位化神后期修士，可现在看来，光是一个玄灵宗就不可能轻易拿下。他们当时听到消息可是抱着志在必得之心来的，但来了才发现好像有点想多了。擎天宗最先出手的3人全都停了下来，眼中闪烁着犹豫和纠结。众人身后的石中玉却是一脸焦急。几位师叔，他们绝对不可能还有化神后期修士，不如直接杀上去。他之所以千方百计跟来，可不是为了打酱油的。如今事情未成，岂能轻言放弃？可惜那几位老者全都没回应他，显然正在商议。墨雨不禁眉头紧皱，忽然大声喊道：师祖，若是他们继续无理硬闯，不如直接杀了吧，否则的话，天下人还以为我们玄灵宗好惹。看着忽然开口喊杀的墨雨，擎天宗的那几个老头顿时脸色难看，看向他的目光冷悠悠的充满了杀意。只不过以他们的身份，显然还不屑于向一位筑基后辈出手，而且这局势他们也不敢再逼迫惹毛玄灵宗，只好冷着脸开口训斥道：无知小辈，这等场合哪有你说话的份？还杀了？即便你家长辈同是化神后期，最多也就是有了和我等交手的资格而已。其中黑衣老者神色最为恼火，脸色青紫，然后另一位红袍老头也冷漠地瞥了他一眼。要不是看你只是一位筑基后辈，我直接一指头将你灭了，还不滚一边去？看见自己乖徒孙被骂，古剑南顿时脸色冰冷，然后抽出手中巨灵剑，冷漠问道：是吗？那你要不要试一下，能不能接住我一剑？哈哈，狂妄！要不是怕同道说我们仗势欺人，我直接就将你斩了。红袍老头看了古剑南手中剑一眼，
内心顿时泛起一股寒意，说话都变得没底气。我去，这柄剑，他要是没看错，恐怕得是一件圣器啊！尼玛，圣器！别说东域这个荒芜之地，即便是北域也没有啊！看来这个什么狗屁玄灵宗，真的如传闻那般得到了绝世宝藏和机缘，否则凭什么他们会有3个化神后期？凭什么有圣器？古剑南等人表面平静，其实内心也是充满无奈。如果按照他们的本意，自然是低调的隐藏实力才是硬道理，然后等到某天族以震慑世人，不敢再心生觊觎时，才会暴露真正实力。可现在的局势已经没机会让他们苟住发育，他们只能走另外一条路，那就是以实力震慑外界，让他们不敢轻易和玄灵宗翻脸。以后的玄灵宗只能更加强硬才能活下去了。这也是玄灵宗高层这段时间做出的决定。既然世人都不再和玄灵宗讲道理，那玄灵宗也只能用手中剑来说话。诸位，玄灵宗无意和任何人为敌，但要是觉得玄灵宗好欺负，那欢迎他拿命来试一试。古剑南这话说的斩钉截铁，霸气无比。杀！杀！杀！无数喊杀声也猛然从玄灵宗主峰方向传来，声震四方。伴随着愤怒的喊杀声，无数元婴和金丹修士在大长老周不语的带领下悍然冲了出来，气势刚猛凌厉，悍不畏死。擎天宗的一众人等不禁看得一阵恼火，这帮人就不怕死吗？竟然连金丹期修士都敢冲到化神后期大佬跟前喊打喊杀。虽说以多咬死象，这帮人要是真的全冲上来，化神后期修士也不好受，但对方的伤亡绝对惨重非常。关键是古剑南手中的圣器实在是让他们忌惮啊！是杀上去，还是回去后从长计议？正在擎天宗的人有点想要退缩时，远处天际忽然又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有余展30多米的巨大金雕，有仙气飘逸的雪白仙鹤，还有体型庞大的变异蛟龙。但无一例外，那些飞行妖兽背上都坐着有人，大约30来位男女修士正朝这边急速飞来。看到这一幕，擎天宗的人顿时眼泛异彩，嘴角掠过一抹戏谑笑容，而玄灵宗众人却忍不住心头沉重起来。看来今日这一关恐怕没那么好过啊！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中，那支队伍迅速来到了大家面前，其中以年轻人居多，个个眼神高傲，气质出尘，身上气势磅礴恐怖，一看就知修为不凡。墨雨认真扫视了一眼，发现大部分都是金丹后期以上，修为一个金丹中期都没有，尤其为首白衣公子更是气质超凡脱俗，仿若谪仙下凡，赫然是魏元婴中期天骄。看他年纪也就400来岁，放在修仙界妥妥的年轻人。如今大师姐柳如玉也不过才元婴初期而已，看似差距不大，若无机缘，一境之差便需要数十上百年。墨雨忍不住内心感慨，外面天才真多啊！因为除了那人之外，还有4人竟然也是元婴初期。在这帮年轻人身后，则有7、8位气息恐怖神秘的老者，一看就是这帮天才的护道者，全是化神期修士。古剑南等人看得心情沉重，因为其中有4人气息丝毫不弱于他，不用想也知道，这些恐怕也是化神后期高人。那些人看到擎天宗这帮人，同样眼神惊奇。领头4位气息神秘的老者正微笑上前，想不到擎天宗动作如此之迅速，几位道友可有收获？如此大张旗鼓而来，想必收获甚丰吧？哈哈！开口打趣的是一高一矮2位白发老头，看对方这样子，显然和擎天宗这5位太上长老甚为熟悉，而且身份地位绝对不低，否则也不敢开口如此随意，甚至隐含嘲讽。听到2人这话，擎天宗一位紫袍老者顿时不悦冷哼道：“你天宇神宗不也跑得飞快？只是以你们这实力，恐怕连人家山门都进不去。”哦，如此说来，你们并没有上去。哈哈，有趣。听到这话，那个矮个胖老头不禁抚须大笑，神态欠揍得很。这笑声顿时让擎天宗之人脸色难看无比。哼，我擎天宗只是不想仗势欺人而已，否则谁人能阻？那矮个老头没有理会他，开始认真打量起了古剑南等人，眼中闪过一抹惊奇。不只是他，其他人也都眼神好奇，惊讶万分。擎天宗5位太上长老一起出动，竟然被拦在了山门外。东域何时有这等强悍宗门？要知道，东域在青云大陆一向没什么存在感，因此才被其他几域笑称为东荒，不屑一顾。东域所谓的8大宗门，在他们眼中也就是2流势力，压根没有多少人关注。他们有人都是临出门之前才对玄灵宗有个大概了解。众人脸色终于开始认真起来，眼神惊讶。对方有不少人境界连他们也琢磨不定，尤其是其中3人修为更是神秘莫测，搞不好全是化神后期。拥有3位化神后期，
虽然跟北域四大宗门相比还有差距，但已经不逊色其他一流宗门。难怪连北域四大宗之一的擎天宗也不敢小区乱来。一直没说话的瘦高个老者这时站了出来，朝古剑南等人客气拱手，笑道：“老朽非羽神宗太上长老朱敬德，这位是我师弟萧山。”瘦老头指了指矮个胖老者，然后又挨个介绍了其他人。原来是天羽神宗的诸位道友，真是幸会。古剑南等人客气拱手，内心更加沉重。东域和北域虽然相距遥远，但他们对那边情况却很了解。这天羽神宗和擎天宗可都是北域四大宗门之一，实力绝不是现在的玄灵宗能够相提并论的。之前一个擎天宗就让他们不得不暴露出所有实力威慑，如今再加一个天羽神宗，这还怎么顶？何况后面肯定还会有其他势力前来。不过尽管心中焦虑不安，古剑南等人脸上却是平静无比。名叫朱敬德的瘦高老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对擎天宗的人直接略过，反倒自豪介绍起了那个身穿雪白长衫的年轻天骄。此乃我宗后辈弟子岑曦，被同辈戏称为北域六杰之一。今日带他前来，就是想让他见识一下东域的同辈天才。晚辈天羽神宗岑曦见过诸位前辈。年轻人虽然表面客气，但眼神中却充满了傲然。不只是古剑南，所有围观的东域之人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一位年仅400岁就踏入了元婴中期的天才，这天赋不愧是北域最杰出的6大妖孽之一啊！也就只有100年之前，根基未曾被毁的墨羽可以略胜一筹，但这样的天才，人家北域整整有6个呀，而整个东域数万年来却只出了一个墨羽而已，而且如今还成了废人。这就是东域和其他域之间巨大的差距。古剑南等人同样内心惊叹，眼神凝重。年轻天才如此妖孽，其宗门又会差到哪里去？即将要面对的潜在对手，恐怕只会越来越强啊！不过，如今小雨根基已恢复，未来成就绝对不会在对方之下。再加上机缘深厚，将来或能带玄灵宗踏上更高巅峰。看到周围的人被天羽神宗的岑曦震惊成这样，擎天宗的少宗主石中玉顿时满脸的不爽。他虽然境界比对方低了一小阶，但年纪同样小了几十岁，因此在他心里从来不觉得自己比北域6杰差多少。里面最起码有2个人是他不怎么服气的，其中一个就是眼前的岑曦，这让他忍不住朝对方的方向吐了一口唾沫，冷哼道：“400岁才踏入元婴中期，也好意思说自己是北域6杰？”声音不大不小，却刚好大家都可以听见。岑曦还没回话，他身边几位年轻人就怒目瞪了过去。380多岁的元婴初期，也有脸说我家师弟，真是笑话。就是每次出门还喜欢对外宣扬自己是宗门少宗主，我看就是不要脸，要不是摊上一个好爷爷，哪有他的份？不错，若论天赋，有些人可比他师兄陆无双差远了。这一顿阴阳怪气的话，顿时将石中玉气的脸色苍白，身躯发抖。陆无双正是他师兄，北域6杰之一，也是从小到大一直碾压他的绝世天骄。他生平最恨的就是别人拿陆无双和他比较，他再也忍不住内心愤怒，指着对面疯狂大吼：“一个个有脸说我，你们哪个不是仗着长辈身份才敢站在这里的？否则就凭你们，连东荒的这些垃圾都打不过。”石中玉说完，还不忘朝玄灵宗弟子方向横着一扫。于是玄灵宗天骄集体中枪，瞬间被骂成了垃圾，这让他们全都怒气沸腾，纷纷开口怒骂起来。一个元婴初期而已，有什么资格骂我们是垃圾？莫非以为我们玄灵宗就没有元婴期年轻天骄吗？看到那位20祖的杰作，擎天宗几个老头不禁眉头紧皱，不过却已经来不及阻止，只好当作什么也没听见。谁让人家爷爷是宗门老祖？而天羽神宗的几个老者却是眼神一亮，相互对视之中，很快就达成了某个共识。既然这个玄灵宗能够挡住擎天宗5位太上长老，那自己也没必要硬来，不如约定个时间，让年轻一辈与玄灵宗天才比试一番，获胜者则进入玄灵宗存放功法的碑林一关，败了则自行退去，从此不再打扰玄灵宗。这样一来，大家既不用相互生死搏杀，面子上也好看。向来以北域修仙正道宗门自居的他们，可不想落个巧取豪夺、恃强凌弱的名声。他相信，比起面对各大宗门联手施压，玄灵宗肯定也更愿意选择这种方式。到那时，以天羽神宗天才的实力，获胜将易如反掌。当他把这想法传音告知擎天宗几位太上长老时，后者也瞬间同意了。刚才他们早已发现，玄灵宗的年轻天才比他们宗门的差了可不止一个档次。此阳谋，十拿九稳。玄灵宗高层看着相互对骂的天羽神宗和擎天宗弟子，眼中不禁若有所思。看样子双方虽然认识，但明显很不对付。
这或许可以利用一下。此时天宇神宗的朱敬德已经挥手喝止了门下弟子争吵，寡不敌众的石中玉终于缓了一口气，也铁青的脸没再说话。古剑南压下内心思绪，脸色平静地看着对面众人，问道：不知诸位道友率众前来，有何指教？试出了玄灵宗深浅的擎天宗一众长老，悄然把主场交给了后来的天宇神宗众人，并没主动开口，显然是希望后者也跟玄灵宗闹点矛盾出来。朱敬德不屑地笑了笑，对方的小心思他岂能不知道？但他丝毫没有在意，于是昂首向前，道貌岸然地朝古剑南微笑拱手道：自从10万年前灭妖一战后，青云大陆修仙传承便一蹶不振，哪怕每代皆有绝世妖孽，却无对应功法，导致仙路难觅。而今听闻极乐仙子的传承已现世，并被贵宗所得，这才率门中天才前来一观。说到这，他又捋了捋胡须，继续微笑道：虽说无主之物有德者居之，但正因无主，贵宗才更应该将其与大家共享。他抬手阻止了想要说话的古剑南等人，神情肃穆。同为青云大陆同道，我等若以武力强取豪夺，恐被天下耻笑，实非我意。况且此例一开，人人仿效，我也担心为贵宗带来覆灭之危。但此等机缘，若不为后辈争取，又枉为人师，实在是为难呀。朱敬德自顾自地仰天感叹，仿佛这是天大的难题一般，顿时让玄灵宗一众人等看得冷笑不已。真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要不是玄灵宗实力够强，恐怕对方直接就不装了。但如今这局势，古剑南也不想贸然撕破脸。不管是真是假，对方要点脸终究是好事。因此明知道对方可能不信，但他还是耐心解释道：此等谣言乃是有人刻意布局陷害，我玄灵宗从未得到所谓的传承。可是对于他的解释，朱敬德只是一脸微笑，显然压根不信。果然，等他解释完后，朱敬德立刻微笑摇头：古道友就不要再诓我了，此事证据确凿。况且若无传承，贵宗何以短时间内实力突飞猛进？东域8大宗门，只有贵宗同时涌现3位化神后期，道友又该如何解释？古剑南顿时哑口无言。这件事还真的没法解释。如果让外界知道他们是因为服下破镜丹才踏入化神后期，那极乐仙子的谣言就更加解释不清楚了。玄灵宗将处境更加危险。看见他没法解释，朱敬德顿时得意一笑。因此我与擎天宗狗子居道友商议后决定，我们长辈就不要出手干涉了，这机缘就让年轻人自己去争取吧，免得伤了和气。到时贵宗可以派出500岁以下年轻弟子守擂，我们各宗最多各派出3位年轻弟子去争夺，3局2胜，也可以一人战3场。若我们胜，则胜者进入贵宗功法碑林中观悟3个月；若败，则就此退去，从此不再打扰贵宗。道友以为如何？古剑南顿时脸色铁青，这简直就是城下之盟。可是还没等他回话，擎天宗为首的那位紫衣长老也站了出来，高傲道：朱道友所言，亦是我狗子居之意，此乃玄灵宗免遭覆灭的唯一出路。否则青云大陆各势力齐聚你玄灵宗，诸位又该如何面对？脾气最为暴躁的唐飞虎终于忍不住了，不禁怒吼道：尔等所言简直欺人太甚，功法碑林乃一宗之底蕴，岂能轻易示以外人？难道你们天宇神宗、擎天宗的碑林也会向他人展示？由不得他不愤怒。所谓的功法碑林，乃是记录宗门顶尖功法道术之所在。为了最大程度的保密宗门功法，并加快传授效率，几乎所有大宗门都会将功法刻录在一种特殊玉石上。当需要传授弟子时，使用者只需和玉石上的法阵相连，就可以将功法完美烙印到识海深处，简单快捷。唯一的弊端就是刻录困难，而且还不好移动，需要将玉石和法阵时刻相连。一旦脱离法阵，玉石上的功法很可能就此消失，而这些存放功法的地方便是功法碑林。虽然每一种功法都会有文字版副本以防万一，但让外人进入功法碑林，不只是宗门耻辱，更会造成巨大损失。要么让功法外流，要么就自己把耗尽精力刻录的碑林毁于一旦。况且如果对方在碑林之中没有发现极乐仙子的传承，又岂会善罢甘休？可如果不接受这个提议，对方绝对会联手，而且绝对不止这2个宗门，恐怕整个北域甚至是南域各大势力都会一起上。能修炼到大成期的功法，吸引力绝对超乎想象。面对唐飞虎的愤怒，朱敬德只是微微一笑，眼神自信。若是玄灵宗天骄能以此种方式踏入我宗碑林，老朽绝对毫无怨言。道友若有信心，不妨带贵宗天骄登临天宇神宗试一试。自信霸气，那发自内心的高高在上，让所有玄灵宗弟子听得怒火冲霄，可是又无能为力。玄灵宗的高层也都沉默了，
古剑南更是心情沉重，答应这提议，宗门的年轻天才也绝对守不住。实力最强的小雨虽然恢复到了元婴中期，可谓东域第一，但北域加南域实力和他相当的天骄可不止一两个。北域6杰，南域5子，可全都是真正的天之骄子，不敢说全部强于小雨，但至少不会比他弱。至于宗门其他人，最强的也就是元婴初期而已。到时碑林被看光，最后别人没得到极乐仙子传承，恐怕依旧不会善罢甘休。玄灵宗高层不禁纠结万分，但墨雨的想法却不同。要是不答应，恐怕宗门覆灭已不远。对方的话虽然不好听，但却是事实。让年轻一辈通过比试决定，总好过和所有宗门血拼。最起码定了这规矩，要脸的大宗门肯定不好意思再联手。至于今天的耻辱，日后再一家家杀上门去便是。他急忙朝古剑南传音道：师祖，您放心，我绝不会让他们踏入碑林一步。至于今日耻辱，不用多久，我们就一定可以让他们加倍偿还。古剑南不禁一阵恍惚，如果真能守住，那无疑可以完美解决当前的困境。可是看着墨雨那坚定的目光，他终于下定决心，然后豪气冲天的朝天羽神宗朱敬德等人大吼道：好，那便依二等所言，我玄灵宗即刻搭建擂台，3天后欢迎青云大陆天骄前来挑战，为期3个月，3个月后再来闹事，便是宗门之战，不死不休。汹涌澎湃的战意从上万玄灵宗弟子胸膛中迸发而出，战！尽管看不太上东域宗门所谓的天骄，但对于玄灵宗弟子的士气，北域2宗的人却全都一脸的惊讶。尤其是天羽神宗的那帮年轻天骄，更是看得心潮澎湃，胸中热血沸腾。这种刚猛悍勇、铁血无畏的气势，可不是一般宗门能拥有的。而北域一向以青云大陆最彪悍的地域自居，认为自身的战力，无论是比之繁华奢靡的南域，还是神秘莫测的西域，都是第一。因此对于拥有类似气质的玄灵宗，他们第一次收起了内心轻视，眼神多了一丝认同。至于东域各宗派来的眼线，却都是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这可是东域最土匪的宗门，霸道一点也正常。朱敬德等人也被激得意气风发，不禁哈哈大笑道：好，那我等就一起拟定好比赛规则，免得别人说我们以多欺少，仗势欺人。对于他的提议，擎天宗那边自然也没有意见，反正是稳赢的局，面子上大度一点，还可以收获一波名声，有益无害。于是也走上前去，三方开始制定比赛规则。而天羽神宗的绝世天骄岑曦则细迷着眼，认真打量着墨雨，眼中充满了疑惑。这人虽然只有筑基期，却给他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种发自内心的无敌自信和从容，他只在北域另外5位天骄身上看到过，当然他自己身上也有。这让他忍不住踏前几步，然后朝对方微笑拱手道：在下天羽神宗岑曦，不知阁下如何称呼？玄灵宗墨雨。墨雨淡淡回礼：墨雨，莫非就是100年之前号称东域第一天骄的墨雨？我听说过你。岑曦一脸惊讶，冷峻的脸上忍不住掠过一抹疑惑，不过很快就归于平静。他确实听说过对方，并且还听说对方已经根基被毁，成为废人。如今看到对方的果然只有筑基境界，就更加证实了传闻是真，于是也就没了继续谈话的兴趣。微微点头后，他又转身回到了人群中，神情从容淡定，不悲不喜。绝世天骄只会对同类人感兴趣，而没落的天才和路边野草没区别，根本不配得到他的注视。对于他的做派，墨雨没有丝毫不适，眼睛压根就没有再往他那边看一眼，就仿佛对方这个北域6杰和普通人并无区别。这倒不是墨雨狂妄，老实说，对方不过400来岁就能踏入元婴中期，确实堪称妖孽。要知道，到了元婴期后，每一个小境界的突破都是千难万难，在一个小境界卡上几百年很正常，甚至很多人一辈子止步元婴初期，再难突破。元婴修士寿元至少2000年，但即便寿命如此悠长，每个宗门积累的元婴修士依旧不多。由此可见，420岁的元婴中期是何等稀有。可即便这样，墨雨依旧觉得对方和自己没有可比性，他可是在180岁就踏入了那个境界的，哪怕中途荒废100年，如今依旧以300岁的年纪踏足元婴后期。再加上现在拥有系统，又有道经和混沌阴阳经相助，套句装逼点的话，以后这样的天才不过是拥有见他的资格而已。可现在的岑曦却不这么想。至于一直冷眼旁观的擎天宗少宗主石中玉，更是一脸的不屑。一个只会空喊口号的筑基修士而已，也值得岑曦亲自过去打招呼，简直是丢尽了北域6杰的名头。他忍不住伸手指着墨雨，大声嘲笑道：小子，3天后
你就在台下看着我们北域天骄怎么碾压你们就完了，还敢说什么不让我等踏入碑林，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哈哈。说完，他还故意朝岑曦得意地瞟了一眼。他之所以有兴趣骂一个筑基小修士，就是因为刚才岑曦主动找他说话了，而他想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就是你主动上去打招呼的人，在我眼里却卑贱如蝼蚁。呵，跳梁小丑。墨鱼眼神平静地回了句，顿时让石中玉感受到了10000点的暴击和伤害。他忍不住眼眸冰冷，脸色阴沉万分。可是还不等他说话，杨牧已经大步踏出，眼神比他还要冰冷无数倍。就凭你，还没资格和我家公子说话，不服来战，看老子怎么揍你！那毫不掩饰的战意让石中玉都微感惊讶，这个人竟然比自己还狂。卧槽，石大公子何曾受过这等挑衅？他可是个连北域6杰都不服的男人，战就战，就你这样的蝼蚁，本公子随手可斩！石中玉怒吼连连，大叫着就想和杨牧斗一场，不过却被狗子居那老头劝住了。中玉，不用急，3天后就可以看戏，何必现在就上场演戏给别人看？说完还微微瞥了一眼岑曦。这一招果然好使，大喊大叫的石中玉终于忍下了内心怒火，冷笑道：本公子什么身份，岂会和你这样的人争斗？天宇神宗的朱敬德懒得看这些小辈瞎胡闹，和古剑南约定好规则后率人离去。随着他们的暂时退场，其他人也纷纷离去。最新消息开始向四周迅速传播，很快震惊东域，然后是更远的范围。玄灵宗议事大殿，一众太上长老高层以及宗门内年轻一代的绝世天才全部齐聚一堂。古剑南看了一眼台下的年轻人，叹息道：宗门这次危机目前只能靠你们了，但是能守则守，守不住也不怪你们。不怪他临战前说这种丧气话，全因这帮年轻人要面对的可是整个青云大陆最妖孽的那一帮天才。以一宗迎战天下，完全守住的可能性几乎等于0。现在他的想法也就是尽量拖延时间，然后实施小雨所谓的嫁祸计划，看其他宗门能不能帮玄灵宗吸引目光了。古剑南收回思绪，正色道：此次比试的规定只限于他们2宗，至于其他宗门会不会遵守，目前还是未知。不过当这事传遍天下时，其他人即便有不同想法，估计也不好意思再提了。师祖，比赛规则是怎样的？墨雨平静问道。古剑南缓了缓，继续道：规则很简单，双方各派出3人出战，败者退，胜者继续，直至最后一人。若我宗赢了，则他们主动退走，再不竞争所谓的机缘传承；若是他们赢了，则会进入我宗碑林，不但功法尽数被他们学习获取，玄灵宗从此以后也将被钉在耻辱柱上。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指定我宗必须交出极乐仙子的双修功法与胜出者共享。所有人都沉默了，一旦交不出来，必然是一场大战。也就是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守住擂台。但是这可能吗？无需多虑，既然已经定下，全力以赴便是。师祖、师叔祖，人选就由我来挑吧。墨雨说完，淡定起身。诸位师兄师姐，请跟我来。好的，墨师弟。一众年轻天骄急忙起身跟上，留下身后一众长辈在那里面面相觑，一脸懵逼。这些小兔崽子，不过怎么感觉小雨那么有信心？带着玄灵宗当代最杰出的几位天才来到自己的邀月峰，墨雨这才扭头认真看着众人，个个气质不凡，男俊女靓。墨师弟，你看该怎么安排？我们都听你的。大家一脸期待地看着他，眼神炙热而崇拜。身为玄灵宗最核心的弟子，他们早已知道墨师弟恢复根基的事，无不惊喜而激动。对于这位曾经带领大家碾压整个东域的绝世妖孽，他们拥有无穷的信心。这信心甚至有点盲目，但他们自己却觉得没有一点问题。墨师弟就是天下第一天骄，有他带领，哪怕面对整个青云大陆又如何？墨雨没有马上回答，微微皱眉思索。玄灵宗10大天骄，除了3师姐和5师姐至今未归，剩下的都在这里了。除了他之外，实力最强的就是大师姐柳如玉，以及周师叔的大弟子霍金刚，2人都是元婴初期。霍金刚也是众人里面年纪最大的，如今已480岁，长相憨厚，身材高大魁梧。这2人也是最适合使用破镜丹的人。至于2师姐顾城、张健、刘少杰、王静云，除了前面2人是金丹后期，其他3人全是金丹中期修为，即便马上突破也没什么大用。墨雨再次内心严肃问道：小童子，拥有特殊体质的天才利用破镜丹突破，真的不会对他们以后产生不良影响吗？系统略显无奈的娃娃音再次响起。亲爱的宿主，这问题您都问3遍了，都说了理论上有益无害，又不是每个人都像您那么变态。你也说了是理论上，
万一呢？墨雨还是不放心。系统停顿了3秒，我这理论针对的可都是诸天万界万古难觅的绝世妖孽，都是能修炼到仙境之上的存在。你这师姐虽然也算得上天才，但总之你就放心让她吃吧，我保证没事，行了吧？墨雨轻哼一声，不过既然系统都这样说了，他还是相信的。毕竟不是谁都可以让自己的突破超越所谓的完美等级，估计2位师姐也办不到，就让大师姐一起突破了吧。大不了以后有钱了，自己多耗费点气运值，多买点天材地宝给师姐们吃就是了。主意打定，他直接拿出了2枚破镜丹，然后递给了大师姐和霍金刚，认真道：这丹药可以快速帮助你们突破，理论上不会对以后产生什么不良影响，除非你们原本的突破会超越完美品阶，因为这丹药只能让你们的突破达到完美。墨雨觉得还是有必要说清楚，结果听到这话的人全部傻眼了。只能让突破达到完美品阶，只能？你这个只能用的礼貌吗？霍金刚眼神雪亮，二话没说就抓起1枚丹药，抛进嘴里后跑到一旁闭目盘坐。就连柳如玉都忍不住白了小师弟一眼，自己之前的每次突破好像离真正的完美品阶都还差了一丝丝呢。这话说的可真有点打击人。他没拒绝，因为比起1枚丹药，现在的小师弟更需要一个强大点的帮手，他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强，才能帮到小师弟。于是伸手接过丹药，也跑一旁突破去了。其他几人顿时望眼欲穿，眼神炙热万分。这可是能够马上突破境界的丹药啊！在修仙界，实力就是一切，尤其是经历了最近的风波后，众人更是感觉到了自己实力不足的无奈，以至于只能看着挑衅宗门威严的人耀武扬威，自己却无力做出反击。看着师兄师姐们的渴望眼神，墨雨不禁好笑道：各位师兄师姐，这丹药大家都有，不过现在服用实在太浪费，这可是能让化神中期修士快速踏入化神后期的宝贝，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虽然他知道师兄们肯定不舍得用那么快，但他还是决定先把东西给他们，宝贝只有拿到手里才踏实。还有，这事最好别被师祖他们知道了，万一被上缴，我这可没了。墨雨微笑提醒。几人听完顿时一脸的震撼懵逼，能帮助踏入化神后期？卧槽，这是什么仙丹妙药？这要是拿来突破元婴或者金丹境界，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要遭雷劈的。不行，至少也要等到化神期再用。至于师叔祖他们那边，嘿嘿，当然听莫师弟的。刚刚服下丹药的霍金刚却是身躯一抖，内心大感可惜，不过很快他就调整了心态，因为现在的宗门更需要他突破。墨雨这才掏出5枚破镜丹，一人发了1枚。这东西虽然珍贵，但比起师兄弟之间的感情却压根不算什么。宗门上下这100年为他付出的实在太多了，按理来说这些丹药给到宗门的元婴长老其实作用更大，但元婴长老实在太多，目前的墨雨根本顾不过来，只能以后有钱再说了。等几位师兄师姐将丹药郑重其事地收好后，墨雨这才开始和几人说起自己的打算。到时1天3场比赛，若是对方实力一般，则有几位师兄师姐上场，我负责最后收尾，大家尽力即可，没必要舍命相拼，毕竟到时要面对的可不止一拨人，实在不敌就直接认输，由我来对付他们。墨雨元婴中期时就评估过，他那时的灵气存量至少是以前他自己的3倍，如今又有混沌阴阳经，只要和师姐他们修炼1晚上就可以迅速恢复，因此哪怕1天战3场，他的灵气也足够应付了。要是换了普通修士，尤其是势均力敌的那种，恐怕一场大战下来就得彻底累趴下。看着几位师兄师姐，墨雨又嘱咐了最后一件事，到时我会戴上面具，以陈师兄的名义出战，大家在称呼上请注意点。我恢复实力的事情暂时还不宜对外公开，等到这次的风波平静后，他还要拿自己来钓鱼呢。当年暗算他的人可别想就这样算了，100年过去，这仇该报了。和一众师兄师姐商议完后，他这才回到议事大殿，将这些安排告知一众长辈。听到他用破镜丹让霍金刚和柳如玉趁机突破到元婴中期，几位老人那是一脸的心疼，但也知道这关头不是心疼这些的时候。至于给其他师兄们分丹药的事，墨雨则闭口不谈。他之所以要把人先带走，就是不想让师祖他们把师兄们的丹药给上缴了。此后3天，整个玄灵宗都像是上紧了发条的机器，猛然运作。平时长老都不舍得有的极品灵石，也都不限量的供给几位备战的天骄们。至于刚搭建好的比武场边，早就已经人山人海。短短3天，这消息仿佛插上了翅膀，传遍了大半个青云大陆。而今天将是开战之时，所谓的比武场乃是在玄灵宗之前的演武场内，坚固而空旷，利用特殊稀灵青石加上法阵防护，
即便是化神期修士，也难以轰破地面上的砖块。这3天以来，除了之前的擎天宗、天宇神宗，还来了不少南北域的其他大宗门天骄弟子。比武规则早已传遍天下。此时无数天才正一脸期待的兴奋议论：王兄，你们说这个玄灵宗能撑多少天？多少天？哈哈，你未免太看得起他们了。有年轻天才不屑大笑，据我所知，第一阵很有可能就是天宇神宗，到时候岑曦出手，你觉得谁能抵挡？他可是北域6杰之一。不错，而且我还听说南域那边也来了一位绝世妖孽，论实力和名气，甚至还在岑曦之上。不是吧？还有这等人物？那又是哪位妖孽？据说乃是南域五子中的疯魔仙童唐灵。我去，竟然是他！这下有好戏看了。我听说在众人的窃窃私语中，玄灵宗一众高层和弟子开始走进演武场。当古剑南率领着众弟子在演武场一头坐定后，今天的第一个对手朱敬德率领的天宇神宗也陆续到场。古道友，一切既然准备妥当，那便开始吧。朱敬德一脸的笑眯眯，神态放松无比，显然很有信心。相比之下，古剑南的脸色却凝重了许多。好，两方人遥遥相向拱手，神态客气友好。但双方的弟子阵营中却早就剑拔弩张，气氛凝重。作为挑战一方，天宇神宗的3位参赛弟子率先出场，个个神采飞扬，相貌不凡。尤其是为首的白衣公子，更是气质脱俗，如谪仙凌尘，嘴角轻笑，眼眸孤傲，举手投足间洋溢着无敌的自信。正是北域6杰之一的岑曦。看到他出场，四周的年轻男女顿时发出一声疯狂的欢呼声。岑曦道友，小女子杨佳怡，祝你旗开得胜。一位漂亮女修，眼眸雪亮，眼中泛着花痴一样的色彩。岑曦，快看这里，我要做你道侣啊！又有女修大喊。而在四周，比那女子更疯狂的女修士大有人在。骚蹄子别抢，岑曦是我的，岂能看得上你？就是，岑曦道友天赋绝世，岂会看得上？你也痴心妄想。岑道兄，务必让东荒之人见识一下真正的天骄。我超，不愧是北域6杰之一啊，真是风流倜傥，气度无双。听着四周的呐喊，即便被岑曦盖过了风头的另外2人，眼中也是闪烁着崇拜。岑曦可是天宇神宗的骄傲，那是一个从小就带着主角光环的人物，修炼速度1日千里，境界却无比扎实，战力更是逆天，从来就不屑于跟同阶之人战斗，而是越一境界相搏，并战而胜之。那是刚踏入元婴中期就能战胜元婴后期的绝世妖孽，能位列北域6杰之一，岂有侥幸？哪一个不是踩着无数天骄的名头才最终功成名就？对于这等妖孽，即便和天宇神宗相互看不顺眼的擎天宗长老也是眼露欣赏，更别说其他宗门的年轻人了，简直狂热到了极致。就连许多擎天宗弟子都在大声呼喊。而相比于几乎得到整个北域人拥戴的岑曦，玄灵宗参赛弟子的出场就单一多了。虽然同样声音震天，但除了玄灵宗新收的小弟御剑宗外，就只有玄灵宗自己人在欢呼大吼。至于其他宗门，则无比统一地保持安静。无论是北域各大宗门，还是玄灵宗，他们都一个惹得起。前不久的天火宗和紫霄阁，以及王、燕、刘3家，可都是前车之鉴啊！不但家主被杀，修炼资源被玄灵宗霸道没收，整个宗门家族都被赶到了灵山郡30万里外，没有资源，又跑到一个陌生之地，结果可想而知，必然是实力迅速衰弱。因此，面对仿佛又快不行的玄灵宗，很多世家宗门都学乖了，那就是能不惹就别上，否则是要死人的。玄灵宗第一个出场的是柳如玉，看到他的境界，许多化神大佬顿时一脸震惊，竟然是元婴中期。卧槽！即便他做不到越阶战斗，只是这个年纪就踏入这境界，天赋已经足够恐怖。400岁的元婴中期，最起码整个东域目前还没有这等天才，哪怕是和对面擎天宗的妖孽相比，在境界上也不落下风。虽然境界并不能代表实力，却依旧是衡量天赋重要指标之一。玄灵宗这是要逆天啊！墨雨被毁，马上又出来一个柳如玉，然后他们就看到了紧随其后出现的霍金刚。这一下，那些人再也忍不住的面面相觑，眼神充满震撼。又一个元婴中期天才，虽然这个的年纪要比柳如玉大上不少，但依旧称得上是年少英才啊！难道出去外界历练，效果真有这么明显吗？还是说玄灵宗有更高品阶的功法？想到那个谣言，大家的心顿时火热起来。不过这一切，只有在场的化神大佬才看得出来，普通弟子毫无所觉。
可当玄灵宗第三人出场时，全场顿时爆发出一阵巨大的议论声。我去，哪个鬼面人是谁？对啊，为什么要戴面具呢？难道是明知打不赢，所以戴上面具避免丢脸？哈，师弟你这解释倒是很别致。别说北域之人看着惊奇，就连玄灵宗弟子都看得一脸懵逼。这是哪位师兄？黑色长袍非常宽松，虽然看不出身材胖瘦，不过看身高肯定是个男的，脸上戴着一张青铜鬼面具，显得无比狰狞冷血。别说年轻人看傻了，就连其他宗门的化神修士也都是脸色惊诧，因为他们不但看不透对方修为，就连面具之下的面容也看不清，再强悍的神识侵入，也只能看到一片模糊漆黑。这鬼面具绝非凡物。原本还自信满满的天宇神宗一众太上长老眼中顿时多了一丝谨慎，不过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也不便传音提醒，否则被察觉到元神波动，平白丢了面子。那两个刚突破到元婴中期的年轻人，他们倒是不在意，可这个鬼面人却有点看不透啊。此时岑曦也在皱眉看着对面三人，神色微微意外，但很快又恢复平静。对于同辈天才，他有着绝对的无敌自信，别说相同境界，哪怕对方境界比他高，他也有信心战而胜之。至于那个鬼面人，呵呵，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他随口朝身边师兄吩咐道：师兄，你先去试试吧，注意别把人家打得太惨了。好。对话轻描淡写，却充满了不屑和自信。霍金刚愤怒地站了出来：有师妹，这一阵我先上。柳如玉轻轻点头，没说话。青铜鬼面具下的墨雨改变了一下咽喉肌肉，这才以微微沙哑的声音朝霍金刚大声叮嘱道：师兄尽力即可，不必拼命。我明白，陈师弟不用担心。听到两人这对话，有熟悉玄灵宗的人急忙思索起来，可一时半会又想不起姓陈的年轻天骄是谁。此时天宇神宗要出场的天才已经来到了场中，周不语和天宇神宗一位长老则作为裁判，相互检查了一下对方参赛选手的骨龄，然后相互点头表示没问题。天宇神宗的太上长老朱敬德这才高声宣布道：经双方商议决定，此次比试将采取3人接力战斗的模式，只有当某方3人皆败或者3人全部认输，比赛才算正式结束。若天宇神宗得胜，则胜者进入玄灵宗碑灵观摩，后者还需提供答应之物。至于答应之物是什么，他并没有说明。看了眼脸色冰冷的古剑南，他呵呵一笑，继续道：若天宇神宗败了，我等就此离去，从此不再踏入玄灵宗山门一步。若为此事，天诛地灭。另外，此番比试虽说点到为止，但战斗中难免有所损伤，双方需要有心理准备。古道友，你还有补充的吗？身为挑战者的天宇神宗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主人一样，态度傲慢。但现在的局势由不得玄灵宗不低头，别说随后肯定会到来的其他各域宗门，即便是眼前这2家联手，玄灵宗也吃不消。何况身边还有东域5大宗虎视眈眈，说整个青云大陆都在觊觎玄灵宗，也丝毫不为过。因为现在这个黑锅已经越来越难洗干净了。古剑南强忍怒火，冷漠道：那就开始吧。话落，天宇神宗一位天才就自信地走了出来。天宇神宗乐青龙，叫乐青龙的年轻人神态随意地朝对面拱了拱手，孤傲轻视的态度毫不掩饰。说完，挤出一滴精血滴入一旁验明年龄的古灵石上，光芒微闪间，只见如树木年轮般的金色细纹圈悄然浮现在磨盘大小的古灵石中央，正好是462圈，一圈则代表1岁。玄灵宗霍金刚。霍金刚冷哼一声，同样照做。石头上显示480圈。先出手吧，我先出手的话，怕你没机会还手。乐青龙笑容轻狂，见他这样说，霍金刚没有丝毫客气，直接就是一剑斩下。刚猛霸气的剑芒犹如一头出剑蛟龙腾飞9天，将方圆数十里皆笼罩在这一剑之下。在这个范围内，一切气机仿佛全被锁定，空气更像凝固了一般，剧烈的荡漾起来，就像一匹巨大透明的布被那一剑裹挟着不断延伸。原本透明的空气迅速变成了银白色，并以那柄剑为分界点，形成一个30度夹角，朝月青龙斩去。迅疾如流星坠地，元婴修士的恐怖威势在这一刻展露无遗。只这一剑，就让天宇神宗的一众大佬皱起了眉头。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元婴中期。不但是他们没想到，周围吃瓜的人没想到，就连身为对手的乐青龙也没想到。俗话说50年炼气，100年筑基，想要凝聚金丹，即便是天赋不错，也需要300-500年。至于元婴期，更是万里挑一的存在，每个小境界的突破都是千难万难，耗费上百年时光简直太正常。因此300岁凝聚金丹者可称天才。
500岁入元婴者堪称妖孽，而400多岁就踏入元婴期的乐青龙也一直被同门视为天骄，心高气傲。因此哪怕对方同样是元婴修士，他也不会服气。来得好，你也接我一剑试试。他怒吼一声，同样并指一剑斩出。身为北域4大宗之一的杰出天才，他乐青龙虽然不是宗门最顶级的天骄，但也不是东荒这个偏远之地的乡巴佬能比的。今天要是被对手所败，回去后还有什么脸见那些同辈天才和同门？轰！一声震天巨响，第一击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落下帷幕。被大家寄予厚望的乐青龙没有让大家失望，竟然真的挡住了，只不过应付得很勉强。这一击过后，他已经发现了对方的境界竟然比他还高，这就太没天理了。好在对方应该刚突破不久，境界并不是很稳固，这或许就是自己唯一的机会。乐青龙眼眸凝重，身为天才，他并没有因为对方境界比他高而丧失信心，反而更加的斗志昂扬。唯有做到越阶而战，才称得上天骄二字。他又冷着脸，全力以赴地斩出一剑，神态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轻视和随意。可惜身为他对手的霍金刚同样是天才，而且还敢打敢拼，悍不畏死。霍金刚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这第一仗无论如何都要打出玄灵宗的气势来。一时之间两人斗得激烈无比。岑师弟，这一场你怎么看？在台上观战的另一位天宇神宗比赛弟子不禁皱眉看向了身边一脸平静的岑曦。岳师兄要输，不过无关紧要，这种对手我最多3招可败。岑曦眼眸清冷，语气淡定而自信。说完又将目光看向了那个戴青铜鬼面具的人，这个人总让他感到一丝神秘和不自在，不过他也没有过于放在心上。哪怕对方是元婴中期甚至元婴后期，他也拥有强大的自信，战胜对方。从小到大他从来就不是靠境界碾压对手，而是恐怖到变态的战力，以及凝实稳固到极致的根基，那才是一个修士走得更高更远的保证。若是一味求突破的话，他早就踏入元婴后期了。北域6杰可以说每个都是追求极致的疯子。砰！交战中的两人再次分开，乐青龙已经嘴角一血，脸色苍白，但眼神却依旧充满疯狂的战意。即便是身为对手的霍金刚都不禁多了一丝认同。这些人虽说有点狂妄骄傲，不过也确实有几分狂妄的资本。要是没有突破到元婴中期，他还真不一定打得过。不过好在他已经突破了，所以结束吧。霍金刚怒吼一声，汇集了全身灵力的一击和乐青龙拼尽吃奶之力的一剑再一次相撞，没有丝毫的花哨，就是硬碰硬。轰！一道身影急速抛飞数千米，喷血砸落在地，再也无力起身。第一局玄灵宗胜。朱敬德脸色铁青，玄灵宗方向却传来一阵山呼海啸。过了许久，才在古剑南抬手示意下安静下来。岑曦平静起身，眼神淡定。我来吧，早点结束，也好早点上他们碑林瞧瞧。这话一出，四周再次一片哗然沸腾，实在是太狂妄。可如果说这话的人是岑曦，又好像很正常了。但玄灵宗弟子却不这么想，立马奉献了一阵怒骂：他妈的，那么能装，小心待会遭雷劈。就是什么天宇神宗天才，还不是被揍得跟狗子一样。哈哈，霍师兄，记得把他那张小白脸揍肿喽，看这小子还怎么嘚瑟。墨雨拦住了想上台的大师姐，微笑摇头道：这种人还是我来教训吧，你看着就好。那你小心点。柳如玉微微点头，现在小师弟还要隐藏身份，他也不好表现得太亲密。霍师兄毕竟是刚突破，又刚战斗了一场，面对实力更强的岑曦，肯定不是对手。但墨雨刚站起来，霍金刚就朝他凝重摇头：陈师弟，还是我来吧，我输了你再上不迟。他想的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先消耗对方一波，然后实力比他更强的莫师弟再接着上，这样一来或许真有可能战胜对方。否则的话，他真的很没有信心。对方可是北域6杰之一，实力和天赋比起刚才那人不知强出多少倍。他刚才明明境界比对手高，却依旧战斗了那么久才拿下，可不只是因为他刚突破的原因，而是对方修炼的功法绝对要比自己高级，这才导致对方只有元婴初期，却可以和元婴中期的自己相持那么久。由此可见，这些人确实不只是嘴上厉害而已。墨雨自然知道师兄在担心什么，坚定摇头道：霍师兄，你无需担心，区区北域6杰而已，还没有放在我的眼里。这种时候继续低调那就是傻子了，况且这种货色也压根不需要他暴露太多。可这话一出，却顿时惹得周围发出一阵轻蔑不屑的哄笑声，有许多人更是直接大声嘲讽了起来。这东荒的所谓天才真是坐井观天啊，竟敢说自己能战胜北域6杰，可笑！哗众取宠者
必自取其辱。不错，待会被人家岑曦一招所败，不知他会不会羞愧的去自杀。难怪戴个鬼面具，原来是怕丢人啊，倒算有点自知之明。不只是天宇神宗，几乎所有来自北域的人都是一脸的嘲讽冷笑。在北域六劫4个字就是妖孽的代名词，就连许多从南域远道而来的势力也都是一脸的不屑，认为墨羽太狂妄了。在南域之人看来，北域6劫虽然不如南域五子，但好歹人家也是绝世天才嘛，怎么也要比东荒之地的天才耀眼。对于墨羽的话，岑曦自然也听到了，不过却只是嘴角轻笑，压根不屑回应，甚至都没有朝墨羽这边看一眼，神色高傲而淡漠。不用争，在我眼中你们皆是蝼蚁，谁先谁后都一样。马德，吹牛谁不会，先打赢老子再说。霍金刚说完，直接就是一剑斩下，压根不给墨羽劝说的机会。只要宗门最终能赢，自己先当炮灰又何妨。无边灵力幻化成一道剑气长龙，浩浩荡荡朝对手扑去。这一剑虽然出手的略微仓促，但依旧将他元婴中期的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惜对面的岑曦却是轻描淡写的随手一挥，就将他的剑气长龙急速冲溃，最后消散于无形。不只是霍金刚傻眼了，就连古剑南等人也是看得一脸无奈。北域不愧是以战力第一自居的大域，其天骄成色确实要比东域强太多。金刚恐怕撑不过3招。陆青霞的眼神同样担忧万分，到了他们这程度，早就是窥一斑而知全豹。台上两人的实力，只看这次简单交手就已经高下立判。古剑南忍不住将目光投向了台下那个眼神担忧的年轻身影，顿时内心一凛，莫非小雨也没把握？那倒也是，对方可是北域6劫之一，修炼的功法也要比玄灵宗高级，再加上对方的天赋并不逊色小雨多少，年龄还要大上100岁。如果再除去小雨根基被毁的这100年，难呀！轰！在玄灵宗弟子的担忧惊呼声中，霍金刚第2击就被对方干飞数百米。当他再次站定之时，嘴角早已溢出一丝鲜血。他是真不甘心啊！同样都是元婴中期，哪怕自己刚突破，也不该差距这么大吧？再来！霍金刚怒吼一声，浑身灵力疯狂涌出，略显惨白的脸上顿时青筋毕露。霍师兄，认输吧，把他交给我！墨羽焦急大喊。再战下去，霍师兄恐怕真得身受重伤了。岑曦一脸冷漠地看着远处重新站起来的对手，语气随意地说道：“你不是我对手，再战下去毫无意义，换人吧。”你放屁，老子还能再战！霍金刚眼睛愤怒赤红，整个人身上涌现出一股滔天战意，狂暴霸烈如怒海浪潮。以他为中心的方圆10里内都仿佛置入了他的领域控制范围。许多低境界的弟子顿时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那种生命被人支配的感觉让人心悸。即便是许多元婴中期修士都在这股威势下如临大敌，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原来并不是这个人太弱，而是他的对手岑曦太强了呀，倒有几分血勇之气。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天才是怎样的。此时就连岑曦都稍微认真了一丝，但也仅仅是一丝而已。这个人对于他而言依旧是太弱了。轰！这一下霍金刚直接就被击飞数百米，墨羽不等宣布就急速朝霍金刚飞去，然后扶起满身鲜血衣衫破烂的霍金刚，直接喂了一颗恢复伤势的丹药。嗨嗨，师弟师兄没用，宗门的荣耀只能靠你维护了。艰难吞下丹药的霍金刚忍不住惭愧苦笑。墨羽急忙摇头，认真道：“师兄，你已经消耗了他80%，剩下的就交给我吧。他打败你用了多少招，那我就用多少招击败他。”听到莫师弟这话，霍金刚顿时哭笑不得。狗屁的80%，人家压根就没出全力。不过有莫师弟这句话，他却是重新燃起了希望。好，师兄，嗨嗨，在下面看着，哇！霍金刚话没说完，一口淤血又吐了出来。看着模样凄惨的师兄，墨羽内心的怒火越烧越旺，眼眸中充满了滔天怒气。将师兄抱下场，交给一位长老后，他再次返回了台上，然后眼神冰冷地看着岑曦，咬牙切齿道：“你刚才赢我师兄用了3招，我也只用3招败你，多用1招都算老子输。”这话一出，全场震惊。狂，太他妈狂了！他是怎么敢的？真是因为吹牛逼不用花钱吗？一直都孤傲高冷、云淡风轻的岑曦，这次终于变了脸色，眼神愤怒而阴森，最后终于忍不住怒极反笑起来。呵呵，好，到时要是还能站起来，也算我输。说完，全身气势疯狂沸腾，恐怖如火山喷发。这一刻的他，前所未有的认真和愤怒。他要将对方打出心理阴影，以后见到自己就颤抖。墨羽缓缓踏入场中，
然后傲然挺立，一身黑色长衫配着他那挺拔身材，再加上脸上戴着的诡异青铜鬼面具，竟然让他拥有一股独特的魅力。只看这架势，一众原本想要嘲讽他狂妄无知的人竟不由得闭上了嘴。不过北域那些年轻修士却不管这些，顿时冲他爆发出喧闹嘈杂的嘲笑声，至少数千人一起的谩骂响彻四周，但却丝毫没影响到墨雨的情绪。他只是伸手朝北域修士的团体方向指了指，轻笑道：有不服的，欢迎排队上来挑战我，不过我就怕过了今天，你们再没人敢上来。这些话即便在嘈杂的环境中依旧传到了很多人的耳中，瞬间又激起一阵更大的叫骂。狂妄小贼，待会岑曦道友必会让你见识到我们北域天骄的厉害。不错，一个藏头缩尾的人也敢当着众多天骄的面如此狂妄无知，大言不惭。这东荒之人果然是井底浮游，不知天高地厚，可笑至极。不过骂着骂着就上升到整个东域了，这让一众东域修士憋火的同时，又对墨雨增加了更多的怨恨和恼火。都怪这个鬼面人太嚣张，竟然连带着整个东域都被人嘲讽了。不过也有不少原本中立的东域修士气不过，开始和那些嘲讽东域的人对骂起来，一时之间场面热闹非凡。而岑曦经过最初的恼火，已经开始慢慢变得冷静起来。当他踏上场中后，整个人彻底恢复了平静，脸上再无丝毫波澜，眼眸自信而高傲。他淡淡瞥了墨雨一眼，冷漠道：准备好了吗？要是准备好了就出手吧，我会让你明白你我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我北域六杰的名头可不是路边捡来的。说完之后，他身上的气势彻底达到了顶峰，他要用摧枯拉朽的攻势将这个人彻底碾压征服。墨雨不禁翻了个白眼，废话真多。说完后直接就是并指一剑斩下，只见天空中光芒一闪，恐怖如雷伐般的紫色剑芒就已经出现在了岑曦头顶上方空域，凝聚速度之快，威力之猛，顿时将周围还在嘲笑谩骂他的人全都震惊得目瞪口呆。卧槽，这尼玛也太夸张了吧！那剑芒竟然是雷霆凝聚而成的，如同一条高挂9天的河流突然被截断，然后倒流而下，快如闪电，重于山岳。那威严不可阻挡的气势让人看得心神震动，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有人在渡劫呢。可是没到化神期，怎能调动如此之多的天地之力？这就算来个化神初期修士也不可能办到。不只是普通修士，就连一众化神大佬都忍不住面面相觑，眼神惊骇。这他妈实在有点太离谱了。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中，那道几乎遮蔽了方圆百里的剑芒最后凝集成一柄10多米长的光剑骤然劈下。岑曦同样被震惊得瞠目结舌。身为被雷霆长剑笼罩的当事人，他的感受可比旁人深刻多了。那股深深的无力感，他只在跟化神期长老论道时感受过。这个怪物他妈到底是什么修为？可是形势不容他思考，他几乎是下意识的就选择了最稳妥的防守。一道犹如乌龟壳一般的半圆形金色护罩骤然浮现在他头顶上方，而他自己身上更是金光闪闪，如同佛门圣子，若隐若现的神秘符文在四周流转。在他这两道防御刚准备好的同时，那道雷霆剑芒也猛然降临。轰！一声巨响，金光四射，岑曦头顶的乌龟壳率先破裂，然后砰然碎开。那看似牢不可破的龟壳竟然只抵挡了半息功夫就宣告完成使命。然后剑芒继续向下斩在他的金身护罩上。砰！闷响再起，震荡的周围所有人再次眼神一呆。只见那金身护罩如同水波一般剧烈的波动起来，与架在他头顶的雷霆剑芒相持。可是这种相持也只坚持了不到2息时间，那金身护罩终于彻底崩溃，就像一堆烧红的木炭被人猛地砸入一块巨大石头，瞬间火花四溅。只不过伴随着四溅的火花，还有一道原本风流倜傥的白色身影被砸飞出去数百米。那是岑曦，北域6位最杰出的天之骄子之一。只不过现在这个天之骄子实在有点狼狈凄惨，白色衣衫破烂如布条，嘴角一血，激烈抖动的身体虚弱不堪，这让周围无数年轻女修士看得一阵心疼。至于其他年轻男修士却是一脸见鬼的表情，随后就是信仰崩塌般的颓废和不敢置信。擎天宗几位老者满脸震惊懵逼，神色凝重。这个人的天赋简直妖孽的不像话，或许只有夏道陵才方有一丝可能战胜他了。夏道陵虽精才绝艳，恐怕也未必是他对手啊。听着长辈的议论，少宗主石中玉却是后怕不已。这个人真他妈太古怪，还好自己没有先上。原本在此之前他还想着不用等宗门天骄前来，自己一人上去横扫对方3人，还好师叔们劝阻了呀，否则丢脸的可就是自己，一招就被干得这么狼狈。哼，
看以后这个岑曦还敢不敢那么嚣张了。他的心情突然又好了起来，就连古剑南等人也是满脸震惊的面面相觑。小雨什么时候突破的？不知道啊，这臭小子还是一如既往的低调。陆青霞嘴里在责怪，脸上早就已经眉开眼笑。此时天宇神宗的那些人也终于从震撼懵逼中回过神来。一众太上长老看着挣扎起身的岑曦，脸色复杂，要不要阻止呢？以目前形势来看，岑曦其实已经败了，承不承认都不重要，而且还不是如对方之前说的那样3招落败，而是1招啊！即便硬撑的话，也未必撑得过第2招。喂，你还不认输吗？墨雨眼神平静，话语随意，满身狼狈的岑曦狠狠瞪着他，仿佛要看透他的面具一般，眼神愤怒而不甘。但片刻后，他忽然眼神一亮，猛然惊喜狂笑起来，哈哈，我知道了，你是老年修士冒充的，你他妈绝对不止500岁。原本陷入了沉默的北域修士也猛然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惊喜怒吼声。对，一定是这样，否则他干嘛要戴面具？真是卑鄙无耻啊！这人竟是化神修士假冒的，让化神修士假冒年轻天才，真是卑鄙！玄灵宗是输不起吗？卧槽，假冒天才还出手偷袭，真他妈不要脸！越来越多的北域年轻修士开始怒吼起来，什么假冒、偷袭，理由越找越多。到了最后，就连南域修士也跟着高声大喊，如果北域6杰都被一招击败，那自家的南域五子又能好到哪里去？让他们承认自己遇的绝世天骄不如东荒这个蛮荒之地的天才，那怎么可能？在这话喊出之后，无论是南域还是北域修士全都眼神凌厉起来，尤其是天宇神宗的几个老头更是一片阴森。他们虽然能感觉得出那鬼面人并非化神修士，而是元婴后期，因为元婴修士在妖孽，只要没有踏入化神，两者的神魂波动是不一样的。那鬼面人不知修炼了什么功法，让他们之前看不出对方境界深浅，可一动手就无所遁形了。此时他们才猛然想起，由于岑曦没有测试骨灵，这个人上台后好像也没测试，想不到对方竟然敢在天下人面前玩这么拙劣的把戏。朱敬德的眼神顿时愤怒万分，为他测试骨灵，不错，验骨灵，验骨灵，无耻骗子！周围山呼海啸，群情激愤，不只是北域修士，就连南域修士也是一脸的激动。至于岑曦更是眼神兴奋，破烂衣衫外面又重新套上了一件雪白长袍。之前被墨雨一招击败，他简直快要怀疑人生了。活在这么大，他还没有如此灰心绝望过，但在这一刻他又找回了自信。朱敬德从刚才的激动中缓过神来，又一脸云淡风轻地朝古剑南轻笑道：古道友，让你门中弟子验一下骨灵吧，免得大家怀疑。话虽然说的客气，但那他内心已经无比笃定，这个人肯定使用了其他手段。古剑南尽管对于小雨突破到了元婴后期内心充满惊喜，但脸上却是一片平静。好，不过你们要不要再检查下骨灵石？我怕你们待会又说我们在上面动了手脚。呵呵，检查一下也好，免得贵宗再被人冤枉。面对古剑南的嘲讽，朱敬德丝毫不在意。为了稳妥起见，他竟然真的亲自上前查看，然后又叫了几位弟子实验了下，发现没问题后，他这才朝四周高声宣布道：诸位安静，这个骨灵石没问题，现在就请玄灵宗这位天骄上前验明年龄吧。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到了墨雨身上，就连很多玄灵宗弟子也都开始紧张起来。宗门之中可没有这等恐怖的妖孽，如果当初墨雨师弟根基没被毁，或许还有可能，但如今他已经快寿终正寝了呀。那这个人会不会真是宗门无奈之下找人冒充的？连他们都这样想，更何况是其他人。一时之间，幸灾乐祸的嘲笑声再次响起。对方虽然戴着面具，但心里肯定慌的一批吧。哈哈，墨雨没说话，直接来到骨灵石上，然后挤出了一滴金血滴在上面。只见一道金色光芒闪过，那石头上赫然显示出了400道金色细纹，周围顿时响起一阵道吸凉气的声音。怎么可能？天啊，他竟然只有400岁！卧槽，400岁的元婴后期修士，实在太妖孽，哪怕是以前的墨雨也不过如此吧。他妈的，东荒怎么可能有这种绝世天才？北域6杰之首的夏道灵也不过是元婴后期，这个人怎么做到的？这一刻，所有人看向墨雨的目光都变了，就连古剑南等人内心也是震惊万分。小雨竟然可以骗过骨灵石，这手段真是匪夷所思。朱敬德更是一脸呆滞，口中忍不住震撼自语，竟然不是假冒的。站在他旁边的其他几位太上长老也都满眼懵逼，比起对方的境界，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这个人的恐怖战力。由此可见，这个人并不是为了提升而盲目突破的境界。
其根基之扎实，还要远在岑曦之上啊！这是一个哪怕放在整个青云大陆，都绝对能够独领风骚的顶级妖孽。岑曦，认输吧，没必要再继续了。朱敬德语气失落，眼中充满不甘。不远千百万里来到这里，结果却只能铩羽而归，何其不甘！但既然已经明知无望，何必还搭上自家天才？如果按照这规矩来，恐怕整个北域再加上南域，也未必有人能踏入玄灵宗的碑林。可惜制定这规则的是他和擎天宗，想到还有一个垫背的，而且还是一向不太对付的擎天宗，朱敬德的内心忽然就没有那么失落了。对方最顶级的妖孽陆无双，肯定也赢不了对面鬼面人。师叔祖，我不服！岑曦脸色铁青，盯着墨雨的眼光仿佛要吃人。他恨呀，世上除了他们这样的绝世天骄，为何又要出现对方这样的妖怪？这根本就超出了天才的范畴啊！对方境界比他高，他并不在乎，但境界突破的那么快，根基还如此扎实，这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他可是能够越阶战斗的真正妖孽，不是小宗门里比同门突破快就自称天才的人。这一次丢人都丢到南域顶级天才圈子里去了。他不禁看向远处人群中一个相貌普通的年轻人，南域五子之一风魔仙童唐灵。此时对方也正好看过来，眼神凝重而好奇，不过却不是看向他，而是不远处的青铜鬼面人，这让岑曦再次受到了一次无名伤害。见他还是心有不甘，朱敬德直接大声宣布道：天宇神宗认输，从此不再踏入玄灵宗山门半步。岑曦，下来吧，现在不是他的对手并不可怕，大道之途不争于一时，天下妖孽何其多，谁又敢说自己真正无敌？说到后面，他的语气已经变得无比严肃。修仙者寿命悠长，一时比不过没什么，可要是就此种下心魔，以后可就真毁了。毕竟天下第一只有一个，难道第二第三就不用活了？尽管一时无法释怀，但对于师叔祖的话，岑曦却不敢不听。何况他也知道自己再战下去也只会徒招羞辱，于是只好咬牙切齿地朝墨雨冷喝道：不知阁下如何称呼？今日之耻，他日必报。墨雨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名字随便你叫吧，至于报仇，你这辈子是没机会了。我今日可以一战败你，他日你会连做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各大宗门若有不服，欢迎派天才弟子前来挑战。这话一出，四周顿时一片哗然，这等于是在挑战整个青云大陆所有天才啊！如果是之前，观战之人恐怕早就嘲讽怒骂起来，但是现在，大家震惊之余，很快又变得一片鸦雀无声。那些北域的年轻修士，虽然很多都视岑曦为偶像，但今天这个人却一招就将岑曦干成重伤，差距之大，连瞎眼的人都能感受出来。岑曦想要追上对手，几乎不太可能实现。岑曦都一招败了，其他天才又有谁能赢这个人？在众人惊叹震撼的目光中，天宇神宗几位长老率领门下弟子黯然离去，不远千里而来，拜尽脸面归。擎天宗的几位太上长老顿时看得眉头紧皱，暗中紧急商议一阵后，已经一致决定更改之前的口头承诺。既然明知年轻天才不如对方，干嘛还要继续硬上？陆无双是很妖孽，但绝对比不上对方这个怪物，那就按原计划进行吧。反正还没正式比试，再过几天，其他大宗门应该也快到了。第二天，玄灵宗山门外更加热闹了。玄灵宗青铜鬼面人一招击败北域六杰之一的岑曦，此事早就传遍方圆数十万里。即便是原本觊觎玄灵宗传承的东域势力，说起这事也是一脸的与有荣焉。东域被其他三域看不起已经很久了，久到东域在其他三域人眼中早就成了荒凉败落之地，名曰东荒。而今东域的天才却将北域最顶级的天骄之一轻易碾压，以后谁再看不起东域，就可以拿这个好好说事了。而在更遥远的地方，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将信息传出，玄灵宗彻底响彻大半个青云大陆。一艘正在往东域赶的巨大灵舟上，一个神色冷峻的年轻俊公子陡然心神一震，眼眸不可思议地看着手中传讯玉符，震惊低语：岑曦竟然被人一招击败，这怎么可能？什么时候东域竟然出现了这等逆天人物？看来这趟东荒之行不会寂寞了。年轻公子说完，双眸中猛地爆发出惊天战意。在北域的一座古朴大殿，一位安静盘坐的青衣年轻男子缓缓睁开了双眼，璀璨如星辰的眼眸中猛地掠过一道剑芒，将面前一尊青铜香炉击得粉碎。男子身上的气势疯狂暴涨，犹如长津溪水一般，将方圆百里的灵气扫荡一空。而这个范围还在继续扩大，方圆千里的灵气就像一条小河流一般朝这里疯狂涌入，直到吸收了千里范围的灵气，这动静才缓缓停止。此时的年轻男子
浑身都在散发着耀眼金光，璀璨的如同一颗小太阳，又像是一个降临凡尘的仙人，超凡脱俗。年轻男子长身而起，然后微笑着往大殿外走去。师叔祖，最近可有什么好玩的事发生？闭关10年，我都闷死了。殿门外，一个仿佛亘古之前就盘坐在那里的苍老身影，惊喜地睁开沧桑眼眸，欣慰道：不错，能以完美品接踏入元婴后期，青云大陆能与你并肩的年轻妖孽，恐怕也就3人了。年轻男子闻言顿时一愣，不禁皱眉道：师叔祖，西域真灵姬算一个，加上南域的薛青衣，剩下一个又是谁？东域鬼面人，年方400岁，已是元婴后期。夏道灵听得一脸不屑，400岁踏入元婴后期很难，但北域能做到的天骄可不止1个2个，应该说北域6杰都可以做到，但除了他之外，目前却没人踏足这个境界。非不能，而是不愿儿。因为每个有志于走得更远的天骄，都希望以最完美的姿态踏入元婴后期，这也是未来是否有机会踏足反虚的关键。唯有修炼出完美元婴，才有机会。对于他们这种天才来说，化神期只是标配，反虚才是真正的追求。可很快他脸上的不屑就被师叔祖下一句话冻僵在了脸上。岑曦被其一招打败。老人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告诫道：道灵，青云大陆的天才远比你想象的多，做人做事切忌浮躁狂妄，宁静方能致远。年轻人正是北域6杰之一，隐约有6杰之首趋势的绝世妖孽夏道灵。听完师叔祖的告诫，他这才从震惊中回神，急忙追问道：师叔祖，您是说岑曦那个骄傲小公鸡被东域什么鬼面人一招击败了？这会不会有点夸张？岑曦这么弱了吗？他当然知道不是岑曦弱，那换句话说就是那个人很强，强到连他也未必有把握战胜。不过还真的很想找他打一架。夏道灵眼神兴奋，随即又猛地反应过来，惊诧道：岑曦怎么跑东域去了？又怎会和对方打起来？老者将最近的传闻以及玄灵宗之事和他大概说了一遍，后者听得一脸震惊，最后眼眸越来越亮，坚定道：师叔祖，我要去一趟东域，要是能够得到这传承，反虚期指日可待。放心，宗门已经准备好了，其他几大势力也已出发，我们这就启程吧。老者捋了捋胡须，眼眸深邃而期待。类似的一幕在北域和南域时有发生，距离东域最为遥远的西域倒是最为安静。呼，总算到了。一个身穿火红长裙、背负古剑的年轻女子，英姿飒爽地站在玄灵宗山脚下的演武场前，然后就看着前方那乌泱泱的人群，一脸呆愣。这么多人，哼，真是卑鄙又贪婪。年轻女子皱着柳眉低骂一声，清澈眼眸中又忍不住涌上一抹担忧，然后大步往前走去。她也知道自己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忙，但还是偷偷来了，连师傅他们都不知道。周围虽然人很多，粗看至少也有数千人，密密麻麻地散落在玄灵宗山门四周，但这个绝色女子的出现还是惊动了很多人。我去，这不是天剑门的圣女司徒清玄吗？她怎么一个人就来了？妈的，真美啊，不愧是东域8大美人之一，这要是能做我道侣，来个化神也不换。呵呵，就凭你。兄台，你是还没睡醒吗？就是痴心妄想的癞蛤蟆，竟敢觊觎我张大锤看上的女人，简直是找卧槽，谁打的我？一个身材矮胖的华衣年轻人揉着脸上肿胀的巴掌印，愤怒的大声嘶吼。可是当他看清说话之人，却是一阵头皮发麻。唐道友，嗨嗨，不知唐道友有何指教？胖子急忙拱手行礼，可是他对面那个年轻男子却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大步走向了司徒清玄，微微拱手。在下北域唐灵，不知姑娘如何称呼？年轻男子相貌普通，但却气质超凡，话语更是从容斯文，让人听着很舒服。周围之人顿时又是一阵惊叹议论，彩虹屁一个接一个，声音洪亮。原来他就是北域6杰之一的唐灵，果然气度不凡，人中龙凤啊！是啊，一看就与众不同，要是我是女子，绝对非他不嫁。嘿嘿，真是让人羡慕啊！听着周围的马屁声，唐灵微微皱眉，但也没有说什么。这种话他从小听到大，早就无感了，就是怕让面前这位佳人误会。他唐灵自问见过的美女也不少，无论是娇羞妩媚的，还是冷艳火辣圣洁优雅的，他都不是很感兴趣。但眼前这个红衣女子却让他感到一阵惊艳，心跳加速。他知道自己心动了，这简直就是自己苦等数百年的梦中情侣啊！绝对是这次东域之行最大的收获。他嘴角笑容温和，目光期待而自信。他知道自己不是很帅，但能拒绝他的女子，目前为止还没遇见过几个可惜。那个红衣女子就仿佛没看见他一样，平静地迈着修长大美腿，
往玄灵宗山上走去。唐林脸上的笑容顿时一僵，眼中充满错愕，几乎是下意识的，他又身形一闪，瞬间拦在了司徒清玄面前。在下北域6杰之一，唐林，不知姑娘如何称呼？滚！一道微微沙哑的年轻声音忽然从不远处传来。卧槽，谁那么狂，敢这样跟唐公子说话？真是什么人都敢。有人下意识拍起了马屁，可是待看清说话之人后，又急忙闭上了嘴。只见一个戴着青铜鬼面具的挺拔身影正安静站在不远处，面具下的目光充满霸气和无视，就像是在说不服就来干一场。尽管对方并没有这样说，但唐林还是读懂了，而且也没有任何字词比滚字更能简单清晰地表达出说话者的意思和情绪。唐林的眼神渐变，惊讶、羞恼，而后变得战意沸腾。但直到司徒清玄从他身旁绕过去，他也没有真正动手，最后竟然还笑了。只不过是个人都看得出来，这笑容里包含着无穷的怒火。一招击败岑曦，看来已经让你膨胀了，真当世间天骄只你一人？唐林眼眸冰冷，天骄有很多，不过就你这样的，在我面前还真什么都不算。你要上台吗？墨雨淡淡一笑，语气自信而随意。不过唐林却不淡定了，眼眸窜火。至于周围的年轻修士，更是眼角剧烈抽动。整个青云大陆够资格这样说的年轻天才，恐怕还真没几个。但面前这个鬼面人，绝对是其中之一。此时的司徒清玄也忍不住停下了脚步，眼眸好奇地看向他，看了一小会，才轻声嘀咕了一句什么。墨雨顿时满头黑线，自己好心帮他解围，竟然还说自己面具好丑，这都什么人啊？不过对于他会在此时出现在这里，还真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按时间计算，几乎是在自己前脚刚匆忙离开，他就随后跟来了。这是担心自己吗？嘿嘿，别说，这未婚妻对自己还是挺上心的。不过戴着面具的墨雨也不方便跟他聊太多，急忙叫过不远处一位师姐，笑道：这位师姐，麻烦把这位姑娘迎回主峰，然后帮忙招待一下，我还要在这守擂台，看有没有人上台挑战。好的，陈师兄。这位女弟子虽然不知这位戴面具的同门是哪一位，但却知道对方姓陈，如今可是玄灵宗的名人，顿时恭敬答应。墨雨又朝司徒清玄微一点头，这才走向演武场。虽然他觉得随着自己一招击败岑曦后，目前来的这些人里恐怕没人敢再上台了，但他还是坐在了场中，然后安静修炼起来。司徒清玄顿时眼神一呆，这个人竟然坐在擂台上修炼。在来这里的途中，他其实也主动打听了不少关于玄灵宗的消息，即便是昨天的最新消息，他也在一位师兄口中听说过了，自然知道眼前戴丑面具的就是事件主角。可他怎么直接就让人接自己上去了，好像知道自己来玄灵宗做客似的。不过急于见到墨雨的他，还是忍住了内心好奇，跟着那位女修士往山上走。女修士显然不是一个话多之人，即便听过司徒清玄的名字，却也没有多嘴打听乱问。同等姿色的绝世大美人，玄灵宗可是有好几位，没啥好稀奇的。况且他又不是男人，对美丽女子更没兴趣了。看着有点高冷的女修士，司徒清玄咳嗽一声，然后故作不经意地问道：这位师姐，贵宗的墨雨墨道友，不知近来可好？如今在宗门之内吗？咦，司徒姑娘竟然认识我家墨师弟？那位师姐顿时眼睛一亮，神态变得亲切万分，嘴角的笑容灿烂如花。看着前后反差巨大的女修士，即便是司徒清玄这种大大咧咧的性子也被惊呆了。那女修士却不管这些，高兴地拉住他的手，兴致勃勃地说道：我昨天还见到了墨师弟，他现在肯定在宗门里。不过你也知道，我家墨师弟100年之前被奸人所害，时刻都得修炼恢复。那些该被千刀万剐的，为什么不被雷劈死呢？老娘要是知道是谁，非得杀上门去见他一身血。嗨嗨，那个司徒姑娘既然是墨师弟朋友，那就是我们玄灵宗的朋友。这几天你要有啥事，又不方便问其他人的，尽管到内门找我马春花。你不知道，墨师弟小时候最喜欢。马师姐一路热情的喋喋不休。司徒清玄眉眼带笑的开心听着，没有丝毫不耐，眼眸中充满了好奇。当然，他好奇的是马师姐故事里的小孩。而在此时，马师姐故事里的小孩正坐在玄灵宗山脚下的演武场中修炼，四周很热闹，并没有因为没人上去比试而觉得有丝毫的无趣。有消息灵通之事，早已知道四面八方正有无数大宗门世家带着化神大佬和天骄前来。现在的墨雨有点纠结，司徒清玄千里迢迢前来，肯定是不好躲着不见的。可要是见了，自己假扮陈师兄的事，在他面前就得露馅了。哎，露馅就露馅吧，反正也是迟早的事。况且以那姑娘的性格，也不可到处乱说，甚至有可能连他自己师傅都不会说呢。墨雨刚放下这件事，又忍不住操心起别的事来。
不知师叔组带着那些残缺的极品灵气和圣器布局的怎么样了？还有，当那些大宗门发现他们的天才打不过自己时，会不会像当初东域五大那样联手呢？毕竟当面同意这个方案的只有天宇神宗和擎天宗，其他宗门可没在场。倒是为了得到所谓的传承，丢点脸对他们来说可不是多严重的事。这不只是墨雨担心，玄灵宗高层也同样担忧。当天傍晚，除了修炼，一天没做其他事的墨雨磨磨蹭蹭地回到了自己院子里。小师弟回来了，今天有位姑娘来找过你，我说你这会正在修炼，不便见客。苏小柔看着他微微一笑，如今那姑娘被我们安置在旁边的太玄峰，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她？嗨嗨，要的吧，别人大老远过来不去看一下有点不太妥。墨雨神色微微尴尬，这边刚刚得到大师姐和二师姐，马上就有女人找上门来，换个女人恐怕早发作了。他偷偷看了眼旁边刚从修炼中睁开眼眸的美丽大师姐，脸颊粉嫩如常，眸光平静，巨大峰峦有规律的缓慢起伏着，不像是生气的样子，真美啊。然后又看了一眼二师姐，正好和对方瞥过来的明亮美眸相撞，看那柔情似水的样子，就更不可能生气了。看到小师弟的样子，苏小柔不禁扑哧一笑，然后又故意板着脸娇哼道：想去就去，别失了礼数。好，大师姐、二师姐，等我晚上回来再跟你们解释，我先去看看他。墨雨搂着两位师姐，分别狠狠地亲了一口，这才留下两个脸颊绯红、各自娇羞扭头他顾的女子。美滋滋转身离去。墨雨刚来到太玄峰，就看到司徒清玄在练剑，真是翩若惊鸿，宛若蛟龙，再加上那柔软曼妙的优美娇躯，美丽如同画中仙。墨雨一时间竟然看呆了。师父冷艳孤傲如雪莲，大师姐虽然也冷，却是清冷中带着淡雅。如果要用一种花来形容，他觉得百合花的气质最像大师姐。至于二师姐，更是温婉如菊，淡雅如兰，与她相处的每时每刻，墨雨都很放松。而且二师姐还很会照顾人，哪怕是在那个时候，都会悄悄留意她是否尽兴。而眼前的红裙姑娘，却像一朵悄然绽放的红玫瑰，热烈奔放，英姿飒爽，看着还有一点小霸气。看见盯着自己发呆的墨雨，司徒清玄赶紧收起手中剑，然后微微别扭地解释道：我在天剑门觉得无聊，所以就四处游历下，然后就走到了你们玄灵宗。哦，我知道，你不用解释的。墨雨认真点头，我真的不是来看你的，只是顺路。司徒清玄忍不住又补充了一句，并在旁边石凳上坐了下来。我明白。墨雨再次点头，没有去揭穿他，很自然地坐在他旁边不远处。这个不远确实不远，也就大约半米的样子。司徒清玄身体不自觉地紧绷了下，眼神微微慌乱地偷瞄了他一眼。他不明白对方的明白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但这个距离却让他有点小紧张了。虽说两人如今是未婚夫妻的关系，但是吧，这不是还没结婚吗？他也不知道两人挨那么近好不好，不过想到玄灵宗的处境，他又没心思关注这些小事了，美眸中充满担忧。现在整个青云大陆都盯上了玄灵宗，我来之前也求过师祖，但他说即便天剑门愿意帮忙，也作用不大。说到这，司徒清玄的眼眸中不禁掠过一抹愧疚，然后低头小声道：我知道我来了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应该来。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如果你真被杀了，那我就全力帮你报仇，并一辈子为你守寡。但他觉得这话不吉利，就忍住没说。墨雨没有过多安慰，而是微笑看着他，语气认真：你能来我很高兴，至于将来宗门会怎样，目前还不好说，但是绝对没有外界想的那么糟，玄灵宗还没到绝境。墨雨这话并非安慰之语，如果真到了别无他法的那一步，大不了就到系统商城买本双修功法呗，都不需要太好，只要地阶中品就够了，到时候把功法抄个几十本，哪家宗门打不过就给人家发一本，就是太窝囊憋屈了。所以一直以来他才不想便宜这帮趁火打劫的小人。看着他的认真表情，司徒清玄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心神安定了几分，然后又不知道该和他聊什么了，只好扭过头去假装欣赏周围的风景。看着他有点窘迫的样子，墨雨不禁想笑，但还是忍住了，赶紧撇开话题道：我看你现在的境界也到了该突破的时候，我这有颗丹药可以让你迅速突破。说完掏出一枚破镜丹递给了他，丹药一掏出，周围的灵气立刻朝其中疯狂涌去，然后在其四周形成一个灵气小漩涡，同时一股浓郁的药香充盈四周。只是这么闻一下，司徒清玄都觉得自己丹田海内的金丹开始微微膨胀，他顿时大惊失色，眼眸惊骇震撼，这丹药绝对非同凡响，莫非这就是师祖他们说的能够使化神中期修士踏入化神后期的神丹？他竟然用这种神丹
让自己去突破元婴期，简直是又奢侈又浪费。司徒清玄内心一暖，急忙摇头拒绝道：“这东西太珍贵，我不吃丹药也可以突破的，最多2年就可以踏入元婴期了。”墨雨一脸平静地看着他，笑了笑：“2年后才踏入，那就等于浪费了2年时间，而且到时就是登仙道院的考核。我不知道你的战力怎么样，但北域6杰再加上南域5子，这恐怕就会占据11个名额，再加上最神秘的西域以及各域的其他天才，你觉得自己能够稳入前20吗？”司徒清玄不说话了，他自然知道这很难。以他目前的实力和已经踏入元婴的那批顶尖妖孽相比，肯定还存在不小差距。这无关天赋，而是从小到大修炼资源供应问题。东域为什么被人叫成东荒？还不是因为资源、功法等方面都比不上其他3域吗？赶紧服下吧，然后马上开始突破。墨雨说完，直接将丹药塞入他手中，态度坚定。司徒清玄咬了咬红唇，然后沉默着将丹药服下，立刻盘膝坐下，开始突破。反正自己都是他未婚妻了，用就用呗。况且他可没有忘记自己和师祖他们还有赌约呢，万一不能被登仙道院录取，自己和他的婚约可是要取消的。很快他就被破镜丹的恐怖药力惊呆了。此时他无比确定，这丹药就是师祖他们说的能让化神修士都突破的神丹。在他突破的间隙，墨雨则逛起了系统商城。司徒清玄这个有情有义的气运之女，关键还是自己未婚妻，肯定是不能错过的。因此保证他在2年时间内将境界和实力提升到一定高度就很有必要了。如今无论是从将来收益还是个人情感上，都很有必要提前对司徒清玄进行投资。该花的气运值看来还是得花啊，但怎么花也是一门学问。墨雨看着系统商城里的功法，皱眉沉思起来。修炼功法一般的他看不上，看上的买不起，况且2年时间也太短了点。既然道暂时解决不了，那只能在树上想办法了。司徒清玄可是先天无垢剑体，只要拥有一门足够强大的剑诀，对战力提升是非常恐怖的。最关键的是，这种提升会非常的快速，再加上司徒清玄的先天无垢剑体，对任何剑术剑诀一学就会的特质，简直如虎添翼。而且这种剑诀，其他人同样可以修炼。权衡了许久，墨雨终于找到了一门各方面都合适的恐怖剑诀，然后毫不犹豫地点击下单，再次被系统割肉200万气运值。心疼又幸福。洛星剑诀，天阶上品功法，共9式，炼制大成，有坠星斩月之威能，即便是面对仙人境亦有一战之力。不过修炼难度同样拉满，尤其是对悟性、心性、体质都有非常高的要求。说白了，普通修士哪怕练了也无法达成，而且能发挥出来的威力更是打到了骨折。看着只剩下1100万的气运值，墨雨心疼地叹了口气，这些只够还8年贷款了。不过现在未婚妻是气运之女，师傅同样也是，只要在这8年里顺利征服其中一人，就可以大大缓解还贷压力了。想到师傅，他不禁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这已经是最近的第3次了，依旧没有回应，这让他内心忍不住担忧不已。师傅前去寻找2位师姐，不会有什么事吧？但现在宗门这情况，不只是他，师叔祖们也同样走不开，只能干着急。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司徒清玄身上的气息越来越恐怖，周围的灵气犹如龙卷风一样绕着他急速旋转，然后这个范围逐渐扩大。很快，古剑南等人就被惊动了，然后急速赶到太玄峰。看着正在突破的司徒清玄，众人相视一眼，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大家并没有多说什么。小两口和天剑门的赌约，他们也是知道的，急忙布下一道结界，遮蔽司徒清玄突破的契机。这丫头的天赋果然不凡，这突破的景象可丝毫不逊色以前雨嫣突破之时。陆青霞笑得一脸灿烂，这个天之娇女可是小雨的对象，换言之，未来就是玄灵宗的人了。古剑南等人抚摸着颌下白须，同样笑得满脸春风。只不过一想到眼下局势，几人的心情很快又变得沉重起来。古剑南、钱百川、司马啸天、陆青霞如今坐镇宗门，唐飞虎则带着几位内门长老跑出去栽赃陷害调查去了。能不能缓解当下局势，那边同样是重中之重，只要把水搅浑就有戏了。到那时，相信极乐仙子传承现世的人也有很大可能会相信那些宝藏是真的，自然更愿意去找那些宗门要宝贝。毕竟比起玄灵宗来，他们更像软柿子。至于怀疑的人，也一定会对玄灵宗这边的谣言多个问号，心存疑虑。到时再配合玄灵宗展现出的强大实力，以及誓死捍卫宗门荣誉的决心，还愿意并敢于得罪玄灵宗的势力一定会大大减少，甚至消失。想到这，古剑南的心情稍安。
然后引着众人走到远处，布下结界后，这才问道：“三师弟、五师弟，他们事情办得怎样了？”“已经到了流云宗和落霞宗，如今正在布置。另外，小雨当年秘密进去的那个遗迹，正好在烈风国境内，五师弟说要重点布置一下。”司马啸天凶狠冷笑：“这些人当初围攻玄灵宗有多嚣张得意，到时就会有多凄惨狼狈，就算不死也得脱点皮。玄灵宗得到极乐仙子传承的谣言，之所以能那么快就传遍南北域，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有人在刻意散播，嫌疑最大的就是这几家人，因此算计他们，玄灵宗是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古剑南微微点头，这时他才有空问出之前的疑惑：“小雨，你是什么时候突破的？要不是墨雨在击败岑曦时大发神威，他们还被蒙在鼓里呢。那么大的喜事也不跟我们说一说，简直是个闷葫芦。”司马啸天也忍不住没好气的狠瞪了他一眼，倒是陆青霞满脸的眉开眼笑，眼里的欣慰藏也藏不住。小雨这孩子从小就这样，突破后从来不找人炫耀，不像有些弟子，有点小进步就恨不得跟同门说个300遍，这样就挺好。墨雨尴尬一笑，急忙向几位老人解释道：“就在前段时间，元婴期而已，对目前宗门又帮不上什么忙，就没有多说。等哪天我踏入河道期了，再跟师叔祖你们汇报。”“哈哈，好，那师叔祖就等着。河道期虽然有那么一点难，但那是对别人而言，你可不一样，师叔祖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司马啸天话是这么说，但内心却没有多少信心。东域已经数万年没有出过一个反虚修士了，更何况还是河道期。这等境界的高人，整个青云大陆也只有传说中的登仙道院院长一人而已。反正他这辈子最多也就是想象一下反虚期，至于河道，做梦都不敢那样想了。历经2个时辰，司徒清玄缓缓睁开了空灵双眸，脸上难掩激动以及一丝甜蜜和感激。不过他却没有再谢墨雨，而是乖巧的起身朝古剑南等人恭敬行礼道：“清玄见过几位老前辈，冒昧前来，还请勿怪。”“哈，丫头别客气，都是一家人了，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想来就来。”陆青霞高兴地拉住女孩的手，那是越看越满意，模样绝美，天赋又好，能在这个时候前来，这人品心性更是难得。至于古剑南等人，对女孩也是分外满意的。又聊了一小会，等到几位长辈走后，墨雨这才掏出一本碧玉雕刻的书册，递到了司徒清玄手中，嘱咐道：“这剑诀与你应该很契合，你先滴一滴精血在其中，将剑诀拓印至脑海，以后勤加修炼，对你的战力应该会有非常巨大的提升。”司徒清玄一脸惊讶，这碧玉书册和碑林的形式很像，但却不用连接法阵，真是神奇。不过他更贵重的丹药都用了，对于这剑诀也没有再拒绝。在他看来，这剑诀极有可能是玄阶下品，甚至不排除是玄阶中品，至于上品他倒不敢想。整个天剑门也只有一门玄阶上品剑诀，而且还有小部分残缺，玄阶中品剑诀对他来说已经作用巨大。于是伸手接过，然后美眸认真地看着他，坚定道：“我一定会通过登仙道院考核的。”“我相信你。”墨雨微微一笑。司徒清玄没再说话，按照墨雨说的，滴入一滴精血在碧玉书册上，然后他那丰润漂亮的樱桃小嘴就再也合不拢了，空灵美眸里充满了懵逼和惊骇，竟然是天阶上品剑诀，这怎么可能？过了好一会，司徒清玄才睁开震惊的眼睛，然后呆呆看着墨雨，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他竟然有天阶功法，而且就这样轻易给了自己，就仿佛给的只是一颗大白菜似的。还有，在此之前，自己还用了他一枚极其珍贵的丹药用以突破。呀，欠的太多了，怎么办？司徒清玄忍不住小脸紧皱，眼眸纠结。虽说自己是他未婚妻，但毕竟还没成亲，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墨雨，你哪里来的天阶剑诀？你就这样送给我了吗？司徒清玄语无伦次的说完，又补充道：“这可是天阶剑诀，整个青云大陆恐怕都没有。”看着他那紧张的样子，墨雨不禁笑着逗弄道：“你要是叫我一声夫君，我就告诉你。”“哼，你休想，我们都还没成亲呢。”向来行事洒脱干脆的司徒清玄，这次洒脱不起来了，小脸淡红的快滴血，声音小的跟蚊子叫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做了亏心事，这个家伙现在就想占自己便宜了。果然跟小玲说的那样，男人私下都很坏。墨雨目光惊艳地看着他，忍不住怦然心动。容颜绝世，肌肤胜雪而绯红，那眼眸里的羞涩和微恼如同浓了水雾一般，真美啊！果然，但凡美人娇羞，姿色都得再增3分。他不禁引导道：“我们是不是有婚约？你是不是我未婚妻？我们是不是双方都自愿？”
司徒清玄想了一下，只好老实点头。那既然迟早都得叫，早点和晚点有什么不一样吗？墨雨再问。司徒清玄惊讶地盯着他看，这个人怎么脸皮这么厚啊？你别想强词夺理，反正我还没想好。被他这么一调戏，他忽然觉得两人之间好像没那么生分了，内心也没有丝毫生气的感觉。原本还想拒绝对方坚决的他，也没有再开口。见效果达到，墨雨也没有再继续口花花，又和女孩东拉西扯了一阵之后，这才告辞离去。师姐他们还在等着呢，待太久了不是那么合适。好吧，其实只是因为快天黑了，他得回去修炼了，混沌阴阳经不能停啊，否则怎么快速进步？司徒清玄目送某人离去，又微微发呆了好一会，才转身回到空旷之地，开始修炼落星剑诀。自己一定要通过登仙道院考核，然后光明正大的和这家伙在一起，而不是到时和师傅他们闹。墨雨回到邀月峰，立马拉着羞答答的大师姐回到屋内。至于那剑诀，只能日后再说了。就在他们探讨人生时，玄灵宗数十里外的香月城同样热闹非凡。最近来玄灵宗看热闹的修仙各派，基本上都暂时居住在这。按理来说，筑基修士以辟谷，睡觉也几乎被修炼替代，他们完全可以在玄灵宗山门前坐等。但诡异的是，这些人全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这里，不过却隐约分成两大阵营，北域和南域各居住在城南城北，这几天几乎没什么交集。但在今夜，两边却往来频繁。北域四大宗门除了天宇神宗外，剩下的三家都出现在了城南，而跟他们见面商议的竟然是南域六大宗门里的其中5家，只有上清道门没来。此时早已商议半天，但意见却相持不下。诸位，玄灵宗实力不弱，联手逼迫其交出传承，岂不省事？何须派弟子出战？一位枯瘦老者冷着脸淡淡说道。立马有个浓眉小眼的白发老头点头赞同。不错，老朽也同意，这功法乃整个青云大陆所有，并非一家一宗之私产。那玄灵宗如果识相还好，要是再继续顽抗，那就联手制裁他吧。小眼睛的老头话刚说完，就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黑衣老者立马好奇询问：呵呵，我记得你擎天宗不是已经答应玄灵宗让年轻弟子比试定输赢吗？说是询问，但老者眼里的嘲讽之意毫不掩饰，任谁都看得出来，这个黑衣老者就是在故意出言嘲笑擎天宗。狗子居顿时被气得脸色铁青，眼中火苗都快喷出来了，怒道：我与那玄灵宗只是定下初步意向而已，如今你们既有不同意见，我自然不好破坏大家的规矩。怎么，莫非你新换仙门，要继续以之前定下的规矩，让年青天才去比试？黑衣老者冷冷一笑，傲然道：有何不可？我宗有下道灵，您那鬼面人不是很正常的事吗？眼见两人又争吵起来，有人急忙无奈劝说：两位，目前大家的目标是一致，那就是拿到玄灵宗手里的功法以及海量灵宝。如今宝贝没到手，自己人吵起来算怎么回事？不错，依我看，明天直接威压玄灵宗，给他们3天时间考虑，不答应就直接来硬的。哈哈，可笑，要去你们去，我凌霄剑宗身为南域6大宗门之一，干不来这等苟且之事。一个面目粗犷的红脸老者不屑地瞥了一眼之前说话那人，继续冷笑道：极乐仙子的传承我也想要，但只会按照玄灵宗画下的道，让年轻人去争。若是今天他得到了一点好东西，大家就联手去抢，那改天是不是也可以联手来抢你们其中某一家？修仙之人与天争道，有所争议有所不争，告辞。老者说完起身就走。杨震道有言之有理，我玉清门亦不参与，就让年轻人自己去争取吧。又有老者一脸不屑，同样起身往外走。3人离去后，立刻有人不以为然地冷笑道：在修仙界哪有那么多仁义道理可讲？不错，明日我等4大宗门直接让玄灵宗交出功法就是，区区东荒势力何惧之有？好，那就这样说定了，若是玄灵宗不识好歹，直接把他宗门给分了。而在他们商议的同时，4头雪白蛟龙正于虚空中拉着一辆奢华马车往玄灵宗方向急速飞驰。一个模样圣洁乖巧的小姑娘从车帘中探出精致小脸，朝驾车老者焦急道：顾爷爷，你让小白再飞快点呀，去晚了莫大哥和苏姐姐他们就得被坏人欺负了。小仙别急，明天上午就可以赶到玄灵宗了。面容严肃刻板的老者一脸无奈地回道：这都是对方第13次催促了，他虽然是反虚修士，也不能如此远距离瞬移啊。也不知那个姓莫的小子前世烧了多少香，才能让二小姐如此挂念他。第二天一早，和师姐深入交流后，莫雨整个人都是神采奕奕，满面春风。由于一剑击败了岑曦，让他现在非常先当然，也不排除那些宗门是想以其他方式获得所谓的传承，因此才没有派弟子上台挑战。
听说这消息传出后，北域六杰中的其他天骄已经在赶来的途中，而与北域六杰齐名的南域五子，据说也在路上。墨雨当初击败岑曦之后，那一句欢迎各大宗门派弟子前来挑战的话，无疑是对所有天才的挑衅。天资卓绝又心高气傲的年轻天才们，怎可能受得了这羞辱？关键是，这人还是东荒的一个无名之辈，因此，即便对方击败了岑曦，他们也要前来一战。陈师弟，你来了。看见头戴面具的墨雨前来，霍金刚急忙恭敬地打了声招呼：“陈师兄好。”见过陈师兄，周围的其他玄灵宗弟子也都纷纷热情问好，目光尊敬而崇拜。不少老弟子都在这个天才的身上隐约看到了100年前那位绝世妖孽的风采，然后心生惆怅和感慨。而在一众年轻弟子心目中，这位天才已经隐约有了墨雨师兄的一丝既视感。要是墨师兄没遭遇100年前的暗算，如今恐怕早就是元婴后期修士了。300岁的元婴后期啊，那才是真正的绝世妖孽，恐怕放眼整个青云大陆都是独一档的存在。墨雨穿过人群，来到演武场中再次盘坐。可是他刚想和往常一样，利用这些时间修炼时，眼眸又猛地看向了远处。静坐在演武场最侧边的古剑南也同样睁开了双眼，目光凝重。只见3位气息飘渺的白发老者正领着几位年轻弟子缓缓走来，眨眼便已来到演武台前。通天道阁太上长老谢周与2位师弟率众弟子前来闯关，望玄灵宗道友不吝赐教。说话之人是位身材枯瘦的青袍老者，童颜鹤发，气质超脱不凡。其身旁2个老者同样相貌不凡，赫然都是化神修士，甚至可能是化神后期。不过对于这一点，别说古剑南等人，就连周围看热闹的人都习以为常。现在不是化神后期修士带队，都没资格向玄灵宗发起类似挑战了。看着往这边走来的古剑南，叫谢周的老者又微一拱手，严肃道：“此战若胜，我等也不踏入贵宗碑林，只希望借极乐仙子功法一关；若败，我等就此离去。”听到是南域6大宗门之一的通天道阁，古剑南不禁微微意外，他还以为这些大宗门又会像之前东域那几家一样联手威逼呢，看起来倒比那些人要脸一些。好，那便请贵宗参赛者上台吧。古剑南没有再多废话，见有热闹可看，周围顿时热闹起来，许多人更是开始传递消息。一瞬间，数十里外的香月城，无数恐怖修士电射而出，急速赶往玄灵宗，眨眼便至。当他们来到玄灵宗演武场时，只见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正缓缓踏上石台。哼，通天道阁还真是迂腐，莫非以为他们家的天才可以稳赢玄灵宗？说话之人是位面目冷厉的长眉老者，背负长剑，身上气势霸道凌厉，气质不凡，正是南域6大宗门之一天玄剑宗的太上长老陈奇，化神后期修士。而在他身侧还站着10多位同样气息恐怖的老者。有人立刻认出其他人，顿时惊呼出声：“卧槽！南域6大宗门之一的紫炎神宗，还有北域4大宗的擎天宗、月神殿，再加上天玄剑宗，这4家怎么走在一起了？莫非他们要联手威逼玄灵宗？我看肯定是这样，毕竟岑曦都被一招击败，哪位天才敢说稳赢这个鬼面巨人？相比之下，几家联手无疑省事又保险。哎，玄灵宗要是不妥协的话，恐怕很难过这一关了。那是这几家宗门，据说每家至少都有3、4位化神后期大能，玄灵宗拿什么顶？修仙界真是弱肉强食，哪怕是玄灵宗这等大宗门，都有被人上门欺凌的一天。说到这里，许多人的内心不由得涌上一股兔死狐悲的情绪。今日玄灵宗的遭遇，很多宗门其实都遭遇过，即便暂时幸运没遇到，在这一刻也不敢肯定自己以后也不会遇到，若就是原罪啊。这时，那位背负长剑的长眉老者才朝古剑南微一拱手，神色淡然地笑道：“南域天玄剑宗、紫炎神宗，连同北域擎天宗和月神殿诸位道友，共同向贵宗求取极乐仙子功法一关，还希望道友成全。”古剑南脸色渐冷：“要是我说没有呢？你们是不是就要开始洗劫玄灵宗了？所谓修仙正道，世间闻名的大宗门也要像山间土匪一般，以莫须有之借口强取豪夺吗？”被见老者神色不变，眼眸平静，浑身上下洋溢着无穷的自信和高傲。道友何必固执，将功法共享出来，你等同样可以修炼，又何必拿整个宗门道统做赌注？说完后，他整个人气势更盛，威胁之意毫不掩饰。在他身侧的其他老者脸上却是一片云淡风轻，嘴角笑容轻松随意。这事虽然不光彩，换平时他们也确实不屑为之，但和可以修炼到大成期的功法比起来，脸面什么的就不值一提了。为了大道，命都可以拿出来搏一搏，何况是这些所谓的道理仁义？修仙者眼中只有大道长生，该争就一定得争。
玄灵宗从无怕死之人，要战便战。一声怒喝，玄灵宗主峰方向猛然飞出几位老者，正是钱百川和司马啸天等人。除了外出的唐飞虎和刘雨嫣，玄灵宗剩下的9位化神修士全部到齐，其中3人是化神后期，1位化神中期，5位新晋升的化神初期，再加上古剑南手中的圣器巨灵剑，这实力已经不弱于南北域其他大宗门。但是面对4大顶级宗门的联手，依旧不够看。而在众人身后，40来位元婴长老领着100多位金丹修士浩浩荡荡而出，迅速摆出4座巨大剑阵，气氛无声而肃杀，战意冲天。墨雨的脸色难看无比，眼神机遇喷火。这已经是第2次了，前有东域5宗联手，现在又是南北域4大顶级宗门联合上门施压，这个世道真他妈现实无耻。他默默将这个仇记在心里，现在自己和宗门的实力还是不够强啊！哼，不自量力，那我等便成全你们。看着满脸愤怒刚毅准备拼命的玄灵宗门人，南北域几大宗门的太上长老全都一脸不屑的冷笑。他们这边可是有10多位化神后期，对方拿什么拼？咦，那是什么？有人忽然看向远处天际，神色震惊，看着那4头雪白蛟龙，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可是4头化神期妖兽，看这几头蛟龙的模样，所拥有的上古神龙血脉绝对要比一般杂血蛟龙纯很多。妖兽本就神魂强悍，何况是蛟龙，这也意味着想要彻底驯服这等妖兽会非常难。普通妖兽想驯服尚且需要高出一个大境界，想驯服这4头化神期蛟龙，至少得是反虚期。想到这，即便是南北域各大宗门的顶尖大佬也都是内心惊骇，相互对视的眼眸中充满凝重，并低声议论起来。不知是哪个上古修仙大族，竟然用化神蛟龙当坐骑，实力绝对不容小觑。莫非也是冲着极乐仙子传承来的？很有可能，否则这等人物岂会无缘无故来到东荒这种地方？众人瞬间就想到玄灵宗，然后猛地放下心来。哈哈，若是如此，倒是好办，毕竟这功法又不是只能1个人修炼，多个人分也没什么。不错，如此一来，我等恐怕都不需要动手了。看到这架势，玄灵宗必定妥协。南北域4大宗门的人全都暂时停下了脚步，其他宗门的人也都好奇观望起来，内心全都以为他们也是找玄灵宗麻烦的。唯有东域那些势力看得一脸惊诧，因为这4龙拉车的景象他们太熟悉了，2个月前才刚在这里见识过，想不到这龙车又再次回到了这里。莫非这些人和玄灵宗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交情？看着停在不远处的巨大龙车，墨雨也是一脸懵逼，他想不出对方又会来干嘛。莫非还是对朱雀圣灵果不死心？刘姐姐、苏姐姐、莫大哥呢？一个13、14岁的美丽小姑娘从龙车里跳了出来，粉嫩精致的脸上充满焦急。她如今正在闭关，晚点我们再去找她吧。苏小柔不着痕迹地偷瞥了墨雨一眼，赶紧帮忙打了马虎眼。如今知道墨雨假扮青铜鬼面人的还不多，目前真不到暴露的时候，否则让之前那些人知道当初的天才不但没事，反而踏入了元婴后期，并能一剑败岑曦，那简直要翻天。300岁的元婴后期，而且战力还如此恐怖，那将比现在这个鬼面巨人引起的轰动还要大，那麻烦绝对来得比之前还猛烈。墨雨倒不是怕，而是现在的玄灵宗经不起太多折腾，要暴露也得做好准备，再把他们勾引出来歼灭。在众人惊疑目光中，古剑南等人客气地迎了上来，微笑拱手道：顾道友，向道友，想不到那么快又见面了，莫非已经找到了？哎，依旧一无所获，暂时不说这些，不知古道友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向兰之皱眉看着向四周，眼神凝重。如此多的化神后期，玄灵宗这次的麻烦可不小。本来以他们的想法是不想来趟这趟浑水的，叶家是不怕得罪青云大陆势力，也有实力去得罪，但却没必要。可奈何小仙这丫头非吵着他们来帮他莫大哥，打小就对他宠溺异常的2人实在是招架不住，这才无奈前来，就当是还了之前的人情吧。看着呆愣住的古剑南等人，叶青先又认真补充道：古老前辈，这些人都是来抢你们东西的吗？您放心，我们会帮您的，顾爷爷打架可厉害了。古剑南不禁感激摇头：小仙姑娘，谢谢你们的好意，可这些人都不简单，光化神后期修士就不下于14个，你们赶紧离去，玄灵宗就不留你们做客了。古剑南这话更多是说给顾向2人听的，他知道2人实力不凡，叶家也绝对不简单，但南北域4大顶级宗门联手，再加上其他势力在旁边虎视眈眈，这可不是一般势力能比的。叶家再恐怖，也是在遥远的神启大陆，离此不下亿万里，可谓鞭长莫及。而玄灵宗
就算加上这2位化神后期，也依旧不足以硬刚对手，又何必拖人下水？万一连累了这个善良小姑娘，可就罪过了。听到古剑南这话，原本一脸冷漠的顾东周脸上不禁掠过一抹异色，宁静眼眸中多了一丝欣赏。在这个时候，面对2位主动上门帮忙的高手，不但将对手的恐怖实力告知，还回过头来劝自己离去。这玄灵宗行事倒是光明磊落。顾东周冷漠的脸上少见的浮现一丝笑容，然后平静回道：古道友不需为我等担心，真打起来只需护住我家小姐就可以了。至于化神后期修士，我帮你分摊6、7个还是没问题的。这话一出，四周顿时一片惊呼。分摊6、7个化神后期，除非对方是反虚期修士，否则谁敢说这等大话？莫非他真是反虚修士？看着远处空中的那4头化神期蛟龙，所有人都是一脸若有所思，随即内心震撼惊悚。这还真不好说啊，不是反虚修士，谁又能驯服化神蛟龙当坐骑？墨鱼也是一脸懵逼，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扑克脸老头竟然是反虚修士，真是太出乎他意料了。古剑南等人同样震惊的面面相觑，以他们对对方了解来看，这个不爱说话的顾道友绝不会在这种事上吹牛，也就是说对方大概率是位反虚修士。如果是这样，有对方帮忙，这个难关最起码暂时度过绝没问题。于是急忙感激行礼道：古某代玄灵宗感谢道友仗义相助，此恩他日必报。诸位道友不必客气。顾东周淡淡点头，内心根本没把这话放在心上。像叶家这等存在，对方就算想报恩也找不到机会。看到这一幕，天玄剑宗等几大宗门的太上长老早就脸上变得肃穆凝重起来。只那辆龙车就已经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但最让他们担忧恐惧的，却是这个连他们都感到心悸的神秘老者对那个小姑娘的态度。那不只是长辈对晚辈的宠溺关爱，还有一丝以下人自居的意思在其中。这就太恐怖了，什么样的世家能让这等人物甘为下人？想到这，天玄剑宗太上长老陈奇再也淡定不了，急忙客气拱手道：两位道友有礼了，老朽天玄剑宗太上长老陈奇。这几位乃是紫炎神宗、擎天宗、月神殿的太上长老，不知两位道友仙山何处？此间之事，道友能否袖手旁观？我4大宗门不胜感激。其他人也急忙客气上前，微笑着朝顾东周和向兰之拱手行礼，神色亲切。顾东周淡淡地瞥了他们一眼：我等来自神启大陆叶家，玄灵宗与我家小姐有缘，尔等若想联手欺人，老朽自然得管。你们来自叶家？陈奇顿时身躯一震，眼神震惊万分。见对方知道叶家，顾东周不禁微微诧异。神启大陆离此何止亿万里？他们一路东行，虽说不是全程赶路，但也整整花了3年时间。这也是他们不再继续往东走的原因。大小姐时间不多了，再不返回，他们很可能会见不到大小姐最后一面。顾东周驱散心头忧伤，烦躁道：既然知道叶家还不退去，再胡搅蛮缠，可别怪我等不客气。陈奇看着对方，脸色惊疑不定，充满纠结。叶家很恐怖，不过神启大陆离这里也很遥远。从刚才古剑南提醒对方的话里可以判断出，他并不清楚叶家的实力。而这个神秘人同样说了，之所以管这事，是因为玄灵宗和叶家小姐有缘。由此可知，对方交情并不深，但对方却偏偏发话要管，这就头大了。要是不给这位疑似反虚期高人面子，真惹怒了他，后果难料。何况对方还是叶家之人，可就这样离去，又心有不甘。陈奇脸上带笑，内心早就骂起了娘，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选择。有不清楚叶家底细的人急忙向陈奇传音询问：陈道兄，这叶家到底是何等存在，竟能让你如此忌惮？李道友有所不知，这叶家乃神启大陆最神秘的隐士修仙世家，实力超乎想象。就算我们4宗联手，也不可能是叶家对手，甚至根本没有可比性。什么？竟然如此恐怖？不错，我当年要不是机缘巧合，听一位前辈提起，同样不知道这个叶家的存在，乃才是真正的顶级世家啊！甚至我知道的，可能还只是人家的冰山一角呢。回忆起当年那位前辈说这话时的表情，陈奇直到现在还一脸的感慨震撼。不过对于叶家到底如何恐怖，他却没有多解释。诸位想继续联手威逼玄灵宗，恐怕是不现实了。别说这几个是叶家人，就算不是，只凭对方和玄灵宗，我们也对付不了。总不能就这样放弃吧？有人不甘道：为今之计，只能按照玄灵宗之前定的那样，让年轻人比试论输赢了。以我们几宗的天骄，每天轮番苦战，不信就号不赢那个鬼面人。不错，不只是我们，还有其他几大宗门，不也要派天才上去挑战吗？玄灵宗久战之下，岂能不受伤？那就是我们的机会，
到时无论谁得到功法，都一起共享。这可是玄灵宗自己提出的，我们可没逼他。这叶家之人也不好多说吧。众人商议完毕，陈奇这才朝顾东周微笑拱手道：叶家传承100万年，行事光明磊落，即便与凡人相处，一讲道理，晚辈内心敬佩万分。而今道友以叶家名义发话，我等岂能无礼？那便按玄灵宗自己的意思，派天骄登台挑战。若赢，则玄灵宗与我等共享功法；若败，我等掉头就走，绝不在玄灵宗逗留半天。听到这话，顾东周不禁眉头一皱，以叶家名义干预此事，本就不太合适。之所以依旧如此，只是希望这些人在自己走后，仍然心存顾忌。这样，玄灵宗的压力或许会小很多。毕竟神启大陆离这里太遥远了，此次离开，以后他不可能再专程跑到这里来帮忙。说白了，玄灵宗只是让他们在宗门内住了1个月，搜索外山对他们也毫无损失。这恩情，今天这一次已经足以还完。至于说为了对方跑去将这些宗门给灭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且不说能否办得到，即便可以，他也不会这样做。对于这些，古剑南等人自然清楚。说实话，对方能做到这些，已经超出了他们提供的那点便利千百倍，内心早已感激万分，哪好意思要求更多。但叶青仙却是非常不满，顿时皱眉气恼道：那就是说，你们还是要仗着人多欺负莫大哥的宗门喽？真是不要脸！这句不要脸顿时将周围所有宗门的遮羞布扯下，有人不禁羞得脸色微红，但更多的人却是毫无所动，神色淡定。相比起极乐仙子的传承，些许脸面算什么？被一个小姑娘当面这样指责，南北域暂时联合的4大宗门大佬全都神色尴尬，内心恼火。但对方的显赫身份又不容他们发作，只好故作淡定地轻笑回道：叶小姐此话差矣，我等乃是按照玄灵宗提出的规矩，与他单独比斗，并非一起联手。不错，而且玄灵宗天才更是自恃实力超凡，当众挑衅天下天骄，我等也不好拦着门下年轻人啊。看着还想说话的叶青仙，墨雨轻声打断道：叶小姐不用担心，我既然说出这话，就不怕他们上台挑战，只要公平，我无惧任何人。墨雨语气间举而自信，对方能帮玄灵宗争取到这种机会已经足够，如果还要求更多，那就是贪心不足，不懂分寸了。小姑娘心思单纯，不会想那么多，但自己却不能理所当然的利用，到时就送她一枚朱雀圣灵，果当谢礼吧。200万气运值啊，真贵。此时古剑南等人也急忙附和：叶小姐和2位道友无需担心，我玄灵宗说出这话就有信心办到。经过墨雨之前一剑败岑曦的壮举，宗门上下对他守住擂台，那是越来越有信心。哪怕南北域天骄来了又如何？故向2人不禁意外地看了墨雨一眼，内心暗暗点头，同时对这个戴面具的年轻人多了一丝欣赏与好奇。对方脸上的面具竟连他们都看不穿，有点意思。墨雨再次朝顾东周等人感激拱手，然后转身踏上高台，眼神霸气地扫向四周人群。从今日起，在下每天在此守擂6个时辰，迎战青云大陆所有天骄，每天将会与一宗天才比斗3场，生死无论。若能赢我，玄灵宗的一切功法宝物随便拿；若是输了，你又侥幸还活着，就请你和自家宗门滚出玄灵宗地界。卧槽，生死决斗，赢了所有功法宝物随便拿，要不要那么狂？此刻全场都沸腾了，这条件和之前差不多，但对方话里的杀气可是毫不掩饰啊。一些原本打算上去碰运气的人，几乎瞬间就打消了这个危险念头，就连各域的顶尖势力也都眉头紧皱，对方这是要下死手了啊。虽然他们之前就存了要废掉鬼面人的心思，但却一直觉得对方肯定不敢这样做，毕竟惹怒了各大宗门，玄灵宗怎么顶得住？可现在看来，对方是毫无顾虑啊，战就战，大不了发现不敌，让门中天才马上认输就是。好，那今天就让我天玄剑宗天骄先行请教，无涯小心点。陈奇脸色果决的朝一直站在台上没说话的自家天骄狠狠挥手，这本就是商量好的顺序，有危险也得上。他就不信对方还能一招杀了自家天才不成。是，师叔祖。神色冷峻的年轻人躬身一礼，这才转身看向墨雨，眼眸冰冷的怒笑道：南域无子，天玄剑宗莫无涯，来教你做人。莫无涯这话一出，同样惊呆了周围人群。不过想一想也能理解，毕竟是南域最顶尖的几个天骄之一，岂能受得了他人当面挑衅？诸位，你们说这位莫公子能赢得了鬼面人吗？有人立刻议论起来。很难，南域无子，薛青衣战力公认第一，其他4人其实和岑曦差不多。岑曦被对方一招击败，即便有大家认为的轻敌成分在，但实力绝对不如对方，因此莫无涯恐怕也难有胜算。
我倒认为还是有机会的，至少也是4、6开。那可是南域五子，不能以常理推论。人群中，一个相貌普通却气质出众的年轻男子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轻声嘀咕道：“这就受不了吗？果然是大宗门的天之骄子，这要是上去被人家一剑劈死，岂不是冤得很？”他的话语刚落下，旁边一位英俊青年就微微不爽地问道：“堂兄，身为北域6杰之一，你不上去挑战就算了，怎么还如此小瞧我们南域天骄？什么时候疯魔仙童变得那么老实安分了？”唐林淡淡地瞥了他一眼，平静道：“你们南域五子，除了薛青衣或许有一丝可能，其他人上去结果都一样。你若不信，不妨明日上去一试。你们玉清门不也准备抢夺人家机缘吗？”英俊青年顿时神色尴尬：“堂兄，此乃宗门决定，又不是我说要去抢夺机缘的。况且大家也只是想共享此等大道机缘，难道你就不动心？”唐林不屑冷笑道：“何谓机缘？机缘巧合所得才叫机缘，若是将强取豪夺也冠以此等名目，天下安有强盗乎？枉你夏庄以聪明自居，竟在这自欺欺人，还是觉得我唐林愚蠢好骗？”夏庄顿时愁眉苦脸地败下阵来，指着台上无奈道：“看戏看戏，开始动手了，就看看我俩谁猜得准。我敢说莫无涯绝不会。卧槽！”夏庄的话还没说完，就立刻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只见高台上一道英俊身影正吐着鲜血划过一道优美曲线，摔落在数百米外。不是南域五子之一的莫无涯，还能是谁？就连早有心理准备的唐林都忍不住睁大了眼睛。这位戴青铜面具的仁兄，那么猛的吗？又是一招，轻巧随意的，犹如长袖赶迎，不费吹灰之力，简直就是他的偶像啊！有机会一定得认识一下。对玄灵宗非常熟悉的东域各大宗门也都忍不住面面相觑，眼神惊骇如见鬼。这人的天赋实在是太吓人。是啊，玄灵宗除了墨雨，怎会还有此等妖孽？关键是墨雨只有300岁，而这个人测试古灵时却是400岁。虽然同样年轻，但明显是2个人，否则他们真得怀疑对方是墨雨恢复了根基。一时之间，流云宗、苍兰宗、幽冥宗、镇魔宗、落霞宗，这东域5大宗门全都一片震惊担忧。他们这时才发现自己对玄灵宗如此陌生，不只是高层顶尖战力判断失误，对人家门中天骄同样不清不楚。儒雅斯文的苍兰宗太上长老魏道子脸色彻底阴沉下来，忍不住冲身边一位长老低吼道：“这个姓陈的青铜面具人到底查清楚身份没有？”那长老急忙回话：“回禀师叔，玄灵宗姓陈的年轻天才中，只有一个叫陈震的人隐约符合条件，同样400岁，天赋卓绝。不过据说这人在100年之前曾在某禁区受了重伤，回来之后一直闭关不出。或许这就是那个叫陈震的天才，脸上面具或许是因为当时受了重伤被毁容。算了算了。”听到这等不确定的话，魏道子顿时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心情烦躁。他第一次见到这个青铜面具人时，就有一种很奇怪的熟悉感觉，这才让人去特意打听。原本还以为只是个不起眼的元婴天才而已，想不到竟然可以影响当前大局。相比他们的震惊，南北域之人就更加惊骇了。一朝几倍岑曦，还能找理由借口，现在又是一招击败莫无涯，这就没话可说了。这就是实力碾压。我不服！莫无涯怒吼一声，然后汇集全身灵力狂暴一斩。不服，那就再来。莫雨神色淡定，但出手却毫无留情，一道比刚才还猛烈霸道的剑芒闪耀天空，如同一柄毁灭之剑急斩而下，百里方圆皆被笼罩，森严霸气。他已经决定以朱雀圣灵果聘请顾东周当一段时间玄灵宗的保镖，因此他压根不怕彻底得罪这几家大宗门，甚至还要下重手杀鸡儆猴，减少麻烦。叶小姑娘的情谊是要还，但也不影响他以此占点便宜啊。反正帮都帮了，多帮一点也没什么吧。没办法，现在的玄灵宗还不够猛，只能厚着脸皮携恩所报了。无涯，快认输！天玄剑宗太上长老陈奇顿时惊骇大喊，他知道莫无涯挡不住这一剑，这就不该是元婴修士出手的威力啊，甚至化神初期修士都没这么猛，这真他妈是个妖孽。要是莫雨知道他内心所想，一定会大声喊冤。这才哪到哪，老子还没用全力呢。看着地方的攻势，莫无涯其实也想喊投降了，可就是犹豫了那么一刹，已经来不及了。我曹，他刚把认输2字换成草，那攻击就已经降临到了他头顶，只好硬着头皮硬扛。轰！这一次他整个人直接被轰进了地底深处，一只鲜血淋漓的胳膊留在了地面之上。我天玄剑宗认输。
陈奇说完，直接飞入场中，从土坑里挖起脸色苍白、已经陷入昏迷的莫无涯，又捡起地上手臂，消失不见。莫无涯都败得这么惨，剩下2场显然已经直接放弃，只留下满场震撼、鸦雀无声的人群。南域五子之一的莫无涯败，一招吐血，2剑昏迷断臂。玄灵宗青铜面具人再次震惊世人，隐约被许多修士公认为东域第一天骄。次日，不服输的南域五子之一紫炎神宗天才张扬再次被2招击败，吐血认输，天下震惊。第3天，月神殿天骄北域6杰之一的周董坚持了3招才倒下，创下了一个最好成绩。许多人仿佛看到了战胜青铜面具人的希望，于是呼吁着更多天才参战。第4天，另一位北域6杰天才擎天宗的陆无双再创新高，他坚持了4招，不过却永远也没有站起来。第一位死在擂台上的绝世天才就此诞生。擎天宗的几位太上长老彻底陷入疯狂，发誓要让玄灵宗付出惨痛代价，但在叶家老者的威慑下，却最终偃旗息鼓。至此，整个青云大陆彻底沸腾。除了神秘之地西域外，玄灵宗鬼面人的妖孽之名传遍天下，如日中天。此后连续5天，再无人敢登台挑战，直到新幻仙门妖孽夏道灵出现在玄灵宗附近，世人才再次期待起来。一个是公认的天赋战力足以排进青云大陆前3的妖孽，一个是最近崛起的怪物，谁强谁弱？当天深夜，墨雨来到了太玄峰。今晚的月色很美，不过月下的司徒清玄更美，但墨雨却有点无心欣赏。他看着安静等待他说话的美丽女子，斟酌了一下语句，这才尴尬解释道：这几天比较忙，一直没来看你，还请见谅。哦，是吗？我还以为某人是被他师姐关起来了，原来是有事呀。司徒清玄笑容甜美，但眼神却好像2把小刀子，直直地扎向墨雨。最后终于不装了，气恼咬牙道：那莫公子能否解释一下，这几天都在忙啥啊？为何总找不到你？他千里迢迢来找对方，结果就第1天见了一面，此后几天人影都没见一个。如果只是这样还没什么，关键是他还在无意中得知和自己有婚约的墨雨竟然已经找了2位漂亮师姐当道侣，当时可把他弄懵了。不过这种事他也有心理准备，毕竟墨雨之前就和他打过预防针。他最生气的是对方不但没和他解释半句，还直接把他丢在宗门不管，这就让他不能淡定了，简直刀了对方的心都有。墨雨也知道是自己不对，这几天没来找他，就是想找个最合适的机会来解释关于自己的事情。毕竟无论是师姐们的存在，还是自己根基的事，之前都一直骗着人家姑娘。不过明天夏道灵就要挑战自己，现在说这些无疑最为合适。他笃定司徒清玄为了不让自己分心，绝对不会在这时候生他的气，现在说清楚，然后过几天气自然就消了。嗨嗨，清玄，其实我的根基已经恢复了。墨雨低头看着他眼睛，什么？你已经恢复了？这是真的吗？原本还板着俏脸的司徒清玄顿时激动站了起来，美眸圆睁，脸上露出巨大的惊喜。但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又强忍着内心喜悦，傲娇地坐了下去，冷哼道：哼，这些和本姑娘有什么关系？你是我未婚妻，当然和你有关系。至于我和2位师姐的事，之前是担心你多想，这才一直拖到现在。墨雨声音温柔地解释起来，人家姑娘为了自己都不顾安危，偷跑到这里了，说2句软话怎么了？司徒清玄眼中火气消散了不少，眼角余光忍不住偷偷瞥了他一眼，正好撞上墨雨的温柔目光，瞬间霞飞满天，不禁微微慌乱道：哼，别以为说2句好话我就会原谅你，在你心里我就是那种小心眼的女子吧？当然不是，你敢爱敢恨，做事果断有情义，关键还美得跟仙女一般，遇到你真是我的福气。墨雨目光温柔而真诚，说完又在他身侧坐下。司徒清玄顿时被他夸得脸颊羞红，手脚扭捏，内心那一点闷气早就消失不见，脸上又努力想装出一副淡定平静的模样，可惜最后终究功败垂成，只好红着脸蛋扭过头不再看他，并急忙转移话题：你恢复的怎样了？已经完全恢复，之所以隐瞒至今，就是想等宗门危机过去后再找出当年的暗算者。墨雨眼神平静，等我明天击败夏道灵，应该就能闲下来了，到时我陪你到玄灵宗4处好好看看。好。击败夏道灵。脸颊羞红的司徒清玄下意识应了声，又猛地扭头看着他，一脸惊骇。聪明伶俐的他瞬间就明白了过来，红润小嘴张成一道性感的裂缝。过了好一会，他才呆呆看着墨雨，喃喃道：原来那个青铜鬼面人就是你，真是想不到你现在都踏入元婴后期了，
不愧是我司徒清玄看上的男人。这一句他是在内心说的。想到自己在天剑门洗剑池还想仗着金丹后期修为强按人家下水，他就一阵不好意思。墨雨又将双修功法大概说了一遍，最后才笑看着目瞪口呆的女孩总结道：等过段时间我再陪你回一趟天剑门，将我身体情况和你师祖他们说一下，到那时他们或许就不会再那么反对了。虽说等你500年也是值得的，但能够早点在一起，对我们双方都有巨大益处，实在没必要浪费时间。这时司徒清玄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然后又一脸羞涩好奇地追问道：你说的双修功法就是极乐仙子的传承吗？可是也不可能有这么神奇啊。墨雨摇头，不是极乐仙子的传承，现在外界的一切都是别人在造谣，这功法我另有其寓。墨雨眼神认真地看着他，真诚道：双修对我们都有巨大好处，而且我也很需要你帮我，不过要是没想好也不急。这是太突然，你得让我好好想想。司徒清玄整个人都是懵懵的，一会根基恢复了，一会又是青铜鬼面人，现在又说要和自己双修，这实在是太震撼太突然了。他再怎么性格果断，一时半会也缓不过来。双修，这进展会不会太快了？现在师傅他们都还没同意自己和这家伙在一起呢，要是知道自己和他私定终身，不得气死。何况当初还跟师祖他们定下了约定，临时更改肯定不行。不过要是师祖他们知道了墨雨就是青铜鬼面人，或许不会反对了也说不定。那就等这边试了，带他再回去一趟吧。直到墨雨离去，他还觉得自己的心在扑通乱跳。然后司徒清玄有史以来第一次失眠了。第二天清晨，玄灵宗山脚下的演武场热闹万分，北域4宗、南域6大宗门以及东域8大宗门的其中7家都是太上长老带队，门中天才全来了。南域5子，北域6杰剩余5人也全部到齐，引起了不少年轻人围观。再加上3域其他宗门的天骄，整个玄灵宗4周已经聚集了数万人，简直比墨雨前世看明星演唱会还热闹。当他来到擂台边时，一位风神俊朗的年轻男子早已背负双手，安静地站在擂台上，白衣胜雪，风神如玉，气质更是超凡脱俗。即便是墨雨也不得不感叹一声，这个人却实长得有自己9成帅气了。难怪那么多漂亮女修士看那人的目光如此炙热火辣，真是很欠揍啊，竟然抢了自己的风头。陈师兄，干趴他！看到墨雨出现，玄灵宗弟子方向顿时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气氛狂热而崇拜，即便戴着面具也阻止不了许多师姐师妹向他投来炙热的目光，这让墨雨内心舒爽不已。还是自己人好呀，哪怕戴着面具也爱你。星幻仙门下道灵，今日就来告诉你，天下妖孽并非只有你一人，切勿坐井观天。白衣公子微微高昂着头转身，神态从容，眼中散发着睥睨一切的自信光芒，属于元婴后期修士的恐怖威压，疯狂肆意，霸道汹涌。卧槽，下道灵突破了！这一刻，围观人群彻底沸腾，无论是南域5子还是北域6杰中的天骄，全都眼神凝重。追求完美的下道灵竟然踏入了元婴后期，今后还有谁是他对手？这个火速崛起的鬼面人绝对也不行。哈哈，小子，我看你待会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狂。夏兄不愧是我们北域第一天才啊。脸色惨白的月神殿天才周董同样来到了现场，昨天他上台坚持了3招，最后被墨雨狼狈击败，对他可谓是一个重大打击。他内心更是觉得自己将北域天才的脸都丢光了。拥有同样想法的还有紫炎神宗天骄张扬，他前天更加不堪，2招就被打得吐血倒地，直到现在胸口还闷痛无比，但知道下道灵来了之后依旧带伤观战，就是想看到同为北域6杰之一的下道灵能为北域6杰这4个字证明。如今知道对方踏入了元婴后期，他虽然也有压力和妒忌心，但更多的却是兴奋。现在他只希望后者能为他们这些人一雪前耻。夏兄，陆无双战死，我等无能惨败，北域的耻辱只能靠你洗刷了。张扬咳嗽一声，继续怒声大吼道：莫要让东荒之人小看了我们整个北域啊！不错，请求下道友为我等北域天骄扬威，重挫这鬼面狂徒之傲气。我南域天骄亦盼望下道友大获全胜。一众南北域的年轻天骄激动怒吼，神色惊喜。在之前，他们对于下道灵能否战胜对方还心存疑虑，但现在得知他同样踏入了元婴后期后，这信心却是猛然高涨，激情满怀。谁不知下道灵从小就天资卓绝，每个境界务求完美破境，绝不肯有一丝勉强，这也导致他的战力从小就断层碾压一众天骄，即便是北域6杰里面的那些天才，内心也是对他敬畏有加，自愧不如。
诸位道友请放心，夏某绝不容许北域威名被他践踏。夏道陵微笑拱手，对于周围的疯狂欢呼声早就习以为常，但是对面的青铜面具人也如此平静，就让他心头微有不爽了，不禁高傲冷哼道：莫非你以为元婴后期和元婴后期都一样？墨雨淡定地在他面前数十米处站定，这才随意地瞥了他一眼，轻笑道：自然不一样。夏道陵哈哈一笑，得意道：算你还有自知之明，对我来说，世间天才只有3种，普通天才、真正的天骄，还有就是绝世妖孽，而你最多算第2种而已。若不是境界碾压之前的对手，你安能有此大胜？看着想要长篇大论当众装逼的对手，墨雨不禁心情不耐，催促道：你到底打不打？什么狗屁3种4种，在我眼里，世间天才只有同道合蝼蚁，而你就是第2种。原本还云淡风轻的夏道陵顿时脸色难看，眼神中充满了滔天怒意，最后怒极反笑，脸色冰冷地指着墨雨训斥道：夏某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被人称之为蝼蚁，我倒要看看你有何资格如此狂妄。这话同样激得四周轰然怒喝，仿佛都被冒犯到了一般。天赋妖孽如夏道陵都被称之为蝼蚁，那他们呢？岂不是连蝼蚁都不如？夏公子，请你千万别手下留情，一定要让这个狂徒见识到我北域天骄的风采。有人愤怒嘶吼：不错，碾压东荒小丑，诛杀鬼面人，井底之蛙，你待会就在夏公子脚下颤抖吧。但同样的话，玄灵宗弟子却是听得热血沸腾，他们自然是陈师兄的道友，那剩下的那些不就是蝼蚁吗？什么北域6杰，南域5子，最多也就坚持了4招，还死了，这不是蝼蚁是什么？陈师兄威武，让这个姓夏的好好见识下您的手段，别留情啊！就是什么狗屁北域6杰，一群妄想抢人家东西的强盗而已，还以为自己很帅。我呸！玄灵宗弟子上万，又是在自己的主场，为墨雨声威者自然不少，气势一点不弱于对方。墨雨懒得和对方打嘴仗，直接比了个请的手势。开始吧，打完我还得回去吃饭呢。狂妄之徒简直欺人太甚，夏某就让你见识下何谓真正的妖孽。夏道陵再也无法淡定，脸色铁青的说完，直接就是化掌为刀，朝墨雨狠狠一斩。一道弦月般的滔天刀芒骤然浮现，如同一条高挂天际的银河，忽然被人整条握在手里，像鞭子般狠狠甩下，去势快如闪电，恐怖滔天。方圆百里的天幕在这一刻都仿佛被那河流遮掩，在众人的视线中，只有那一条急速奔来银河。就连元婴修士都觉得心脏跳动剧烈，一股浓浓的心悸感油然而生，更别说元婴以下的修士了。此刻他们才知道自己和真正的绝世妖孽之间到底存在多远的差距。呵呵，这下鬼面人必败。看到这一幕的莫无涯不禁冷笑出声，这威力比他那天面对的鬼面人还恐怖。在他身旁的张扬也是同样赞同点头。身为鬼面人的手下败将，他们自然最有评价权。夏道陵同样一脸自信，但下一刻他却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只见在他对面数十米处的鬼面人只是随意的并只展出一道剑芒，但那气势和威力却比他蓄势待发的一招还要猛。他刚才出手看似随意，但那全是装出来的，对方能连续击败一众天才，他又岂会真的小瞧？可是也不该是这个节奏啊。只见一道遮蔽天地的紫色剑芒骤然当空斩下，他划出的那条银河在这道紫色剑芒面前就好似雨水泼到了城墙上。轰一声巨响，瞬间水花四溅，灿烂美丽如烟火。那是凝集在这一刀中的灵力被轰碎了，然后又变成最纯粹的灵气消散，但对方那一剑却并没有因此消失。虽然声势比起之前有所衰弱，但依旧恐怖。不可能，你的灵力为何如此浩瀚恐怖？夏道陵不敢置信地怒吼一声，然后急忙朝后狼狈倒飞，同时再次一刀斩出。但这一刀他却不敢奢望伤敌，而是只求能自保。这个鬼面人之前绝对还隐藏了实力轰。夏道陵再次倒飞，不过这一次多少有点身不由己，周围的人群瞬间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中。再谨慎的人在看到夏道陵也是元婴后期修士后，都没想到会是这结果。再差也能五五开吧，可现在怎么好像和之前那些对局没啥两样？即便是玄灵宗高层也都看傻了。小雨这么猛的吗？看来小雨之前还隐藏实力了呀。古剑南一脸震撼地冲着陆青霞低声惊叹，后者同样是一脸的懵逼，不过很快脸上就掠过一股激动和自豪。看来老祖当初说的没错，小雨绝对是宗门有史以来第一天骄，妥妥的仙苗啊。就连向来为人严谨刻板的钱百川都忍不住咧开了嘴，嘿嘿偷乐。
玄灵宗有此等天才，何愁宗门不能大兴？只要度过这次危机，让小雨安稳成长，将来玄灵宗一定会成为青云大陆之巅。看来100年之前自己的想法确实错了呀。这等天骄再怎么特殊照顾也是应该的，这可是宗门崛起的希望。这个青铜面具人天赋和战力都堪称妖孽，即便放在神起大陆也足以名列前茅了。顾东周不禁微微震惊地看着台上，低声感叹，但他旁边的白发老妪却是皱眉否定道：你只看到了他现在的境界和战力，但别忘了，这里可是青云大陆的东域，资源匮乏，和神起大陆那些天骄的成长环境比起来，简直就是山沟沟，可他依旧能成长到这种程度，其天赋之卓绝，绝对要比表现出来的还恐怖。听完向兰芝的话，顾东周不禁内心一凛，眼神变得越加认真起来，然后再没有多说，显然内心已经认同了这句话。这个年轻人确实堪称妖孽绝世，这要是个散修或者小宗门之人，他一定会想办法将他带走。可惜了呀。顾东周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这等天才窝在这种小地方实在太浪费，要是能带到神起大陆，有什么好可惜的？个人有个人的机缘，说不定他有一天也能冲天而起呢。向兰芝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在两人的议论声中，只见台上的夏道灵已经从地上狼狈地站了起来。再接我一招！他怒吼一声，双手掐诀，继续朝前狠狠一拜。一颗巨大的星辰虚影骤然浮现在半空中，然后犹如世界崩塌一般猛然坠落。那森严恐怖的景象，就像是真有星辰在降临似的。有人立刻认出，这正是星幻仙门的不传之秘——诸天星辰诀。据说练到大成，可现9星临世的恐怖景象，而且那时候的星辰还会凝实如实物，拥有毁灭一域之威力。可惜这星辰诀太难练。夏道灵内心感叹，这颗星辰虚影已是他目前所能达到的极限。要是能够凝聚2颗虚影，哪怕对方实力强过化神，他也有信心战而胜之，但现在的话，他实在没有太多把握。全因对面之人太妖孽，刚才那一击已经将他的骄傲挫败的差不多了。墨雨微微好奇地看着半空坠落的星辰虚影，别说这脉象还是挺不错的，但也仅此而已。拥有混沌神魔体的他，即便不使用任何道术，他的身体就是天下间少有的坚固兵器。按系统的话来说，肉体强度、恢复能力直接拉满，待将来把身体开发到一定强度，一滴血就可以直接死而复生，那才是真正的混沌神魔体。虽然现在还不行，但比起一般的金身护罩，肯定要猛上不少。要不是怕太惊世骇俗，他真想现在用肉身硬扛一下，试试自己身体强度有多变态。不过最后他还是忍住了冲动，然后挥手朝那颗星辰虚影拍去。一只古朴无华的巨大巴掌轰隆隆地迎击而上，轰！那牛逼轰轰的星辰虚影直接崩溃。不过那巴掌也逐渐消失。墨雨对此毫不意外，又毫不犹豫地一掌拍下。你也试下我的巴掌吧。声音淡漠，样子随意的就像在赶苍蝇。一代天骄夏道灵又惊又怒，脸色更加难看了。对方轻易化解他的宗门秘术，让他有点怀疑人生，但对手随之而来的随意攻击又让他感受到了满满的无视和轻蔑。自己可是北域第一天骄，姓陈的，你别欺人太甚了。夏道灵悲愤怒吼，整个人彻底陷入了暴走中，就连吃奶的灵力都一起狂暴涌出。士可杀不可辱，可对面这家伙分明是要先羞辱一顿再杀啊。看着像小孩一样被随意欺辱的夏道灵，之前被墨雨挫败的那些天才顿时一脸庆幸，还好对方之前隐藏了实力啊，否则自己的下场恐怕会和陆无双一样。有些人心里竟莫名的感激起墨雨来。砰！一道仿佛拍皮球般的声音响起，然后夏道灵那狼狈身影直接被拍飞出去数千米。许多化神大能早已看出，被拍飞出去口吐鲜血的夏道灵已经没有再战之力，如果还要强撑，很可能下场会和陆无双一样。又是3招，这仿佛是一条底线，想跨过去就得拿命来尝试。这个青铜面具人好像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告诉世人，你们眼中的绝世妖孽也和之前那些人一样不堪，同样是3招可败。可这次的3招和之前的3招早已截然不同。现在就算是傻子也知道，之前人家压根没用全力啊。当然现在或许也没用全力。星幻仙门认输，多谢道友手下留情。星幻仙门的太上长老秦太白感激拱手，他自然能看出对方已经手下留情了，否则道灵的下场还会更惨。前辈客气了。墨雨朝他微微一拱手，并没有再多说。即便他有把握在擂台上战胜各宗门天骄，但以玄灵宗目前的实力，还不宜全部得罪到死。杀个擎天宗妖孽，警告一下世人，玄灵宗不好惹，也不怕得罪所谓北域大宗就够了。比起联手以武力相威胁的4大宗门，
这几家还算要点脸面。因此，出尔反尔，最不要脸的擎天宗自然下场最惨。墨雨转身回到了玄灵宗主峰，同行的除了一众激动兴奋的宗门高层，还有同样眼眸喜悦的叶青仙小美女，以及她的2大贴身保镖顾东周和向兰芝。墨雨也不确定那些宗门经此一败会不会铤而走险强抢，所以他还得找这2位大高手商量点事。众人兴奋地在大殿内坐下，玄灵宗高层看向墨雨的目光充满了欣慰和激动，这可是玄灵宗的麒麟啊，宗门未来腾飞最大的希望所在。顾东周等人却不知墨雨的真实身份，只是好奇地打量着他。墨雨暂时也不想在他们面前暴露身份，因此面具还一直戴在脸上，和众人说了句要回去休息后就告辞离去。没过很久，他又换了一身衣服，以墨雨的身份重新出现在大殿内，脸上面具早已收起。莫大哥，你刚才去了哪啊？我都找不到你。叶青仙眼眸雪亮地朝墨雨开心招手，后者也就顺势坐在了他旁边座位上，笑道：我给你准备了礼物，保证你一定会喜欢。说完，笑眯眯掏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精致玉盒递了过去。小姑娘接过后却没有马上打开，而是明眸弯弯地朝他高兴笑道：谢谢莫大哥。顾东周却不知想到了什么，微微皱眉：二小姐，不如打开看看吧，若是太贵重可不能收。由不得他不多想，现在玄灵宗的危机可没有完全解除，这要是又收下人家什么贵重礼物，岂不是又得再欠一份人情？到时候玄灵宗有事还帮不帮？向兰芝自然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同时他还知道二小姐为什么看都不看就直接收下对方的东西，这就是明白的告诉他们，你看我都收人家礼物了，你们可得帮他们哦。这丫头的小心思岂能瞒得过他？他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后叹息一声后还是什么话都没说。人情对有些人来说无关紧要，但他们却实在不想欠下别人这些。说句不好听的，叶家什么东西没有，以二小姐的身份更是不缺任何天才地宝。这个玄灵宗现在虽然也算是东域霸主，但和叶家实在没有可比性，因此他也是赞同老顾这做法的。不收，想帮就帮，收下就有点被动了。可是当叶青仙一脸不情愿地打开玉盒后，他们瞬间震撼得目瞪口呆。只见一枚鸡蛋大小的朱红色果实正安静躺在玉盒内，果实四周的灵气微微翻涌，竟然还在被果实不断吸收，诡异非凡。同时一股浓郁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大殿，让众人闻之心神舒畅，身体里仿佛有一股热流在激烈奔腾，浑身都暖洋洋的。再傻的人看到这一幕也知道这果实很不凡，何况是天天对着这果实图片看上好几遍的顾东周等人。他忍不住呼吸急促，眼睛瞪圆，几乎是抢一般从发呆的叶青仙手里夺过玉盒，双手竟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这是朱雀圣灵果，苍天有眼，我们终于找到了它。说到后面，顾东周整个人早已欣喜若狂，双手捧着玉盒在殿内走来走去。向兰芝的眼眸更是一片湿润通红，她颤抖而又小心地扶着顾东周手里的玉盒，忐忑打量，最后终于深深地吐出一口气。这是真的，真是朱雀圣灵果。老身代叶家谢过莫公子大恩，今后但有差遣，我等莫敢不从。向兰芝小心地松开手，然后感激万分地朝墨雨深深一礼。此时顾东周也反应了过来，也朝墨雨重重拱手：大恩不言谢，以后有事莫公子尽管吩咐。两位前辈客气了，晚辈。墨雨的话还没说完，一个娇小的身躯就扑入了他怀里。莫大哥，谢谢您，姐姐终于不用死了，我好想姐姐和爹爹他们呀。嚎啕大哭的叶青仙一双手把他搂得死紧，小脑袋靠在他胸口上，哭得梨花带雨，眼泪瞬间把他衣衫打湿。墨雨不禁微微尴尬，这14岁的姑娘对他来说就是个小孩子，可再小人家也长得亭亭玉立，初具规模，再加上男女有别，又在大庭广众下，他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可看着放声哭泣的小姑娘，他又忍不住心疼。一个拿着糕点追在他屁股后面欢笑着喊哥哥吃的小女孩身影悄然掠过脑海，那一幕清晰的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这让他的眼眸瞬间变得温暖万分，同时无穷无尽的思念和痛苦让他不禁嘴唇紧咬，差点就湿润了眼眶。如果妹妹还活着，他对自己的关爱一定不会比叶青仙对他姐姐差吧。他的手落在小姑娘头上，轻轻安抚，语气温柔如春风：没事了，只要将这果子给你姐姐吃了，她一定能够快速康复的，到时候你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到时候我一定和姐姐来看您。看着还抱住墨雨不放的叶青仙，顾东周和向兰芝就仿佛没看见似的，眼眸温暖而心疼。一个11岁的小女孩为了利用自己的气运帮姐姐寻找那一线生机，毅然决然地离开父母，朝东远行1万里，一走就是3年啊。
虽说有他们和侍女陪伴，但换个小孩谁受得了？可叶青仙却乖巧的从来没闹过，甚至都没有跟他们说过一次想家想父母的话。直到这一刻，这个小姑娘内心的思念情绪才彻底爆发。他们高兴心疼的同时，又对墨雨充满了无穷的感激。若是没有她，不但这么多年来的辛苦白费，大小姐恐怕也再等不来这朱雀圣灵果。想到大小姐，两人立刻对望一眼，脸色变得迫不及待起来。可是现在玄灵宗的情况却又不能不理，一时间两人的眼神分外纠结。墨雨自然看到了这一幕，又安抚了小姑娘几句，这才和脸颊羞红的叶青仙分开。两位前辈，目前局势虽然未定，但救人亦不能耽搁，不如分头行动。看着眼神一亮的两人，墨雨继续道：我宗目前的情况确实还需要前辈坐镇威慑，但时间应该也不会很久。等我们布置的一些后手起作用后，应该就可以慢慢平静了。在此之前，不如由向老前辈等人带着朱雀圣灵果先行返回神启大陆，待此间事情稍缓，顾老前辈再行离开如何？如此自然最好。顾东周和向兰芝顿时满脸喜悦激动，这样的安排对大小姐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现在她时间可不多了，听到可以回家去救姐姐了，叶青仙又期待又不舍，眼泪忍不住又流了下来，最后又扑入了墨雨怀里，哽咽道：莫大哥，我到时一定和姐姐来看你，你要是有时间了，也欢迎到叶家来做客。还有这个，你上次说了再见面就收下的。叶青仙又眼泪巴巴的拿出一柄雪白匕首递给他，正是那柄上品灵宝匕首。墨雨这次没再拒绝，收下后又轻轻揉了揉他脑袋，眼眸温暖。好，有机会我一定去看你。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小姑娘和向兰芝等人，墨雨又开始悄悄忙碌起来。接下来武师叔祖他们那边的布局也该启动了，他倒要看看东域那5大宗门会怎么应对，该和他们好好清算了。真以为算计完玄灵宗，自己还能完好无损？玄灵宗的崛起就从他们尸骸上开始吧。墨雨眼眸冰冷。第101章，玄灵宗开始清算。玄灵宗鬼面人和夏道灵一战已经过去了3天，前者踩着夏道灵的名头，将自己的威名再次提升了一个档次，可谓精彩绝艳。整个青云大陆几乎都在传颂这一战的夸张。鬼面人成了很多年轻修士新的偶像，隐约有值青云大陆天骄牛耳之势。虽然南域第一天才薛青衣这次并没有出现，但没人认为他能赢得了鬼面人。至于西域天骄之首真灵姬，同样不被人看好，只因这个青铜鬼面人太强势了，无论是谁上都是3招，唯一接住4招的倒霉鬼陆无双已经成了死人。400岁的元婴后期，也就比当年180岁就踏入元婴中期的墨雨稍逊一筹，可谓妖孽惊天，战力无双。此时玄灵宗数十里外的香月城，许多怀着捡漏心态来看热闹的小宗门已经准备离去了。玄灵宗天才擂台战无敌，如今又有神秘叶家之人撑腰，就连南北域的各大宗门联手都不敢强逼，他们又能干什么？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周围忽然多了很多传言。你听说了吗？有人在东域流云宗的灵石矿场发现了一座神秘宝藏，据说找到了好几件极品灵宝，不过都是残缺的，好的一件没有。我刚刚听说圣器都发现了一件，卧槽，那绝对是前辈大能的修炼洞府啊！有人目光炙热贪婪，但也有人眼神怀疑。那么巧，又是灵石脉矿，这到底真的假的？什么时候东域那么多宝藏遗迹了？马德，你知道个屁！咱们东域在10万年前可不像现在这样衰弱，要不是成了灭妖之战的主战场，这里的修仙底蕴丝毫不逊色其他几个大陆。但也因此，很多前辈大能的洞府被遗弃埋藏。看来有人说当今乃修仙大事，并非空穴来风啊！所有人的目光中都燃烧起了贪婪火焰。流云宗离这也不是太远，几天就能到，要不咱们几个宗门组队前往，这万一得到点什么宝物，那可就发了。我正有此意，再去找几个帮手，这就出发。随着时间发酵，消息范围越传越广，很快就变得人尽皆知。4天后，越来越多的人证实了消息的真实性。非但如此，在烈风国的皇家陵园东北数十里，同样发现了一处上古神秘遗迹，并且在里面发现了好几件残缺圣器。一时间，这消息彻底轰动了整个东域，并迅速朝4周飞快扩散。而原本就守在东域的那些南北域大宗门再也坐不住了，迅速率队前往。因为最先发现这事的就是北域天与神宗弟子，只是同行的不止他一人，所以事情才泄露了。刚开始烈风国还极力否认，可是很快又有人在遗迹里面找到了一件残缺的上品圣器。至此，知道这消息的人彻底疯狂了。一件下品圣器就可能让人跃一个大境界战斗，要是得到一件上品圣器，那得多恐怖！只不过这时候，
进到遗迹里的人早已发现，这地方早就被人光顾过，好东西那是一件不剩。于是所有目光都盯向了烈风国，群情沸腾。而另一部分人则围在了流云宗四周。死了一位绝世天骄的北域擎天宗，更是将止损的希望放到了流云宗身上，扬言不拿出从遗迹中得到的宝物与自己分享，就自己上门自取了。流云宗自然几口否认，但没人听他的。此时他们终于体会到了当初玄灵宗的憋屈和愤怒。可惜他们不但没有玄灵宗的硬气，更加没有人家的实力和决心。就连他另外几家盟友都派人前来打听询问，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兄弟，你要是发财了，可不能光顾着自己啊。且不说焦头烂额的流云宗，烈风国太子陈继业更是一脸日了狗的表情，因为这情节他太熟悉了，这不就是他们的配方和招数吗？怎么被用到自己身上了？陈继业脸色铁青，目光愤怒地在昏暗大殿中走来走去，最后狰狞咆哮：国师，这踏马一定是玄灵宗的手段，他这是想把水搅浑，故意陷害我们啊！甚至包括流云宗那边，恐怕都是他们的杰作，这帮狗日的阴险小人，我们必须将他的阴谋公之于众。坐在轮椅上的黑衣老者同样一脸阴沉，腿上的布料诡异飘动，竟是双腿截断。你有证据吗？若是没有，说出去谁信？还会将自己暴露了。老者恨恨说完，最后终究没忍住怒火，一掌将身前实木桌子拍得粉碎。但随之陈继业又一脸惊骇地低呼道：可是如果真是他们的话，他们又哪里来的这么多宝物？哪怕是残缺的，那也是上品圣器啊。这个问题不只是他想不到。坐在轮椅上的老者同样一脸疑惑，眼眸凝重。这个玄灵宗一定有巨大奇遇，或许他们现在实力突飞猛进，就和那机遇有关。得出了这个结论，老者的心情并没有因此好转，反而变得更加暴怒不甘，因为这意味着他想报仇就更难了。但比起这个，更让他恐惧的是，对方为什么会找上烈风国？莫非是发现了什么？看来得跟主人好好沟通一下了。黑衣老者陷入了沉思，陈继业还在不停地走来走去，内心担忧而不甘。玄灵宗议事大殿，看着面前侃侃而谈的年轻人，顾东周的眼神充满好奇。最近外界的传闻，他自然也听说了。他怎么也想不通，玄灵宗哪来的那些上品圣器？哪怕是残缺的，对于很多大势力来说，依旧是非常珍贵的宝物。原本上次的朱雀圣灵果，墨鱼解释说是在后山偶然所得，他还没有怀疑。但现在来看，这说法也未必就是事实。不过对于这些，他并没有兴趣深究。他的任务就是帮对方铲除干净东域的敌对势力，帮玄灵宗称尊东域。墨雨继续讲解道：顾老前辈，目前计划就是这样，如今流云宗乃是烫手芋头，可以先不管他，暂时只朝落霞宗、镇魔阁和幽冥宗下手。他们为了和流云宗撇开关系，据说已经各自分开，这就是最好的机会，到时我们三方同时动手，务必将他们顶尖战力一举消灭。墨雨眼眸冰冷而坚定，继续道：到那时他们就算再想联手，也是有心无力了。古剑南等人听了，内心振奋。如今流云宗自身难保，幽冥宗老祖由白虎又死在了古剑南剑下，要是再把落霞宗和镇魔宗老祖以及太上长老一除，五大宗门就剩一个苍兰宗，然后再集中兵力一举灭之，到时整个东域将只有玄灵宗一家独大。至于另外的玉血宗和天剑门，以后恐怕都得以玄灵宗马首是瞻好，那就现在出发，找到合适机会马上动手。古剑南咬牙怒吼，眼神期待。顾东周领着一位化神初期修士前往镇魔宗，古剑南则和陆青霞以及另外2位化神初期修士则前往落霞宗。拥有巨灵剑的他，完全可以当半个反虚修士用。至于幽冥宗，则由司马啸天带着唐飞虎等人前往。这3路看似司马啸天这边最弱，只有1位化神后期加1个化神中期和化神初期，但他们的对手幽冥宗同样实力最弱，老祖已死，只剩1位化神中期，4位化神初期，而且其中2位化神初期还在流云宗和烈风国附近看热闹，完全不够看。本来墨雨也想跟着去，趁机试下化神修士的战力如何，不过出于隐藏实力的想法，还是忍住了。于是当天夜里，玄灵宗除了钱百川坐镇宗门，其他高层全部秘密远行。好在周围的目光早就被流云宗和烈风国给勾走了，否则即便是化神修士想要不声不响的在众人注视下离开，依旧非常困难。等到师叔祖他们走后，墨雨则偷偷跑到太玄峰去和美女联络感情了。看到突然出现的他，司徒清玄眼眸微微一亮，站起后又脸颊羞红的坐了下去。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欢迎我来呢？墨雨忍不住轻笑一声，这是玄灵宗地盘，你想来就来呗。司徒清玄白了他一眼，又赶紧扭过头去。
现在只要看见他，他就忍不住会想起对方说的双休之事，然后脸红心跳。关键师门还没同意，他自然也不好答应。想到这，他不禁微微担忧起来。自己走时说要闭关，不知道有没有被发现。要是被师尊知道，那就太尴尬了。清玄，你洛星剑诀练得怎样了？墨雨打破了沉默。好难啊，我现在也只是略微悟透第一式而已，估计想精通还得好几天。说到修炼，司徒清玄顿时恢复了平静，英气勃勃的眉头忍不住苦恼皱起。这已经很好了，那可是天阶剑诀，普通天才光是第一式，恐怕就得花几年时间。面对墨雨的安慰，司徒清玄完全不领情，清澈眼眸认真的看着他。可我以前修炼剑诀，也就是几天功夫就能完全学会啊，莫非是因为以前的剑诀太简单了？这要是换了你的话，肯定很快就能学会。墨雨顿时听得心虚不已，那可是天阶上品功法，一共9式，这才过去几天就悟透了第一式，这简直天才到不行了好吗？他虽然最近没空练，但就算有空，恐怕效果也不会比他好到哪去，甚至更差都不一定。要知道司徒清玄可是无垢剑体，在剑道上的天赋压根不是一般天才能比的。他没有在这方面多聊，又将话题扯到了生活上，关心了好一会才告辞离去。要想彻底征服一位女孩，可不是只有坦诚相见那一刻才能开始，就像师姐他们那样，之所以那么顺利那么快，还不是因为有以前的感情积累。所以他对司徒清玄的征服早已开始。回到邀月峰，大师姐和二师姐同样在练剑，正是他前几天给两人的洛星剑诀。不过看样子第一式还没有完全悟透，看来两人虽是天才，但在剑道上的天赋比司徒清玄可是要逊色不少。小师弟回来了。苏小柔急忙停下修炼，然后边擦着额头香汗边高兴为他倒茶。月下美人执壶，风景唯美。另一位美丽仙子也停下了手中剑，娉婷袅娜地走了过来，气质清冷而温柔，再加上那柔美霸道的身材，顿时让墨雨看得心热不已。谢谢二师姐。趁接茶的机会，墨雨将二师姐扯到了自己左侧长椅上坐下，然后一伸手又将大师姐也拉到了右边。最近他实在太忙，司徒清玄的事都还没来得及跟两位心上人解释，人家虽然没问，但他得自觉不是。嗨嗨，两位亲爱的师姐，司徒姑娘的事想必你们也有所耳闻。墨雨停顿了一下，左右扭头看了看两位师姐脸色。大师姐脸色平静淡定，一副有事你就说的模样。至于二师姐则一脸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也没有丝毫生气的迹象，这让他不禁内心微微愧疚，然后故意大声感慨道：这辈子能遇见两位师姐，真是我的福气啊，估计上辈子肯定拯救了银河系。脸颊羞涩，内心甜蜜的苏小柔不禁眼眸好奇道：什么是银河系？就是类似无数个清明界的意思。墨雨解释一句，又继续道：那个司徒姑娘乃是师祖当年为我定下的婚约，我本来都打算和她退婚的，谁知道她明知我时日无多，却依旧不愿退，还说要是我死了就为我守寡。即便她师门不同意，还是坚决要遵循当年婚约。老实说，我既意外又感动，而且对她这种性格我也挺欣赏的。她和师姐你们一样都是好女人。嗨嗨，然后我就和她约定一起说服她的长辈。墨雨将前因后果一五一十的跟两位师姐老实交代了一遍，最后才认真问道：所以师姐你们觉得她怎么样？要是你们觉得不合适，我就……柳如玉淡定地瞥了他一眼，平静道：这些司徒姑娘都跟我们说过了。啊，说过了？你们见过面了？墨雨顿时一脸懵逼。不是，他们都私下见面了，就自己还蒙在鼓里。刚才司徒清玄也没跟他说起啊，怎么感觉自己反而成了他们之间的外人？苏小柔眼中闪过一抹笑意，娇哼道：是大师姐约司徒姑娘见面的，她人很好，我们都没意见。墨雨一脸的意外，性格高冷的大师姐竟然主动约司徒清玄见面，他当然知道大师姐不是因为吃醋才这样做，这是为自己把关吗？嘿嘿，谢谢大师姐，也谢谢二师姐。墨雨笑得一脸幸福，然后牵起两位师姐的手，大步往屋里走去。可惜才走了2步，猛然反应过来的柳如玉就眼神娇羞地挣扎开来。你和二师妹先聊吧，我晚一点。小师弟，我得先洗个澡，刚才练剑出了好多汗。脸颊红扑扑的苏小柔转身想走，但却被墨雨一把拉住了。没事，我也没洗，咱们正好边洗边聊。啊，可是那个……听着小师弟和二师妹的羞臊对话，刚走出不远的柳如玉差点脚一软。今晚的小师弟肯定会很疯。墨雨疯没疯？落霞宗老祖假扮成并不知道，但现在他却快要疯了。他都已经老老实实返回宗门，为什么玄灵宗还来找他？看着拦在面前的古剑南等人，他的心骤然下沉。
此时的贾半城再也没了出临玄灵宗时的从容自如，肥胖脸上一片凝重。古道友，不知拦住我等，有何指教？他身旁2位化神初期太上长老也是一脸的担忧，对方这是来者不善啊！早知道这样，当初还凑什么热闹？古剑南淡淡的看了贾半城一眼，微笑道：“我听说你落霞宗得到了一位上古仙人传承，还请道友拿出来一起共享。哪有什么上古仙人传承？道友，你是听谁说的？这纯属是污蔑啊！”贾半城顿时一脸震惊，不过内心却猛地松了一口气，他还真以为对方是听了谣言才来的呢。如果是这样，就好办了。落霞宗压根就没有得到传承，以玄灵宗的秉性，想必很好解释得通。可是还不等他开口解释，古剑南已经一脸严肃地打断了他：“古道友莫非欺我傻？空穴来风必有缘由，这可是你们当初说的，古某深以为然。”贾半城满脸憋屈，就在前不久，他们还这样和对方说话，现在马上就调换对象了吗？可是想到那天古剑南的恐怖，他还是强行忍住了自己内心的愤怒，弥勒佛般的脸上露出一丝强笑，尴尬道：“古道友莫要开玩笑了，落霞宗绝对是被人陷害，就像当初的玄灵宗一样。我觉得我们应该共同联手，找出背后造谣之人，可千万别被人利用，最后让他人得了渔翁之利啊！”听到他这话，一旁的陆青霞忍不住冷笑嘲讽：“你当初到玄灵宗耀武扬威时，恐怕想不到会有这一天吧？现在求饶已经晚了，既然选择与玄灵宗为敌，就得有付出代价的觉悟。”另外2位玄灵宗长老也忍不住解气怒骂，内心舒爽不已。从东域5大宗门威逼玄灵宗起，他们就一直盼着这一天，想不到竟然来得这么快。多亏小雨的丹药和圣器啊，这才让宗门实力突飞猛进，又找来顾东周这等绝世强援，让南北域各宗忌惮。看着贾半城等人憋屈无奈的样子，他们内心是舒爽万分。可以了，动手！胸中闷气已出，古剑南没有再浪费时间，低喝一声后，巨灵剑骤然出现在手中。既然要杀人，自然就得全力以赴。贾半城和另外2位长老猛然色变，惊呼道：“古道友，冤家宜解不宜结，就算贾某当初做的不对，难道就不能原谅一次？玄灵宗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绝没有原谅一说。”古剑南说完，一剑斩出，恐怖剑势如惊雷，森冷肃杀的契机直接锁定了贾半城，让他没有一丝逃脱之机。陆青霞则和2位化神长老直接围攻另外2人。看着古剑南的恐怖一剑，贾半城一脸灰败。他现在终于切身体会到了当初有白虎的绝望，这一剑他顶不住啊！但是顶不住也得顶，他已经别无选择。古剑南，玄灵宗如此霸道，必定没有好下场。贾半城怒吼一声，腰间一只小巧葫芦猛然长大100倍，一柄古朴银剑从葫芦中急速飞出，眨眼间变成数百米长巨剑，猛然迎上。同时金色护罩笼罩其身，他知道自己肯定挡不住，唯一的希望就是勉强顶住这一击，然后借力远遁。至于另外2位太上长老，已经被他直接放弃。死道友不死贫道，乃修仙界亘古不变的长生大道之一，可惜他高估了自己，同时也低估了古剑南这一剑的威力。使用了圣器巨灵剑的他，威力可以瞬间提升10倍，那是可以硬刚反虚的实力。只不过这么猛的剑，1个月内也只能出2件而已，否则他当初早就提着巨灵剑直接杀上5大宗门了。轰！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过后，贾半城的身体瞬间被劈成2半，就连仓皇飞遁而出的元神小人都被早有准备的古剑南补剑绝杀。又一位化神后期修士就此陨落。即便已经有过一次经验，古剑南依旧被巨灵剑的威力震撼到了。小雨给的宝贝真是恐怖如斯啊！古剑南忍不住兴奋感慨，如果换了是他自己，这威力一样顶不住。陆青霞等人同样看得内心震撼。至于落霞宗2位太上长老，早就吓得亡魂大冒了，然后很快在古剑南加入围剿后身死道消。几人没有多逗留，将对方身上宝贝搜刮一空后，急速往落霞宗飞去。既然动手了，自然要将对方化神修士全部击杀，并将修炼资源掠夺一空。这对落霞宗门人来说虽然残酷，但在修仙界很多时候可没有无辜一说。数天后，几条消息同时震彻东域，让世人惊颤。东域8大宗门中的落霞宗、镇魔宗、幽冥宗、化神期老祖、太上长老同时被人诛杀殆尽，胆敢反抗的元婴修士也都被轰成了渣，就连当初逃走元神的幽冥宗老祖游白虎都没能逃过一劫。同时，这几家宗门储存的灵石、药材、天材地宝等修炼物资几乎被扫荡完了，出手霸道迅速，堪称雷霆离地，冷酷而凶狠。而动手之人
正是之前被这几家宗门围攻的玄灵宗。这报复来的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迅猛霸道。玄灵宗这只东域疯狗一如既往的杀伐果断，一时之间，玄灵宗的凶名震彻整个东域修仙界，人人自危。许多宗门都在紧急检讨自己有没有得罪玄灵宗的地方，不太确定的已经携带重礼赶往了玄灵宗。如今最恐慌的宗门非流云宗莫属了，五宗联盟已经废了3家，而他们还被谣言缠身，难以自救。唯一能够求救的目标就只剩最后一个盟友苍蓝宗。可让流云宗老祖不安的是，无论是流云宗宝藏传言，还是烈风国的上古遗迹，都不见苍蓝宗派人前往，安静淡定的让人意外。而且对于他的求援信息更是毫无反应，这让他忍不住感到一阵恐慌和愤怒，仿佛被抛弃的怨妇。玄灵宗凶猛斩杀3大宗门所有化身的消息同样传到了天剑门，震撼不已的宗门高层正聚在大殿内紧急商议。他们都清楚，玄灵宗只要撑过这一关，称尊东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两宗以前关系虽然不错，但从天剑门决定袖手旁观时，这关系已经淡了。到时天剑门只有2个选择，要么臣服，要么为敌。天剑门老祖李确看了众人一眼，悠悠一叹，既然都决定了，那就早点动身吧。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玄灵宗现在看似危险，但已经没人敢轻易动他们。只要撑过这一关，未来必定腾飞9天。跟着他们，我宗将来未必不能再上一个台阶。魏天命无奈而倔强道：师祖，既然决定站队玄灵宗，那清玄和墨雨的婚事就趁机取消吧。墨雨寿元将近，我不能看着清玄跳进火坑。如今我们押上全宗跟随玄灵宗，他们总不敢拒绝吧？那就和他们见面再提吧。李确点头默认，然后又朝董守桌吩咐道：明天我带无命前往玄灵宗，你负责镇守宗门。是，师尊。董守桌恭敬点头。东域极北之地，乃玉雪宗山门所在。此时，一位鹤发童颜的慈祥老妇人正坐在大殿上方木椅上，正是玉雪宗老祖安小贤。而在大殿之下，穆之秋等一众太上长老、宗主等高层依序而坐。对于当下局势，大家怎么看？面对安小贤的问话，现场安静了一会。穆之秋咳嗽一声，神色凝重地接话道：回师尊，徒儿认为，以目前情况来看，玄灵宗只要撑过此次危机，未来必将威临东域。我等更该考虑的是，以后怎么和他们相处。现在东域8大宗门已经名存实亡，完好无损的也只剩我玉雪宗、天剑门、苍蓝宗、流云宗和玄灵宗。可按照现在情况看，流云宗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到时将8去其4。穆之秋缓了一口气，继续分析道：以玄灵宗的行事风格，苍蓝宗绝对无法幸免，到时东域将剩下我等3宗。经过此次危机后，玄灵宗必然会整合东域，即便我们和天剑门联手，也不可能抵挡得住。因此，我们与其到时再俯首称臣，不如现在主动投奔。我总感觉玄灵宗这次能突然崛起，绝对拥有了巨大机缘，就算不是极乐仙子传承，也可能是其他奇遇。跟着他们，玉雪宗或许能再上一个台阶。说到后面，穆之秋整个人都开始激动起来，眼里闪烁着期待热切的光芒。听他说完，其他长老也都一脸的异动。不过，还是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大师兄，你这所有的前提都是建立在玄灵宗能够撑过这次危机，要是他们撑不过呢？穆之秋脸色自信，轻笑道：三师弟，有那位神秘叶家老者坐镇，你觉得南北域的势力敢乱来吗？现在玄灵宗实力可不弱，而且我们又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别的底牌？众人又激烈讨论了一阵，意见逐渐统一，那就是可以赌一把。安小贤最终果断拍板，既然如此，那知秋明天随我去趟玄灵宗，和他们好好谈谈。此时的烈风国皇宫气氛凝重，烈风国国君昭武皇帝陈君灵正一脸沉重地端坐在龙椅之上，殿下站着一众文武高官，太子陈继业亦在其中。而在他身侧，一位轮椅老者正安静端坐，成了大殿中第2个坐着的人。虽然有其身体原因，但这份殊荣依旧显示出他在烈风国的地位不凡。龙椅上的皇帝威严地扫了台下一眼，然后故作平静地询问道：诸位，如今南北域各大宗门已经开始威逼我国交出遗迹所得，局势危急，尔等可有良策？面对他的问话，大殿内一片安静。这种局势几乎无解啊！关键是那股遗迹可是真实存在的，何况又发现了那么多残缺圣器。别说外人，就连他们都怀疑，是不是皇帝陛下秘密派人将遗迹搬空了？那么珍贵的上品圣器都出现了，你说那里面没有别的好东西，谁信？这可比极乐仙子的谣言要真实多了。那遗迹残缺圣器，
可都是货真价实存在的东西，想造假都办不到。毕竟谁又能拿出残缺圣器来造假？陛下，当务之急唯有开放国库，让那些宗门尽情搜查了。有人无奈提议，可是话才刚说完，就又有人不屑反驳。要是人家搜查之后毫无所得，硬说你将宝物藏起来了，我等又该如何自证清白？不错，此计不妥。那你说该如何？我一时还没想好。很快大殿上就吵了起来，热闹得像个菜市场。大家反驳起别人来都很厉害，什么漏洞都抓得住，但就是提不出什么好意见。就在龙椅上的昭武皇帝想要彻底暴怒之时，一道淡定声音忽然从台下传来：陛下，不如祸水东引。国师，此话何解？这祸水又能引向何处？昭武皇帝眼眸一亮，脸色激动惊喜，化神修士的恐怖威压猛然收敛体内。一众大臣不禁暗暗擦了下额头冷汗。虽然在场的全都是修仙之士，而且修为都不低，但化神修士却没几个。对于龙椅上那位刚才散发的威压，还是很敬畏的。轮椅老者却是神情淡定，眼神阴冷。陛下，如今东域能够分担这压力的只有玄灵宗，唯有将这锅甩到他们头上，我们才能活下去。昭武皇帝一脸犹豫，不确定道：如今玄灵宗势大，而太子与他们本就有过纠葛，这要是再去招惹他们，岂不是自树强敌？朕担心到时锅没甩掉，反给自己增加麻烦。国师微微拱手，平静道：陛下，恕臣斗胆胡言，如今没有玄灵宗为敌，我们就能应付得过吗？恐怕不能。昭武皇帝忍不住烦躁地叹了口气，感觉屁股下面的座位都快要不稳了。国师仿佛没看到他的烦躁一般，继续冷静分析：既然如此，何不放手一搏？正所谓狮子多了不怕痒，何况只要我们能成功，玄灵宗即便实力再强大，也不可能斗得过南北两域各宗联手。到时他自身难保，又能把我们怎样？就算他命大，我们到时再联合苍兰宗，也好过现在等死。国师的话顿时让昭武皇帝陷入了沉思，过了会才皱眉问道：那又该如何做？要是没有确切证据，其他宗门未必会信。国师手捋胡须，自信一笑：陛下请放心，而今他们实力暴涨，古剑南又手握恐怖圣器，这都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只需传出风声，说烈风国遗迹内的宝物就是被玄灵宗偷盗走了，所以他们才能借助里面功法和丹药快速增加实力。如今为了摆脱困境，又在贼喊捉贼，栽赃陷害我们。听完这些话，一众大臣顿时大声附和赞同。国师此计甚妙啊，而且很多证据都不需要我们找，玄灵宗自己就帮我们证明了。不错不错，只要这风声传出去，世人绝对会信。试想一下，要是我国得到了此等宝藏，实力将恐怖到什么程度？为何此等危机依旧不拿出来，反倒是玄灵宗早早就暴露了隐藏底牌？又是化神后期井喷，又是圣器，谁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到时候南北域宗门即便不围攻他们，我们的压力也必然小上无数倍。昭武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拍案大喝道：好，那此事就交由国师负责，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天下军民，皆听国师调遣。要想活，就让玄灵宗背锅。此时的玄灵宗一片热闹欢腾，太上长老们突然出手，将上次威逼宗门的5大宗门高层灭了3家。这消息传回来后，很多人都不敢置信。可随着越来越多消息得到证实，众人终于彻底狂欢起来，憋在心里的闷气总算出了一半。至于另外一半，自然是南北域那些宗门。虽然那位神秘的陈师兄将前来挑战的诸多天骄干得颜面无存，可是这种被人挑战到家门口的屈辱，他们会永远记在心里。不过这个账可能暂时算不了，但他们却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杀到对方家门口，将这份屈辱还给他们。墨雨陪着司徒清玄四处闲逛，这还是他第一次带他欣赏玄灵宗的美景。莫师兄好。见过莫师兄。几位师弟师妹好。墨雨亲切地和几位年轻弟子微笑点头，笑容阳光灿烂。旁边的司徒清玄看得内心好奇不已，这家伙在宗门的人缘也太好了吧。身为圣女，她在天剑门的受欢迎程度可不低，但和墨雨一比，她忽然觉得是不是宗门里的师兄师姐对自己有什么意见。这一路走来，遇见的弟子无论隔着多远，都会兴冲冲跑过来，只为了和墨雨打个招呼。打完招呼后就会高兴离去，也不多聊。但那尊敬崇拜的小眼神，即便迟钝如司徒清玄，也都能轻易看出墨雨在他们心里的位置。而且这其中还不全都是年轻弟子，一些元婴期内门长老甚至热情的比年轻人还过分，这就让他很看不懂了。这些人应该不知道墨雨就是青铜面具人啊，也就是说，墨雨在他们眼里应该是个根基被毁、即将老死的过气天骄才对。他又偷偷看了他一眼，
眼眸微亮。对于想不通的事，他从来懒得花心思去想，但墨雨却似乎让他变得有点不一样。就在他胡思乱想时，主峰方向忽然传来3道响亮钟声。看着司徒清玄好奇的目光，墨雨微笑解释道：“这是宗门召集所有弟子到主峰集合的钟声。”司徒清玄眨了眨眼睛，平静道：“那你有事就先去忙吧，我自己回太玄峰。你忙完要是有时间，你先忙。”说完急忙转身就想离去。他原本想说：“你忙完要是有时间再来找我。”可最后这句话他实在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口。但他刚转身踏出一步，就被墨雨牵住了小手，顿时浑身绷紧，脸颊通红，然后就保持着转身姿势，不敢回头了。那只手是抽回来也不是，不抽回来又害羞。墨雨语气随意而温和：“一起去吧，反正你现在也算半个玄灵宗弟子，没什么的。”不太好吧？司徒清玄感觉自己这辈子就没这么紧张过。他不用看自己的脸，都从那滚烫的温度中猜到了他现在的颜色。墨雨不禁微微看呆了，这个性格豪爽而霸气的女子，原来那么容易害羞。不过真美啊！一呆愣，他就忘了自己好像该放手了。然后司徒清玄也傻傻地站在那里，不言不语。不过最终还是墨雨先反应过来，见对方竟然没有抽回手，于是也装起了糊涂，直接牵起就走。走吧，我带你去。为了缓解对方尴尬，他还装出走得很急的样子，但手却握得贼紧。司徒清玄被他整不会了，眼眸呆萌地跟着走。他好想把手抽回来，这要是被人看到多不好意思。可自己是他未婚妻，他既然想牵一下，似乎好像也没必要太计较吧。他虽然当了对方100年未婚妻，可在男女相处上实在没经验。要不就听他的吧，反正他都有2个师姐了，经验肯定比自己丰富，这分寸就让他去把握吧。司徒清玄在纠结中迷迷糊糊就跟他走了好长一段距离，直到发觉自己的光滑小手被对方轻轻揉捏着，这才猛然惊醒，然后再也不好意思的猛然抽回。待抽回来后，他又觉得自己这动作有点太激烈，急忙赤红着小脸低声解释道：“这路上好多人，被看到不好。”说完还扭过头看了他一眼，见到他一脸憋笑没生气，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紧张什么，是怕他不开心吗？哼，才不是。墨雨当然不会因这事生气，相反还内心窃喜，忍不住低声问道：“清玄，那你的意思是没人看到就可以了，是吗？你的手好软呀，我喜欢牵着你。”原本听到前半句话还想否认的女孩，听完最后一句后，顿时羞红着脸不吭声了，然后低着脑袋快步往前走。嘿嘿，不否认就是同意，这么浅显的道理，墨雨自然懂得。不过他也没心急，对于司徒清玄这种女孩，这事得慢慢来。还有天剑门那边也得早点挑明才行了。现在要花气运值的地方实在是越来越多，可剩下的1000万气运值，他却真不敢再乱用，还不起贷款可是会出大问题的。而现在才过去多久，就已经身不由己花了1000多万，所以自己这位联姻对象必须得早点拿下，他现在可等不起5年。还有师尊，也不知道他怎样了。墨雨内心一阵担忧，师父出门去找2位师姐，到现在却一起失联，总让他内心不安。不行，等宗门之事告一段落，自己得去找找师尊他们才行，否则修炼都没心思。当他们来到主峰的巨大广场上，却看到许多长老、执事正在给排队的弟子分发灵石丹药等修炼资源，现场一片热闹欢腾，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狂喜激动的笑容。每个人分的资源之丰厚，让司徒清玄都看得一脸震惊懵逼。玄灵宗这是不打算过日子了吗？这普通弟子分的都快赶得上天剑门内门弟子了，而内门弟子分的比核心弟子都不遑多让，实在太豪气了。不过想到外界的传言，他又内心释然。如果真将那3家宗门的修炼资源都打劫一空，这倒是可以解释得通。他忽然觉得玄灵宗这种风格挺好的，有视弟子舍命上，有好处了，宗门也是死命给。此后几天，司徒清玄过得很开心，不但墨雨会经常陪他，那2位师姐跟他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熟悉。可是在第4天，当他打开通讯符后，却顿时愁眉苦脸起来。墨雨，我师尊和太师祖已经在来这的路上，他们肯定是来抓我回去的。这下完了，要不我们先逃吧。司徒清玄语气纠结，眼眸娇羞而苦恼，就好像被当场抓奸的别人家小媳妇。